游轮失事后，我被迫和18个极品美女流落荒岛。谁曾想顶流女星闺蜜一句她会对我们图谋不轨，我就被这群小仙女直接赶出营地。可当她们在暴雨中被毒虫咬得生不如死时，我却在窑洞里吃着火锅唱着歌。而曾经所有对我不屑一顾的人，如今却全部跪在我面前，可怜巴巴的求我给一口吃的。此刻我正蹲在沙滩边清理一条搁浅鱼，却突然听到苏微微喊了一句：“我提议把林峰赶出营地，同意让他搬走的举手。咱们18个女孩子，就他一个男人混在中间，晚上谁能保证他不会趁我们睡着做什么？”此话一出，好几个女生的脸上都露出恐惧的表情。荒岛孤立无援，一个男人，18个女人，几句话就把画面往最阴暗的方向拽去。果然，18个人里竟然有17票赞同，只有一个人没举手。苏微微得意地转过头看向我，少数服从多数，林峰你可以走了。我拍了拍手上的鱼鳞，弯腰把那条处理好的鱼捡起来。行，既然不欢迎，那我走。苏微微刚要发作，便已经有人先一步开口。秦岚站起身走到我面前，等一下，小伙子别赌气了，他们的顾虑也不是完全没道理。我给你提个折中的方案，白天你就过来，大家一起干活分配食物，晚上你睡到那块岩石的另一侧，怎么样？而我低头看了看手里的鱼器，笑了。秦老师，您说的很客气，但翻译过来就一个意思，你们需要一条免费的狗，白天干活，晚上拴起来。话毕，我直接转过身朝密林的方向迈步，直到我的背影完全消失在树丛里，苏微微才拍了拍手，扯出一个笑。走了正好清静，明天我们自己找食物吃。可是并没人接他的话。这时秦岚走到陈瑶身边，压低了声音：“陈瑶，你想过没有？他走了，收集柴火、搭棚子、找食物、守夜，这些活你们谁干？就靠你们这18双没碰过人间烟火的手。”陈瑶的眉心皱了一下，显然他之前真没想到这一层。苏微微凑过来插嘴：“秦老师，我们18个人呢，什么活干不了？何况赶走一个男人的安全隐患利大于弊。”秦岚看了他一眼后，懒得再解释什么。与此同时的另一边，我在走后便拎着鱼来到一处高地，站在最前面，甚至能看到那群女人所在的沙滩，也可以看到前方的海面。我刚把鱼放下，坐在石头上喘了口气时，突然脑子里嗡了一声，眼前弹出一行透明的蓝色文字：荒岛求生系统激活中，宿主已确认，功能1万物鉴定，目光所及之物皆可识别属性与用途，功能200颗资料库，提供脑内知识下载，涵盖建筑、种植、冶炼等一切宿主想要知道的知识。功能3每日签到体质强化，可每日强化体质，立刻给予抗毒 max。我立刻看向地面的那堆枯叶，蓝色标注浮现，干燥棕榈叶清热解暑，利尿消肿，抑菌消炎。我的心跳止不住的加快，随即迅速扫视四周，石头、苔藓、树皮、泥土，所有东西的属性都像词条一样浮在上面。我站在凹地边缘，听着远处沙滩方向隐隐传来女人们的说笑声，我忽然笑了。都荒岛了，还真以为自己是版本 T0。夜幕沉下来，海风裹着咸腥的潮气从沙滩上卷过来。18个女人围坐在一堆勉强算是篝火的火苗旁边，火光把她们的脸映得忽明忽暗。火堆边还散落着几袋包装面包和小蛋糕。陈瑶撕开一袋奶油小面包，连带包装袋里的碎渣全都抖进了嘴里。其他人也差不多。气温继续掉，海风一阵一阵往骨头缝里钻，篝火被吹得东倒西歪。有几个人已经把膝盖抱紧，把脸埋进了水里。苏微微突然嗤笑了一声：“你们猜那个林峰现在什么样？捡了条鱼又怎样？他能生火吗？我估计他现在冻得跟条狗一样，缩在某个角落里啃生鱼呢。”他把 Zippo 打火机在手指间翻了一圈，火苗跳了一下，依旧是没有人接话。而超模林雅此时正抱着自己那双长腿，声音闷闷道：“我想吃饭，想睡我的大床，想洗个热水澡。”说着声音就带了哭腔，这一哭像是传染，旁边几个人也红了眼眶。喂，你们快看那里！众人循声望去，黑漆漆的密林上方竟然有一团跳动的暖黄光亮，一群人站起来往那个方向张望。还有别的幸存者，有人就有救了，我们过去看看吧。话音落下，所有人又低头望向火光下方那片漆黑的密林。白天就是些树，而到了晚上黑压一片，偶尔传来不知名的虫鸟怪叫。刚才鼓起来的那股劲又泄了一半。我不敢进去，里面该不会有蛇吧？而且黑成那样，万一摔了怎么办？白天再去行不行？秦岚看了看众人的表情，又抬头看了看远处那团时隐时现的火光。她攥了拳头，咬了咬牙，走到火堆边，弯腰抽出一根还在燃烧的粗树枝当火把。我去看看，万一有人说不定有吃的，有想一起的就跟上，不勉强。沈小棠第一个跳起来蹦到秦岚身边，我去。又回头朝大伙招手，走吗走吗，大家一起去就不怕了。大部分人都跟着站了起来。苏微微撇了撇嘴，但大部队要走了，她也不想落单，哼了一声跟在后面。于是18个女人打着一根简陋的火把，深一脚浅一脚的朝密林深处摸去。脚下的地面从沙变成了湿土，再变成铺满落叶的坡地，越走温度反而没那么冷了。密林把海风挡住了大半，火光越来越近，然后一股味道飘了过来。有人停下脚步，使劲吸了一下鼻子，所有人都闻到了，是烤肉油脂被高温逼出来后的焦香，混着某种辛辣的野生香料气息，顺着夜风往鼻子里钻。所有人的肚子几乎同时叫了。烤肉香，有火有肉，还他妈有调料，这味道是鱼，不止鱼，还有一股菇的香味。沈小棠肚子咕噜叫了一长串，她捂着肚子，小脸皱成一团，好香，我好饿。陈瑶没说话，但她的步子明显加快了。此刻另一边，我正蹲在她那块凹地营地里，面前是一堆烧得又稳又旺的火。
三面岩壁遮风，热气全都在这半封闭空间里暖烘烘的。比起沙滩上那堆被海风吹得东倒西歪的篝火，一个添一个顶。系统百科资料库直接把公钻法的完美操作流程灌进了脑。虽说第一次操作有些生疏，但也只花费了10几分钟就搞定了。火堆上方用2根弯形树杈撑着一根削尖的木棍，一整条处理干净的鱼被穿在上面，外皮已经烤到微焦，裂开的鱼皮边缘往外翻卷着，露出里面白嫩紧实的鱼肉，油滴落进火堆里哧哧作响。我手里捏着几片叶子碾碎了往鱼身上撒。天黑前我在营地附近转了一圈，目光扫过地上一丛不起眼的矮灌木，蓝色标注立刻浮现：野生甲举叶，腥味，可替代胡椒使用，去腥增香效果极佳。又看向旁边歪脖子树根部的几朵金黄色菌菇，鸡油菌，口感细嫩，富含蛋白质，建议烤制或炖煮。那几朵金黄色的菌菇已经被我摘了下来，串在另一根细木棍上，架在火边慢烤，边缘微微焦化，散发出一股浓郁的菌香。碾碎的甲举叶撒上鱼身的瞬间，辛辣的香气就窜了出来，和烤鱼的油脂焦香搅在一起，我忍不住吞了口口水。又翻了个面，鱼腹那一面已经彻底熟透了，金黄酥脆，用木棍一戳就裂开，汁水往下淌。这条鱼少说有3斤重，今晚够我敞开了吃。我伸手先把那串烤菌菇取了下来，吹了吹，咬了一口，外面一层薄脆，里面嫩得像豆腐，满嘴菌香。我倒吸了一口凉气，靠着温热的岩壁坐下来，吃着菌菇串，等着烤鱼熟透，好不自在。此时的我压根不知道，把我赶走的那18个女人，此刻正循着我的火光和肉香，正深一脚浅一脚的朝这边摸过来了。我正嚼着鲜嫩的鸡油菌，满嘴都是浓郁的菌菇香气。就在这时，侧面灌木丛突然传来一阵稀稀疏疏的动静，我动作一顿，立刻咽下嘴里的食物，瞬间警惕起来。这荒岛上野兽毒虫不少，别是闻着烤鱼的香味找过来了。我右手迅速摸到脚边，握住一块傍晚就准备好的拳头大小的石头，右臂肌肉紧绷，死死盯着声音传来的方向。只要有野兽敢扑出来，我绝对第一时间把石头砸过去。然后只见灌木丛的叶子被一只白嫩的小手拨开，紧接着一张圆圆的带着婴儿肥的娃娃脸从叶子后面探了出来。来人正是沈小棠，她头发乱糟糟的额前几缕碎发被汗水粘在脸上，那双标志性的大眼睛此刻睁得溜圆，双方隔着10来米的距离就这么对着愣住。沈小棠手里还保持着拨开树枝的姿势，整个人僵在那里。她显然没料到会在这里直接和我照面，更没料到我已经抄起了武器，那副架势明显是把他们当成野兽防备。她身后的黑暗里传来另一个声音：小棠，怎么不往前走了？话音未落，秦岚的身影也从阴影里冒了出来，手里那根当火把的树枝早熄了，只剩半截攥着当棍子。她一眼看到坐在火堆旁安然无恙的我，脚步猛地顿住，脸上闪过明显的错愕。我这才反应过来，原来是那群女人找过来了，但我并没有因此放松警惕。看着树林里陆续走出来的身影，我手里的石头反倒攥得更紧了。荒岛上人心难测，这帮人白天能把我赶走，晚上谁知道会不会为了火堆和食物对我做些什么。走在比较靠后的苏微微终于挤了出来，她看清火堆旁的人后忍不住尖叫出声：怎么是你？苏微微的目光越过我，落在那堆旺盛的篝火金黄的烤鱼和烤蘑菇上，她的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难看。就在刚刚，她还在沙滩上信誓旦旦地说林峰肯定冻得像条狗，现在这条狗不仅生了火吃起了烧烤，甚至还有闲心撒野菜叶子当调料，而他们这18个高贵的女士只啃了几口廉价的面包，被海风吹得瑟瑟发抖，这感觉简直比直接被扇一巴掌还让她难受。我看着苏微微那精彩的表情，忍不住冷笑一声：怎么迷路了？你们的沙滩在那边呢，别走错了。苏微微闻着空气中浓郁的烤鱼香味，喉咙不受控制地咽了一口口水，然后脸疼的一下涨红了，从脖子根一直烧到耳尖。这种情况下，她的肚子很不争气地咕噜叫了一声，在此刻安静的氛围里格外清晰。她咬了咬嘴唇，把那点难堪强行压下去。了林峰，我们大家又冷又饿，好不容易找到这儿，你就自己在这里吃独食，你怎么这么自私？人群中居然还有几个女人跟着点头，看向我的眼神里甚至带着几分责怪，我差点被气笑了。自私！白天的时候你们把我赶出营地，有没有想过我的死活？我死死攥着石头，声音愈发愤怒。那时候怎么不想想你们自不自私？现在还有脸跑来质问我？苏微微被对得面色涨红，指着我气得直哆嗦，半天憋不出一个字。秦岚见状，只能硬着头皮向前迈了一步。林峰，我们不是来吵架的，大家确实又冷又饿，你的食物能不能分给大家一些？秦岚说完，自己都觉得脸上发烫，根本不敢直视我的眼睛。我直接不屑地嗤笑一声，然后盯着秦岚的眼睛。秦老师，我记忆力不太好，您帮我回忆回忆，白天的时候是谁让我白天当牛做马干活，晚上滚蛋去别的地方睡的？秦岚的嘴唇动了动，脸色一阵青一阵白，根本接不下去话。她活了30多年，在娱乐圈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偏偏在这荒岛上被一个年轻人对得下不来台。可偏偏我说的都是事实，她连一句反驳的话都找不出来。我没打算放过他们，目光又转向苏微微。又是谁说我是安源议员，煽动大家投票把我踢出去的？被点名的苏微微脖子一梗，强行狡辩：那是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行，为了安全。然后把木棍上最后一个烤蘑菇撸进嘴里，又随手把木棍扔进火堆里，干柴遇火发出噼啪一声脆响。咽下去后，我才抬起眼皮，看着面前这群衣衫凌乱、面色疲惫的女人。你们当时举手把我这个安源圈全赶走了，那你们现在怎么又跑到我这个安全员面前来要饭？怎么，我这安源圆圈的身份是看你们饿不饿决定的？这话一出，不只是秦岚，连刚才还有些不满眼神的几个女生也都垂下了头，避开我的视线。沙滩上的篝火面包相互依偎取暖，和眼前这个被他们驱逐却独自建起温暖营地烤着鱼的男人，形成了残忍的对比。沈小棠看着我手里滋滋冒油的烤鱼，又看了看这避风又温暖的岩洞营地，她眼珠子滴溜溜一转，突然跳着向前小跑了2步。她扬起那张极具欺骗性的娃娃脸，露出一个甜美到发腻的笑容，声音软糯，带着点撒娇的意味。林峰哥，之前的事是我们不对，我向你道歉。她眨巴着大眼睛，声音娇滴滴的。那个，能给一点吃的吗？
我真的好饿啊！从下午到现在，就吃了一小块面包。我脸上忽然也绽开一个笑容，仿佛真的被他打动了。沈小棠眼睛一亮，心想有门。就在他准备再往前凑一点的时候，我保持那副灿烂的笑容，清晰无比地吐出两个滚蛋！沈小棠脸上的笑容僵住了，她眨了眨眼，以为自己听错了，或者我在开玩笑。我收了笑容，脸上换上一种毫不掩饰的嫌弃。滚蛋！在我面前装什么可爱？可爱能当饭吃，还是能让你晚上不挨冻？闻言，沈小棠的嘴唇死死抿紧，单薄的肩膀微微发颤。她仰起头，双眼逐渐蓄满了一层水，却倔强地咬着下唇，不让眼泪掉下来。然而面前的男人却是根本不做理会，只是自顾自地转头去摆弄架子上的烤鱼，眼看确实讨不到半点同情，沈小棠只能用力吸了吸鼻子，委屈地垂下眼睫，转身默默退回了身后的队伍当中。我们也不白要你的食物，可以用东西跟你交换。队伍里突然传来一道低沉的声音，说话的是陈瑶。他从人群中走出一步，火光打在那张精致的不真实的脸上，神情很认真。你们都饿得跑到我面前来要饭了，还能拿什么东西跟自己交换？陈瑶没急着开口，伸手到脖子后面解开了一条项链的打口。定制款，市价130万，你把这条鱼分我们一半，以后每天的食物也分我们一半。项链归你。他说这话的时候没有苏微微那种嚣张劲，也不是沈小棠的哀求，语气平稳，倒真像在进行一场商务谈判。我愣了一秒，张了张嘴又合上，当场这提议的荒唐程度整不会了，愣是不知道从哪开始吐槽。苏微微第一个急了，姚姐你疯了，这是你最喜欢的那条项链，就为了他那几口破鱼，太不值了。陈瑶摇头，不是值不值的问题，是诚意。我们需要食物就得拿出对等的东西。人群里立刻炸了锅，也不至于用这么贵的吧？谁身上有便宜点的首饰没有？我有个手镯，但那也值20多万呢，20万也多了，一点吃的而已。我站在火堆旁，听着这群人一本正经的讨论，用哪条项链、哪个手镯来换我的食物。他们是真的觉得这些石头和金属在这座鸟不拉屎的荒岛上，还他妈的值100多万。我一直握着石头的右手垂了下来。你们讨论完了没有？陈瑶转头看向我，项链还举在手里等着回复。讨论完了就赶紧走吧，别影响我吃饭。我看着他掌心里那条项链，叹了口气，伸我问你，手指了指，这玩意儿能吃吗？能当水喝吗？能帮我砍柴切肉剥鱼鳞吗？陈瑶的眉头拧了起来，我拍了拍手上的灰。在这座岛上，你那链子的价值不如一把生锈的水果刀。水果刀起码能割绳子、削木棍、处理猎物，你那个我拿来干什么？挂脖子上去树林里选美？我指了指自己架子上的烤鱼，在这里食物就是命，是活下去的保障，哪怕半条鱼我都不会换。你还想要我以后每天一半的食物？我摇了摇头，用一种看傻子的眼神看向陈瑶。这大晚上你还做上白日梦了？这话出口，整个空地安静下来，没人再提什么项链值不值了。苏微微咽不下这口气，林峰你别太过分了，姚姐愿意跟你换是看得起你，100多万的东西在你这儿成破烂了。陈瑶没接话，低头看了看掌心里的项链，手指慢慢收拢，把它攥进了拳头里。她的嘴唇抿了抿，想说什么却发现无从反驳，然后她拉了一下苏微微的胳膊，微微别说了，姚姐，这个林峰实在是……陈瑶摇了摇头，苏微微的话硬生生噎了回去。我懒得再看他们一眼，又坐回篝火旁，伸手把架子上那条烤透的鱼取下来，鱼皮焦脆金黄，我对着鱼背上就是一大口，烫得直哈气。淡了点，下次得想法子弄点盐。又撕下一块鱼腹肉塞嘴里，满意的点了点头。这块行又嫩又香，18双眼睛死死盯着我的嘴，每咀嚼一下就有人跟着咽一下口水，那此起彼伏的吞咽声在夜里清晰的刺耳。秦岚闭了闭眼，她知道今晚不可能从林峰这里分到任何东西，继续留下来除了自取其辱没有任何意义。走吧，然后转身朝来路走去，人群陆陆续续跟上，有人走的时候频频回头看着那团火光和火光里大块朵颐的身影。苏微微冷哼一声，被陈瑶拉着跟上大部队，我头也没抬继续啃鱼。18个人走了17个，还有一个没动。赵雅这姑娘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说过，从进到这片空地开始，她的目光就没离开过那条烤鱼。此刻别人都走了，她还站在原地，像是脚底被粘住了一样，眼睛直勾勾看着林峰手里那条被啃得坑坑洼洼还剩大半的鱼。我自然注意到了她，但我连一个眼神都懒得给，只是又咬下一块鱼肉，慢条斯理地咀嚼着。赵雅，你干嘛呢？快跟上！远处传来喊声，赵雅这才如梦初醒，应了一声，最后看了一眼林峰手里那条冒着热气的烤鱼，她咬了咬嘴唇，这才恋恋不舍地转身跑着追上了队伍。不过这群女人说是离开，也没真的回沙滩去，走了几十米就停在了一片树木环绕的空地。虽说简陋，但好歹有树挡风，不像沙滩那样被海风灌得透透的。苏微微用打火机又点了一堆火，众人围坐取暖，身体确实比在沙滩上暖和了不少，但心里头那股冷意反倒更重，因为几十米开外风偶尔会把烤鱼的鱼香送过来，隐隐约约的像是故意撩拨人。苏微微开口，林峰一点绅士风度都没有。只有1、2个2线明星跟着附和了一句。歌后林诗音靠在一棵粗壮的树干上，双腿蜷缩着抱在胸前。如果我们之前没有赶走林峰，是不是现在也能吃上烤鱼了？此话一出，场面安静了一瞬，有人低着头不说话，有人下意识去看苏微微的脸色，好几个人都不约而同地咽了一下口水，脑子里想的都是同一件事，那条烤得金黄酥脆的鱼。眼看气氛逐渐朝着微妙的方向发展，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白天投票的时候你可也举手了，现在装什么圣母？我是举了，可发起投票的人是你，煽动大家的人也是你。你要不开那个口，会有后面这些事。周庭是圈里跟着苏微微混的马仔，立刻就跳出来。就算林峰留下来又怎样？你看他那个德行，自私自利到骨子里，烤着鱼连一口都不分。留下来他就会大发善心了。抛开事实不谈，难道你就没有错吗？你当时要是站出来反对，说不定结果就不一样了。
抛开事实不谈，方小曼，你自己听听，你说的是人话吗？方小曼整张脸煞白，林诗音往树干上一靠，我什么我？事实就是苏微微起的头，你们跟着起哄，现在出了问题，想把锅摘干净，天底下有这么好的事？大家都投了票，就你最有远见，那你当时怎么不拦着？我拦了，你们谁听了？现在怪别人有什么用？就是微微说的对，大家别吵了，不吵怎么解决问题？那就别废。沈小棠本来还在默默抹眼泪，这会儿顾不上哭了，蹭的一下站起来，小跑到中间，伸开双手，姐们别吵了，吵架有什么用啊？没人理他。方小曼越说越激动，手在空中挥来舞去，差点抡到沈小棠脸上。沈小棠吓得往后一缩，踉跄了一步，眼看方小曼已经撸起袖子，苏微微手里也攥上了一根树枝，局面就要彻底失控。一道声音压过了所有人的喧哗，是陈瑶。这一声呵斥，所有人都闭了嘴。苏微微不吭声了。周婷和方小曼互相看一眼，悻悻退了半步。林诗音冷冷地剜了苏微微一眼，别过脸去。场面安静下来。陈瑶站起身，吵赢了又能怎样？肚子照样是空的。他的视线越过人群，落在一直沉默坐在外围的秦岚身上。秦姐，您见多识广，经历的事比我们所有人加起来都多。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秦岚身上。秦岚心里苦笑，见多识广，那是在文明社会里，可在这荒岛上，郊野诛签合同，但这话没法说出口。这群人现在需要一个主心骨，哪怕是假的。他撑着树干站起来，环视一圈，先说一件事，做好救援短期来不了的打算。好几个人脸色变了，船那么大，沉了肯定有人知道吧？秦岚顿了顿，知道归知道，这岛在什么位置谁也说不清，搜救需要时间，可能3天，也可能30天。总之，现在只能靠自己。今晚不折腾了，抓紧休息，明天一早分工，找水源，找食物，搭棚子，一件一件来。话不多，但足够务实。人群渐渐散开，各自找地方躺下。说是休息，其实惨的一批。嗡嗡嗡，蚊子是真多。有人一巴掌拍下去，手心一滩血，我要疯了！别说了，一张嘴蚊子都能飞进来，好痒好痒好痒！翻来覆去，小声抱怨，咬着嘴唇生扛，没有一个人真正睡着。与此同时，几十米外的岩壁营地里，我躺在一层铺好的干棕榈叶上，三面岩壁把风挡得严严实实，篝火余温轰着整个凹地。我甚至觉得有点热，把一条腿伸到了棕榈叶外面，蚊虫压根不往我身边飞。系统签到给的抗毒能力 Max 附带这个好处，飞近了就绕道走，比蚊香好使100倍。我翻了个身，打了个饱嗝，远处隐约传来女人营地那边此起彼伏的抓闹声和压抑的骂娘声，顺着夜风飘过来，断断续续的。我扯了扯嘴角，闭眼3秒入睡。女人营地火堆已经暗了下去，只剩一小片红色的余烬在夜风里明灭。赵雅倚着一棵粗树，双腿蜷在胸前，肚子又叫了一声，她把脸埋进膝盖里。就在这时，一阵极轻的窸窣声钻进耳朵。赵雅没动，她侧着眼从半合的眼缝里往声音的方向瞟过去，是沈小棠。这丫头抱着膝盖缩在3米外的一棵树根旁，本来应该和其他人一样在睡觉，但此刻她的脑袋在动，很小幅度的左右转了转，往四周瞥了一圈，确认周围没人看她之后，沈小棠慢慢伸手，从身侧那只的粉色防水小挎包里摸出了什么东西，手指捏着那个东西往嘴边送。赵雅听到了咀嚼声，赵雅整个人一激灵，这小妮子居然藏了吃的，大家伙都饿得前胸贴后背。这丫头表面上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跟着大家一起哭一起饿，结果转头就背着所有人偷吃独食。赵雅第一反应是愤怒，但随即另一个念头冒了上来，那个粉色小挎包，巴掌大的东西里面能装多少？叫醒17个人来分，一人一口渣都轮不到。如果不告诉别人，赵雅眯了眯眼，心里已经有了计较。她故意动了动身体，腿往外伸了伸，动作不大，但在发出的动静这死寂的深夜里足够明显。沈小棠本就因为偷吃神经高度紧张，听到动静更是整个人直接僵住，连呼吸都屏住了。沈小棠憋得小脸通红，但不敢出声，只能用耳朵拼命捕捉对面的动静。周围安静的只剩虫鸣和远处的海浪声，没人说话，也没人叫醒其他人的动静。她暗暗松了口气，小心翼翼地把嘴里的东西咽下去，才慢慢转动有些发僵的脖子，朝刚才听到响动的方向看过去，然后她就对上了赵雅那双映着余烬红光的眼睛，那双眼睛正一眨不眨地盯着她。沈小棠只觉得从头皮一麻到，心脏猛地往上一窜，完了，她什么时候醒的？沈小棠太清楚这群人的德性，这帮女人本来就又饿又烦躁，正愁没地方撒火呢。她要是被当成靶子架起来，少不得要被所有人针对排挤，甚至是像赶走林峰那样把她踢出去。想到这里，她几乎是本能的抬起左手，食指竖在嘴前，随即双手合十，整张脸皱成一团，无声的对赵雅拼命摇头哀求，那样子可比刚才在林峰面前装可怜卖惨要真实多了。可赵雅的脸上没有半点心软的意思，她就那么直直的看着沈小棠，表情平静的吓人，然后视线慢慢往下移，落在她身侧那只粉色小挎包上，又抬起头看着沈小棠。沈小棠的表情瞬间从哀求变成了肉痛，但她看着赵雅那双在余烬红光中闪烁的眼睛，又想了想被众人围攻的后果，终于还是咬着嘴唇认了栽。他猫着腰摸到赵雅身边，手伸进小挎包里摸索了一阵，捏出一个小东西递到赵雅面前。赵雅凑近一看，竟然是牛肉粒。赵雅二话不说把那颗牛肉粒接过来，剥开包装的动作又快又轻，随后直接塞进嘴里。就这么一颗破牛肉粒，鲜得他差点没哼出声来，直到口水把那颗牛肉粒泡得烂了，他才舍得咬下去。几秒后，赵雅睁开眼又伸出手来，沈小棠的嘴唇紧紧抿成一条线，双手把小挎包往身后藏，眼神里写满了抗拒。赵雅眼睛一瞪，沈小棠的嘴瘪了下去，手指哆哆嗦嗦的伸进包里，抠搜的又摸出几颗递出去。赵雅一把夺过来，低头在掌心里数了数，3颗，就3颗。打发叫花子呢？他再次抬起手伸到沈小棠面前，这一回沈小棠不干了，他双手死死攥着那只粉色小挎包，脑袋摇得像拨浪鼓。赵雅加大了眼神的压迫力，恨不得直接上手去抢。沈小棠瞪圆了眼睛瞪回去，那张娃娃脸上难得露出一种凶巴巴的表情，虽然因为脸太圆凶的不太成功，但那意思很清楚，你再逼我试试，大不了我跟你爆了。赵雅只能收回手，把那3颗牛肉粒小心翼翼地塞进牛仔裤最里层的口袋，用手掌压了压，确认不会掉出来后，便重新躺回原位，闭上眼，嘴角甚至微微翘了一下。而沈小棠气鼓鼓地挪回自己的位置，双手依旧紧紧搂
搂着那只小挎包，整个人缩成一团，满脸都写着我亏大。可事已至此也没办法，只盼着这个长腿女人别转头就把它卖了。天色蒙蒙亮，我伸了个懒腰，浑身舒坦的不像是在荒岛上过了一夜。签到，眼前蓝色文字闪过，签到成功，体质+1。我握了握拳，确实能感觉到力量又比昨天强了不少。我站起来准备去附近找点水源和早餐，然而我刚迈出2步，一声尖叫划破清晨的宁静，有蛇！紧接着是乱七八糟的惊叫声、哭声、跑动声混成一片。我停下脚步，偏头朝那个方向看了一眼，嘴角微微一扯，转身继续朝反方向走。清晨的尖叫声像炸了锅一样，一个接一个往外蹦。10几个女人从地上弹起来四散奔逃，有人光着脚踩到尖石头疼得龇牙，有人一头撞进灌木丛里被树枝刮出血，场面混乱的跟菜市场着了火似的。蛇在哪？别过来！妈呀，我要回家！尖叫声此起彼伏，可真正看清蛇在哪的人没几个，大多数人只是跟着前面的人跑，但有一个人没跑。方小曼整个人僵在地上，身体一动弹不动，因为她的右小腿上一条翠绿色的蛇正懒洋洋地盘踞着，三角形的脑袋搁在她膝盖侧面，像是找了个暖和的地方打盹。方小曼不敢动，不敢叫，甚至不敢大口喘气。她能感觉到那条蛇冰凉的鳞片贴着自己的皮肤，每一次呼吸都让那具细长的身体微微起伏，眼泪无声地从她眼角滑下来，嘴唇抖得厉害，却硬生生把哭声憋了回去。她只能用那双已经被恐惧淹没的眼睛死死望向10几米外的苏微微。苏微微看到后，整张脸白得像纸，嘴唇哆嗦着张了又合，脚却像灌了铅一样挪不动半步。她不是不想救，是真的不敢。其他人也好不到哪去，站得最远的几个已经躲到了树后面。沈小棠抱着树干，声音带着哭腔：“怎么办啊？怎么办？谁去救他？”就在这时，江月捡起了地上一根手臂长的木棍，朝着方小曼身边走，都散开一些。这蛇是竹叶青，剧毒，在这种条件下被咬到等于宣判死刑。这话一出，方小曼的眼泪掉得更凶了，她双手死捂住嘴，不让自己哭出声来，整张脸已经白到没有一丝血色。江月一步步靠近方小曼，木棍的前端在微发抖，她只能把棍子握得更紧。那条竹叶青似乎感觉到了什么，三角形的脑袋微抬起来，吐了吐镜子。江月屏住呼吸，将木棍前端从蛇身与方小曼小腿之间的缝隙缓缓伸了过去，然后猛地往上一挑，那条翠绿色的蛇被甩飞出去5、6米远，啪嗒摔在落叶堆上，扭了几下窜进灌木丛消失了。周围立刻一片尖叫，苏微微这才冲上前扑到方小曼身边，抓着她肩膀使劲摇晃：“小曼，你没事吧？有没有被咬到？”方小曼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两只手死勾住苏微微的脖子，嚎得撕心裂肺。我以为我要死了，呜呜，微微姐，我以为我要死了。苏微微拍着她的背，自己的声音也带着颤：“没事了，没事了，蛇走了，走了。”见到危机已经解除，江月这才松了一口气，把手里的木棍随手一扔，转身回到那另外3个女生当中。这3个人和她一样，哪怕刚才被蛇吓得不轻，也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尖叫试探。秦岚快步走过来，在这4人面前却微弯了腰：“谢谢你。”江月点了下头，算是回应。密林深处，我已经转悠了将近1个小时，怀里还抱着一堆果子和蘑菇。一路走来，但凡目光扫到系统的蓝色标注就没停过。山莓果能吃，野生红毛丹能吃，西油菌老朋友了能吃，一丛翠绿的野菜能吃，甚至还有几簇野生小辣椒，红的像宝石似的挂在枝头。吃的是有了，但全是素的，没有肉。更要命的是没有水，只能继续往深处走了。又走了大约10分钟，一阵细微的水声钻进耳朵，我脚步加快，拨开一丛齐腰高的蕨类，一条小溪从高处的岩石缝里淌出来，目光落上去，蓝色标注跳了出来：活性山泉水无有害菌，矿物质含量适中，可直接饮用，水质评级优。我几步上前，蹲下身，双手捧起一捧水，直接往嘴里灌，清凉甘甜，没有任何异味，比外面超市货架上那些花里胡哨的矿泉水还顺口。一连灌了5、6捧，才用手背抹了抹嘴，长出一口气，水源搞定，接下来得弄个容器，总不能每次渴了都跑这么远。不过这是不急，因为在溪流的上游处，鸟叫声格外密集，有水的地方就有动物聚集，有动物就有肉。我把怀里那堆野果蘑菇放到溪边一块干燥的石头上，然后沿着溪流朝上游走了过去。然而才走出不到200米，我就停下了，因为在溪边湿润的泥地上清楚楚的印着一排动物脚印，四肢有蹄。我立刻使用鉴定开始扫描，得出的结果让林峰眉头狠狠一挑：野猪、红烧猪蹄、酱肘子、猪头肉、烤五花。我脑子里跟过电似的闪过一连串菜名，口水差点没兜住。要是能搞到一头野猪，那我接下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都不用为蛋白质发愁了。可我的腿都要迈出去了，理智却比腿快一步拽住了我自己。我蹲下身，目光落在那排清晰的蹄印上，启动深度鉴定，蓝色文字浮现成年雄性野猪足印，体重估算180公斤以上，威胁极高。我当场一个机灵后退了2步，180公斤有2、3个我那么重，还好。我拍了拍胸口，庆幸自己刚才没脑子一热，沿着脚印追上去，等体质强化到能徒手掰弯钢筋的程度再来。总之今天这猪惹不起。我再看了一眼那串蹄印的方向，脚印是从斜上方的山坡过来，到了溪边又折回去，那上游应该还是安全的。我绕过那片蹄印区域，继续沿着溪流往上摸索，这一走就是将近2个小时，脚下的地势越来越陡，灌木越来越密，直到我拨开最后一丛齐胸高的灌木时，整个人愣在了原地，眼前豁然开朗，两面山壁合拢成天然的屏障，中间夹着一片缓坡谷地，里面的景象让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走进了什么游戏里的隐藏地图。芭蕉树成片的立着，宽大的叶子在阳光下绿得发亮，结满了密麻的芭蕉。再往旁边看，一种攀附在岩壁上的藤蔓结满了紫黑色的果实，每一颗都有荔枝那么大，缀的藤条弯成了弧形。系统标注瞬间刷屏，野生芭蕉可食用，糖分含量高，热量充足，岩壁葡萄花青素含量极高，酸甜比例完美，可直接食用或酿酒。后面还有山枇杷、山黄皮果不知名的浆果，标注一条接一条往外蹦，多到林峰看都看不过来，满眼全是绿色的可食用标签。这哪是荒岛啊，这是老天爷开的水果自助餐厅。视线继续往远处延伸，谷地尽头隐约有几个浅灰色的身影在慢悠移动，体型比野兔大得多，4条细腿，头顶似乎有角。我眯起眼使劲看，但距离太远，3、400米开外，无法鉴定。不急，就算不管那些远处的羊，光是眼前这些果子和兔子，就能够保证我很长一段时间不出现饿肚子的情况。这地方简直就是我的私人粮仓。至于那群女人找到这里的可能性，我往回看了一眼自己来时的路，整整2个多小时的山路，就那群娇生惯养的大小姐，
恐怕连1/3的路程都走不完。他们连一条蛇都会吓得鬼叫连，要是在林子里撞上野猪，我摇了摇头，把这个画面从脑子里赶出去。那场面太惨烈，实在是影响视力，我嘴角咧到了耳朵根。就在我盘算着先摘点葡萄带回去的时候，突然一阵鸡叫声从左侧的灌木丛后面传来，我脚步立刻顿住，轻手轻脚的朝声音来源挪过去。到了那丛灌木后面，透过缝隙往里瞧，只见距离我不到5米的空地上，7、8只野鸡正悠哉地刨着地面找虫子吃，羽毛油光水滑，一看就肉质紧实。我的喉结滚了一下，细细思索了起来。野鸡跟家鸡不一样，这玩意儿能飞，虽然飞不高飞不远，但在平地上要用2条腿追一只能扑棱翅膀的鸟，纯属做梦。我悄悄退回去，脑子里的百科资料库瞬间给出了方案：编网，用韧性好的藤蔓编一张投掷网，靠近了直接都网比追着跑靠谱1万倍。我立刻在周围寻找合适的藤蔓，没走几步就找到一大片又细又韧的绿藤，系统标注弹性藤，韧性极佳，适合编织。我扯下一大把，又找了块平整的石头坐下，开始动手。太阳从头顶偏过去的时候，一张长宽个2米的藤蔓网终于编完了。我抖了抖，扯了扯，结实，然后把网卷起来架在腋下，猫着腰又摸回了刚才那片灌木丛后面，趴下往缝隙里一瞧，我差点笑出声。这群野鸡不但没走，反而又多了4、5只。我从趴着慢慢调整成蹲姿，双手把网展开，握住边缘。今天能不能开荤，就看这一网了。我盯着那群浑然不觉的野鸡，调整好呼吸，双腿蓄力，撒网。女生营地那边，陈瑶带人在营地附近灌木丛里摘回来的一堆山莓和不知名科硬邦邦的青果，可能是没熟透，果子有些酸涩，但好歹算是有东西下。但这点东西下了肚，反而把更大的问题暴露出来了。可从昨天到现在，没有一个人喝过一口淡水，喉咙跟冒烟似的。秦岚当即把人分成了4组，江月带着他那3个人去捡柴火，苏微微领着陈瑶和几个人在营地周围采集野果，秦岚自己则是带着几个人去海边碰运气，看能不能像林峰昨天那样捡到搁浅的鱼。而分到最苦差事的是赵雅、沈小棠和另外2个女生，她们的任务是往内陆走，找水源，顺便看看有没有能吃的东西。分工很明确，唯一的问题是结果很不明确。去海边的那组满怀期待的走了，中午灰头土脸的回来了。几个人在沙滩上从东走到西，别说鱼了，连个像样的贝壳都没捞着，这还不是最惨的。下午1点多，赵雅那组也回来了，沈小棠一屁股坐到地上，累得直吐舌头，整张脸捏得跟晒了3天的白菜似的。赵雅也好不到哪去，2条大长腿上全是灌木刮出的红痕，手里就拎着可怜巴巴的2把野菜和几颗不知名的果子。沈小棠摇了摇头，往后一躺，连话都不想说了。赵雅扶着树干喘了半天气，才哑着嗓子挤出几个字没找到。一听这话，几个女人从各个方向涌过来，你一嘴我一嘴就炸不过，怎么可能没有水？你们往哪个方向找的？就让你们干这一件事都干不好。赵雅被一群人围着质问，脸色越来越难看。你们行你们去啊！灌木丛密得跟墙似的，地上全是烂叶子，走2步摔3跤，你们谁去试？秦岚赶紧站出来打圆场，行了行了，都别吵了，再找不到水真会出事。他扫了一圈所有人的脸，干裂的嘴唇，发红的眼，白蜡黄的脸色，这才仅仅1天多而已。这帮养尊处优的女人已经被打回了原形，一组人不够，那咱们全部出动，往不同方向找，总能找到的。人群3、3、2、2散开，连早上被蛇吓得魂飞魄散的方小曼都顾不上怕，抓着苏微微的胳膊跌跌撞撞往前走。林世英昨晚吹了风，头疼就没停下过，周婷可得走2步歇1步，另外还有2个脚底磨出水泡，一瘸一拐的跟在后面。但所有人都知道，再找不到水，今晚恐怕就不只是挨冻的问题，也是老天爷没把路堵绝。大约40分钟后，往西南方向走的那一队率先传来了喊声：有水了，快过来！所有人闻声往那边汇合，穿过一片低矮的灌木地带，一条细小的溪流出现在眼前，水不多，溪面窄的1步就能迈过去，但水是流动的，透亮的，看着就让人喉咙发紧。沈小棠第一个冲过去，小屁股撅得老高，直接把嘴凑到水面上吸，紧跟着7、8个人全扑了过去。苏微微喝了2大口，抬起头来，满脸都是水珠子，眼睛亮得吓人，太爽了。秦岚走到溪边，没有第一时间喝，她蹲下身仔细看了看水的颜色和流速，又闻了闻，流水清澈，没有异味，附近也没有动物粪便的痕迹，她这才捧起一口慢慢喝下去。江月站在边上，同样观察了一会儿才吐身饮水。陈瑶倒不是在观察水质，她是刚跑完这段路喘得厉害，缓了几秒才蹲下去喝。一群人喝饱了水，瘫坐在溪边，第一次露出了上岛以来稍微放松的表情，好几个人甚至把手伸进溪水里拍着水花玩。苏微微甚至开始盘算要不要在溪边重新扎营，有谁有柴火，晚上再弄点果子凑合也能过。沈小棠摸着瘪的肚子小声嘟囔，就是没有肉。气氛难得轻松了那么一会儿。然而就在这时候，灌木丛那头传来一阵脚步声，所有人的笑声瞬间停了，齐刷刷看向声音来源的方向。灌木丛的枝叶被拨开，然后一个赤裸上身的男人走了出来。午后的阳光从树冠缝隙间漏下来，打在我胸口和手臂上，肌肉线条分明，紧实有力，充满野性张力的轮廓，跟昨天在沙滩上那副偏瘦的书生样子简直判若两人。我没穿上衣，因为那件 T 恤已经被我打成了一个鼓囊的包袱，系在腰侧，里面塞满了黄澄澄的琵琶和红毛丹。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脖子上挂着4只被藤条绑着脚的野鸡，左手提着用藤蔓捆扎在一起的3大quả香蕉，旁边还别着2串紫的发黑的葡萄，右手稳稳端着一片对折的芭蕉叶，里面盛着大半叶清水。走路带的微晃，愣是没洒出一滴。笑声没了，聊天声没了，拍水的动作僵在半空，10几双眼睛死死定在我身上，更准确的说，是定在我脖子上那串鸡和手里那堆水果上。他们18个人忙了一整天，全部加起来还不如眼前这个男人一个人带回来的1/10。我显然也看到他们了，然后脚步顿了一下，目光淡淡的扫过这群衣衫凌乱、眼神都看直了的女人，最后在苏微微那张涨红的脸上多停留了半秒，然后我嘴角微一勾，扯出一个极其欠揍的笑容，大摇大摆的从他们面前走过去，脖子上的4只野鸡随着步伐一晃一晃的，直到我的背影彻底消失，整片溪边依然安静的落针可闻。沈小棠看着我消失的方向，又想起中午自己啃的酸青果，眼眶一红，差点没哭出来。赵雅把手里最后一点溪水往嘴里送，表情复杂的没法看，刚才她的目光一直追着那几只野鸡，喉咙不自觉的吞咽了好几次。半晌，林世英揉了揉太阳穴，悠悠的来了一句：这差距也太大了吧。
我回到营地处理了20分钟，我掂了掂手里这只鸡，去了毛去了内脏，少说还有2斤半，一个人吃撑绰绰有余。现在新问题来了，怎么烤才好吃？我想了想，拎着鸡往下坡走了一段，到了能望见海面的位置，我在礁石边找了个潜水洼，把整只鸡按进去泡着10分钟，泡好我便拎回营地，削了根粗木棍穿透鸡身架到火堆上方，然后我把柴火拨散了些，让明火压下去，只留炭火的温度在底下慢慢逼。我又扯了片芭蕉叶，蘸上提前存好的海水，隔几分钟就往鸡身上均匀刷一遍，这样外层有咸味有焦香，内层保持清甜。随着腾起一小股白烟，肉香味浓的发腻，我使劲吸了一口，点头，成了。我把烤鸡从架子上取下来，烤鸡的表皮脆得跟薄饼干似的，只听咔嚓一声，断裂的地方肉汁直接顺着手指淌到手腕上。我大口撕扯着鸡肉，时不时摘几颗葡萄往嘴里塞，口里含糊不清的自言自语。在我吃的正爽时，余光瞥见30多米外有火光在晃。30多米外，那群女人在我营地另一侧找到了2、3个类似的岩壁凹洞，18个人就这么分散着挤进去，总算有了个像样的窝。晚饭也比中午进步了。下午有人在附近找到了几丛食用菌，架在火上烤了烤，味道还挺鲜。果子也找了一堆相对成熟的，酸味没那么冲了，起码能咽下去。其实这片区域的可食用植物不算少，但这群人压根不认识几样，10个果子里能确定无毒的顶多2、3个，剩下的谁也不敢赌命去尝。苏薇微微啃着一颗山莓，酸的五官皱成一团，正要说点什么安慰自己的话，然后风向变了，一股浓的肉香顺着晚风飘了过来，鸡肉的油脂被高温逼出来后，那种焦香混着一丝咸鲜味往人鼻孔里钻。所有人的动作都停了，他们转头看到我正抱着一整只金黄的烤鸡，大口大口的撕扯，鸡皮被我牙齿扯开，热气腾腾的白雾从里面冒出来，我吃的满嘴是油，腮帮子鼓鼓的，时不时还停下来往嘴里扔几颗紫黑色的葡萄。赵雅低头看了看掌心里那颗酸涩的山莓，又抬头看了看30米外那只油光锃亮的烤鸡，她把山莓默默放回嘴里嚼了2下，嘴里发苦。沈小棠咽下嘴里那口烤蘑菇，声音闷闷的：蘑菇明明挺鲜的，怎么突然就不香了呢？没人接话，因为所有人心里想的都是同一件事。我自然感觉到了30米外那10几道目光，抬头扫了一眼那个方向，嘴角动了动，然后抱着鸡不紧不慢地换了个方向走，只留给那帮人一个背影。方小曼把啃了一半的果子摔地上，咬牙挤出一句：那么大一只鸡，他一个人吃得完？他卡住了，硬生生把后面那几个字吞回去。苏薇微微难得没接茬，她盯着林峰那边看了半天，目光落在我身旁那几挂香蕉和葡萄上。他到底从哪儿弄来的这些东西？香蕉、葡萄鸡，我们找了一天，连根像样的果子都摘不到几个。对啊，我下午跑了那么远，看到的全是叫不上名字的野草，一颗水果都没有。那我们怎么办？要不明天他出去找东西的时候，我们悄悄跟着。这话一说出来，好几个人同时抬起头。对啊，他们找不到食物，只要跟着他，看他去哪摘果子，去哪抓鸡，那不就等于找到了食物来源？不用求他，不用低头，不用看他那张欠揍的脸，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十几双眼睛里头一次有了光。夜风拂过，他们甚至已经开始盘算，明天谁负责盯梢，谁负责采摘，谁负责抓鸡。天亮就出发。当第2天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刺破海平线，当女人们揉着酸痛的身体，斗志昂扬地爬起来准备跟踪时，我却哪也没去。由周婷带队，方小曼、林诺和夏世宁3人配合的调查小组，天没全亮就猫在灌木丛后面，眼睛盯着30多米外那个岩壁营地，等了近2个半小时，我却一点动静都没有。周婷蹲的腿都麻了，换了3回姿势，最后索性一屁股坐在地上。她揉着发酸的小腿，肚子脸拉得老长。又过了好一会儿，我总算醒了，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慢吞吞坐起来。然后这帮人就眼睁看着我取出昨天剩下的半只烤鸡，不紧不慢地撕扯着吃，中间还配了几根香蕉和一小串葡萄。4个人的肚子几乎同时叫了。周婷把一颗酸涩的山莓使劲塞进嘴里，嚼得咬牙切齿，靠意志力跟胃酸做斗争。方小曼干脆别过头不看了，看一眼难受一分。好不容易熬过这场清晨吃播，4人精神一振，来了，要出发了吧？我站起身，活动了几下肩膀，迈步走出营地，4双眼睛齐刷刷跟上。结果我就在营地周围20、30米的范围内溜达了一圈，扯了一大把不知名的藤蔓就回去了。周婷的表情已经能用狰狞来形容了，她压低声音：就这，他到底在磨蹭什么？为什么还不出去找东西？林诺靠在旁边叹了口气，人家存粮多呗。他挠了挠大长腿上被蚊子叮出来的红疙瘩，语气有气无力。4只鸡加一堆水果够他吃1周了，哪像咱们顿顿吃不饱还得起早贪黑，这日子简直没法过了。方小曼听了这话更难受了，低声骂了一句：有存粮了不起啊？有存粮就能在家里搓藤条玩。4人沉默了一小会儿，他好像不是在玩。说话的是夏世宁，带着明显的不确定。3人的视线齐刷刷转过来，吓得夏世宁脖子一缩。我看他好像是在编什么东西。夏世宁绞了绞手指，往我那边偷瞄了一眼，看着像网，应该是为抓东西做准备吧。周婷和方小曼顺着他的视线望过去，眯着眼仔细打量了半天，还真是。此刻我正盘腿坐在地上，双手穿梭翻飞，那些藤蔓在我手里被拆分缠绕打结，一张网的雏形已经能看出来了，抓鸡用的。方小曼反应过来，那我们也得有网啊。周婷一拍大腿，当即回头随手一指夏世宁，去周围收集点藤蔓，咱们也编。夏世宁有些局促的开口，就我一个人去吗？周婷扭过头来，眼神不善道，难不成还要我陪着你？夏世宁把后面的话全咽了回去，闷闷的哦了一声，起身便往灌木丛里钻。10几分钟后，夏世宁抱着一大把藤蔓回来了，
手臂上多了好几道红痕。4个人围坐一圈，开始了编网大业。周婷看了2眼我的手法，觉得自己悟了，上手就开干，2根藤条拧在一起，刚穿过第3根就散架了。方小曼编了半天，搞出一坨麻花便是的东西，跟网没有半毛钱关系。林诺全程有气无力的把藤蔓缠来绕去，编出来的成品不如说是一团乱麻，上打了几个结。夏世宁手最巧，编的最认真，但也就是相对没那么烂的程度。1个多小时后，4个人各自捧着自己的作品面相觑。周婷手里那张网，网格最小的拳头大，最大的能钻进去一条狗，而我却已经编出了一张网格均匀的完整渔网。4人看了看自己手里的东西，又看了看对面那张，先凑合用吧。周婷干巴巴地说了一句。准备完毕后，我收起渔网，起身出了营地。4人精神一振，连忙跟上。但出乎意料的是，我没有往密林深处走，而是顺着下坡路径直朝海边去。海边，方小曼愣了。4人跟到礁石群附近，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观察。我选了一片齐腰深的礁石湾，先把网摊开平铺在水下，4脚用石头压住，然后打开那片芭蕉叶，把鸡下水撒进网中央。不到5分钟，就有鱼群循着味道凑过来了。银白色的鱼身在浅水里翻滚，我等鱼群聚得差不多了，猛地拉起渔网。第一网上来4条，每条都有2-3斤重，而躲在礁石后面的4个人已经彻底明白了，自己被耍了。周婷不甘心，都跟到这了，总不能空手回去吧？她一咬牙，抱着自己那张勉强叫网的东西，走到旁边另一片浅水去，学着我的样子铺开压住，然后就这么干等着。10分钟过去，网里连条虾米的影子都没有。反观我那边，我把鱼倒在岸上的岩石坑里困住，又重新铺网撒饵，如法炮制，直到岸边石坑里扑腾了8条大鱼，我才开始处理战利品，然后慢悠悠的离开。当路过他们的时候，我脚步一顿，脸上露出一个惊喜的表情。哟，这要巧，你们也来抓鱼啊？我上下打量了一眼周婷手里那张网，点了点头，语气真诚极了。加油！说完也不等回应，拎着战利品大摇大摆的走了。周婷把手里的网攥得咯吱作响，方小曼的脸涨红到脖子根，林诺靠在礁石上只剩叹气的力气。夏世宁站在最后面，看着林峰远去的背影，又看了看海面上空荡荡的网，他没说话，把视线收回来，盯着自己脚尖。跟踪计划宣告破产。中午所有人回到营地汇合，跟踪组空手而归，采集组带回2捧蘑菇和10几颗果子，江月组扛回3捆干柴。负责打水的赵雅那个4人组竟然带回了6个野芋头，虽然沾着湿泥，丑得跟石头似的，但在场没人在意卖相，因为那玩意儿能顶饱。赵雅把芋头往地上一放，2条长腿上全是灌木瓜的红痕，手掌破了皮，指甲缝里塞满泥。沈小棠更惨，整个人瘫在地上，他脸上还糊着汗渍和泥点子。赵雅喘着气说：“就这些了，那片坡地就长了这几个，全刨干净了。芋头怎么分？”苏微微扫了一眼地上那6个芋头，答案脱口而出：“平分被3人吃1个。”语气理所当然。赵雅的动作顿了一下，她抬起头看了看苏微干净的手，没有一道划痕的小臂，裤腿上甚至连泥点子都没沾到。又看了看周婷和方小曼，同样干净，脸上甚至还有一丝无聊后的倦意。3人吃1个，赵雅又说了一遍。苏微像是没听出她话里有话。对啊，公平合理。你有意见？赵雅站起来了。当然有。你们上午干什么去了？东西呢？被问到的周婷一愣，然后陷入沉默。也就是说，你们一上午的时间，连一根香蕉都没弄到手。方小曼把锅甩到林峰头上，还不是那个林峰，今天只去海边捕鱼，根本就没去找水果。赵雅脸色沉了。为了取水，我们4个人在丛林里走了2小时，烂泥地里刨了1个多小时，手都快磨出血了。而你们就在海边闲了一上午，我的那份跟你们一样多。沈小棠从地上爬起来，拽了拽赵雅的袖子：“雅姐，算了吧，别闹了。”沈小棠声音软绵绵的，表面是在劝，但她站的位置紧贴赵雅身后。说完之后就低头抠手指上的泥，谁都看得出来她偏向谁。林诺靠着一棵树慢悠悠的开枪了。赵雅，几个芋头而已，至于吗？大家都饿着，你这样搞是什么意思？赵雅转过头，林诺，你上午也在跟踪组吧？你也没干活，你也好意思在这说话？林诺嗤笑了一声，我就问你一句，你打算怎么办？抱着你的芋头不撒手？赵雅下巴绷紧了，苏微脸上的表情也不太好看。行啊，赵雅，芋头你拿走，多少个都归你。那你生啃？赵雅攥紧了拳头，生芋头含草酸钙和皂素，吃下去轻则烧喉咙烂嘴巴，重则肿到窒息。苏微重新露出笑容，大家一起分不好吗？赵雅牙咬得咯吱响，沈小棠在身后又扯了一下她的衣角，力气比刚才大了些。赵雅闭了一下眼，分。芋头被架到火上烤熟，掰开来分。苏微负责分配，给自己和陈瑶、周婷、方小曼的那份明显厚了一圈。赵雅接过属于自己的那一小块，比乒乓球大不了多少，但没人敢帮她说话。赵雅蹲在角落，把那点芋头塞进嘴里嚼了2下，咽了一点淀粉的甜味在舌根上一闪而过，然后就没了。她咬着嘴唇没出声。午后太阳偏西的时候，有人指着林峰营地的方向喊了一声：“那边在冒烟。”所有人抬头看去，林峰的岩壁营地上方，一股浓白烟稳地升着，8条处理好的鱼用小木棍一条条撑开，挂在我搭好的简易木架上。木下方火堆被我用湿树叶和青草压住了明火，只留闷烧的烟往上熏。系统百科给出的方案很清楚，冷熏法，温度控制在30度以下，持续熏制6到8小时，鱼肉表面形成一层烟熏膜，隔绝空气和细菌。熏好的鱼能存放不短的时间。我往火堆上又盖了一把赤棕榈叶，烟量浓了一些，然后坐回岩壁下面砍了根香蕉，8条熏鱼加上3只活鸡，再加上一堆水果，就算连着下一个星期的雨出不了门，我也饿不着。我把香蕉皮扔进火堆边，拍了拍手，开始琢磨明天要弄些什么。夜幕降临，赵雅躺在岩壁角落的干叶子堆上，伸手摸了摸牛仔裤里层的口袋，牛肉粒最后一颗了。下午
的时候实在扛不住了，刨了1个多小时的体力消耗，加上那块芋头连塞牙缝都不够，现在就剩最后1颗了。白天苏微微最后看他的那个眼神，笑着的但眼底是冷的。那女人心眼小的跟针尖似的，分芋头只是个开始，以后呢？明天分果子的时候，是不是就该不小心少给他1块了？后天安排活的时候，是不是又把最远最累的差事塞给他？赵雅盯着头顶黑漆漆的岩壁，以后该怎么办？就在这时，一阵夜风拐过岩壁，裹着一股若有若无的烟熏咸香飘过来。他侧过头，目光穿过夜色，盯着30米外那团还在闷烧的暗红火光。要不，此刻我随便对付2根香蕉、1串葡萄，外加半条烤鱼。嚼鱼的时候我皱了下眉，但缺盐，连着好几天全靠海水泡的那点咸味撑着，勉强够吃不够香。我把最后1块鱼塞进嘴里，站起身拍了拍手，干正事了。我先往海边走。我蹲下来，用手在这里一连挖了4个方形浅坑，坑底铺上提前摘好的大芭蕉叶，然后走到海边，用另一片对折的芭蕉叶兜了海水，来回跑了几趟，把4个坑都灌满，盐搞定。接下来剩一件更大的事，陶罐。来岛上快5天了，有了陶罐就能煮东西、存水熬汤，甚至以后可以发酵酿酒。但烧陶的前提是找到合适的粘土，必须是那种细腻、可塑性强、含铁量适中的粘土才行。我回到营地，拎上昨天编好的备用渔网，然后朝小溪方向走去。在一处溪水冲刷出的内湾岸壁前停下脚步，我蹲下身，手指插进水下的泥层里捏了一把，细腻粘手，搓开没有明显的沙粒感。系统标注跳了出来，优质高岭土，含沙率低于5%，适合制陶，建议取深层土，杂质更少。就是这儿了。我把渔网铺在岸边的石头上，卷起裤腿下到溪里，开始一把地往外挖粘土。突然身后传来脚步声，我回头一看，面色一正，4个女人顺着溪流走过来。打头的是赵雅，手里拎着几片卷成桶状的洋芋叶，身后跟着沈小棠和另外2个女生。4个人停下来，气氛一瞬间有些微妙。沈小棠第一个缩到了赵雅身后，嘴唇紧抿着；另外2个女生目光复杂，既有尴尬又有某种说不清的羡慕，站在原地没动。赵雅愣了1秒后扯出一个笑，主动抬手打了个招呼：“好巧啊，在这里碰上了。”语气自然，但眼底有一闪而过的紧张。我看了他一眼，嗯了一声，转回头继续挖土。赵雅的笑僵了半秒，我没再看他，拎起网兜往上游走了20来米，彻底从这几人的视线里消失。但赵雅没有放弃，他对身后3人说了句：“你们先歇会。”然后提步跟了上去，绕过那几棵树。赵雅看见林峰已经重新蹲下，换了个位置继续挖。他没凑太近，隔着4、5米站定，就那么直愣愣地盯着我的动作。挖土，摔的，放进网兜。赵雅的目光追着我的手移动，嘴唇动了几次又合上。我停下手头也没抬，你不去干你的活，在这里看着我干什么？赵雅脑子里转了好几个念头，但最后他选了个安全的话题：你挖这些泥巴干什么？我终于抬起眼皮瞥了他一眼，吃饱了撑的，出来消食不行。赵雅脸上的笑容裂了条缝，考虑到自己在队伍里的处境，撸起袖子往前走了一步。我帮你。话没说完，我已经抄起网兜站了起来，冲了冲手上的泥。不用，2个字飘在风里，人已经绕过树丛不见了。赵雅的手还保持着要蹲下的姿势僵，直到沈小棠的呼唤响起，她才慢慢收回手，重重叹了口气。中午跟踪小队灰溜溜回到营地，秦岚站在火堆旁，表情平静，但嘴角抿得很紧。从今天起，跟踪小队解散，编入采集组和取水组。苏微微第一个跳出来，揽过周婷和方小曼的肩膀，正好，我们组缺人手呢。林诺脸色一变，他转头看向苏微微，张了张嘴。苏微微虽然注意到了，但压根不做理会。采集组活青就在营地周围转，摘果子、捡蘑菇、挖野菜。取水组要往密林深处走2个小时，带水回来累得半死。林诺咬了咬牙，最终还是没吭声。夏世宁更是连头都没敢抬，默默低头接受安排。午饭照旧，野果、烤蘑菇，一些不知名的野菜。苏微微分配食物的时候，赵雅盯着自己那份，开口提醒：“我的少了。”苏微微头也不抬，今天总共就这么多，东西少了当然分的少。赵雅扫了一眼苏微微面前那堆明显大了1圈的份额，你那份怎么没少？苏微微终于抬起头笑了一下，我负责生火分配管理，脑力劳动也是劳动。赵雅小姐，你有意见？赵雅的指甲掐进了掌心里。周婷和方小曼一左一右站在苏微微身后，眼神里带着你要闹我就敢揍你感觉。赵雅没再说话，站在原地多停了2秒，视线从左往右慢慢扫了一圈，结果没有一双眼睛敢跟他对上，唯有沈小棠缩在后面，嘴巴张了张，但没敢没出声，又把头低下去了。赵雅把这些表情收进眼底，弯腰端起自己那份食物，转身走开了。深夜火堆暗了下去，赵雅睁着眼睛躺在外侧，转过头低声问了沈小棠一句：“还有多少？”沈小棠侧过身，犹豫了一下，把那只粉色小挎包打开凑过来，借着余烬的红光，赵雅看得很清楚，一粒牛肉粒都没有了。赵雅翻了个身，面朝外侧躺下，不知过了多久，风向变了，一股肉香飘了过来，赵雅的肚子又叫了，同时脑海里闪过白天那些女人的嘴脸，她下意识地瞥了一眼自己的修长双腿，连她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要看。过了一会儿，赵雅站起身，拍了拍裤子，朝洞口走去。就在这时，我的余光里忽然捕捉到一个人影，从女人营地的方向慢吞吞地往这边挪。我的手摸上了身边的石头，人影越走越近，借着火光，对方的容貌逐渐清晰。我皱了皱眉，你怎么又来了？有话快说。没话回去睡觉。赵雅咬了一下嘴唇，往前走了一步。苏微微针对我，最累的活全分给我，食物每次都是最少的那份，我真的好饿。她低下头来，眼眶逐渐湿润。我把手从石头上收回来，突然就笑了，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其他17个人都没能从我这里要到一口吃的，你凭什么觉得自己能？我斜着眼睛看着赵雅，该不会觉得跟我说2句自己被欺负，我就会心疼你可怜你吧？赵雅咬了咬下唇，重新把目光转移到我的脸上，语气认真，只要不突破我的底线，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我翻转烤的动作忽然停住了，转过头上下打量了赵雅一眼，什么都愿意。我话说到一半突然闭了嘴，不对，有问题，万一这是美人计呢？万一现在其他女人已经把自己这个营地给包围了，虽然概率很低，但万一翻车了呢？我猛地站起来，赵雅
被我这个动作吓了一跳，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然后他就看着我绕着营地转了一整圈。我挠了挠后脑勺，站在原地愣了2秒。等我转回来的时候，赵雅的表情已经从困惑变成了焦急。她看到我刚才脸上分明已经有了松动，那种被什么都愿意这几个字聊到的反应，她不可能看错。但紧接着我就起身去翻灌木丛了，那股子兴致也突然没了。不行，不能就这么放弃，再空着肚子回去，明天苏薇薇还会变本加厉。再这么饿下去，用不了几天她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赵雅盯着我从自己身边往回走的身影，牙一咬，直接扑了过去，双臂环住我的脖子，嘴唇狠狠亲了上去。而我却下意识地推开赵雅，但她的手才刚刚触碰到我的肩膀，我脑子里就闪过一个念头，都踏不到这个份上了，要是还把人往外推，那还算是个屁的男人啊！想到这里，我的右手猛地扣上赵雅的后脑勺，随后反客为主地迎了上去。赵雅显然没有料到我的回击如此猛烈，她整个人都僵住了，牙关防线几乎是被我瞬间突破。赵雅本能的想要向后退去，可却动弹不得。同时我的另一只手也没闲着，手掌搂住她的腰，赵雅双腿立刻就软了下去，几乎是挂在了我身上。5分钟后，赵雅手里捧着小半只烤鸡坐在篝火旁，大口大口的撕扯着，即便嘴里已经塞得满满当当，她还是一个劲儿的往里填。这是赵雅上岛以来第一次碰到荤腥，之前的每一刻都是对她肚子的煎熬。当然，如果没有咸猪手，那就更完美了。而我坐在赵雅身边，能清楚的感觉到她香香软软的，真不愧是超模啊！而每当我想更进一步时，赵雅就会伸出一只手死死攥住自己的手，而我却直接隔着衣服捏住她背后的一根带子，拉长松手。赵雅浑身一颤，扭过头来瞪着我，用眼神对恶作剧行为表示抗议，但我却只是瞥了一眼赵雅的吃相，就一脸嫌弃扭过头的说道：“你慢点吃行不行？还是个超模呢，我看跟饿死鬼差不多。”闻言，赵雅在咀嚼的空隙叹了口气：“我是真的饿呀，你根本想象不到饿的胃痛是什么滋味。”活该。赵雅愣了一下，随后继续埋头吃鸡，管他是不是活该，现在他只想先填饱肚子再说。不得不说，赵雅真是饿坏了，小半只鸡被他吃得干干净净，鸡骨头上连一点肉丝都不剩。他从来没觉得半只烤鸡能让人幸福成这样。赵雅打了个饱嗝，脸上忍不住微微发烫，偷偷瞄了林峰一眼，还好，他只顾着吃香蕉，根本就没有发现。等等，赵雅瞬间坐直了身体，香蕉，光死死盯着林峰身边的一堆水果，黄澄澄的香蕉，紫得发黑的大葡萄，在火光的照射下散发着诱人的光泽。他的肚子已经吃饱了，但大脑发来了嘴馋的信号，有饭后水果为什么不吃？赵雅的眼神亮了，随后手脚并用的凑了过去。我也想吃。我转头看了他一眼，嘴角露出一个坏笑，又想白嫖。赵雅几乎是瞬间就明白了我的意思，脸上疼得又红了，随即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但瞪完之后，仅仅挣扎了不到2秒半，赵雅就已经做出了取舍，也不差这么1-2下。想到这儿，他抓起林峰的右手，满意了吧？我的表情相当精彩，嘴角都快咧到耳朵根了。满意。随后大方的扯下2根香蕉，又掐了小半串葡萄递过去。赵雅顿时喜笑颜开，接过来后先是捏了一颗葡萄放进嘴里，闭上眼睛仔细品尝，甜多汁，果肉饱满，跟女人营地里的酸果子一比，这玩意儿简直就是奢侈品。她一连往嘴里塞了4-5颗，脸上全是满足的表情，直到最后几颗的时候，她的速度才慢了下来。她低头看了看掌心仅剩的3-4颗葡萄，又抬头看了看林峰身旁那一大堆还没动过的水果。大方点，多给点嘛。我没有接话，反倒是冷不丁的冒出一句：“吃饱了吧？”赵雅点点头，又往嘴里塞了1颗葡萄。既然吃饱了，那就滚蛋吧。赵雅的心里咯噔一声，嘴里的葡萄差点没呛出。你说什么？你不让我留下来吗？怎么？亲了一口，让我摸了几把，都觉得我会一直养着你了。听到我的话，赵雅整个人久久不能回神，她怎么也没有想到，这男人居然是那种提上裤子不认人的渣男，起码还会假装温柔一下，这货是连装都懒得装啊！要是让苏薇薇那群女们知道了，自己不仅大半夜跑到林峰这里吃了肉，全身上下还被摸了个遍，那后果……你不能这样，你可是把我全身上下都摸过了，把我那样了。结果我这个臭不要脸的，居然去拨弄篝火，假装看不见。无奈赵雅只能换个方向，证明自己的价值，让我留下来，我能帮你干活，帮你打水，帮你采水果。但我却是摇了摇头，就你干的那点鸡毛蒜皮的活计，我顺手就能搞定。可你每天要吃的口粮，可是实打实的一个人的量，这笔买卖不划算。不划算？我赵雅，国内顶级超模，我都主动求你留下我给你干活了，结果你居然说什么不划算？可是说到底，这种事情能用划算不划算来衡量吗？林峰，你个畜生！此刻的赵雅真想抓着对方的衣领，询问对方是不是良心都被狗吃了，但她不敢。她盯着林峰那张脸，最终得出来一个结论，那就是这个男人不是一般的无耻。最后赵雅还是认栽了，她叹了口气，站起身来，拍了拍裤子，问了最后一个令自己羞耻不已的问题：那我以后还能来吗？闻言，原本还表现得毫不在乎的当然可以。赵雅看着我那张笑脸，说不上来是个什么滋味。这林峰就是故意的，他就是看准了自己想要吃饱就得来求他这一点，可偏偏他还就吃这一套。赵雅把剩下的几粒葡萄和2根香蕉拿在手里，一步3回头的走了。每次回头，他都能看到我那副欢迎下次光临的表情，就是没有一丝丝要不你还是留下吧的不舍。次日清晨，女人营地内，所有人围成一圈，苏薇薇面前摆着几把野菜和10来颗果子。就在所有人都把注意力放在面前的早餐上时，一个扎着高马尾的女人开口了。众人一愣，纷纷抬头朝说话那人看去，是柳霜，圈内演武侠片出身，有一定的功夫底子，是这18个人里体能最好的一个。见众人都看过来，柳霜继续道：咱们采集组每天都是聚在一起行动，
搜索区域始终只有那么点地方，基本上都在围绕着营地周围转，资源越来越少，但食物肯定是越远越多。我提议分出1支2队，往更远的地方探索。我赞同。这几天采集组能找到的食物已经越来越少了，照这个趋势下去，营地周围早晚被游突。我也觉得是该早做打算。柳霜，你当2队队长，另外我再给你配几个人。采集组的几个人顿时紧张了起来，一个个低着头，生怕被点到名。开玩笑，反正除了赵雅那一份，其他人都是平分食物，能在营地周围转，有谁想跑更远的路？倒是打水组那边有好几个人眼神发亮，毕竟再怎么多走些路，也比提着沉甸甸的水来回跑轻松。林大哥后，不如你跟着柳霜一起去探索如何？苏微微脸上笑眯眯的，姿态简直不要太客气。但在场的谁都清楚，他这是公报私仇。前几天林诗音当众和苏微微吵架的事儿，他现在要算账了。林诗音捏了捏拳，最终只能冷冷的嗯了一句。苏微微又看向温若晴，你也去。这是个众人公认的没什么心眼的姑娘，整天乐呵呵的，嘴甜话多。但她犯了一个苏微微绝对不能原谅的错误，她是林诗音的小迷妹，天天围着林诗音转，被点到名字。温若晴先是愣了下，随后不到1秒就重新挂上那副傻乐呵的笑容。好啊，我一定多摘些果子，保证大家都填饱肚子。真是个小傻子。苏微微在心里不屑的撇嘴，随后把目光转向打水组，结果下一秒他就愣住了。一晚过去，这赵雅的气色怎么好了这么多？苏微微盯着赵雅看了好几秒，都怀疑自己是不是眼花了。就在苏微微想凑近仔细打量的时候，赵雅先一步察觉到了他的视线。看什么看？我脸上长花了。赵雅没好气的对了一句。行吧，都这样了，还有这么大火气？他在心里哼了一声，转头继续安排分工的事。苏微微随即把注意力转向打水组那边，视线落在2个长相一模一样的女生身上。白芷、白少，你们俩也加入。听到自己2人被调走，白芷先是愣了一下，随后反应过来，抓住妹妹的手臂，满脸惊喜。以后你就不用天天跑那么远提水了。是呢，姐。2人搂在一起，开心的样子跟中了彩票似的。站在一旁的夏时宁默低下了头，眼里闪过一丝失望。林诺有些坐不住了，微微姐为什么不把我调过去？我也可以的。他朝苏微微凑了一步，语气里明显带着巴结。苏微微猛地转过头，恶狠狠他一眼。怎么？你有意见？林诺顿时吓得低下脑袋，声音低了下去。没有。苏微微这才满意的冷哼了一声，满意的勾了勾嘴角。这女人一向跟赵雅不对付，留着她每天在赵雅眼前晃悠找茬，可比自己亲自出手省事多了。接下来就是早餐环节。苏微微随手拎起一颗最小的果子，搁在她面前。赵雅看着那颗比鸡蛋大不了多少的青果，心里冷笑一声，面无表情的把那颗酸果子捡起来塞进嘴里，嚼了2下，龇牙咧嘴的咽了。苏微微看到她这副样子，最后那点疑虑彻底打消了，还以对方真是偷吃了什么好东西呢？现在看来不过是自己多心罢了。半小时后，打水组4人出发，赵雅、沈小棠、林诺、夏时宁，每人手里拎着芋头叶卷成的简易水桶，朝小溪方向走去。林诺走在最前面，步子迈得很大，但他一路上嘴。赵雅，你能不能走快点？是不是快饿晕了啊？赵雅没搭理他，继续面无表情的走自己的路。林诺嘀咕了半天，可愣是没得到半个回应。最后他干脆不看赵雅，甩了卷发，叫上旁边的夏时宁，走，别管那俩慢吞吞的家伙了。2人越走越远，很快就拐进了前面的灌木丛。此刻赵雅放慢脚步，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沈小棠。沈小棠脸上苍白，嘴唇干裂，额头上渗出一层细密的冷汗，就连2条腿都在打摆子。赵雅停下来等他，沈小棠勉强挤出一个笑脸。赵雅姐，我没事，就是有些累，歇歇就好了。沈小棠强撑着走了几步，膝盖突然一软，赵雅赶紧上前扶住他的胳膊，手心在触碰到那截小臂的时候，冰得他心头一紧。赵雅低头看着对方那柔弱的小脸，又回想起从对方手上敲诈来的几颗牛肉粒，最终还是咬牙拿出了从林峰那里带回来的2根微发软的香蕉，还有4颗紫黑葡萄。赵雅把东西往沈小棠怀里一塞，快点吃，别磨蹭。沈小棠看着怀里的香蕉和葡萄，甚至都以为自己饿出了幻觉。沈小棠刚要惊呼出声，赵雅却伸出手来，死死捂住她的嘴。小点声，要吃就赶紧吃，被别人看见我们都得倒霉。听到耳边的警告声，沈小棠这才逐渐冷静下来。等到赵雅松开手掌后，那4颗葡萄才被她用颤抖的手掌一股脑塞进嘴里。沈小棠吃完第1根香蕉，很快剥开第2根，结果她刚要张嘴咬下去，眼角余光却是瞥到了赵雅的背影。赵雅姐，你也吃。赵雅转过头看着递到自己眼前的香蕉，随后把沈小棠的手推了回去。我不饿，你自己吃。沈小棠一个机灵，立马把香蕉塞进嘴里，鼓着腮帮子卖力咀嚼着。嚼完咽下后，又赶紧刨了个小坑，把香蕉皮毁尸灭迹后，2人这才加快脚步往前赶。另一边，采集2队已经走出营地周围的安全区。柳霜判断没错，越往外走植被越茂密，可食用的食物也逐渐变多了。温若晴蹲在一丛矮树前，把成熟的浆果一颗颗摘下来倒进海里，嘴直哼着不知名的小调，脸上始终挂着那副傻乐呵的笑容。等到柳霜和白芷姐妹走远了些，林诗音才凑到温若晴身边，压低声音开口。你呀，就是太傻了。苏微微明摆着是因为我的原因，连带着把你也给针对上了。能跟林姐姐在一起，我就很开心呀。可下一秒，温若晴脸上的笑容逐渐收敛了起来，眼神甚至有一种冷冽的感觉。不过林姐姐，我觉得咱们得趁早脱离苏微微，去投靠林峰。林诗音整个人都僵住了。你刚刚说什么？我说我们应该尽早去投靠林峰。苏微微不过是仗着手里有打火机，真正心甘情愿跟他混的也就周婷和方小曼这2个蠢货。苏微微唯一那么一点优势，也就是人多了，但是18张嘴每天消耗的食物太恐怖了。而且这几天和苏微微有过矛盾的，除了赵雅就是你。如果赵雅脱离了队伍，下一个立威的人必然对准你。
可是我们第一天就支持把林峰赶走，他对这件事明显耿耿于怀。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我们都要想办法尽快加入林峰那边。说完，温若晴就弯腰抱着那堆刚采好的浆果，转身就朝前方。你看我摘了好多的果子呀，大家晚上见了一定会很开心的。他的声音轻快，就跟个求夸夸的孩子似的。可令人没想到的是，此时我来到了一片面积不小的竹林，而在荒野求生的价值体系里，竹子的重要性甚至超越了一顿现成的烤肉。想到这里，我干劲十足，一连砸了10几根竹子，又利用剩下的碎竹条和藤蔓，就在竹林边缘和野鸡出没的空地下了3个弹性钓套陷阱。忙完这些，我顺手摘了几挂香蕉和葡萄，用网兜背起，最后把10几段竹筒和藤蔓用粗绳捆在一起，兴冲冲地往营地方向赶。回到岩壁营地附近时，时间已经到了后半晌。我把竹子往营地边缘的空地上一扔，正准备去把堵在山洞口的石头挪开时，我突然愣住了。只见女人营地的方向一片嘈杂，只看了一眼，我差点没笑抽筋，居然还能被食物肘击的。原来他们采集2队显然是踩了狗屎运，不知在哪逮到了一只灰兔。此时兔子前2条腿被几根细藤蔓胡乱绑着，周婷双手举着一块尖锐石头，她满脸狰狞地蹲在兔子旁边，深吸了一口气，闭着眼睛大喊一声，把石头狠狠砸了下去。砰的一声闷响，由于闭着眼，这石头压根没砸中兔子的脑袋，而是砸在了它的背上。兔子吃痛，本来就不停挣扎的身体猛地一翻，仅剩的一条完好后腿狠狠蹬出，一脚踹在周婷的脸上。周婷受到惊吓，下意识地捂住脸，一屁股蹲在地上，而兔子则借机在地上乱滚乱蹦。他往苏微微那边滚过去，苏微微顿时被吓得尖叫着倒退2步，兔子马上往方小曼那边蹦过去，而方小曼十分干脆，吓得抬起脚一脚把他踢开。10几个女人乱作一团，尖叫声、惊呼声此起彼伏。这一幕看得我都不自觉感慨，这兔子被吃也就算了，竟然在数钱还得活活被折腾，实在可怜。搬过了一会儿，我就失去兴趣，因为相比之下，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走到岩壁前，用力推开堵在洞口的那块大石头，洞里安静静的，有苏微微这群脑洞清奇的邻居在隔壁住着，出门不堵洞口是真不放心。随后我先是用竹子的边角料升起了火，接着拿出那片锋利的石片，对准最粗的竹节处开始反复摩擦，就这么凭着手劲结出了4个保温杯大小的粗竹筒。有了合适的容器，我立刻转身直奔海边。沙滩上4个芭蕉叶岩坑里的海水经过大半天的暴晒，水分基本蒸发干了，坑底结着一层灰白色的粗糙白浆。我蹲下来将粗盐全部装进竹筒，然后用指尖沾了一丁点放到舌尖上，果然苦的牙皮。想到这里，我便立刻回到营地动手。第一步，把竹筒灌入纯净淡水，拿木棍快速搅拌，粗盐逐渐化开，底下沉出一层细密的沙泥，上面是一桶浑浊发黄的浓盐水。第二步，过滤。我取了一根细长的空竹筒，用石片尖端在底部转出3个黄豆大小的漏水孔，干燥棕榈纤维揉团塞底当滤网，上面铺一层洗净的细沙，再铺一层敲碎的木炭和竹炭，顶上再盖一层细沙，3层过滤塔架在干净竹碗上，浑浊的盐水从顶部缓灌入，沙层蓝大颗粒，木炭的多孔结构吸附腥味和有机杂质。很快滴答滴答的声响从底部传来，我低头看了一眼竹筒里接住的液体，果然清了，透亮的跟山泉似的，但我伸指沾了一滴送进嘴里，味道还是苦。没办法，我只能走到边上那堆几乎熄灭的火堆旁，拿起一把烧竹子留下的灰烬，直接倒进苦涩的清盐水里匀速搅拌。果然搅了10几圈之后，原本清澈的液体开始变白变浊，白色的细碎颗粒在水中翻滚片刻，然后缓缓往下沉。最后一步，竹筒锅直接架上明火，竹壁本身含水，在外皮被烧穿之前，里面完全撑得住沸腾。火舌舔着竹筒底部，没过多久，咕噜咕噜的水响传来，白气升腾，水面肉眼可见的往下降，竹筒内壁上开始凝出一圈圈白色的盐霜，最后一层薄薄的液膜在竹筒底部蒸干的瞬间，细腻的如出血般的白色粉末平铺在被烤得焦黄的竹筒底部。我擦，真咸，一点苦味都没有。成了，今晚老子要喝鱼汤。与此同时，而女生营地那边，那兔子最终还是很不体面的死了。40多分钟，7、8块石头，周婷、柳霜、温若晴3人轮换上阵，加上半个营地到处乱爬留下的血痕，最终不甘地咽下最后一口气。苏微微咽了口唾沫，转头看向众人，好了，死了，谁来处理？但10几双眼睛互相对视一眼，又看了看地上的尸体，谁都没敢上前一步。最后还是柳霜硬着头皮把这事包揽在自己身上。片刻后，一只瘦得可怜的白条兔呈现在众人眼前，肉少的那层薄皮刚好盖住骨头。方小曼瞪大眼睛，不敢置信道：“就这点肉？”柳霜洗了洗手上的污渍，这兔子伤了条腿，本就觅食不方便，不然也不至于被我们抓住。有的吃就不错了。而他们因为没有盐，只能学着林峰的方法，把兔子在海边泡了10几分钟，架到火上烤的时候，苏微微负责拿叶子刷海水，一边烤一边刷。乍一看还真像那回事，但兔子不一样，肉质仅纤维粗，本来就自带一股腥膻，那股子腥气随着火烤越烤越浓，反而把人的馋虫给呛了回去。这和我想象的味道不一样啊。众人虽然嘴上没硬话，但心里基本上都是这个想法。待到兔肉熟透，苏微微亲自主刀分配，把烤好的兔子用石片一道道划开。划完之后沉默了片刻，这只兔子竟然拢共就2斤出头，18个人，每人那一块刚好够塞进嘴里嚼巴2下。这回没人争没人闹，大家都能看清楚，就这点东西多一块也就多一口，计较不起来。苏微微尝了第一口肉，被腥味恶心的当场就差点吐出来。但不管这口味多么淡，肉质多么腥柴，在断粮的恐惧面前，这东西依然是续命的良药。10几个平日里吃惯了高级餐厅的女人，此刻只能闭着眼睛，把那些带着血丝和腥味的肉块硬生生往喉咙里咽。就在这片沉默里，温若晴的声音轻快地蹦了出来：“你们看，我就说嘛，咱们自己也能吃上肉的，不靠林峰。”
我们靠自己也完全行的吗？他眯着眼，两颗小虎牙露出来。苏微微当即点头，脸上露出今晚最舒展的表情，就是这个脸。他把手里的半截骨头割下，然后抽出手帕擦手指。靠人不如靠己，以后会越来越好的。此话一出，有不少人跟着附和。听着这些夸赞，苏微微下巴微扬，一时间看向温若晴的眼神都和善了许多。她虽然看这丫头不顺眼，没想到关键时刻居然是个懂事的，想来是被调到采集二队后吃到了苦头，知道谁才是真正的靠山了吧？苏微微心里盘算着，等以后有了多余的食物，可以稍微赏这丫头一口。不远处的林诗音把这一幕尽收眼底，她扯了扯抿了抿嘴唇，实在不知道该摆出什么表情。要是换做半天前，林诗音也会认为温若晴是在为众人打气。可现在吗？不就是把这帮人的心往回拢，降低他们动去找林峰念头的可能性吗？一句轻飘飘的靠自己，什么把柄都没留，还顺势把苏微微哄高兴了。这丫头，苏微微捕捉到了林诗音的这个眼神，当即用挑衅的目光瞪了回去。林诗音彻底无语，干脆别过头不再看对方。人群边缘，赵雅啃着分给自己的肉，心里快要抓狂。这东西怎么会做的这么难吃？苏微微，你不会做烤肉，就不要浪费食物啊，混蛋！赵雅在心里破口大骂。此刻她已经开始想念林峰的鸡了。就在苏微微还在享受温若晴带来的虚荣感时，一股极其浓烈醇厚的鲜香顺着风灌进了女人营地。这是什么味道？白芷咽了口唾沫，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林峰营地的方向。沈小棠抽了抽鼻子，烤鱼还是烤鸡？夏世宁则闭着眼睛仔细闻了闻，不是，应该是鱼汤，而且汤里面绝对加了足量的盐，只有盐才能把鱼的鲜味彻底激发出来。他的声音虽然很小，但这一次没有被无视。盐还能煮汤？我们在这边啃着精臭发硬的死兔肉，那个林峰居然都喝上热气腾腾的鱼汤了。明天我们也去海边晒盐，下次再抓到兔子，我们也能烤得好吃。方小曼猛地站起来，柳霜把嘴里的兔肉咽下去，毫不留情地泼了。想得到没？你以为兔子是天天能捡到的？今天是我们运气好撞上一只瘸腿的，但这片林子里哪有那么多瘸腿兔子给我们捡？没有肉也没关系，明天我们多找些蘑菇和野菜，然后我们一起去溪边挖泥，试着做个陶罐出来。只要有了陶罐，有了盐，哪怕煮一锅蘑菇野菜汤也比干嚼强得多。这个提议终于让众人重新燃起了一点希望，女人们纷纷附和，认定只要有了陶罐和盐，好日子就在眼前。只有角落里的赵雅一言不发。野菜汤、蘑菇汤，别逗了，你这两样东西做的再香，能比得上鱼汤好喝？赵雅悄悄把手里那块腥臭的兔排扔进草丛，然后转过头偷偷往我营地的方向瞥了一眼。此刻的她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今晚老娘也要喝鱼汤，无论付出多大代价。此刻我蹲在火堆旁，麻溜的把鱼切成2指宽的小块，分装进2个竹筒里，每个桶灌了7分满的山泉水，又扔了2片甲举叶进去去腥。约莫过了10几分钟，2个竹筒里开始咕嘟咕嘟的冒泡，桶口往外翻涌的白气裹着一股浓郁的鲜香。我端起竹筒试探着尝了一小口，太鲜了！一罐汤下去又啃了4、5串烤鱼。我看了看剩下的东西，还剩了1罐汤和3串烤鱼。赵雅那女人今晚大概率还会来，随即我就把剩余的鱼汤和烤鱼往火堆旁一搁，等着呗，反正也不亏。夜深了，我半躺在棕榈叶铺成的床垫上，就当我翻了个身就快要睡着的时候，外面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我嘴角勾了勾，闭上眼继续装睡。最终一道身影停在我的身边，伸手摇了摇我的胳膊。林峰，快醒醒，还有没有鱼汤了？赵雅一上来就没绕弯子，而我终于撑起身子坐起来，伸了个懒腰，顺手拿起那剩下的那罐鱼汤，在赵雅面前轻轻晃了2下，随着桶内液体晃动发出轻微的声响。赵雅的眼睛瞬间亮了，伸出手就要接过，但我却是把手给收了回去。见状，赵雅忍不住愣了一下。怎么了？我上下打量了赵雅2秒，忽然皱起眉来。说实话，昨天没尽兴。赵雅的表情僵了一下，隔着一层布那手感，搞得我今天都不想换了。赵雅脸疼得红了，她听懂了，这人上次吃了自己那么多豆，自己当天就已经羞得一晚上睡不着，结果现在告诉他这次你连衣服都不隔着。赵雅攥紧了拳头，胸口起伏了2下。你别太过分了，林峰。我耸了耸肩，把竹筒推远了一点。那行吧，鱼汤我自己留着，明天热了喝。说完就重新躺了下去，2只手枕在了脑后。赵雅顿时气得不行，但是她又拿我没有办法。你保证真的只是？那必须的。那必须的。赵雅深吸一口气，拿过鱼汤后就地坐下，同时2串凉透了的烤鱼也摆在她面前，凉了凑合吃。赵雅一点都不客气，汤入口的那一刻，她整个人都顿住了。比起白天都静的她差点吐出来的兔肉，这简直是称得上一句佳肴。赵雅嚼得既满足又专注，可突然一双手伸了进来，手掌直接贴上了她腰侧的皮肤。赵雅浑身猛地一颤，差点把嘴里的鱼块喷出来。那只手的温度比她的体温高，掌心带着薄茧，粗糙的触感顺着她的腰线一路往上滑。赵雅咬死了牙关，指节攥着竹筒发白。冷静，有肉吃有汤喝，又不会少块肉，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林峰是按摩师，对，就是按摩师。林峰的手没有急，慢慢的一寸一寸挪，眼看他没有抗拒，林峰的动作也越来越大胆，甚至对水滴进行重新塑形工作。我还以为你今天吃了兔肉就不来了呢。赵雅翻了个白眼，不过林峰看不见。那破玩意儿也配叫肉？苏薇学你的方法泡海水加在火上烤，结果差点让我吐出来。我嗤笑了一声，兔肉本来就腥，跟鸡不一样，光靠海水压不住味的，拿香料把膻气顶开。说着我手上又变化了动作。赵雅往身后，要是那兔子被你抵着就好了，起码不会做的那么难吃，我也能吃上2口。兔子嘛，也不是不可能，看你表现。赵雅没听清，偏了偏头。你说什么？没有什么。我收回思绪，手上重新动了起来。吃你的。
不过你能不能轻点？我都没办法好好吃饭了。我没搭理他的抗议，只听啊的一声。10分钟后，赵雅捂着胸口，脸红的跟烧起来似的。她提着4根香蕉和一小串葡萄，可她一点都不满足，甚至是亏大了。虽说不是只是一个浅浅的牙印，但那一瞬间的刺痛和羞耻感，让赵雅整个人都炸了毛。她当时的反应就是一巴掌扇过去。你必须给我补偿！所以赵雅只能用你必须给我补偿这个借口，硬是从林峰那里多敲诈出来几根香蕉和一串葡萄。他加快脚步往回走，只觉得越想越来气。可就在这时，一个声音从他左侧的灌木后面冒了出来：“赵雅姐姐，你怎么在这里啊？”赵雅的心瞬间凉了半截。完了！温若晴的视线落到了赵雅手上那几根黄澄澄的香蕉上，表情从好奇瞬间变成了恍然大悟，2颗小虎牙露出来，眼睛弯成月牙。姐姐你好厉害呀，居然能从林峰大哥那里弄到吃的，你是怎么做到的呀？赵雅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她盯着温若晴那张脸看了好几秒，脑子里飞速运转，拿去吃。随后直接从怀里抽出2根香蕉递到温若晴面前。温若晴看着递到面前的香蕉，那双弯弯的眼睛眨了眨，没有伸手接。赵雅姐姐，你不用给我的，我不会告诉别人的，真的。这反而让赵雅更紧张了。我发誓。温若晴举起3根手指头，表情认真的跟小学生宣誓似的。我绝对不会拿这件事去威胁你，更不会抢你的食物，你放心好了。你真的不会说出去？不会的，不会的。姐姐你就放心吧，我嘴巴可严了。赵雅最终还是把那2根香蕉塞进了他手里，说完也不多停留，转身就快步朝营地走去。温若晴站在原地，目送赵雅的身影消失在夜色里。她低头看了看手里的2根香蕉，笑容还挂在嘴角，但那双眼睛已经慢慢睁开了。赵雅走后，我正在往火堆里添柴，结果没一会儿，我便又听到一阵脚步声。刚转过头，便看见身影从灌木丛里钻了出来，小跑着朝我这边过来。不是赵雅，林峰大哥。温若晴跑到营地边缘就停住了，冲他露出2颗小虎牙。我皱了皱眉，你还没睡啊？半夜跑过来干嘛？温若晴歪了歪头，一副纯真模样。我刚才起夜看到了赵雅姐姐在你这里。她眨了眨眼。林峰大哥，你是不是喜欢赵雅姐姐呀？不然为什么只抬她一个人吃的？听到这句话，我脸上的表情差点没绷不住，嗤笑了一声，随后继续往火堆里扔了根树枝。林峰往石壁上一靠，双手抱胸。你脑子里装的什么？那叫等价交换，他拿东西来换，我给他东西吃，跟喜不喜欢有半毛钱关系。温若晴愣了一下，随即捂着嘴笑。哎呀，那我误会了。但我没笑，而是上下打量着面前这个女孩，怎么看都是个人畜无害的小可爱，但我总觉得哪里不对。温若晴的声音再次响起，但这一次那股子甜腻感消失了。林峰，我换个问题。她的声音带着探究。林诗音单纯作为一个女人来看，你觉得怎么样？我瞬间懵了。林诗音当然不错，那张脸那个身段放在哪都是极品。听到这个回答，温若晴的嘴角逐渐露出笑容。那如果我说我有办法让她像赵雅一样主动跑过来给你解闷呢？我挑了挑眉，没有说话，只是饶有兴趣地看着面前这个突然变了个人的女孩。温若晴似乎对我的沉默早有预料，继续道：最终的结果可能都一样，迟早的事，但我能让这个迟早变成很快。林峰开口了，你想要什么？食物？温若晴摇了摇头。将来如果我和林诗音姐姐与苏薇薇彻底决裂，走投无路的时候，你能收留我们2个就行。我靠在石壁上，手指有一搭没一搭地敲着肩膀。这丫头有意思，不要现在的好处，只要一张将来的船票，看起来亏，实际上精明的要死。空手套白狼啊，这是。我想了想，便毫不犹豫地成交了。随后弯腰从身旁的果堆里抓起几根香蕉，往温若晴怀里一扔。温若晴接住香蕉的动作顿了一下，然后又2颗小虎牙露出来，整个人又变回了那个人畜无害的小甜妹。我就知道林峰大哥是好人，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早饭时间，赵雅蹲在营地边缘，面前摆着2颗干瘪的浆果和2片烤焦的野菜叶子。她表面上是在低头看食物，但是余光却一直粘在温若晴身上。可就在这时候，温若晴恰好抬起头，跟赵雅的视线撞了个正着。赵雅紧张的身体一僵，赶紧把目光收回来。早饭结束，各小组开始出发干活。赵雅目送那个温若晴的背影消失在灌木丛里，才彻底松了口气。但新的问题紧跟着冒了上来，今晚还去不去？赵雅把嘴里最后那点野菜渣咽下去，起身跟着打水组往西边方向走。去是肯定得去，但问题在于……赵雅想起昨晚的触感以及最后那突如其来的一口，整张脸就跟着发烫。第一次去只是隔着衣服，第2次去变成了直接贴皮肤，而且那混蛋还加码咬了他。那第3次呢？今晚要是再去，他又会提出什么更分的条件？可要是不去，赵雅姐，你走慢点。背后传来沈小棠气喘吁吁的声音。赵雅回过神来，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已经走到了一段上坡路上，脚下的树根盘根错节，她居然都没注意看路。赵雅停下脚步，转头看着小跑赶上来的沈小棠，随后又盯着沈小棠的脸看了2秒，目光往下一滑。嚯，这小丫头的身材怎么说呢？脸是那种非常可爱的脸，身高也不高，可偏偏有些地方的发育完全不符合这张脸给人的印象。赵雅的脑子里嗖的闪过一个想法：赵雅姐，你怎么了？一路上都心不在焉的。沈小棠仰着小脸，满眼都是担心。赵雅抿了抿嘴唇，没有说话。如果自己每天都去林峰那里，以那个混蛋的尿性，不出1周他就得被扒得一干二净。可如果多一个人呢？2个人轮流去，少去1次就少被占1次便宜，至少能把被完全突破底线的时间往后拖一拖。再说了，自己一直白喂着沈小棠也不是个事儿。赵雅越是想下去，心里的那点罪恶感就越少，直至彻底消失。她蹲下身，从芋头叶水桶的夹层里抽出今早特意留下来的存货，1根香蕉和1小把葡萄。见状，沈小棠的眼睛瞬间瞪大了，想吃吗？赵雅把东西在她面前晃了晃，沈小棠咽了口唾沫，使劲点头。赵雅把香蕉往他手里一塞，你先吃着，我跟你说个事。沈小棠捧着香蕉，一边剥一边听。赵雅试探性的开口，你知道我晚上会去林峰那里换食物，具体怎么换的，你不好奇吗？沈小棠的动作顿了一下，嘴里还塞着半口香蕉，含糊糊的说，赵雅姐想跟我说的话就说，不想说我也不问。赵雅忍着羞耻心避重就轻道，林峰这个人
不白给东西，每次去都要让他占些便宜。沈小棠咀嚼的速度明显变慢了，脸上浮起一层红晕。没有到那一步。赵雅姐，你受委屈了。我不是要你安慰我。目光落到沈小棠那件被高高撑起的衣服上。我想说的是，要是能多一个人跟我分担。沈小棠的手指绞住了衣角，脸瞬间就红了。赵雅姐姐，你的意思是让我也去？赵雅没点头也没摇头，只是把手里的葡萄递了过去。我不逼你，如果你也去的话，不仅能吃上肉，咱们两个轮着来，还能互相打掩护。他顿了顿，声音放软了一些。我们这是为了活下去的结盟，不是堕落。再说那个人虽然色了点，但起码不会真的怎么样。他要真想，凭他现在那个力气……沈小棠咬了咬下唇，小脑袋埋下去，好半天没说话。赵雅也不催他，就在旁边等着。良久以后，沈小棠弱弱的回了一句：“我去。”声音闷闷的，似乎很是勉强。赵雅心里一松，但面上没露出来。那今晚……但是赵雅姐姐要陪我一起去第一次。我不敢一个人。沈小棠猛地抬起头，两只眼睛水汪汪的，带着明显的害怕和恳求。赵雅看着那张快要哭出来的小脸，心里的愧疚又涌上来一瞬，但也只是一瞬间。行，今晚我带你过去。柳霜打头去采集，白纸白勺跟着。温若晴和林诗音落在最后。是吧，林姐？等确认前面几人听不到这边的动静后，温若晴从腰后面抽出2根藏好的香蕉，塞到林诗音手里。哪来的？林峰给的。林姐姐，你先吃。林诗音盯着那2根香蕉看了几秒，最终还是没忍住诱惑，剥开一根小口咬下去。甜味在口腔里蔓延开的那一刻，她的眼神都不自觉地亮了。温若晴见她吃上了，笑得十分灿烂。昨天我去找林峰试探了一下他的态度。林诗音嚼着香蕉，含糊地问了一句：“结果呢？”林峰说他对你很感兴趣，意外，他还点名说想见你。这2根香蕉就是他让我带给你的。林诗音缓缓咽下嘴里的香蕉，犹豫着问出那个问题：“想见我做什么？”温若晴歪了歪头，没有回答。别想太多。接着拍了拍他的手臂，转身就要往前走，走了2步，又像想起什么似的停下来，侧过头。对了，我昨晚去的时候碰上了从林峰那里回来的赵雅。闻言，林诗音猛地抬头，他看起来吃得挺饱的样子，脸色红润，步伐轻快。林姐，我们已经落后了，时间不多了，你尽快做决定吧。言罢，她的背影就已经跑到了白芷姐妹身边，蹲下来帮着摘浆果，嘴里还白芷姐姐这个能吃吗的叽喳喳。林诗音站在原地，原来赵雅已经在林峰那里吃上了。如果赵雅彻底投靠了林峰，苏薇薇的下一个目标肯定就是自己。那到那时候，她不是看不清现状，但林诗音一想到自己要去求林峰的场面就浑身别扭。她是顶流歌后，走到哪都是别人仰视她，让她主动去找一个男人低头，甚至她把剩下的香蕉快速塞进嘴里，不想了，先吃饱再说。中午，女人营地的气氛跟往常差不多，一群人围坐着啃果子、嚼野菜，有气无力的。林诗音坐在边缘，手里的浆果送到嘴边又放下，脑子里转个不停。赵雅的气色果然不错，若非温若晴提醒她，还真没注意。那女人确实在偷吃。可就在这时，所有人的视线被同一个方向吸引了过去。一审的沉重脚步声响起，大约10几秒后，我便出现在众人视线里。我竟然是扛着一头鹿从女人营地前方的小路上走过，那些人的眼睛也跟着我移动，直到我的身影彻底消失在岩壁营地方向。他打到了一头鹿，那么大一头，够他吃多久啊？反正换作让我们所有人一起敞开了吃，也够吃好几天吧。周围的女人们开始小声议论，白芷咽着口水回忆刚才看到的鹿有多大只，白勺开始计算那得有多少肉。赵雅干脆把手里那颗酸涩的野果子狠狠攥碎了。林诗音坐在篝火旁，温若晴就坐在她旁边，那双平时永远眯成缝的眼睛此刻已经完全睁开了，她嘴巴微张，脸上那层伪装的傻笑消失得干净净，取而代之的是浓浓的震撼。鹿，一整头鹿，60、70斤的肉，这已经不是量变了，是质变了。温若晴收回视线，转向林诗音，两人的目光在空中相遇。温若晴什么都没说，只是微挑了一下眉毛。都到这个地步了，你还犹豫什么？林诗音低下头盯着自己手掌里的那颗青果，她闭上眼，深吐出一口气，然后把果子偷偷的扔了。另一边，我回到营地，正为处理鹿肉感到身心俱疲。2道鬼鬼祟祟的身影从林子边缘的阴影里探了出来，是赵雅，而沈小棠瑟瑟发抖的躲在她的身后，连头都不敢露。看清来人的瞬间，我的眼睛猛地亮了，这是自打我流落荒岛以来见到赵雅最为开心的一次。这不就是不要钱的免费牛马？我几乎是原地弹射起步，大步流星的走过去，语气里的欣喜根本掩饰不住。真不错，还知道带人来。赵雅、沈小棠同时惊讶地啊了出来，直到我一手抓住赵雅，另一只手拽住满脸通红的沈小棠，连拉带拽的就把2人往营地中间的血腥肉堆旁拖时，赵雅才从懵逼中回过神来。我今晚好不容易做足了心理建设，结果刚露面就被当成壮丁了。沈小棠更是被满地的鲜血和生肉吓得小脸发白，2腿直打颤。赵雅试图挣扎，等等，干活。我理直气壮的顺手把一个竹筒塞进他手里，还没等赵雅反应过来，营地外围又响起一个声音：“林峰大哥！”我猛地回头，看清来人后嘴角的笑容比 AK 还难压。温若晴笑眯眯的站在那里，而他身后还跟着低头不语的大哥后林诗音。好，这不又来2个免费劳动力？我心里简直乐开了花。温若晴的目光扫过营地，在看到赵雅身边多出来的沈小棠时，她那双眯起的眼睛突然睁开了一瞬，那是对局势超脱自己掌控的本能警惕，但她很快掩饰过去，重新换上那副甜甜的笑脸。林诗音则是彻底僵在原地，她本以为这是温若晴安排好的私下接触，可谁能想到赵雅和沈小棠已经提前到。我们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要不我们先回去吧。
而我眼看着到嘴的免费劳动力要飞，当即大步跨上前，死死堵住了林诗音的腿。怎么会不是时候？虽然我盯着林诗音的眼睛语气热烈，但这眼神里哪有半分怜香惜玉，全是他妈黑心资本家看到满地帕鲁的贪婪。我抬起手，豪气万丈地指着那堆散发着血腥味的鹿肉，你们来的正是时候。还有旁边那几口熬盐的竹锅，别愣着了，全过来干活！熬盐、切肉、抹盐、看火，一个都别想跑。干完之后烤肉自主，不限量随便吃。我把条件当着4个人的面抛出来，这大饼一花，效果简直立竿见影。林诗音后退的脚步立刻就停住了。不限量。他回头看了眼那头还剩大半没处理完的路，又看了看我。温若晴此时已经拉住他手腕了，笑眯眯往肉堆那边转。格局打开，干完就能吃肉，别浪费时间啦。赵雅回头扫了沈小棠一眼，小姑娘捧着脸，眼神在水果堆和鹿肉之间来回飘，嗓子里发出细小的吞咽声。沈小棠走了，干活。不得不说，4个人和1个人完全是2个概念。赵雅和沈小棠来回跑了2趟，把竹草里的盐水灌满后，又顺手把快要熄的火拨忘了，看火的活直接落到沈小棠身上，她就蹲那儿拿根细树枝往火堆里捅，看着倒也伤心。另一边温若晴手头快，切肉条的时候腕子稳，一刀下去肉条厚薄几乎一致，我都忍不住多看了2眼。以前练过，小时候跟外婆住，猪啊鸡啊都整过一点。温若晴笑眯眯地回了一句。林诗音那边状态就不太一样了，她手指捏住肉条的动作很慢，2根手指夹着像是在捏什么危险物品。盐撒匀，每条都得抹到，不能有一面裸着。听到我的提醒，林诗音这才狠下心，闭着眼睛抓起一把盐往肉上狠狠抹去。我看着她那笨拙的样子，倒也没说什么。大约1个多小时后，行了，收工。4人同时抬头，林诗音低头看了眼手背，血渍和油渍混在一起，连指甲缝都没逃掉。她把手往干草上蹭了2下，都擦不干净。说好的烤肉呢？林诗音直勾勾地盯着林峰，我笑了笑，已经在往火堆边走了。赵雅不知道什么时候找来了一块薄薄的石板，在海边冲干净，搁到火上当烤盘。我把特意留出来的极品鹿背脊切成手指厚的薄片，一片片平铺到滚烫的石板上，油脂接触到石面，瞬间发出一声极其治愈的滋啦脆响，香气直接就冲出来了。林诗音站在旁边，喉咙不受控地动了一下。温若晴把手里碾碎的野生野胡椒均匀地撒了上去，等一面焦了再翻，不然肉汁跑了。沈小棠整个人都快趴在石板边上了，2颊因为蒸汽被熏得微红，满脸写着好饿怎么还没数。我用细棍挑了点之前留下来的机油，对着每一片肉都薄薄涂了一层，香气更加浓郁，瞬间腾起一股白雾。沈小棠的眼睛都瞪直了。好，熟了。在我声音落下的一瞬间，几个人几乎同时伸出手里的树枝筷子，第一片烫子，林诗音夹起来咬下去，撕了一声，腮帮子鼓着，眼神当场就变了，真香。沈小棠只嚼了一口，立马夹第2块，烫得直龇牙，嘴上的动作却一点没耽误。赵雅更是没有客气，3两下就是一片肉下肚，如同饿狼扑食般再次伸出筷子。唯独温若晴是唯一一个没急着干饭的人，她夹起石板上一块烤得刚好的鹿肉，没往自己嘴里放，而是拿起来仔细吹了2下，转过身把那块肉举到林峰嘴边。林峰大哥，今天你辛苦了。温若晴的眼睛眯成一道好看的月牙，声音甜得发腻。来啊，林峰大哥。林峰看着递到嘴边的肉，整个人都愣住了。我操，这丫头这么上道！他还没来得及张嘴，另一边的赵雅瞬间就炸了。卷起来了是吧？赵雅心里那股无名火蹭的一下就窜了起来，她二话不说，手里的树枝筷子夹起一块烤得外焦里嫩的肉，3两下吹凉后，猛地凑到林峰嘴巴的另一边。林峰吃我的，我的这块更嫩。赵雅的声音带着一股子宣示主权的味儿，一瞬间我的脸被左右夹击，左边是温若晴那张人畜无害的甜妹脸，眼睛弯弯笑得跟朵花似的，右边是赵雅那张又气又急，带着明显竞争意味的超模脸，2块滋滋冒油的极品鹿肉就这么停在我嘴边，这福气谁遭得住啊？我心里狂笑，嘴上却一点不客气，脑袋一歪，先一口咬住温若晴递过来的肉，再一扭头把赵雅筷子上的肉也给叼了过来。不错不错，都好吃。林峰嘴里嚼着肉，含糊不清的评价着。赵雅气得牙痒痒，却只能用眼神狠狠剜了一眼，手里的筷子却没停，继续夹起第2块肉。温若晴那边也是有样学样，2人像是比赛似的，一块接一块的往我嘴里送，这他妈才是荒岛求生的正确打开方式。喂了好几块肉之后，我终于心满意足地呼出一口气，目光越过2个女人，落在了旁边那个手足无措的身影上。林诗音此刻正捏着一双树枝筷子愣在原地，她的大脑一片空白。我也要这样吗？跟他们一样？林诗音的自尊心在疯狂呐喊，可她的肚子却在咕咕叫。我看着她那副纠结的样子也不催，就那么笑呵呵地看着。最终饥饿战胜了尊严，林诗音红着一张小脸，用那双还在微微发抖的手夹起了一块鹿肉，她的动作很慢很笨拙，低着头就那么直愣愣地递了过去，张开嘴一口咬住那块肉。林诗音的脸更红了，头埋得更低。就在这时，温若晴那甜腻腻的声音又响了起来：林姐姐，你得快点习惯呀。这话一出，林诗音浑身一震，她瞬间就明白了，想通了这一点。林诗音终于抬起头，她对着温若晴扯出一个甜甜的笑容：我会努力的。我闻言赞许地看了一眼温若晴，忽然我想起了什么，我的视线越过3人，落在了那个一直被忽略的角落里。沈小棠，好家伙，这小丫头压根就没参与到刚才那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里。她正撅着屁股，小脑袋快埋进石板里，左手抓着一把刚从旁边果堆里顺来的葡萄，右手捏着一双树枝筷子夹起一块烤得冒油的鹿肉，趁着往嘴里送的功夫，左手已经捏了颗葡萄塞进嘴里预备着，等鹿肉嚼了2下咽下去，葡萄立马跟上，然后筷子又闪电般伸出去夹向下一块目标。赵雅顺着林峰的视线看过去，差点没当场气昏过去。我让你来给我分担火力的，结果你倒好，从头到尾嘴巴就没停过，这个猪队友。温若晴也注意到了沈小棠，她那双眯着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轻蔑，还以为赵雅找了个多厉害的帮手，结果就是个纯饭桶。
林诗音则是松了口气，还好有个比自己更没规矩的。一时间4个人的动作都停了，整个营地只剩下沈小棠一个人吧唧吧唧的咀嚼声。终于他感觉到了气氛不对，沈小棠嘴里还叼着半块鹿肉，费力的抬起头。我打量着沈小棠，这一刻他呆呆护食的真实反应，比那天晚上跑来要吃的装出来的可怜样强出100倍，太有意思了。小棠过来。沈小棠愣住了，可耳边全是赵雅、温若晴、林诗音3个人的咀嚼声。不行，肉要没了！沈小棠直接往后一仰，把我宽阔的胸膛当成了最顶级的真人沙发，整个人舒舒服服的靠了上去，手里捏着树枝筷子再次疯狂出击啊！沈小棠手猛地一抖，2只手死死按住那只作恶的大手，她急忙回过头，小脸瞬间涨得通红，红晕一路蔓延到了耳朵根，眼眶当场就红了，水汽在里面疯狂打转，鼻尖抽搭了一下。林峰哥哥，他的声音软糯发颤，带着极其明显的哭腔，不可以好不好？沈小棠小脸瞬间涨得通红，红晕一路蔓延到了耳朵根，眼眶当场就红了。我直接凑到他的耳垂边上轻声：“你要是再敢乱动，我现在就把你赶回那个破营地，接着去啃那些又酸又涩的烂野果子。”我的语气里全是赤裸裸的威胁。听到啃烂野果子这几个字，沈小棠吓得狠狠打了个哆嗦，她绝对不要再回去吃草了。沈小棠转过头，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同伴身上。赵雅姐姐，小丫头的声音里全是哀求。听到声音，赵雅甚至连头都没有抬一下。开什么国际玩笑？帮你求情，一旦得罪了林峰，老娘明天的肉也得跟着打水漂。再说了，死道友不死贫道。沈小棠见赵雅不管她，心彻底凉了半截，随后又把可怜巴巴的小脸转向另一边。诗音姐，林诗音本就觉得今晚的气氛尴尬到了极点，这会儿听到沈小棠叫自己，脸上的红晕直接一路烧到了脖子根，她死死低着头，直勾勾盯着石板上的焦黑纹路，装作彻底聋了。至于温若晴，那就更别提了。趁着刚才大家都在关注沈小棠的空隙，一筷子极其精准的夹走了最后一块带有丰厚脂肪的极品五花鹿肉，她把肉塞进嘴里，满脸都是享受和满足，完全就是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吃瓜群众嘴脸。这下子沈小棠彻底绝望了，我把这一切尽收眼底，忍不住笑出了声，而沈小棠死死咬着下嘴唇，脸上充满了红晕。此处省略1万字。赵雅手里的树枝筷子啪嗒一声掉在石板上，整个人风中凌乱。温若晴那张万年不变的眯眯眼笑脸，在这一刻也彻底僵住了。林诗音更是羞得满脸通红，急忙别过头去，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良久后，一缕银丝在火光下若隐若现。沈小棠整个人大口大口的喘着气，眼神迷离的像是一只喝醉了酒的小猫。突然，林诗音大喊一声：“天快亮了！”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慌乱和颤抖。沈小棠一个激灵，像只受惊的兔子一样，红着着脸，头也不回的就往营地外面的灌木丛里跑。我脸色顿时垮了下来，极度不满的咂了咂嘴，瞪了林诗音一眼，没好气的挥了挥手：“行了，肉也吃饱了，我也干完了，你们3个也赶紧滚回去吧，别耽误老子睡觉。”林诗音见状，终于长长的松了一口气，刚转过身准备跟着温若晴离开，只听啪的一声，林诗音浑身猛地一僵，整个人如遭雷击般定在了原地。我对着林诗音恶狠狠地说：“林诗音，我记住了。”林诗音只觉得脑子里一震，她脸色瞬间白了，甚至连头都不敢回，2条腿也软得几乎站不住。温若晴见状，眼里闪过一丝意思，但很快恢复了正常。她笑眯眯地走过来，极其自然地挽住了林诗音那只还在微微发抖的手臂。“林姐姐，我们走了，林峰大哥要睡觉了呢。”温若晴拉着几乎失去思考能力的林诗音，快步走进了夜色中。另一边，赵雅也叹了口气，伸手拽住了沈小棠。沈小棠捂着红透的脸，忍不住用偷偷往石板上剩下的一块鹿肉上瞄。赵雅没好气地骂了一句，强行把这个恋恋不舍的小吃货拖进了黑暗的林子里。第2天清晨，女人营地内，哎呦，我的腰快断了，这破石头地根本不是人睡的。周婷扶着后腰哼哼唧唧地爬起来，脸上满是疲惫和怨气。旁边的方小曼也揉着红肿的眼眶，小声抱怨：“脑壳疼得要死。微微姐，今天咱们能多摘点甜果子吗？天天吃那酸不拉几的野果，我胃酸都快吐出来了。”在一片怨声载道中，沈小棠缩在角落里，2只小手捧着脸颊，圆滚滚的杏眼里水汪汪的满是春意。她像是丢了魂一样，2只大眼睛水汪汪的往林峰营地的方向偷瞄，嘴角带着一抹傻乎乎的甜笑。赵雅黑着脸隐蔽的用胳膊肘顶了沈小棠一下，沈小棠吓得一个机灵，赶紧把手缩回来，欲盖弥彰的捂着肚子，学着周婷的样子有气无力的哎呦了2声。这时秦岚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泥土，对众人说道：“之前林峰一个人能用陶罐煮汤，说明烧陶熬汤这一条路确实是可行的。昨天我们已经把晒盐的准备做好了，只等收获就行了。而今天我希望咱们全员动员，一起去溪边挖粘土，只要有了陶罐和盐，咱们就能喝上热汤。”这个提议顿时得到了全场的热烈响应。对，做陶罐，咱们人多，一人做一个，总能成几个。苏微微也急于稳固军心，立刻大声附和。2个小时后，整个女性团队都来到了溪边。挖粘土是个体力活，赵雅等4人自然是使出了浑身解数在摸鱼。赵雅拿个棍子在泥地里半天戳不下一块土，嘴里还不停地喘着粗气，假装累得随时要晕倒。沈小棠则捧着一小团泥巴蹲在地上慢吞吞地揉着，揉2下就擦擦额头上根本不存在的虚汗。林诗音和温若晴更是一唱一和，半天没晕过去一捧泥。反观苏微微和周婷等人，为了能早日喝上热汤，干得热火朝天。之前远远地观察过林峰的营地，做好的泥胚不能直接烧，需要先放在阴凉处阴干。于是挖回粘土后，大家开始围在一起塑形，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方小曼看着手里刚刚捏出个雏形，转眼就软成一滩的泥疙瘩，急得直跺脚。哎呀，我的罐子怎么又塌了？周婷，你捏的那是个啥？
夜壶吗？底儿那么厚，怎么烧得透？苏微微在一旁指挥，自己手里那个罐子也是歪歪扭扭、厚薄不均，丑得跟个冬瓜似的。折腾了大半天，全员动员的结果，也不过是做出了3个歪歪扭扭、表面坑坑洼洼的粗糙泥罐。虽然造型奇丑无比，但大家还是如获至宝。苏微微小心翼翼地把这几个丑罐子捧到山洞深处最阴凉的地方放好，学着林峰的样子用芭蕉叶盖上。好了，只要等这几个罐子干了，咱们就能烧制了。苏微微拍了拍手上的泥，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夜幕降临，今晚的主营地气氛有些不同寻常。这群平日里天一黑就累得睡死过去的人，今晚居然兴奋得毫无睡意。火堆旁叽叽喳喳的讨论声就没停过。等罐子烧好了，咱们第一顿先煮个野生菌菇汤吧，那味道肯定先极了。我觉得还是先把喝的水烧熟吧，最近一直喝生水，我都觉得肠胃变差了。要是能再抓到一只兔子就好了，放进罐里炖一锅兔肉汤，加点盐。天哪！光是想想我口水都要流出来了。方小曼闭着眼睛，一脸陶醉的画着大饼。这群女人围着火堆，精神亢奋的聊到了后半夜。这可苦了角落里的4个人。赵雅躺在干草堆上，听着耳边没完没了的说话声，烦躁的翻了个身。林诗音也睁着眼睛盯着漆黑的头顶，心里莫名有些空落落的。沈小棠更是闷闷不乐的抱着膝盖，小嘴撅得老高。她不想听这些女人在这里画饼充饥，她想吃肉，想吃石板上滋滋冒油、香喷喷的烤鹿肉。沈小棠在心里小声嘀咕着，委屈的直哼哼。与此同时，我也还没睡，我今天同样在忙陶罐的事情。经过这几天的阴干，之前做的那10几件陶坯已经彻底干透了，表面呈现出一种干燥的灰白色。我又在营地旁找了一块泥土松软的空地，用一根削尖的粗竹子当铁锹，卖力的在地上刨出了一个半米多深、1米多宽的土坑。这是最原始的坑烧法，在没有专业窑炉的情况下，土坑可以有效的聚拢热量，同时防风防止冷空气突然侵入导致陶器炸裂。我在坑底铺了一层厚厚的干柴，然后将大大小小的陶罐、陶盆和陶碗小心翼翼的码放在上面，中间用碎柴火填满，最后在上面盖上了一层薄薄的湿泥和绿草，只留出几个通气孔，随后点燃了底部的柴火。轰！火光在土坑里闷烧起来。烧窑是个熬人的水磨功夫，火候不能断。我今晚注定的一直守在坑边添柴。热浪滚滚，我往火堆旁一坐，擦了把汗，感受着长夜慢慢的枯燥。一夜过去，坑烧的火堆已经彻底熄灭，只剩下一层厚厚的灰色草木灰。我用竹竿拨开表面的灰烬，隔着开裂的覆土，隐约能看到底下泥罐那古朴的灰黑色边缘。我按捺住急切的心情，没有动手去挖，因为刚出窑的陶器温度极高，如果此时急着用冷空气去激，热胀冷缩之下，整窑的陶器会瞬间皲裂出无数肉眼看不见的细纹，彻底变成漏水的废品。而此时女人营地里，苏微微正带着周婷和方小曼取回了前天在海边晒干的粗盐结晶，那是一小把泛着灰黄色夹杂着沙粒和黑点的粗糙晶体。瞧瞧，这就是咱们自己晒出来的盐。苏微微把粗盐往营地中间的大石头上一搁下，巴扬的老高。刚好取水组的赵雅等人提着沉甸甸的芋头叶水桶回到营地。夏时宁一眼就看到了大石头上那堆灰黄色的结晶，他的眉头微微皱起，有些犹豫。但看着苏微微那副准备当众尝盐的样子，夏时宁还是弱弱的开口提醒：“那个微微姐，这只是海水直接晒干的粗盐，里面含有大量的氯化锰和硫酸锑。”直接吃不仅非常苦涩，甚至有可能导致严重肚液脱水。听到这话，苏微微的脸瞬间拉了下来，显白你读过大学有文化是不是？苏微微冷笑一声，站起身，居高临下的瞪着夏时宁。林峰能吃，我们怎么就不能吃？在这岛上能有盐调味就不错了，你爱吃不吃？见苏微微已经开团了，周婷几乎是秒跟。就是温室里的花朵事儿真多，苏微微辛苦晒盐，你却来泼冷水，能有多苦？我尝尝。周婷走上前，捏起一块灰黄色的盐晶，直接送进了嘴里。然而盐晶刚一入口，周婷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了。呸呸呸呸！周婷整张脸瞬间凝成了一团，痛苦的弯下腰，毫无形象的疯狂吐着口水。水，给我水！还渴！周婷一边惨叫一边抢过旁边的水桶往嘴里灌，整张脸煞白一片。这一幕让苏微微的脸疼得一下涨得通红。周婷这一口无异于当众狠狠扇了她一记耳光，把她的脸皮彻底踩在了地上。看着周围人怀疑甚至是失望的眼神，苏微微恼羞成怒，猛地转过头，死死盯着夏时宁，咬牙切齿地吼道：“夏时宁，既然你这么懂，那你倒是说说这盐到底该怎么提纯？你现在就给我弄！”夏时宁被苏微微那狰狞的表情吓得缩了缩脖子，结结巴巴的开口：“我只知道理论，需要用重结晶法或者加入碳酸钠，还要用酸碱中和，最后用滤纸过滤。”苏微微气急反笑，指着周围荒凉的树林：“碳酸钠、过滤纸，在这破岛上，我上哪去给你找这些化学试剂？”夏时宁被骂的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低着头死死绞着手指，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而这一幕恰好被江月看到，江月眼底闪过浓浓的厌恶。这个团体彻底没救了，我们必须尽快脱离这个团体了。另一边，我正蹲在树根旁，采摘着一朵朵金黄水嫩的鸡油菌。忽然，前方不远处传来一阵稀稀疏疏的落叶摩擦声，我眼神一凛，瞬间毛腰潜入了旁边齐腰深的蕨类灌木丛中。透过枝叶的缝隙，我看到5个身影深一脚浅一脚的走了过来。柳霜走在最前面，用树枝开路；白芷和白芍姐妹互相搀扶着，温若晴则落在后面。而走在队伍最后面的正是林诗音，她今天显然非常心不在焉，不知不觉间，她就与前面的温若晴拉开了将近10米的距离。我看着那个落在最后的林诗音，悄无声息地从背后死死捂住了她的嘴。紧接着，她感到腰间一紧，只听砰一声极其细微的闷响，林诗音被甩在地上，而我用一只手死死捂着她的嘴。好巧啊，没想到能在这里遇见你。听到这熟悉而恶劣的声音，林诗音费力地转过头，终于看清了身后那张脸。林峰，林诗音那原本剧烈挣扎的幅度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小，到最后她甚至直接摆烂般的趴在树干上一动不动。林峰挑了挑眉，松开了捂住她的双手。你怎么不怕？林诗音重重地喘了几口
口粗气没好气的白了我一眼。谁说我不怕了？刚才我差点被你吓死了，你知不知道？我看着他这副模样追问了一句，那你后来为什么不挣扎了？林诗音微微扬起下巴，声音还有点颤抖。挣扎干什么？我的脸色当即一黑。等等，林诗音慌了，不是那个意思。1分钟后，直到林诗音觉得自己快要窒息了，我才慢条斯理的放开了她。林诗音瘫坐在了潮湿的草地上，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眼眶里噙着泪花。你这个混混蛋！我对他的怒骂毫不在意，甚至还慢吞吞的从腰间系着的小型网兜里取出一串圆润饱满的葡萄，咔嚓，我摘下一颗扔进嘴里，牙齿咬破果皮，发出极其诱人的咀嚼声。林诗音指着我的手指慢慢垂了下去，他盯着林峰手里那串水灵灵的葡萄，喉咙不由自主的上下滚动了一下，然后抿了抿嘴唇。我也饿了，我也要吃葡萄。我斜了他一眼，撇了撇嘴，在林诗音疑惑的目光中，我不紧不慢的从那串葡萄上摘下了最大最圆最紫的一颗，然后轻轻放在了自己的大门牙中间。过了10分钟后，林诗音正身一脚浅一脚的往前小跑，白皙的脸蛋上红晕未退，甚至连呼吸都还带着几分急促。林姐姐，你回来啦，我都等你好久了。一个甜腻腻的声音在身后响起，林诗音浑身一僵，温若晴走近后上下打量了林诗音一眼。林姐姐，你今天气色真好呢，被野蜜蜂蛰了吧？林诗音的脸疼的一下红到了脖子根，有些心虚的别过头去。谢谢，我可没有胡说。温若晴歪了歪头，2颗可爱的小虎牙露了出来。好啦好啦，不逗姐姐了。温若晴脸色一正，极其自然地挽住了林诗音的胳膊，拉着她往前走。柳霜姐姐他们在前面呢，我们快跟上，免得掉队太久被怀疑。下午林峰营地，我蹲在坑边，小心翼翼地将里面的泥罐一个个提了上来，用木棍在其中一个大陶罐上轻轻敲了敲，清脆而悠长的撞击声顿时在山谷里回荡开来。成了，一整窑的陶器，3个大陶罐，2个陶盆，3个完好的陶碗，以及那2个带把手的陶锅，竟然全部烧制成功。小鸡炖蘑菇，整齐。我把大陶罐拿到溪边清洗干净，装满清甜的山泉水，大步回到营地，显示从山洞里抓出一只活鸡。接着他开始处理调料，凭借着鉴定功能，在一些阴暗潮湿的石缝和树根下找到了野生山姜，也蒜，甚至还有几颗能极大提香的野生八角。鸡肉切块，鸡油鲜菌菇、野山姜、野蒜、八角一起冷水下灌，最后撒入了一小把雪白精盐。没过多久，罐子里的山泉水便咕嘟咕嘟的沸腾起来，鸡肉的油脂在高温下迅速融入汤中，原本清澈的水质渐渐变白，泛起一层金黄色的诱人的鸡油花。与我这边的岁月静好不同，此时的女人营地气氛简直压抑到了极点。夏世宁被苏微微指派了提纯精盐的工作，可理论归理论，她哪里亲自动手实操过？没有竹筒，没有烧杯，甚至连滤纸都没有。夏世宁只能在营地周围找了几片质地厚实的大树叶，小心翼翼地折叠成漏斗的形状。他用树枝在漏斗底部戳了几个小孔，在里面塞上细沙和木炭，试图做物理过滤，但树叶太软了，使用起来极不方便，每一步都需要他在这个简陋肮脏的环境里一点点去摸索去试错。1下午的时间，夏世宁整个人都被折腾得狼狈不堪，那张原本白净漂亮的俏脸上糊满了黑乎乎的炭灰和泥水，指甲缝里全是黑泥，可折腾到最后，过滤出来的水依然苦涩难咽。周婷在一旁没好气地骂道：读那么多书，连个盐都弄不干净。夜幕降临，又到了吃晚饭的时间，夏世宁一整天没有进食，肚子早就饿得咕咕直叫，胃里火烧火燎的，可他不敢停下手里的活，只能一边抽泣着一边用那双满是黑泥的手继续折腾那几片破烂的树叶漏斗。苏微微看着夏世宁面前那一滩黑乎乎的烂泥水，不耐烦地皱了皱眉。行了行了，别在这里碍眼了。苏微微粗暴地打断了他，拿过2颗果子扔到夏世宁身边。折腾1下午就弄出这堆垃圾，先过来把这果子吃了，吃完继续弄，明天要是再弄不出能吃的盐，你就别想吃饭了。夏世宁吸了吸鼻子，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他默默地捡起地上那颗沾了灰的果子，小口小口地啃着。就在夏世宁抹着眼泪，一股浓郁的香味忽地飘了进来。我想吃肉，哪怕就1块肉，哪怕让我舔一口也行啊。方小曼盯着手里的半个果子，眼泪突然就砸了下来。闭嘴！苏微微猛地转过头，双眼布满血丝，面孔在火光下扭曲的极其狰狞。她死死捏着手里的树枝，指节泛白。你以为就你想吃吗？再多说一个字，连这烂果子你都别吃了，都给我把嘴闭严实！方小曼吓得浑身一哆嗦，赶紧低下头去。整个营地彻底陷入了死寂。边缘处的赵雅低头看了看自己手里那串有些烧焦的野菜，又闻了闻空气中那股香的让人灵魂战栗的鸡汤味，渐渐地闭上了眼睛。赵雅把野菜塞进嘴里，猛地站起身。赵雅，你干嘛去？苏微微不爽地低吼。拉屎你也要管吗？赵雅大声对了回去。她转过身，大步流星地朝着林子深处走去。然而刚才还气势汹汹的赵雅刚一离开视线，便立刻猫起了腰，蹑手蹑脚地绕开女人营地，朝着林峰营地的方向走了过去。我对旁我正品尝鲜美美味的烧鸡忽地愣了一下。林峰，赵雅压着嗓子喊了一声。我转过头，顺着声音来源扫了一圈，很快就锁定了灌木丛里那个鬼祟的身影。赵雅，我皱了皱眉，有些意外。这个点不对啊。女人营地那帮娘们今晚一个比一个精神，根本还没到入睡的时间。她怎么这么早就来了？赵雅见我发现了她，赶紧朝山洞的方向指了指，嘴型无声地比划了2个字：里面。我瞬间明白了，她是偷溜出来的，怕被人撞见。我起身把大陶罐双手端起来，大步走进山洞深处。赵雅看到我进去了，立刻从灌木丛里窜出来，弓着腰闪身钻进了山洞。此时陶罐里散发出来的鸡汤香味香得简直让人头晕目眩。这是小鸡炖蘑菇。赵雅的声音压得极低，但那股子激动根本藏不住，声音里都在发馋。我不紧不慢地盘腿坐下，将陶罐搁在面前，却并没有表现出任何要跟她分享的意思。刚出锅的。赵雅等了10来秒，我依旧没有任何表示。妈的，懂了，这狗东西就是在等他主动开口。赵雅咬了咬牙，直接上前2步，她一把拉过我的左手，二话不说就按在了自己腰侧。赵雅撇过头去，耳朵尖泛红，声音闷闷的：“老样子。”然而出乎赵雅意料的是，我居然把手给收了回来。赵雅一愣：“怎么了？”赵雅，你是不是想得太美了？今天这可是
正儿八经的美食。我说完便开始上下打量赵雅，从锁骨到腰线，从腰线到长腿，最后又慢悠悠地回到她的脸上。我的眼光甚至让赵雅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她本能地往后退了一步。林峰，赵雅攥紧了拳头，声音带着明显的警惕。你别太过分。我看着她这下意识的后退动作，原本有些燥热的脑子却在这一瞬间突然清醒了过来，带着条件的妥协。今天还和你笑呵呵的，明天也能被刺你换取更大的利益。我绝对不允许这种不安全因素存在，所以我要先将她那有些碍眼的自尊心彻底踩进泥潭里，踩得粉碎。我收回了打量赵雅的视线，夹了一块肉送进嘴里。行啊。赵雅愣住了，什么？说好的加价呢？我帮你干活行不行？赵雅试探着开口。明天帮你熬盐，还是帮你去打水？我吃完肉，把鸡骨头往旁边一吐，偏过头扫了一眼角落里那个豁了大口子的破陶碗，然后伸手把那个破碗拿过来，从陶罐里舀了半碗鸡汤出来，然后我把这碗汤搁在了自己脚边的地面上。赵雅盯着那碗汤不明所以，给我的。我点头，别用手。赵雅的动作立刻就定住了，我拍了拍手，居高临下的指了指地上的破碗，舔着喝。赵雅只觉得脑子里仿佛有一记惊雷炸响，整个人瞬间僵在原地。我很自然的点了点头。林峰，你他们有没有搞错？赵雅的音量瞬间拔高，我面对赵雅的爆发，慢悠悠的盘腿坐在陶罐前，但脸上的那点温和却是在此刻消失的一干二净。不喝就滚，别浪费我时间。说完，我直接抱着陶罐自顾自的大快朵颐起来，鸡肉蘑菇热汤一口接一口，吃的那叫一个香。赵雅站在原地死死咬着下唇，指甲几乎都要掐进掌心。她低头看着地上那碗还在冒着热气的鸡汤，金黄色的油花一圈一圈的。赵雅想要狠心拒绝，可是嘴里怎么都不能把那句话说出来。我依旧自顾自的吃肉喝汤，根本就不理会赵雅。最终啪嗒一声，一滴屈辱的眼泪顺着她的眼角无声的滑落。赵雅闭上双眼，不让更多的眼泪流下来。随后她无力的弯曲，重重的跪在冰凉的石面上，低下头，双手撑在地上，像是一只失去了灵魂的木偶，一点一点的爬了过去。她将头埋了下去，看着倒映在乳白色汤汁里自己那张满是黑灰和泪痕的狼狈脸庞，然后伸出颤抖的舌尖，轻轻舔舐了一下温热的鸡汤，很香，真的很香。可是伴随着这股香味入口，赵雅觉得心中有什么东西逐渐开始破碎了。我的眼底终于闪过一丝发自内心的笑容，伸出右手不轻不重地在赵雅那有些凌乱的头发上揉了揉，然后极其大方地从罐里夹起3块的鸡腿肉，啪嗒一声扔进了赵雅面前的破碗里。来，这是给你的奖励。赵雅的身体狠狠一颤，她低着头死死盯着碗里那3块被鸡汤浸透的肉，最终泪水还是无法控制的决堤，一滴接一滴不断的砸进了那碗鸡汤里，荡起圈圈涟漪。赵雅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吃完那碗里的3块肉的，肉很嫩，汤很鲜，可每咽下一口，胸口都像被什么东西死死堵住，闷得发疼，泪水不断的从眼眶滑落，砸进碗里和汤汁混在一起，山洞里一片死寂，只有她压抑的抽泣和泪水砸在地上的声音。吃完了，我的声音从头顶飘下来，声音听不出情绪。赵雅没有回答，也不想回答，她只想赶紧爬起来逃离这个地方。就在她准备撑起身体时，一只完好无损的大陶碗出现在她的视线里，碗里装的满满当当，大块的鸡肉，鲜嫩的菌菇，还有浓稠金黄的鸡汤，分量是刚才那只破碗里的3倍不止。赵雅下意识地抬起头，发现我就站在她面前，另一只手里还捏着一双干净的竹筷，碗和筷子一起往下递了递。我没弯腰也没蹲下，只是手臂自然的下沉，将碗送到了她的面前。赵雅半跪着，仰着满是泪痕的脸，怔怔地望着那碗肉，接着直到听见我的提醒，她才有些机械地伸出双手，指尖颤抖着接过了那只温热的大陶碗，随后那双竹筷也塞进了她沾满泥灰的掌心里。她抬起红肿的眼眶，有些不可置信地看着我。筷子，他竟然给我筷子了，我可以像人一样吃东西了。还没等她理清心头那股复杂的滋味，我的声音就再次落下。以后记清楚一件事。赵雅仰着脸看他，我脸上没有任何表情，那居高临下的视线与赵雅的双眼进行对视。在我面前，我说你是人，你才能做个人；我说不是。我偏了偏头，似乎是在思考用什么词比较合适，最后冷冰冰的开口道：那你就是畜生。说完，我连看都没看赵雅的反应，转过身坐回火堆旁继续喝自己的汤。赵雅捧着碗，膝盖还跪在地上，浑身抖得厉害。她想反驳，想尖叫，想把这碗肉摔在我脸上，然后高傲的走出山洞，饿死也不回头。可她的身体却在做着完全相反的事，手指死死攥紧竹筷，夹肉送进嘴里，嚼碎咽下，真香。仅仅是被允许用筷子吃饭，此刻竟给了赵雅一种荒谬的安心感，甚至还有一丝感激。不，这不对。赵雅猛地咬紧牙关，在心里疯狂嘶吼：我不该感激他，是他逼我跪下的，是他让我学狗的铲，他只是玩够了。可手里陶碗的温度太暖了，滑进肚里的热汤太舒服了，而那句我说你是人，你才能做个人，此刻在他耳边不断回响。陶碗见底，赵雅沉默地放下筷子，低头看着手里的空碗，一动不动。吃饱了就滚吧。我的声音传来，赵雅这才缓缓站起身，因为跪得太久的膝盖一阵酸麻，她身子也跟着踉跄了一下。她没回头，也没出声，弯腰钻出山洞，迅速融入了外面的夜色。赵雅沿着来时的那条小路，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走，她的脑子里乱得嗡嗡作响，却什么也处理不了。直到女人营地的火光穿过树影映入眼帘时，赵雅停下脚步，用力在脸上胡乱抹了几把，把泥灰和泪痕擦掉。火堆旁已经安静了，那群女人已经歪七扭八地睡了过去。赵雅猫着腰，悄无声息地回到了属于她和沈小棠的那个角落。赵雅姐，黑暗中一个软糯的声音突兀地响起。赵雅身子一僵，沈小棠还没睡，正抱着膝盖缩在干草堆上，一双大眼睛在夜色里亮得惊人。你去了好久，我还以为你出事了呢。沈小棠小声嘟囔着，突然她的小鼻子动了动，使劲在空气里嗅了几下，下一秒小姑娘的眼睛彻底亮了。赵雅姐，你身上好香。沈小棠猛地凑过来，小脑袋几乎贴在赵雅肩膀上。是肉香，你又去林峰哥哥那里吃肉了。赵雅没回答，只是默默躺下，侧过身背对着他。沈小棠有些急切地扯了扯他的衣角。好吃吗？他今晚做什么了？你怎么不带上我啊？黑暗里是一阵长久的死寂，久到沈小棠以为赵雅已经睡着了，才听到赵雅那沙哑的声音。小棠，你说一个人如果为了一口肉可以放弃所有，那他还算是个人吗？
沈小棠歪着脑袋，有些不明白赵雅为什么突然问这么奇怪的问题。突然，沈小棠的小脸瞬间滚烫，她双手猛地捂住脸，整个人缩成了一团。她悄悄从指缝里看了一眼赵雅的背影，声音又低又软，带着掩不住的心虚和害羞。赵雅姐，我觉得能吃饱就是好事呀。她把头埋进膝盖里，耳朵尖红得快要滴血，小声嗫嚅着。而且习惯了就好了吗？赵雅听着身后这丫头满是羞涩，却天真的近乎无知的回答，嘴角有些僵硬的扯了扯。她没有再说话，只是缓缓闭上双眼，面朝冰冷的石壁，将自己蜷缩成一团。可身后沈小棠的声音又响了起来：“赵雅姐，明天晚上你能带我一起去吗？”声音听着很轻，像是鼓足了很大勇气，而又带着撒娇和恳求。闻言，赵雅脑子里又闪过自己趴在地上舔食鸡汤的画面，这让她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个天真的女孩。最终，她也只是含糊的回了一句：“明天再说吧。”起得挺早，这鹿皮晾得差不多了。割下腹部最软最韧的这块，用来做水袋。接着在边缘扎出针眼，用藤蔓纤维缝合。凭借着脑海中百科资料库的缝制手法，反复穿针引线，不过半小时，一个鹿皮水袋变成了形，塞进空心主管当壶嘴，用藤条死死缠紧，灌满山泉水，一点不漏，分量也轻，背在身上刚刚好。我又把目光投向了旁边那堆腌鹿肉条。生肉腌制后直接炖容易坏，得先用滚水把肉条煮熟煮紧实，再用湿棕木叶焖出的浓腌慢炖1天，这样折腾出来的肉干极其耐放。更重要的是，以后出门打猎，腰里挂着水袋，兜里揣着肉干，就算在林子里迷路2-3天也饿不死。我往火堆里添了把柴，看着陶锅里咕嘟冒泡的肉汤，满意的自言自语。而此时，30米外的女人营地气氛还是一如既往的低迷。营地角落里，夏世宁正跪坐在地上，有些无助地看着面前一滩黑乎乎的泥水。他一整晚都没怎么睡好，天刚亮就被苏微微硬生生从草堆里拽了起来。明天要是再弄不出能吃的盐，你一口果子也别想分到。为了防止夏世宁偷懒，苏微微出门前甚至把周婷给留了下来，专门盯着他。快点弄啊，高材生！周婷坐在一旁的石头上，捂着还在隐隐作痛的肚子，嘴上刻薄得很。微微姐脾气好，我可没那么好说话。昨天折腾了一下午，连个盐都弄不干净，真不知道你大学读到哪儿去了。夏世宁低着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连哭都不敢哭出声，只能用树叶兜着水一点点地往炭灰里倒，尝试摸索。打水回来的赵雅提着沉甸甸的芋头叶，刚走到营地边缘就看到了这一幕。她站在原地，看着夏世宁那双被泥水泡得发白、开始发皱的手，一瞬间，赵雅的脑海中再一次闪过昨晚自己在林峰山洞里的画面，那种不被当人使唤的感觉。我太看着夏世宁那狼狈又委屈的模样，赵雅的心里不可抑制地升起了一丝微弱的同情。可她看着夏世宁那干裂的嘴唇和因为饥饿而微微发抖的身子，心中又不自觉地开始对比起来。夏世宁忙活了这么久，得到的也不过只有苏微微的辱骂威胁，还有一颗又小又酸的青果子，连口干净的水都喝不上。而自己呢，昨晚在林峰那里虽然跪了，虽然很屈辱，可林峰最后还是让他坐着吃，不仅给了他一大碗热气腾腾的小鸡炖蘑菇，甚至还给了他筷子。林峰虽然恶劣，但他有肉是真给啊，能让他实打实的吃饱。而苏微微这贱人，只会用最恶毒的话语不断去压榨羞辱同伴，可结果却连一口饱饭都给不了。看来我的选择没有错。赵雅盯着手里的水桶，心里竟然诡异的生出了一种幸好我投靠了林峰的庆幸与优越感。然而这个念头刚一冒出来，赵雅整个人如遭雷击，猛地打了个。我在想什么？居然在为至少能吃饱、至少有筷子这种待遇感到庆幸，居然觉得跪在林峰脚边比在苏微微这里当个人还要好。这不对，太可怕了！赵雅的呼吸瞬间变得急促，她发现自己的精神正在以一种极其恐怖的速度被一点点地驯化。赵雅姐，快点啊，水桶沉死了！身后沈小棠的催促声传来。哦，马上。赵雅强行压下心头的惊恐体统向前走去，旁边突然传来周婷的一声惨叫，只见周婷猛地捂住肚子，整张脸疼得揪成了一团，额头上冷汗直冒。夏世宁，你给老娘我老实盯着，要是敢偷懒，看我不撕烂你的嘴！周婷咬着牙骂了一句，浑身止不住的颤抖，她再也憋不住了，死死的夹着腿，火急火燎的一瘸一拐跑进了旁边的灌木丛里。一时间，营地角落里只剩下了夏世宁一个人，他正抽泣着，用那双满是伤痕的手无助地擦着树叶上的泥水。赵雅就站在原地，看着夏世宁那绝望的背影，他知道怎么提纯盐，他亲眼看过林峰是怎么操作的，先用细沙木炭过滤，然后抓一把火堆底下的草木挥倒进水里搅拌，等脏东西沉淀下去，倒出上面的青叶，最后烧干，就这么简单。只要他现在走过去，低声把这几个步骤告诉夏世宁，这个可怜的女孩今晚就能做出盐，就能吃上饭。赵雅的嘴唇动了动，脚下刚要抬起，然而就在她准备迈出脚步的那一刹那，脑海中突然毫无预兆地响起了昨晚林峰的声音：我说你是人，你才能做个人，我说不是。甚至不等回想完那句话，赵雅就僵住了，一连串极其可怕的念头在她的脑海中浮现。如果我帮了夏世宁，要是林峰知道了会怎么看他？他不会觉得自己背叛了他？如果他生气了，会不会不再给他肉吃？甚至下一次他直接夺走他的筷子，让你永远只能像狗一样趴在地上舔食？他承受不起林峰哪怕一丝一毫的怒火。最终抬起的脚在半空中僵硬了片刻，还是缓缓地收了回去。就在赵雅到一旁歇脚的时候，沈小棠看着不远处还在和泥水较劲的夏世宁，终究是没忍住好奇心，吧嗒吧嗒地凑了过去。他蹲在旁边看了一会儿夏世宁用树叶漏斗反复过滤的笨拙动作，忍不住小声嘟囔了一句：夏姐姐，你为什么不把杂质沉淀分离啊？你这样一直过滤是做不出能吃的盐的。正处于绝望边缘的夏世宁浑身
身一震，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猛地抬起那张糊满黑灰的脸，下意识地反问：“沉淀分离？”沈小棠一向没太多心眼，见夏世宁发问，便理所当然地点了点头。对啊，把杂事丢掉就不苦了。我之前见林大，闭嘴！一声充满了愤怒与惊恐的厉喝在营地里响起，沈小棠整个人瞬间僵住，那个疯字硬生生被卡在了嗓子眼。他有些僵硬地转过头，只见不远处的赵雅正死地盯着他，那双平日里冷艳的眸子里，此时盛满了几乎要喷出来的怒火，脸色难看的吓人。沈小棠这才猛地反应过来，自己差点把林峰的名字说漏了嘴，甚至还把制言机密泄露了出去。一瞬间，冷汗直接浸透了他的后背。沈小棠惊恐地看了夏世宁一眼，双手猛地捂住嘴巴，连退几步。我什么都没说。小姑娘慌乱地摆着手，转身就跑。她一路小跑到赵雅面前，心虚地低下了头。赵雅姐，赵雅额角青筋暴起，用极其愤怒的眼神死剜了沈小棠一眼。如果不是顾忌周围还有人，我恨不得当场给这个差点坏了大事的死丫头一巴掌。沈小棠的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我真的不是故意的。赵雅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心头的怒火和恐惧。她没有再看沈小棠，转身大步离开了，但她的心已经乱成了一团。完了，沈小棠泄密了，虽然只是一句话，但那已经足够让夏世宁这个大学生顿悟了。要是林峰知道了……赵雅的手不自觉地紧握，而另一边夏世宁呆呆地坐在原地，他根本没有心思去琢磨沈小棠刚才那个没说完的理到底是指什么。他的全部注意力都已经被沉淀分离这4个字彻底吸引。沉淀分离，夏世宁眼神空洞的喃喃自语，脑子开始疯狂运转。突然，他的目光落在了不远处熄灭的火堆底下，那些黑白相间的灰烬上。分离，草木灰，我明白了。夏世宁的眼神猛地亮了起来，整个人激动得快要叫出声。他顾不上擦拭脸上的汗水，连滚带爬地跑到火堆旁，抓起一大把草木灰，直接扔进了过滤出来的浑浊盐水里，拿起一根树枝用力搅拌。片刻后，原本灰蒙蒙的盐水开始变得浑浊，白色的细小颗粒在水中翻滚，随后缓缓沉降到了叶子底部，上层的液体真的开始变轻了。等到杂质完全沉淀，夏世宁小心翼翼地用大树叶折叠成新的漏斗，将上层的青叶一点点倒进去过滤。尝一口，虽然依旧带着一丝淡淡的涩味，但那股让人舌头麻木的剧烈苦涩感竟然真的消失了大半。成功了，真的可以。夏世宁喜极而泣，只可惜因为他们手里没有任何可以耐高温烧水的竹筒，而那唯一的泥罐子还在山洞里阴干。夏世宁根本无法进行最后一步，将盐水熬干成结晶，他只能用几片大树叶小心翼翼地将这些提纯后的浓盐水盛放起来。傍晚，苏微微带着采集组大部队回到营地，当夏世宁将那几包虽然有些浑浊但苦涩感大减的浓盐水盛上去时，苏微微虽然依旧拉着脸，但眼底的喜色却怎么也藏不住。算你还有点用。苏微微挥了挥手，行了，拿去把野菜和蘑菇抹上，先吃饭吧。晚饭依旧是果子烤蘑菇串以及烧野菜，但这一次因为用大树叶蘸着浓盐水在蘑菇和野菜上刷了一层，烤出来的食物终于有了咸味。虽然盐水里依旧带着一丝微苦，但对于这群已经快要淡出鸟来的女星们来说，这简直就是无上的美味。有咸味了，真的有咸味了，终于不用干嚼了。周婷一边大口嚼着野菜，一边感动得直抹眼泪。一时间，整个营地里洋溢着一种近乎荒谬的幸福感。哪怕隔壁林峰营地里煮鹿肉那浓郁勾人的肉香整整飘了一下午，他们也觉得今晚这顿饭吃得格外满足。深夜，主营地的火堆渐渐暗了下去，女明星们在咸味的抚慰下，终于沉沉地睡了过去。角落里，沈小棠缩在干草堆里，浑身瑟瑟发抖。昨天晚上，她还满心期待着今天赵雅能带她一起去林峰那里，可经历了白天的泄露机密后，现在她害怕林峰会因为她插漏嘴而惩罚她。然而她不提不代表别人会放过她。起来！赵雅压抑着怒火的声音在黑暗中悄然响起，一只手伸过来，死拽住了沈小棠的胳膊，将她从温暖的干草堆里硬生生拽了半坐起来。赵雅姐，沈小棠吓得小脸煞白，声音里带着哭腔：我今天不去了，我不敢去，我害怕。赵雅咬着牙：你今天必须跟我去，亲口向林峰谢罪。我不去。沈小棠吓得拼命摇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不去。赵雅冷哼一声，手上的力道猛地加重，死捏着沈小棠胳膊上的软肉，凑到她耳边，一字一顿地威胁道：如果你不去，我就亲自去告诉林峰你泄密了，到时候你就算后悔也晚了。听到这句话，沈小棠彻底绝望了。走不走？赵雅冷冷地问。沈小棠的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她咬着下唇，最终还是站起身。我去。赵雅拽着沈小棠的胳膊，猫着腰钻出了山洞。沈小棠被拖着跌撞撞地往前走，两条腿软得像面条，走路都在打晃。赵雅没理他，但走出10几步后，脑子里那股子因为愤怒而涌上来的冲劲开始被夜风一点吹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阵又一阵止不住的心慌。他要带沈小棠去林峰那里去认罪，可认罪之后呢？经过上次的事件后，赵雅早就明白林峰不是什么大度的人，在他的地盘上，他说什么就是什么。赵雅咽了下口水，上次让我学跪着喝汤，那这次沈小棠泄了密，万一林峰一怒之下牵连到我呢？光是想象那个画面，赵雅就觉得浑身的血都在往脸上涌。不行，那样的话，我在沈小棠面前仅存的那点钻研就彻底完了。赵雅的脚步慢了下来，手心里全是冷汗，她开始拼命给自己做心理建设。这一次不一样，上次是我主动找林峰去要吃的，林峰才刁难我的。这次是我主动来报信的，态度已经够低了，林峰不至于还那样吧？应该不至于吧？应该。可他越想越没底。沈小棠在后面小声吸着鼻子，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掉。赵雅姐，我手腕好疼。闭嘴，跟上！赵雅低喝一声，硬生生拽着他穿过营地边缘的灌木丛。然而当两人刚绕过一处高耸的茂密树丛，前方的树影下便突兀地立着两个有些模糊的身影。赵雅脚下一步急停，险些和沈小棠撞在一起。温若晴挽着林诗音的胳膊，正低声和对方说着什么。听到动静，他抬起了头，那双永远眯成月牙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意外，随即他又笑了。呀，赵
雅姐姐，小汤妹妹，真巧啊！温若晴率先开口，依旧是那副招牌是傻乐笑容，而一旁的林诗音则有些不自在的别过头去，一只手下意识的捂着干瘪的肚子。大哥后已经整整2天没吃过一顿像样的饱饭了，今天好不容易分到了刷了盐水的野菜，可那点东西对他来说根本就是杯水车薪。他今晚本是打算跟着温若晴去林峰那里找点吃的，哪怕再玩一次那种让人羞耻的咬葡萄游戏，他也认了。而看到两人的一瞬间，赵雅那些关于丢脸和屈辱的自我纠结，被他瞬间抛到了九霄云外，一股强烈的危机感瞬间涌了上来。温若晴这个表面是傻白甜，实际心机深不可测的绿茶，绝对是他在这岛上最难缠、最危险的对手。只要自己今晚在温若晴面前表现出任何一丝一毫的畏缩、心虚或者软弱，温若晴绝对会敏锐地看穿他实际上在林峰那里根本毫无地位的事实。到时候温若晴绝对会毫不犹豫地踩着他的脊梁骨往上爬，彻底抢走他好不容易用尊严换来的第一顺位。想到这里，赵雅的眼神在瞬间变得极其凌厉，她先是往前跨了2步，身上散发出极具压迫感的气场。今晚你们俩别去了。赵雅的声音冰冷而强势，不带一丝商量的余地。林诗音愣了一下，眉头微蹙，有些不悦。温若晴则微微睁开了一点眼睛，歪了歪头。呀，赵雅姐姐，这是为什么呀？林峰大哥难道今晚不见客吗？沈小棠犯了错，下士您今天能做出可食用的盐水，就是因为这死丫头嘴快，把沉淀分离提纯盐的办法泄露了出去。赵雅冷冷地瞥了身后缩成鹌鹑一样的沈小棠一眼，听到这句话，温若晴和林诗音的脸色同时一变，两人的目光齐刷刷地定在了沈小棠身上。沈小棠吓得浑身一哆嗦，脑袋几乎塞进了胸口里，连大气都不敢喘。赵雅双手抱胸，下巴微扬，拿出了前所未有的强硬姿态。今晚我带沈小棠去林峰那里领罚，为了不打扰林峰处理这件事，你们2个现在立刻回去。温若晴盯着赵雅那张冷艳，甚至隐隐透着一股狠劲的俏脸，不知道心里在想什么，空气紧绷的几乎要滴出水来。最终温若晴重新弯下了眼尾，再次露出了那副人畜无害的小虎牙。既然是这样，那确实应该让沈小棠先去给林峰赔罪呢，要是林峰生起气来，可就不好哄了。温若晴挽着林诗音的手臂，微微一紧，笑着往后退了一步。不过赵雅姐姐，既然今晚我们让步了，那明天晚上可就是我和林诗音姐姐的时间了哦。赵雅没有任何犹豫，极其干脆的点头。行，明天晚上我不跟你们抢，那就这么说定了。祝沈小棠妹妹今晚好运哦。温若晴甜甜一笑，拉了拉有些不甘心的林诗音。若晴，可是我们……林诗音肚子适时的发出一声咕噜噜的抗议，她实在不想空着肚子回去，忍不住小声嘟囔了一句：我们又没有泄密，凭什么？温若晴不着痕迹的在对方胳膊上用力一捏，林诗音吃痛，看着温若晴那平静的眼神，最终还是抿了抿嘴唇，认命般的低下了头。走吧，林姐姐。温若晴挽着林诗音转过身，很快便消失在了回主营地的夜色中。走远之后，林诗音才有些揉着被捏疼的胳膊，终于忍不住：你为什么要让？我饿了2天了，好不容易鼓足勇气出来，结果被他一句话就给打发回去了。林姐姐，你太心急了。温若晴停下脚步，转过头看着林诗音，此时她的脸上傻笑已经消失得干干净净，取而代之的是一抹凝重。你难道没有感觉到吗？赵雅变了。林诗音一愣，变了？对，变得比以前更加难对付了。温若晴眯起眼睛，看着赵雅离去的方向，这中间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了她的变化。你是说她在林峰那边地位比我们想的要高？温若晴摇了摇头，不确定。但这种时候硬碰硬只会多一个敌人，不如退一步卖他个人情。反正林峰那里的肉，明天晚上也少不了我们的。林诗音听得有些似懂非懂，但肚子传来的饥饿感还是让她有些沮丧地叹了口气。好吧，我相信你。灌木丛的另一边，赵雅目送2个人影彻底消失后，紧绷的肩膀才终于松了下来，她的手心全是汗。刚才那场对峙虽然只有短几十秒，但对赵雅来精神上的消耗不亚于跑了一个800米。温若晴让步了，至少今晚林峰又让我跪下，也不会在那个女人面前丢脸了。她转过头，死死盯着失魂落魄的沈小棠，沉声道：待会儿进去了，放聪明点，林峰要你怎么罚你就怎么受着，一个字都不要反抗，听清楚没有？沈小棠吸了吸鼻子，眼泪汪汪地点了点头。得到回应，赵雅才深吸了口气，伸手拨开最后一丛挡路的灌木枝条，带着沈小棠一前一后走进了林峰亮着火光的岩壁营地。赵雅拨开最后一丛灌木，带着沈小棠走进了林峰的营地。火堆旁，我正盘腿坐着，手里捏着双竹筷，翻着陶罐里正在煮的鹿肉干。听到动静，我侧过头，看到赵雅的瞬间，我整个人都愣了。不是，昨晚我把这赵雅折腾成那样，不仅让她跪着舔碗，还给她灌了以后说你才人的精神 PUA。按正常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来算，怎么着也得有个3、5天的消化期吧。结果这才隔了1天，人又来了。还没等我开口问你怎么又来了，接下来发生的事直接让他脑子宕机了。赵雅先是一把拽住身后那个速成鹌鹑的沈小棠，将她拉到自己身旁，跪下。沈小棠扑通一声，膝盖直接砸在地上，动作利索，连犹豫都没有半秒。紧接着，赵雅自己也沉默了几秒，胸口剧烈起伏了2下，然后她那双修长白皙的腿也弯了下去，扑通，赵雅跪在了沈小棠旁边。我就这么愣地拎着筷子，看着面前齐刷刷跪下的2个女人。我昨晚让赵雅跪下学狗，那是我施压拿捏逼迫了半天才达到的效果。现在倒好，我屁都还没放一个呢，2个人直接自己跪下了，什么情况？赵雅跪在地上，脊背挺得笔直，她没有任何废话，3言2语把白天发生的事交代了个干净。沈小棠嘴快，把你之言用草木灰沉淀分离的方法泄露了，
我带他来让你处置。说完，赵雅低下头不再开口，而旁边的沈小棠早就哭得稀里哗啦了。我看着这一大一小两个女人，就这么点破事儿，草木灰尘电分离这种制盐方法压根就不是什么高端技术。退一万步说，就算沈小棠没有泄密，苏薇薇那帮人迟早也能自己摸索出来，或者哪天派人偷蹲在她营地边上观察一会儿，也能学个七七八八，这根本不算什么损失。真正让我在意的是赵雅的反应。昨晚我刚撕碎了赵雅的心理防线，结果这女人今天就主动带着犯错的下属来向老板汇报，而且是主动跪下，没人逼她，没人要求她泄密。这件事本身不重要，但赵雅用这种方式来处理这件事，对我来说那可是比一头鹿都值钱。想通了这些，我转过身，拿起竹筷，从咕嘟冒泡的陶罐里捞出几块煮的软烂的鹿肉，定成了点肉汤到陶碗里，推到了赵雅面前。饿了吧？先吃。赵雅猛地抬头，不是，就这样啊，不骂不罚。愣什么愣？凉了就不好吃了。林峰拍了拍赵雅旁边的一块平石头，坐这儿帮我看着火。赵雅的喉咙动了动，一股酸涩的滋味从鼻腔里冲上来，她赶紧低下头，用力眨了几下眼，不能哭。她站起来走到石头旁坐下，端起陶碗一口一口的吃着热肉，很烫，但她却吃得很安静，也很认真。火堆的光映在她侧脸上，赵雅嚼了2口后，自然而然的就伸手去拨弄火堆里的柴火，让底下的火苗均匀一些。她没再说话，但整个人散发出的那种松弛感，和昨晚走出山洞时那副惊弓之鸟的状态完全是两个人。我把这些收在眼底，没有任何表示，然后转过头看向还跪在原地哭得满脸鼻涕眼泪的沈小棠。进来，我朝山洞深处扬了扬下巴。沈小棠浑身一哆嗦，哭声瞬间卡住了，她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里写满了恐惧，下意识的就想往后缩，可对上我那张面无表情的脸，那双准备当缩头乌龟的脚又应声的收了回来。不能跑，跑了就再也吃不上肉了。沈小棠抽噎着站起来，小碎步跟在我身后，一步一步往山洞深处挪。我找了块石头坐下，沈小棠站在3步外，2只手搅来搅去，脑袋埋得低的，整个人抖成了筛子。我看着她这副怂样，一时间还真有些犯难。赵雅那种女人，心气高，好强，要面子。对付她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把她的面子撕碎，让她在精神上彻底臣服。但沈小棠呢，这丫头本来就没什么心气，也没有什么面子，你让她学像赵雅那样，搞不好她真当自己是只 dog， 摇着尾巴问你有没有吃的，用羞辱那一套对付她大概率是白费力气。那打一顿。我下意识地扫了一眼沈小棠，她的脸因为哭泣，算了吧，我又不是变态，打这种小丫头怎么样也下不去手啊，那到底该怎么？还没等林峰想出个办法，沈小棠自己先绷不住了，小姑娘扑通一声扑过来，双手死死抱住了我的小腿，她整张脸直接埋在我膝盖上，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林峰哥哥，我错了，呜呜，我再也不乱说话了。你怎么罚我都行，打我也行，骂我也行，让我干活也行，就是千万别不给我吃东西了，呜！我嘴角抽了抽，好家伙，这丫头的世界观里最大的惩罚居然是不给吃东西，不是被打，不是被骂，不是被羞辱，是断粮。这他妈到底是个人还是仓鼠啊？不过也正因为这句话，我脑子里忽然灵光一闪，有了主意，对赵雅要进行打压。对沈小棠这种纯吃货属性的小丫头，精神打压没用，但身体上的小惩大戒外加食物奖惩，绝对能让她长记性。而且这个惩罚还得让她觉得不至于活不下去，但又足够丢人，足够印象深刻。别哭了，过来趴好。沈小棠抽泣着抬起头，一双红肿的杏眼猛地看着她。怕呢？见我拍了拍自己的腿，沈小棠的脑子有点短路，她不太明白我要干嘛，但不给吃的这4个字的威慑力实在太大了。她站起身，哆嗦嗦地挪到我侧面，把自己摊了上去，2条小腿悬空，2只手按在地面上。我低头一看，这就是天赋吗？而沈小棠则是小心翼翼地开口询问：林峰哥哥，你要怎么惩罚小棠？听到这话，我嘴角一勾，右手悄悄扬起，啪啪。沈小棠整个人弹射起立，双手啪的一下捂住屁股，原地蹦了起来。她转过身，眼中再次蓄起水雾，嘴巴瘪成了一个委屈的弧度，跺着脚直叫唤：好疼好疼好疼！林峰哥哥，你居然打我屁股！我的右手悬在半空，五指微张，我看着自己的掌心，脑子嗡了一下。我操，轮胎做的吧？林峰，你清醒一点，必须惩罚，转过去。我收起手，板起脸，冷声道。沈小棠拼命摇头，2只手死护住身后，眼泪糊了满脸。不转！你再不转过去，今晚没饭吃。林峰抬起下巴，声音凉飕飕的。这句话一出，沈小棠的身体比大脑先一步做出反应，她的脚几乎是自动转了方向，乖乖的撅好，但嘴上还在小声嘟囔：你欺负人，你就知道用不给饭吃来威胁我。我没搭理她的碎念，右手再次扬起，啪！沈小棠整个人又弹了起来，手捂着受灾区，在山洞里跑出3步远。好疼啊！我脸黑了。沈小棠，你给我回来！不回去，打死我也不回去了。那行，今晚你回去啃树皮去吧。3秒后，沈小棠又乖乖回来了，但这次她双手死死攥着拳，2条腿绷得紧紧的，做出一副这次打死我也不跳开的架势。说好的不跳开呢？沈小棠再次弹射起步，这次直接窜到了山洞角落里，双手捂着屁股不肯回来了。我站起身，一步一步往他那边走过去。沈小棠吓得往后缩，被紧紧的贴着冰凉的岩壁，蹲在地上缩成一团。你不要过来啊！然而我根本不给他逃跑的机会，直接一把将他从地上捞起来，啪！沈小棠惊叫一声，撒腿就跑。我在后面不紧不慢的追，啪！哦！沈小棠又窜出去3米，接下来的画面就非常鬼畜了。在这个小小的山洞里，一个1米8几的壮汉追着一个1米5几的小丫头满地转圈，每追上一次就是一声清脆的啪，紧接着就是沈小棠那连哭带嚎的惨叫，然后小丫头又跑，我又追，她插翅难飞。整个过程持续了大概2分钟。沈小棠那副哭天抹泪、满洞乱窜的狼狈模样，配合上她那双肉嘟嘟的小短腿踩在地上的噔噔噔的声，说实话比打猎还好玩。不过再打下去
去我手都得肿。行了，起来吧。我收手，语气恢复了平静。沈小棠此刻正蹲在山洞最里面的角落，整个人缩成一个球，双手死捂着屁股，抽泣的浑身一抖一抖的。听到我的话，他也没敢站起来。万一是炸我呢？万一我站起来，林峰又补一下怎么办？我走过去，伸手在他头顶揉了2下，掌心下的双马尾软绵绵的，头发丝滑得很。下次再多嘴就不给你饭吃。听见了没有？我的语气听上去凶巴巴的，但手上的动作却不由自主的又多揉了2下。沈小棠把脑袋缩在膝盖里，使劲点了点头，点得跟小鸡啄米一样。听见了，再也不说了。洗把脸，出去吃东西。林峰丢下这句话，转身大步往山洞外面走。身后的沈小棠听到吃东西3个字，那双还挂着泪珠的杏眼里瞬间就亮了起来。她跪在原地看着林峰离去的背影，悬了一整晚的心终于落了地。太好了，那吃完了。等心情稳定下来之后，沈小棠摸了摸自己的屁股，小嘴气鼓鼓的撅了起来。林峰哥哥真是的，居然用打屁股当惩罚，我都不是小孩子了，怎么能用对付小孩子的方式，还打那么疼？山洞外面的火堆旁，赵雅正一动不动地坐在石头上，有一下没一下地拨着柴火，她的后背绷得笔直，脸朝着火堆方向，一下都没有回过头。但是山洞里那些声音，每一声都清清楚楚地传进了她的耳朵里。啪的巴掌声，沈小棠嗷嗷的哭嚎声，噔噔噔乱跑的脚步声，赵雅的嘴唇抿得紧紧的，手里的树枝把火堆戳得噼里啪啦响。别乱想，认真看火，火堆很好看，火焰很漂亮，对，就盯着火焰看就行了。这时我从山洞里走了出来，赵雅条件反射地直起身子，我在她旁边坐下，从陶罐里给自己舀了碗肉汤喝了一口。以后沈小棠那边你帮我盯着点。赵雅一愣，转过头看他，这丫头嘴笨心大，没脑子还爱说话，你比她机灵，帮我管着点。说完我偏过头看了赵雅一眼，赵雅的胸口猛地一跳。我知道了。她虽然表面上没什么表情，但低下头后嘴角是怎么也压不住。林峰让我管着沈小棠，是不是意味着在林峰心里自己已经是可以被信任的了？又过了几分钟，山洞里传来窸窸窣窣的脚步声，沈小棠从里面慢吞吞地挪了出来，她的鼻尖红彤彤的，脸上的水渍是刚才用清水洗过的痕迹，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她那走路的姿势，一瘸一拐，左右摇摆，屁股明显不敢正常使力。赵雅看到这一幕，嘴角抽了抽，赶紧低头不让自己笑出来。我拿起陶碗，从罐子里舀了一碗鹿肉汤，又加了几块肉，递到沈小棠面前。给沈小棠吸了吸鼻子，这才小心翼翼地接过碗。她没敢坐，准确的说是她屁股疼坐不下去，最后只能侧着身子，半蹲半靠在一块大石头上开始喝汤。第一口下去，热乎乎的鹿肉汤滑进肚子里，沈小棠顿时幸福地眯起眼睛。要是能天天吃肉喝汤，就是天天被打屁股也值了。不过感受着屁股上残留的火辣辣痛感，她还是缩了缩脖子，夹了块肉送进嘴里。当然要是不打就更好了。等吃到傍晚的时候，沈小棠悄悄挪到赵雅旁边，红着脸，声音压得极低。赵雅姐，林峰哥哥打完我之后还摸了我的头。沈小棠的脸颊红得快要冒烟，小声问道：他是不是没有真的生气啊？赵雅侧过头看了沈小棠一眼，这死丫头屁股都肿了，还分析人家生不生气，你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吃你的，少想有的没的。赵雅没好气的了一句。沈小棠哦了一声，乖乖低头继续喝汤，但赵雅余光里分明看到这丫头嘴角一直在偷笑。半个小时后，汤喝完了，肉也吃完了，沈小棠心满意足的打了个饱嗝，揉了揉自己鼓起来的小肚子。赵雅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灰，但她没有立刻往外走，而是站在原地顿了顿，抬眼看了一眼火堆旁正在往陶罐里加水的我，火光照在我的侧脸上，打出半明半暗的光影。赵雅的喉咙动了动，她深吸一口气，走到林峰身后，然后伸出双手，从背后轻轻环住了我的腰。我手上的动作顿住了，赵雅把脸埋在我的后背上，鼻尖贴着她颈侧的位置，轻轻嗅了一口。林峰，开口的时候，赵雅只觉得心跳加快，声音都有些颤抖。再给我一点时间。她的手指在我腰侧收紧了一些，我会准备好的。这句话说出口的瞬间，赵雅闭上了眼睛，她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或者说她太清楚自己在说什么了。闻言，我嘴角微微勾起，我的声音很平静，听不出情绪。她的心猛地松了一口气，又莫名的有些空落落的。赵雅在我背后又停留了2秒，才慢慢松开手，退后一步。我们先回去了。赵雅转过身，正准备拉着沈小棠离开，结果一个倔强的声音突然响起：我也要抱抱。紧接着，一团热腾腾的东西直接从侧面扑了过来，死死贴在了我身上。我低头一看，沈小棠正双手环着她的腰，整张小脸埋在我身上，小脸在上面蹭来蹭去。赵雅的眉头瞬间皱了起来。她刚才那句话是鼓足了勇气，甚至做好了心理建设才敢说出来的。结果这死丫头倒好，看到了就直接上，早知道就不带这死丫头来了。之前还以为沈小棠就是个只知道吃的傻白甜，没什么威胁，还可以顺势帮自己分担火力。现在看来，她是彻底看走眼了。我笑了起来，抬起手在沈小棠毛茸茸的脑袋上揉了2把。行了，松开吧。沈小棠这才依依不舍地松开手，但还是站在原地不动，2只手绞着衣角，小心翼翼地抬头看我。我看着她那张红扑扑的小脸，忽然低下头，在她额头上轻轻亲了一下。乖。沈小棠的脸颊疼得一下全红了，她捂着脸羞涩的不敢和我对视。走了。赵雅黑着脸，语气比刚才冷了不止1个度。她一把拽住沈小棠的胳膊，几乎是拖着她往外走。赵雅姐，你慢点。离开林峰营地一段距离后，赵雅便猛地停下脚步，她转过身，黑着脸，有些咬牙切齿的一指头戳在沈小棠的脑门上。沈小棠，你是不是真缺心眼啊？疼。沈小棠捂着额头，委屈巴巴地看着他。你还知道疼？赵雅压低声音，你刚才怎么就直接往上凑了？你一个女孩子就一点都不知道害羞。赵雅终究是没有说出来。沈小棠有些心虚地缩了缩脖子，2只小手绞着衣角，可一想到刚才我那个温和的眼神，她的小脸又红了起来，声音软糯糯的小声反驳：可是林峰哥哥会给我肉吃呀，而且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沈小棠把头埋得
低的，一只脚尖在地上蹭来蹭去，声音小得像蚊子哼哼，却带着一丝异样的甜。我好像挺喜欢被他抱着的感觉，虽然一开始怪怪的，但后来我也想靠近他，想待在他身边。听着这丫头的发言，赵雅整个人直接僵在了原地，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她死死盯着沈小棠那张红扑扑、满是春意的脸。这死丫头恋爱了，她不是在为了食物演戏，她会是真的想跟林峰谈恋爱。一瞬间，赵雅只觉得头皮发麻。这下会比温柔琪更恐怖的对手，你真是不知羞！你不也抱了？准备干啥？沈小棠也觉得自己有些不要脸，但嘴里却还是忍不住小声嘟囔：“你闭嘴！”赵雅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老脸疼得一下红了个透。她猛地伸手捂住沈小棠的嘴，有些羞恼的低喝：“少打听我的事，再多嘴以后我真不管你了。”沈小棠被捂着嘴，只能地眨着大眼睛，连连点头。赵雅这才松开手。走了，回营地。赵雅黑着脸，有些烦躁地拽了沈小棠一把，快步朝主营地走去。只是他们二人都没有发现，在另一个方向，有一个身影从灌木丛后面缓缓起身。起夜的夏世宁歪了歪脑袋，大半夜的，他们怎么从那？清晨主营地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咸香，众人正围在火堆旁，小口地嚼着刷了低至盐水的烤蘑菇。然而在这片难得的轻松氛围里，夏世宁却没有资格享受，他只能蹲在一旁摆弄着那几片破烂的树叶漏斗，不断地将浑浊的粗盐水一遍遍地过滤。苏微微坐在一旁，一边嚼着蘑菇，一边对着夏世宁下令：“弄完这些才能吃早饭。”听见没有？面对这种近乎刻薄的压榨，夏世宁连头都不敢抬，只能顺从的低头继续干活。不远处，江月正坐在一根枯木上，慢条斯理地啃着手里的果子，他的神色冷清，看似在漫不经心地吃着早饭，可那双锐利的眸子却死盯着夏世宁的每一个动作，从草木灰的分量到泥水的搅拌频率，再到树叶漏斗里细沙和木炭的铺设顺序，江月都看得极其专注，甚至将每一个细节都死死地记在脑海里。趁着苏微微转头和陈瑶说话的空隙，江月修长的手指微微一动，极其隐蔽地将自己手里一颗野果顺手藏进了口袋里。早饭很快结束，夏世宁终于勉强过滤完了最后一包盐水，可他刚咬了2口自己的早饭，苏微微的声音便再次响了起来：“行了，吃过饭了就各自出发吧，打水组经多提点水回来，别磨磨蹭蹭的。”夏世宁赶紧消灭掉手里的食物，拎起那2个芋头叶水桶，准备跟着赵雅他们出发。可他刚走到营地边缘的一棵大树后，突然江月的声音从身后的树影里传来。夏世宁吓了一跳，一回头就看见江月正静静地站在那里。可还没等夏世宁反应过来，一个野果便被瞬间塞进了他的手心里。夏世宁愣了，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着手里的果子。江姐，这拿着，这是感谢。说完，江月便直接转过身走回了拾柴组的队伍里。感谢？他为什么要感谢我？夏世宁歪了歪脑袋，有些想不明白，但腹中传来的剧烈饥饿感让他根本顾不上多想。在这营地里，他的食物配额一向是偏少的，这颗果子对他来说简直就是救命的宝贝。他转过身躲在树后，3两口便将那颗酸甜多汁的果子塞进嘴里咽了下去。干瘪的胃部终于得到了一丝抚慰，擦了擦嘴角的果汁，夏世宁不敢耽误，赶紧提起水桶，快步追上了前方已经出发的打水组。通往小溪的山路上，赵雅看着林诺那副恨不得把地踩出一个坑来的架势，心里只觉得好笑。她太了解林诺了，这女人在超模圈里名气和地位处处压不过自己，在这荒岛上便试图用这种每次打水都冲在最前面的幼稚方式来彰显她那点可怜的优越感。赵雅才懒得搭理她，她和沈小棠慢悠悠地跟在后面，活脱脱像是在自家的后花园里散步。走在最后面的夏世宁看着前方赵雅和沈小棠的背影，眼里的疑惑却是越来越浓。不对劲，真的很不对劲。赵雅和沈小棠可是被苏微微打压的最厉害的2个，可为什么他们怎么能走得这么轻松？尤其是沈小棠，这小丫头走路一颠一颠的，虽然姿势有些别扭，但那张脸上红扑扑的嘴唇红润，哪里有一点挨饿的样子？夏世宁的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了昨天晚上那一幕。昨晚起夜，恰好碰见他们鬼鬼祟祟从灌木丛里钻出来。当时他没多想，可现在仔细一琢磨，他们回来的那个方向不就是林峰营地的方向吗？再联想到上次沈小棠在营地里那句没说完的“林”字后面绝对指的绝对是林峰，这一连串的细节在脑海中串联起来，夏世宁几乎已经可以100%地确信，昨晚赵雅和沈小棠绝对是偷偷溜去林峰的营地吃好东西了。想到这里，夏世宁的心跳不由得有些加快，但他心里并没有任何要向苏微微爆发的想法。相反，因为沈小棠昨天的无心插柳，他才能摸索出提纯盐水的办法，免于挨饿。此时看着前方毫无防备的2人，他心里反而有些替他们担心起来。万一哪天被苏微微或者林诺撞见了，他们可就惨了。夏世宁深吸了一口气，快步走上前去，有些紧张的小声开口：“那个赵雅姐，小棠妹妹。”听到声音，赵雅和沈小棠同时停下脚步，有些疑惑地转过头看他。夏世宁有些心虚地往前面瞥了一眼，确定林诺的身影早就拐过弯没影了，这才压低声音，红着脸说道：“我昨天晚上起夜，看到你们从林峰营地的方向回来了。”轰！一句话让赵雅和沈小棠的脑子就像是被炮仗崩了似的。沈小棠的小脸刷的一下惨白一片，2只手死死捂住自己的嘴，而赵雅的眼神则在瞬间变得极其冰冷与凝重。她没有慌乱，而是迅速上前一步，用自己的身躯将夏世宁挡在树影里，那双冷艳的眸子死地盯着他，压低的声音里透着威胁：“你想怎么样？去向苏微微告密？”看到赵雅那副要吃人一样的表情，夏世宁吓得连连摆手，有些慌乱地解释道：“不是的，我没有要威胁你们的意思，我只是想提醒你们一下，以后要是再去的话，一定要小心一点，千万别被苏微微他们发现了，不然会找你们麻烦的。”听到这番话，沈小棠紧绷的身体瞬间一软，拍着胸口，长长的舒了一口气。沈小棠喜笑颜开道：“吓死我了，谢谢你啊，夏姐姐。”夏世宁有些不好意思的红了脸，小声道：“不用谢，
我其实更应该谢谢小汤妹妹，昨天要不是你提醒我，我根本弄不出盐水，今天连早饭都吃不上呢。看着夏世宁那张满是真诚与惬意的俏脸，赵雅紧绷的神经也稍微放松了一些。但她毕竟不像是沈小棠那般单纯，在这残酷的荒岛上，口头上的保证和善良是最不可靠的东西，只有利益捆绑，让对方也成为共犯，她才能真正放心。想到这里，赵雅的眼底闪过一丝决绝，她转过头看向一旁还在拍着胸口庆幸的沈小棠，有些严厉的低唤了一声：“小棠啊。”沈小棠有些懵懂的抬起头，赵雅没有说话，只是极其隐蔽的用眼神示意了一下沈小棠腰间挂着的那只粉色防水小包。昨晚吃饭时，林峰给了他们一小串葡萄，此刻可还在沈小棠的包里放着呢。然而沈小棠这个直脑筋的吃货，哪里能理解赵雅这复杂的延伸含义？他眨巴着大眼睛，看着赵雅那不断往包上瞥的眼神，有些天真，甚至带着几分关心的问道：“赵雅姐，你眼睛不舒服吗？怎么一直在眨呀？”听到这句话，赵雅额角上的青筋猛地跳了跳，她深吸了一口气，强忍住想要一巴掌拍死这个猪队友的冲动。给他葡萄。沈小棠先是一愣。随即那颗有些迟钝的干饭脑袋终于在这一瞬间转过了弯来，他猛地瞪圆了眼睛，两只小手一拍，有些后知后觉的惊呼出声。沈小棠这一嗓子声音虽然压得低，但在寂静的林子里依然显得格外突兀。赵雅气得直翻白眼，恨不得当场把这死丫头的脑门戳出个洞来。而一旁的夏世宁则有些手足无措，一双杏眼怯生生的在两人身上来回打转。沈小棠缩着脖子，手忙脚乱的拉开腰间那只粉色防水小包的拉链，她小心翼翼的从里面捧出一小串紫黑饱满的葡萄。在这座连酸果子都不够吃的荒岛上，这串圆润饱满的葡萄在夏世宁眼里简直像是发着光的神经。咕噜，夏世宁的不自觉的咽了一口唾沫，声音大的连他自己都觉得羞耻。赵雅没有废话，直接将这串葡萄强行塞进了夏世宁手里。吃下去，昨晚的事情就当没看见，你也是偷吃林峰物资的共犯，大家一条绳上的马场，谁也别想干净。夏世宁捧着那串沉甸甸温凉的葡萄，整个人都有些发懵。听着赵雅那近乎威胁的封口令，他看着手里那颗颗诱人的果实，终究没能熬得过饥饿。他摘下一颗放进嘴里，牙齿咬破果皮的瞬间，丰沛极甜的汁水瞬间在口腔里迸溅开，那一瞬间的甜美让夏世宁整个人都僵住了。要不以后我也跟着去林峰那里偷吃？不行，万一被苏薇薇发现，自己将会迎来怎样？一瞬间，夏世宁的脑海中甚至不可抑制地闪过一个念头，但这个念头刚一冒出来，夏世宁便猛地打了个寒战，慌乱地将这个荒谬的想法生生掐灭在脑海深处。他低下头，红着脸，快速地将剩下的葡萄一颗颗塞进嘴里，直到最后把葡萄梗碾进米里，夏世宁才红着脸，小声对赵雅和沈小棠说：“我吃完了，你们放心，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看着夏世宁那副虽然害怕却异常认真的模样，赵雅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是落了地。只要吃了东西，就是共犯，胆小的姑娘绝不敢冒险。走了，林诺那蠢货要等急了。赵雅扯了沈小棠一把，三人再次加快脚步朝着小溪方向赶去。与此同时，密林另一侧，江月搬着一捆沉甸甸的干柴回到临时据点，随手往地上一扔。江月拍了拍手上的木屑，清冷的目光扫过四周，怎么样了？空地一角，整整齐齐的码放着一小堆洗净的野果和菌菇。陆昭然正站在柴火旁，他伸手推了推鼻梁上那副无框平光眼镜，又低头看了一眼手腕上的百达翡丽手表，声音清冷：“除去今天需要上缴给种影帝的份额，我们自己私存的柴火和食物，足够支撑我们4个人在不进行任何采集的情况下，高效率生存3天。”而在另一边，楚韵正坐在一块平整的石头上，她的身旁散落着一堆堆极小的、已经熄灭的灰色灰烬。楚韵的脸上挂着一抹古典温婉的佛系微笑，动作不紧不慢地将手里的简易工砖收好。江月，我这边也没问题了。楚韵温柔地笑了笑，指了指地上的灰烬。工砖生火的成功率已经稳定，我们随时可以拥有独立的火源。而在楚韵身侧，年纪最小的盛星言正低着头，一言不发地用手里锋利的石片极其专注地削着一根硬木，那根硬木的一端已经被他削得极其尖锐，隐隐透着一股杀气。楚韵手里的那把工钻就是出自他这双精致灵巧的手。江月看着这一切，满意的了点头。我今天盯着夏世宁，已经差不多摸清了他们制作盐水的过程：草木灰和粗盐水混合，沉淀过滤，我们随时一试。慢着！陆昭然突然开口，直接打断了江月。在没有亲手成功提取出符合食用标准的盐水之前，我建议不要轻举妄动，脱离景营地的事情必须往后推。江月眉头深深地皱了起来，眼底闪过一丝不耐。还要等？我已经受够苏薇薇那个蠢货的指手画脚了，必须等。陆昭然语气坚决，寸步不让。食用盐事关我们的生理机能，容不得半点马虎。没有稳定的钠摄入，我们撑不了多久。气氛一时有些紧绷。这时楚韵微笑着站起身：“小月，别急，昭然说的对，万事开头难。咱们已经熬了这么几天了，不差这一时半刻。慢慢来，稳妥最重要。”在楚韵的安抚下，江月深吸了一口气，眼底的暴躁终于渐渐平息了下去。他转过头看向还在默默削着长毛的盛星言：“星言，你手巧，一会儿帮我做几个漏斗工具。”好。江月蹲下身，眼神里满是坚决：“我今天就开始尝试制盐，等到我们成功做出精盐的那一天，就是我们脱离苏薇薇的那一天。”盛星言手里的石片微微一顿，随后轻轻点了点头。
交给我。夜幕再次降临，我正抱着一大捆刚劈好的干柴，沉甸甸的卸在了山洞一侧。此时原本宽敞的山洞内侧已经被干燥整齐的柴火堆得满满当当，几乎占据了半个山洞的空间。我直起腰，狠狠地吐出一口浊气。一大早就去了一趟那个隐秘的世外桃源，不仅在野鸡和野兔经常出没的通道上设置了几个全新的弹性吊套陷阱，还采摘了大量的香蕉和葡萄。而下午剩下的时间几乎全用来砍伐和收集柴火了。这热带荒岛上天气说变就变，一旦遇到暴雨连绵的天气，没有干燥的柴火连生火都是奢侈。这些堆满半个山洞的干柴，足够他安安稳稳地烧上大半个月，彻底免去了他的后顾之忧。火堆上新烧制的大陶罐里咕嘟咕嘟地冒着白气，今天炖的是一整只肥美的野鲲，配上新鲜的菌菇和精盐，机油的芬芳在山洞里横冲直撞。我往火堆里添了根柴，有些疲惫地靠在岩壁上，脑海中规划着接下来的生存步骤。陶罐盐也有了，食物和柴火储备充足，接下来该准备点什么呢？正当林峰在脑海里思索着未来的发展规划时，沙沙，营地外原本安静的灌木丛里突然传来了一阵极其轻微的落叶摩擦声。我手上的动作微微一顿，谁会来？我眯起眼睛，手上已经拿起竹制长矛，警惕地盯着灌木丛。几秒后，一只白嫩的小手轻轻拨开枝叶，紧接着温若晴的脸率先探了进来，而在她身后还跟着低着头，满脸通红，双手却有些局促地揪着衣角的林诗音。看着在深夜突然造访的这两个女人，我先是愣了半秒，随即嘴角忍不住上扬了起来。温若晴笑眯眯地拉着林诗音走进营地，脚步轻盈的像是来自己家串门。温若晴冲她甜甜地笑着，两颗小虎牙在火光下显得格外乖巧，而她身后的林诗音则是从进来的那一刻起就没敢正眼看过我一次，大哥后的视线到处乱飘，看看火堆又看陶罐，就是不往我脸上瞟。我没急着回应温若晴，而是把手里的竹矛随手一扔，随即揉了揉酸痛的肩膀，故意装出一副疲惫不堪的模样。哎呀，今天又是砍柴又是摘水果，忙活了一整天，我这肩膀酸的都快抬不起来了，真是累死我了。温若晴眨了眨眼睛，歪着脑袋看了看我，又看了看身旁的林诗音，那双眯成月牙的眼睛里闪过一道狡黠的光，随后笑眯眯地迎了上去。呀，这不巧了吗，林峰大哥？温若晴极其自然地拉过林诗音的手臂，甜甜地说道：“林姐知道你今天砍了一下午的柴，肯定累坏了，这不心疼你，专程来给你按摩肩膀的呀。”林诗音转过头，难以置信地瞪着身旁那张笑得人畜无害的脸。什么？谁要给他筑基？若晴，他压低声音，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你在说什么？谁要？而我则是故意装出一副受宠若惊的惊喜模样，撑起身子，明知故问地看着林诗音。林诗音真是专门来给我按摩的。看着我脸上那抹玩味又恶劣的笑容，林诗音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前几天在大树后的画面。谁是专程来给你按摩的？林诗音脸色红得快要滴出水来，有些慌乱地别开，声音又硬又虚。可她话音刚落，还没等我说些什么，温若晴就直接伸手从后面轻轻推了她一把，将她直接推到了我面前。呀，林姐姐，都到这儿了还害羞什么呀？我去帮林峰大哥看着火，你先给他按摩着。咱们分工合作吗？温若晴一边眨着无辜的大眼睛，一边往陶罐旁走，听着温若晴那理所当然的安排，在感受着自己内空如也，甚至有些隐隐发痛的味。林诗音死咬着下唇，所有的傲气在这一刻被饥饿声击碎。她低着头，声音细小的像蚊子哼。我见状，嘴角的笑意更浓了。赤裸的上身在火光的照耀下忽明忽暗，因为每日签到的体质强化，我原本偏瘦的身体如今肌肉线条分明，宽阔的肩膀，饱满的胸肌，腹部8块整齐排列的腹肌，在火光下泛着一层薄薄的汗光。林诗音的呼吸顿了顿，视线像是被定在了我腰腹那一片上，好半晌才慌乱的移开。而另一边蹲在火堆旁的温若晴，那双眯成月牙的眼睛也微睁大了一瞬，喉头轻轻滚动了一下，随即又恢复了那副乖巧的模样。看什么呢？我准备好了啊！林峰大咧咧地往地上一趴，双手交叠垫在下巴下面，闭上眼睛，一副等伺候的模样。而林诗音却是红着脸，慢吞吞地蹲在我身侧，她伸出那双白皙柔嫩的双手，有些局促地搭在我宽阔的肩膀上，试探着捏了捏。可她很快就发现，蹲着的姿势重心不稳，加上我的肩膀太宽，这个角度使不上劲，按揉起来要多别扭有多别扭。正在火堆旁忙活的温若晴余光瞥见这一幕，眼珠子滴溜溜一转，当即站起身走过来，她直接伸手一把拉住林诗音的胳膊，稍微一用力便将林诗音一拽。哎呀，林姐姐你真笨，你这样不就顺手了吗？林诗音惊呼一声，身体失去平衡，整个人扑通一声跪坐在了地上。她心里疯狂暗骂，下意识的想要撑起身子站起来，可还没等她有所动作，底下趴着的林峰却已经舒服的叹了口气。这样就挺好的，别磨蹭了，开始吧。我默默在心里给温若晴点了个大的赞，这小绿茶不仅懂事，这助攻送的更是深得她心。听到我的认可，林诗音咬了咬牙，闭上眼睛，终究没敢再乱动，她只能维持着这个姿势，红着脸伸出手臂，在我肩膀上按揉起来。手劲太小了，我闭着眼睛指挥的极其顺口。林诗音咬了咬牙，将手往下挪了挪，按在林峰的肩胛骨上，力度大点，没吃饭啊？林诗音在心里翻了个大白眼。我确实2天没吃饱饭了，但他嘴上不敢反抗，只能咬紧牙关，加重了手上的力道，指尖深地压进我结实的肌肉里，手掌下的肌肉滚烫硬实，随着他按揉的动作微起伏，那种充满力量感的触觉从指尖一路窜上手臂。这个家伙在荒野里活得比谁都滋润，身体也比谁都壮。哎，对，就是这样。我发出一声低沉而满足的闷哼。林诗音咬了咬唇，强装淡定地继续按着。而此时温若晴已经接替了做饭的工作，她蹲在火堆旁，手里拿着一双干净的竹筷，慢条斯理地翻动着陶罐里的鸡肉和菌菇，白色的蒸汽裹挟着鲜香味儿扑面而来。温若晴用筷子
子蘸起一小滴鸡汤，抿了筷子尖，在舌尖上感受了一下咸淡，随后他转过身，从旁边的竹筒里捏了一小把雪白的细盐，均匀的撒入罐中，用筷子轻轻搅拌。又等了片刻，温若晴再次抿了抿筷子，尝了尝味道。这一次，他那双眯成月牙的眼睛里终于闪过一丝满足，乖巧地冲着趴在地上的林峰点了点头。火光摇曳，山洞里安静下来，一个红着脸卖力按摩的顶流歌后，一个在旁边温碗长汤，熟练操持家务的甜美绿茶。我闭着眼，享受着背上歌后温热的体温和肩上恰到好处的力道，鼻尖萦绕着鸡汤的清香。我动了动身子，在林诗音有些紧张的绷紧中，随口问了一句：“对了，你们营地那边最近怎么样了？”温若晴咬着筷子尖，歪着脑袋想了想，随后开口：“林峰大哥，夏时宁做出盐水的事情，你应该知道了吧？”沈小棠的小丫头泄密的，我狠狠惩罚她了。趴在他背上的林诗音听到这句话，手上的动作微一顿。惩罚？今天白天在营地里，沈小航的小脸红扑扑的，嘴角还时不时噙着笑容，那状态怎么看都不像是被惩罚了的样子吧？哼，男人的嘴骗人的鬼。林诗音在心里默默翻了个白眼，手上的按摩力度更重了。温若晴在火堆旁蹲着，一边用筷子搅着锅里的鸡汤，一边有些感慨的开口：“可就算夏时宁立了大功，苏薇薇还是对他很差，活全压在他一个人头上，分吃就给2颗酸果子。”温若晴咬着筷子，眉头微皱起。她以前是名牌大学校花，长得也挺好看的。来到岛上之后，就一直被苏薇薇当鱼使。说实话，我都有点可怜她了呢。我没有立刻接话。夏时宁，我记得沈小棠那所谓的泄密，说的就是沉淀分离这几个字。结果这姑娘光凭这4个字的提示，就真的在那么艰难的条件下把盐水给整出来了。夏时宁脑子确实好使，可好使又怎么样呢？在苏薇薇那个团体里，有本事的人不但不会被善待，在苏薇薇那只会被压榨。与其在那边当苦力，不如挖过来给我打工，待遇怎么着也比在苏薇薇手底下强。我眯了眯眼，这个念头在脑海里转了2圈，越想越觉得有搞头。正琢磨着，温若晴突然放下筷子。对了，林峰，最近几天我总觉得江月他们试柴组有些奇怪。我拱了拱身体，从趴着变成侧躺。怎么个奇怪法？温若晴歪了脑袋回忆道：“他们4个人出去拾柴，带回来的木柴比前几天要少了不少，可每次回到营地的时间反倒比以前更晚。要是偷懒的话，应该早回来才对吧？但他们不仅没早回来，还晚了。那多出来的时间，他们在忙什么呢？”我的手指在地面上无意识地敲了敲。还有，温若晴继续补充：“今天早上吃饭的时候，江月一直在偷看夏时宁制作盐水，看得特别认真。”林诗音抬起头，有些意外地插了一嘴：“有吗？我怎么没发现？”温若晴转过头冲她甜甜一笑：“因为林姐姐你一直把心思放在今晚来见林峰大哥上了呀，当然没注意到啦。”林诗音好不容易褪色的脸疼了一下，再次红了个透彻，就连白皙的脖颈上蔓延出一片绯色。你这死丫头说什么呢？谁把心思放在她身上了？温若晴眨了眨无辜的大眼睛，嘴上却还在火上浇油。哎，难道不是吗？今天下午林姐姐一直往林峰大哥这边瞟，我还以为……温若晴，林诗音气得拳头都攥起来了，恨不得把这个绿茶的嘴给缝上。而趴在下面的我听到这个爆料，嘴角忍不住笑了笑。这林诗音还在嘴硬，不过我很快收起了脸上的笑意，把注意力重新拉回到正事上。根据温若晴的描述，江月他们柴少了，回来晚了，还偷学制盐，想脱离苏薇薇单干，这江月什么来头？温若晴摇了摇头，表示自己也不太清楚。反倒是一旁还在气鼓鼓的林诗音，听到这个名字，脸上的羞恼退了几分，语气变得认真起来。他跟我们不是一个级别的。我挑了挑眉，林诗音声音放低了些：“江月他们几个的家族是真正的财阀。”林诗音顿了顿，怎么说呢？他想捧红陈瑶或者我这样的，就是动手指的事儿。我们再风光，在他面前也什么都算不上。说到最后这句话时，林诗音都忍不住苦笑。财阀？我的表情变了一瞬，这倒是出乎我的意料。我还以为这岛上全是娱乐圈的花瓶和网红之类的，没想到居然混进来了真正的大资本。不过也就是惊了那么一下，1秒后我就恢复了正常。财阀又怎样？在这荒岛上，你有上百亿资产，能换来一口热饭吗？在这里唯一的资本只有2样东西，一是食物和资源，二是拳头。这2样我都不缺。知道了，我点了点头，把这个信息默记下。江月这个人有脑子有野心，还有背景，确实不能当普通人对待。但现在他还在准备阶段，离真正脱离苏薇薇还有一段距离，不急，先观察。好了好了，汤好了。温若晴适时地打断了有些沉重的话题，她拿起旁边的大陶碗，先给我盛了满满一碗。林峰大哥，你先吃。温若晴双手捧碗递过去，乖得跟只小猫似的。林诗音总算得到解放，赶紧把手从林峰肩膀上移开。我接过碗尝了一口，咸淡刚好，火候到位。这小绿茶别的不说，做饭这手艺是真不赖。我放下碗，转头看向刚才一直在给她按摩，现在正揉着自己酸痛手腕的林诗音。林诗音的脸颊还带着未退的红晕，几缕碎发贴在额角，那副又累又饿还要强撑着矜持的模样，看得林峰心里直痒痒。林诗音干嘛？林诗音警觉地抬起头，我故意顿了顿，然后勾起嘴角。要不要再玩一次喂食游戏？这句话一出口，温若晴在旁边扑哧一声笑出来，赶紧用手捂住嘴，肩膀一抖一抖的。而林诗音则是再一次回想起那次羞耻画面。林诗音先是狠狠瞪了一眼笑得花枝乱颤的温若晴，然后她抬起拳头不轻不重地在我肩膀上捶了一下。别闹！声音又软又娇，完全没有任何威慑力。我看着她这副模样，往日里高在上的顶流歌后，此时此刻正红着脸嘟着嘴用小拳捶我胸口，这谁顶得住啊？我本来只是想逗逗她，看看大哥后的窘态，作为饭前助兴而已。可对方偏偏用这么一副模样回击自己，比任何一种邀请都要诱人。那可怪不得别人了。
我一把扣住林诗音捶打自己肩膀的那只手腕，微微一拉，林诗音惊呼一声，整个人往前一个踉跄，还没来得及说些什么，下一秒，一个温热的嘴唇精准的贴了上来，突如其来的吻瞬间打断了林诗音的思考能力。虽然依旧是那般猝不及防，但和上次在术后的那带着惩罚意味的粗暴掠夺不同。这一次虽然我的动作依旧强硬，却多了一丝让人浑身发酥的缠绵，而林诗音也没有像上次吃葡萄那样，在回过神后的第一瞬间触电般弹开逃跑。在短暂的慌乱与眩晕后，林诗音的睫毛颤了颤，最终缓缓闭上了双眼。那两条原本有些局促无措的白皙手臂，像是终于找到了依靠一般，缓缓攀上了我的肩膀。站在火堆旁边，正准备给林诗音递一碗肉的温若晴，看着这一幕，她脸上的笑容极其短暂的僵了一瞬，但下一秒便恢复了正常，依旧笑眯眯的看着，感受到她双臂的环绕和温顺，心中忍不住有些惊讶于林诗音的。看来这位平日里高高在上、习惯了被所有人追绑的女王，虽然表面上强硬强势，但遇到比她更强势的人，也会变软，渴望被征服。与晶莹的银丝在火光下若隐若现，旋即断开，林诗音整个人几乎彻底软倒下，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精致的俏脸上红晕一路蔓延到了白皙的脖颈上。明明身体已经没有了半分力气，但她的嘴上却依然在嘴硬强撑。你就会偷袭？我看着这个嘴硬的小可爱，这叫饭前甜点。林诗音，看来你对我的偷袭适应的挺快啊。林诗音羞得把头埋进胸口，再也不敢吭声。而一旁的温若晴此时已经笑眯眯地端着陶碗走了过来，眼底深处闪过一抹微不可察的欣慰。林诗音越主动，越得他的欢心，就代表着他们这个两人同盟在他这里的地位越稳固。在这残酷的荒野里，他们未来的生存保障就又多了一分。好啦，林诗音，别再和林峰腻歪了。木可填不饱肚子，快吃饭吧。闻言，林诗音这才回过神来，赶忙从爬起来，随后像是为了报复似的，恶狠狠地从温若晴手里抢过陶碗。只不过还不等她动筷，一块炖得软烂的极品鸡腿肉就已经被递到了林诗音嘴边。来，这是你给我按摩的奖励啊！林诗音有些别扭地别过头去，你自己吃，我有手。我倒也干脆直接收回筷子，顺手就要去端林诗音手里的碗，语气悠闲。不给面子啊？那看来今晚这肉你是吃不上喽。别，我吃就是了。眼看自己的饭碗就要被没收，林诗音急了，她有些自暴自弃地凑过去，一口将那块肉咬了进去。林峰大哥偏心，我也要喂。温若晴适时地凑了过来，小嘴微张，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地看着我，我哈哈大笑，顺手也夹了一块鸡肉喂给了她。吃完后，温若晴眼珠子转了转，极其自然地拿起自己的竹筷，在自己碗里挑挑拣拣，挑出了一块最好的鸡肉。她用筷子夹着，小心翼翼地吹了吹，然后送到我嘴边，这是回馈给林峰大哥的。我张嘴咽下，工序熟练。然而咽下肉后，我和温若晴对视了一眼，随后两人在同一时间齐刷刷地将视线定在了一旁的林诗音身上，那眼神里的意思简直再明白不过了。我们两个都喂过了，温若晴也反胃了。林诗音，你刚刚吃了那么大一块鸡腿肉，怎么不反胃回来？被两双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林诗音手里捏着的竹筷硬生生僵在了半空，周围安静极了，只有陶罐里鸡汤咕嘟咕嘟的微弱沸腾声。林诗音看着我那张挂着坏笑的脸，又看着温若晴那双眯成月牙写满了暗示的眼睛，她脑子里突然一个机灵，一个后知后觉的念头猛地冒了出来。不对，我是不是又上当了？从温若晴故意教他用胯做姿势按摩，再到现在两人一唱一和的逼他反胃，这分明是这两个家伙联手给他设的局。可是温若晴刚刚反胃的样板就在旁边摆着，他要是不照做，怕不是会惹得林峰不爽。而且林峰这个混蛋绝对会再次把他的碗没收。明知道自己被耍了，可为了肚子，他连拒绝的权利都没有。最终在双重视线压力的逼迫下，林诗音还是妥协了。他低着头，用筷子在自己碗里挑了一块鸡肉。吃死你算了！林诗音忍着羞耻，将筷子上的肉递到了我嘴边。嘎吱，我坏笑着一口咬住，一边嚼着嘴里的鸡肉，一边看着眼前气呼呼的林诗音打趣道：“还是林诗音喂的肉香啊！”这一句话引得林诗音又是一阵狠狠的瞪眼，咬着下唇，恨不得用筷子在我身上戳出个洞来。看着他这副羞恼交加的模样，我倒也没再继续捉弄他。好了好了，不逗你了。快吃吧！经历了万千磨难，林大哥后今晚终于吃上了这顿热气腾腾的饱饭。第二天清晨，此刻的女人营地与平日里的死气沉沉不同，气氛却显得有些亢奋。苏微微正站在一块平坦的地面上，得意洋洋地看着面前摆放着的3个陶罐。经过整整数天的阴干，这3个费尽心力捏出来的泥罐子，此时已经彻底失去了水分，表面呈现出一种干燥的灰白色。虽然它们的造型依旧歪歪扭扭、厚薄不均，丑得跟冬瓜没什么两样，但在苏微微眼里，这无异于他们走向自给自足的里程碑。好，干透了！苏微微拍了拍手上的灰尘，脸上露出了几天来最得意的笑容。她扫视了一圈周围面色憔悴的众人，声音里满是意气风发的野心。今天我们开火烧陶罐。苏微微这话一出口，众人面面相觑。直接烧，往火堆上架着烤。周婷迟疑地问。当然不是。苏微微白了他一眼，双手叉腰，下巴扬得老高。得挖坑。路过林峰营地时，我见过那个土坑。虽然具体的烧制过程没看到，但他至少明白了一件事，不是在明火上烤，得泥土覆顶闷烧。今天咱们全员轮流上阵，这个烧窑的土坑必须给我挖出来。苏微微的声音尖锐而高亢，手里拿着一根足有手臂粗细的硬木棍，他一挥手，直接用木棍在沙地上划拉出几道粗糙的痕迹，给所有人排好了班。所有小组轮流挖，一组挖累了，下一组接上。打水组先来，挖完了换采集2组，采集2组之后是施柴组。
谁敢偷懒，今晚饭没他的份。然而苏微微显然低估了挖坑的难度，更高估了这群女星们如今的身体状况。在极度缺乏工具，而且众人每天仅靠野果野菜维系能量所需的情况下，挖坑无异于一场酷刑。他们没有林峰手里那种更趁手的主铲，手里唯一的工具就是几根硬木棍。林诺拎着一根硬木棍和夏世宁一起走到指定位置开始刨土。林诺这个250倒是真使劲了，一棍子下去恨不得戳穿地心，刨了没几分钟就气喘吁吁，脸涨得通红。夏世宁平日里顶多也就只能吃个半盆，在地上戳了没一会儿也喘得上气不接下气。赵雅倒是没什么感觉，这几天在林峰那里蹭肉蹭汤，蛋白质摄入充足的很，干这点活对她来说根本不叫，但她不可能表现出来。赵雅戳了10几下之后故意放慢速度，手臂装出发抖的样子，呼吸也刻意加重了紧。旁边的沈小棠就没这心机了，这死丫头刨了不到半分钟就开始真喘，倒不是因为没力气，纯粹是她体力差，哪怕吃饱了也是个废物。从结果来看反而演得最像。赵雅姐，我感觉我要数了。20分钟后打水组退下来换班，赵雅和沈小棠走到角落坐下休息。赵雅特意选了个偏僻的位置，低着头装出一副累到不想说话的样子，实际上她呼吸平稳的很，心跳都没怎么加快。采集2组接上来了，温若晴笑眯眯的拎着木棍下了坑，林诗音跟在后面一脸生无可恋。远处的赵雅坐着半低着头，视线却一直没离开那两人。温若晴刨土的动作看着挺卖力，手臂幅度大得很，一下一下的，可赵雅盯了一会儿就发现不对，这绿茶的木棍入土连3厘米都没有，全是花架子。她脸上还恰到好处的挂着一层薄汗，眉头微闭，嘴唇微张，看着又辛苦又楚楚可怜，演技满分。再看林诗音举着木棍的姿势倒是很标准，可赵雅同样发现了问题，她每一下都在戳同一个位置，来回空刨了10几下，坑底一点都没变深。得亏苏微微现在满脑子都是陶罐的事，没空注意这些细节，不然就林诗音这演技分分钟穿帮。不远处江月4人站在一旁等着轮班，看那群女人拿着硬木棍在地上刨来刨去，4个人交换了一个眼神，他们本以为苏微微只会带着人瞎折腾，却没想到苏微微居然还真摸索出了挖坑闷烧的门道。她真能把陶罐给搞出来？江月低声问了一句。陆昭然推了推眼镜，语气平静，不知道，如果真让它烧成了，这个营地的食物状况确实会到极大的改善。说到这里，陆昭然的声音压得更低了，几乎是凑到江月耳边开口。不过这并不影响我们的脱离计划，如果它烧成了，我们走之前也必须多一手准备，烧制出自己的陶罐。江月默默点了点头，将陆昭然的话记在心里。10几个人轮番上阵，中间还换了3次板，总算挖出了一个歪歪斜斜、深度勉强够用的土坑。3个粗糙陶胚被小心翼翼地码放在坑底，缝隙里塞满了干燥的碎柴火，顶上则附上了一层厚实的湿泥和新鲜的绿草。点火！随着苏微微一声令下，周婷颤抖着按下打火机，引燃了预留的火口，火光在土坑里闷烧起来。苏微微看着那缕象征着希望的火焰，脸上重新浮现出几天来最得意的野心与掌控欲。而此时我正坐在山洞口，2条长腿岔开，飞快地编织着手里的碎竹面，一个锥形的竹篓已经初见雏形，内部有倒刺结构，鱼钻进去就出不来。篓口系着一根3米多长的细藤绳，到时候拽着绳子就能收。编到第2个篓子一半的时候，我停下了手里的活，扭了扭脖子，咔2声脆响，又揉了揉后腰，呲了呲牙。在石头地上睡了这么久，哪怕底下垫了干草，那石面的硬度照样能把人落得够呛。再这么下去，迟早椎间盘突出。今天得多搞几根粗竹子回来，弄张竹床。我在心里嘀咕着手上的动作却没停，我将昨天杀鸡留下的鸡下水分成2份，塞进刚编好的2个到须鱼篓里，接着将鱼篓拎到海边，悄悄下在被几块巨大礁石半遮挡的潮汐水洼里，横条的另一端则牢牢系在礁石缝隙里。隔壁那群女人饿得眼睛都发绿了，如果不防着这一手，我前脚刚放好，后脚这帮娘们绝对能把她的鱼篓提起来摸鱼。做完这一切，我回到营地，双手按住洞口那块沉甸甸的大石头，双腿微弓，腰腹瞬间绷紧，大石头在地面上摩擦，发出一声沉闷的声响，将山洞口堵住。我直起腰看了看自己的双手，明显的感觉得到今天推石头堵洞口的动作比前2天要更加轻松。这防盗门苏微微那帮饭都吃不饱的女人绝对别想推开。我满意的拍了拍手上的灰尘，腰里挂着水袋，兜里揣着几块煮熟晒干的鹿肉干，手里拎着一根竹枪，就这么全副武装准备去竹林巡视昨天设下的陷阱。然而我刚迈出营地没几步，无意间朝女人营地那边扫了一眼，就刚好发现那些女人正围着一个冒烟的土坑，坑里火光升腾，热浪肉眼可见的往上飘。我停下脚步，眉头挑了挑，有些惊讶的嘀咕了一句：哟，他们居然也开始烧陶罐了吗？挺厉害的呀。我站在原地忍不住朝那边多看了2眼，恰好这时候火坑对面的苏微微也抬起了头，2人隔着30米的距离，视线对在一起，看着全副武装的我。苏微微先是一愣，随后那张满是黑灰的脸上浮现出一个带着浓浓挑衅的表情，那眼神仿佛在说：看见了吧，老娘也搞出来了，别以为就你一个人会玩。迎着苏微微那充满挑衅的目光，我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咧开嘴冲着苏微微露出了一个鼓励的笑容，甚至还朝苏微微那边轻轻点了点头，那姿态就差冲他竖个大拇指了。看着我那温和的笑脸，苏微微当场一愣，有些懵逼的眨了眨眼，心里泛起了嘀咕：这人转性了。然而就在我转身的一瞬间，脸上的笑容消失得无影无踪，心里只有2个字：傻逼。我拎着竹枪迈步走出营地，脚下的步子不由得加快，只因我昨天一口气下了整整8个陷阱，上次仅仅随手设了3个陷阱，就套到了1只野鸡和1头沉甸甸的猎物，而这一次数量翻了倍的陷阱，到底能给他带来怎样惊人的收获？是时候来收租了。当我来到第1个陷阱点时，远远就看到那根被藤蔓拉弯的粗竹子已经弹直，我快步走过去，只见一只足有3斤多重的肥美野鸡正被吊在半空，我一棍子把野鸡砸晕，解下来绑在腰间，接着是第2个、第3个、第4个。这一趟巡山下来收获确实不小，设下的8个陷阱竟然中了6处，整整4只野鲲外加2只肥美的大兔子。可我的心里反倒是升起了一股失落感，终究是被之前的猎物养刁了胃口。看着这一大串野鸡野兔，我第一反应居然是居然没有大型猎物。
但这股失落感仅仅维持了一小会儿，我自己就忍不住笑出了声。想什么呢？4只鸡2只兔，这要是搁在隔壁，都够苏薇薇那帮人跳鸡，你太美了。我摇了摇头，把猎物绑在竹矛上系紧，接下来收集竹子。我拎着竹枪来到竹林深处，看着那些手腕粗细的竹子，随即弯腰捡起了一块沉重的花岗岩。要做一张离地的竹床，需要的竹子数量可不少。我深吸一口气，双手抱紧那块沉重的石块，猛地砸向竹子根部，咔嚓，竹子竟然发出来一声沉闷的碎裂声。不过半个钟头，10几根手腕粗的竹子便被我硬生生砸断。我挥动竹枪折掉多余的枝叶，用藤蔓将这10几根竹子捆成一捆。干完这些，我便把100多斤重的粗竹捆往肩上一扛，另一只手提着挂满野鸡野兔的竹枪，慢悠悠地往营地方向晃。30米外的女人营地那边，气氛跟打了鸡血似的亢奋。今天烧了陶罐，而他们对喝汤这件事抱着近乎病态的期待。采集2队的柳霜特意带人多走了半小时，采回来的野菜鲜菌菇比平时多出大半，全堆在营地中间。周婷和方小曼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堆渐渐冷却的副土，嘴里吞咽的动作就没停过。可唯独赵雅他们4个人一点反应都没有，甚至林诗音都无聊到在跟自己衣角上那块泥子较劲。差不多了，开窑。苏薇薇一声令下，周婷和方小曼瞬间拿硬木棍，小心翼翼地刨开泥土。然而还没等泥土完全刨开，2声清脆的爆裂声突然从坑底传来，2个陶罐最终还是因为泥胚里残留了空气，导致受热不均，在冷却收缩的瞬间直接裂废成了好几半。碎了，怎么碎了啊？方小曼的眼眶瞬间红了，苏薇薇的脸色也僵了一下，藏在袖子里的手死死攥紧。可还没等绝望的情绪开始蔓延，周婷就已经惊喜地叫出了声：薇薇姐，你看这个没碎。只见在最坑底的角落里，那个最矮、最厚也最丑的冬瓜罐，虽然表面坑坑洼洼，但此时却奇迹般的存活下来。成功了，我们有罐子了！苏薇薇当场激动地叫出声，捧着那个丑陋的陶罐像捧着传国玉玺一样。其他人也爆发出欢呼，甚至有人激动地哭了出来。快加水煮汤！苏薇薇迫不及待地下令，直接将今天采摘来的一大半野菜和菌菇一股脑地塞进陶罐里，加入盐水后，陶罐就立刻被架在了早已点燃的火堆上。不一会儿水开了，野菜和菌菇的清香随着滚开的汤水飘散开来，所有人都忍不住开始咽口水。然而等到汤彻底熟了之后，围在火堆旁的众人脸上的笑容却渐渐消失了。他们发现了一个问题，陶罐太小了。这小陶罐一次煮出来的汤，顶多够4、5个人喝，根本不可能分给18个人。众人本以为苏薇薇会像以前那样进行平均分配，然后再煮第2锅。可苏薇薇看着这罐下料最足的浓汤，却根本没打算这么做。她站在火堆旁，理所当然地宣布：陶罐太小，1罐不够所有人吃。今天挖坑，我们采集一组出力最多，第1罐采集一组先吃。这句话一出，人群里顿时爆发出一阵哀怨。怎么这样啊？白纸白烧姐妹俩忍不住提出抗议，就不能先平分吗？但看着苏薇薇手里攥着的打火机，以及站在她身侧神色凶狠的周婷和方小曼，他们只能咬着牙把怨气咽回肚子里。苏薇薇、陈瑶、周婷、方小曼以及秦岚5人围在火堆最内侧，开始用树叶折叠的勺子小口喝着热汤，吃着煮蘑菇。周婷烫得直哈气，嘴里却发出满足的吧咂声，而林诺双胞胎姐妹和夏诗宁等人却只能在一旁干巴巴地看着。轮到底层分汤的时候，林诺捧着大树叶折的简易叶托，里面那点汤跟白开水也没什么区别了，心里憋屈的要命。他本想从身旁那些同样底层的人身上找点心理平衡，但他一抬头却愣住了。他们面对着难得的野菜汤，竟然一点兴奋也没有，眼神里甚至还隐隐带着嫌弃的意思，只是敷衍的小口抿着。那神态分明就是吃饱了在应付差事。林诺盯着他俩，疑惑越来越重。这2个平时分食物最少的人，居然在嫌弃野菜汤。这2个贱人手里绝对还偷藏着高热量的食物。他的目光不自觉地滑向沈小棠腰间那个粉色防水小包，一丝贪婪从林诺眼底浮上来。周围的人已经陆陆续续打着哈欠准备躺下了。林诺缓缓闭上眼，掩去眼底那点异样。等今晚你们睡着了，非得把你们私藏的那些东西全拿到手不可。半夜时分，林诺缓缓睁开眼睛，侧过头死死盯着睡在旁边的沈小棠。小丫头这会儿正瘫在干草堆里睡得极沉，小嘴还时不时吧唧2下，仿佛在梦里吃着什么绝世美味。林诺眼底闪过一丝嫌恶，视线慢慢下移，最后锁定了沈小棠枕在头底下的那只粉色防水小挎包。回想起赵雅和沈小棠面对野菜汤时那副嫌弃的表情，他绝不相信这2个被打压的最狠的女人能凭空保持这么好的气色。林诺屏住呼吸，猫着腰，一点点挪过去，身体在黑暗中缓慢移动。他伸出右手，指尖有些颤抖地摸向那只粉色小包，近了，更近了。可当他的手指刚刚捏住拉链的金属扣，准备往外拉时，一只手掌毫无征兆地从斜方伸出来，死死扣住了他的手腕。林诺浑身猛地一僵，心脏差点从嗓子眼蹦出来。林诺，你想干嘛？压抑着愤怒的质问声在耳边悄然响起。林诺有些艰难地转过头，借着洞口微弱的月光对上了赵雅那盛满寒霜的眼睛。林诺的心狂跳了几下，但他毕竟在模特圈里勾心斗角惯了，短暂的慌乱后很快便冷静下来。他没有挣扎，反而顺势压低声音，用一种充满威胁的语气对赵雅说道：赵雅，少跟我装，你们2个手里绝对偷偷藏了吃的。林诺的眸子里闪过一丝贪婪，压低声音威胁：把东西分我一半，今天这事儿我就当没看见，不然的话我现在就去跟苏薇薇告发你们，到时候看你们怎么死。他本以为在告密的威胁下，赵雅怎么也得妥协，乖乖把藏着的食物交出来。然而赵雅却只是像看白痴一样看着他，嘴角甚至勾起一抹冷笑。啪！赵雅猛地一扬手，嫌恶地将林诺的手甩开，红唇微张，冷冷吐出一个字：滚！林诺的脸色瞬间变得极其难看，他怎么也没想到赵雅的态度居然会这么强硬，连一丝一毫商量的余地都没有。原本他还想着自己独吞食物，但现在有赵雅盯着，私吞显然是不可能了。既然如此，那就只能血腥彻底闹大，向苏薇薇告发赵雅和沈小棠私藏食物，以此作为投名状，彻底融入苏薇薇的核心圈子，享受
第一锅热汤的特权，敬酒不吃吃罚酒，这可是你自找的。林诺咬了咬牙，脸上闪过一抹狠色，下一秒他猛地站起身，扯开嗓子尖叫出声：“快来人啊！有人藏吃的！”赵雅和沈小棠藏了吃的。尖锐的叫喊声瞬间撕裂了深夜的死寂。沈小棠被这一声尖叫吓得整个人直接从干草堆上弹了起来，小丫头睡得迷迷糊糊的，两只小手揉着眼睛，一脸懵逼的看着周围，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下一秒营地顿时炸了锅，女星们纷纷从睡梦中惊醒，骂娘声、惊呼声乱成一片。苏微微铁青着脸，在周婷和方小曼的簇拥下走过来。怎么回事？大半夜的鬼叫什么？听见苏微微不耐烦的吼声，林诺立刻指着沈小棠大声喊道：“微微姐，我要举报！沈小棠那个粉色小挎包里绝对藏了吃的，不信你们搜她的包。”这句话一出，围观的众人顿时惊讶不已。在这连饭都吃不饱的荒岛上，私藏食物无异于最严重的罪行。人群中，林诗音的脸色瞬间变得一片煞白，她的心跳快得要命，手指死死攥着衣角，有些慌乱地看向身旁的温若晴。完了，要是苏微微顺藤摸瓜，把我们去林峰那里偷吃的事儿也揪出来。林诗音不敢想下去了，两条腿都有些发软。一旁的温若晴，此时那双总是眯成缝的眼睛却已经完全睁开了，她冷冷地看着林诺和苏微微，脑子里开始飞速计算。如果赵雅他们今晚真的穿帮，那我要不要干脆直接和苏微微撕破脸皮，带着林诗音彻底投靠林峰？以林峰对林诗音的兴趣以及我自己的能力，林峰绝对会收留我们。站在外围的夏时宁更是吓得整个人都在瑟瑟发抖，他脸色惨白，连头都不敢抬。昨天我才刚刚吃了赵雅给的一串葡萄，这属于知情不报，甚至是共犯。要是被发现了，苏微微绝对会把我活生生撕了。苏微微的目光此时已经冷冷地定在了沈小棠身上，把包交出来。她的声音冷冰冰的。沈小棠被这阵仗吓坏了，但还是她死死把那只粉色防水小包抱在怀里，眼眶通红，委屈巴巴地喊道：“这是我的私人包包，里面都是我的隐私，你们凭什么翻我的包？凭什么？”周婷冷笑一声，一步跨上前：“就凭这岛上的资源是大家的，你私藏食物就是背叛大家。”方小曼也跟着围上来，欺软怕硬的本性暴露无遗，伸手便去抢沈小棠怀里的包。拿来吧你！沈小棠哪里是他们两个人的对手，在一阵拉扯中，那只粉色小挎包最终还是被周婷粗暴地夺了过去，恭敬地递到了苏微微手里。苏微微接过包，手指捏住拉链，一时间整个营地静得落针可闻，所有人都屏住呼吸，死死盯着苏微微的指尖。林诺站在一旁，嘴角已经忍不住疯狂上扬，他甚至已经开始在脑海里幻想，这回立了大功，苏微微会怎么奖励我？明天早饭我是不是也能像陈瑶和秦岚一样，享受第一锅热汤，甚至多分几颗甜果子？在林诺狂喜的注视下，撕拉，苏微微缓缓拉开了拉链，然后她把手伸进包里摸索了一下，脸色却在瞬间变得比锅底还要黑。林诺，这就是你说的私藏食物？啪！那只粉色防水小挎包被苏微微用尽全身力气狠狠地甩在了林诺的脸上，包里的东西稀里哗啦地掉落出来，散落了一地，几根彩色的橡皮筋，两枚精致的发卡，以及两双连包装都没拆的白色丝袜。林诺被砸得懵了，呆呆地看着地上的皮筋和白丝，整个人都傻了。这不可能，怎么会没有吃的？够了，一双破白丝！苏微微怒吼一声，指着林诺的鼻子，气得浑身发抖。你大半夜把所有人叫起来，就是为让老娘来穿这两双破白丝吗？微微姐，我闭嘴！苏微微根本不想听他解释，一只手叉着腰，另一只手戳着林诺的鼻尖。既然你这么有精神，明天一个人多跑一趟水，多提一桶回来。他胸口剧烈起伏着，心里已经把林诺骂了个800遍。老娘把你留在打水组是干嘛的？是让你折腾赵雅的。结果你大半夜不睡觉，开始折腾起我来了。林诺僵在原地，嘴唇动了动，到嘴边的话又被硬生生咽了回去。苏微微懒得再看他，转过身拉着打哈欠的陈瑶往回走。周婷路过林诺身边时，还专门斜了他一眼，那表情可跟看傻子没什么区别。人群三三两两散去，走远10几个人还在小声嘀咕：大半夜不睡觉，发什么疯？就是丢人现眼。一字不落，全钻进了林诺的耳朵里。他站在原地，只觉得浑身的血全涌到了脑门上，太阳穴突直跳后，槽牙咬得咯吱响。从上岛开始，他就在想法子巴结苏微微，即便每次分食物排到后面，被安排去打水，累死累活都忍了。可一个混血超模给一个经纪人当狗腿子，图啥？还不是指望能靠这层关系往上爬，至少别被分配到最差的那一档去。结果呢？苏微微连正眼都没给过他一次，甚至还把包摔在他脸上，跟扔垃圾没什么区别。林诺自打出道以来就没受过这种窝囊气。旁边传来一声冷笑，林诺猛地转头，赵雅正站在2步外，双手抱胸，脸上挂着一抹意味不明的神色。林诺的火气终于找到了出口，上前一步，压低声音质问：你算计我？我算计你？是你自己觉得我们私藏了食物，是你自己跑去翻包，还跳出来告密。赵雅两手一摊，表情无辜的不能再无辜。从头到尾哪一步是我逼你做的？你猜错了被骂，能怪得了谁？要怪就怪你自己，脑补能力太强了吧。赵雅嘴角露出一个看白痴的眼神，林诺被对得哑口无言，愣是半天没憋出一个字。赵雅也不想跟他多纠缠，转过身走向自己的铺位。沈小棠此刻正蹲在地上，一个一个捡着散落的皮筋和发卡，那2双白色丝袜被她小心翼翼地塞回包里。小丫头嘴巴撅得能挂油壶，这可是她的私人物品，从流落荒岛到现在，她就靠着这几根皮筋绑头发，才不至于落得个披头散发。结果呢，被人当贼一样把包抢走，私人物品被当垃圾扔了一地。沈小棠吸了吸鼻子，把包紧抱在怀里，委屈巴巴地跟着赵雅往回走。远处林诗音长吐出一口浊气，老天爷保佑，差点就暴露了。要是今晚沈小棠包里真藏着食物，那就全完了。他和温若晴去林峰那里的事，也绝对会被顺藤摸瓜给揪出来。温若晴在旁边重新弯起了眉眼，凑到林诗音耳边低声道：看来赵雅比我想的还谨慎呢。林诗音没吭声，只是拍了拍胸口，太刺激了，他再也不想经历第2次了。
旁边角落里，夏时凝缩在干草堆上，整个人还在微发颤，他也怕得要死，万一今晚被翻出来。他拉起破旧外套蒙住脑袋，努力强迫自己赶紧入睡。而此时整个营地唯一一个睡不着的人，正攥着拳站在原地。林诺，他忽然觉得自己特别可笑。巴结了这么久，换在了什么？林诺转身大步朝营地外面走去，他不想在这待着了。林诺现在只想静静。他独自坐在海边一块平坦的礁石上，两条长腿悬在岩壁边缘，脚尖被浪花溅湿也浑然不觉。他抬头看了看头顶高高挂着的月亮，又低头看了看自己，一身脏兮兮的衣服，头发打结，手上全是灰尘。刚才还被人当着10几个人的面羞辱，这日子当狗都不过如此了吧？林诺就这么坐着，从后半夜一直坐到天边泛白。清晨我从山洞里钻出来，揉了揉眼睛，扭了扭脖子。按照我的估算，这个时间点，女人的营地应该还在昏睡。我得趁早去收鱼篓。我用清水洗了几把脸，拎起渔网就往海边走。穿过一片林地，脚下从泥地变成了潮湿的细沙。可我刚到海边，脚步骤然停住。只见前方那块我下鱼篓的礁石旁边，正坐着一个人。那人背对着他，整个人的姿态有些颓废。我眉头皱了一下，这女的怎么大清早跑这来了，还偏坐在他鱼篓附近？我扫了一眼礁石缝隙里系着的藤条绳，幸亏还在，鱼篓没被偷走。行吧，至少没被发现。但问题是我现在收鱼篓的话，动静不可能一点没有。鱼篓距离林诺坐的位置也就7、8米，我只要一弯腰拽绳子，林诺一回头就能看见。我在原地想了想，算了，反正都来了，我也不可能等他做到天荒地老再来收，大不了下次再换地方。我大步走向礁石，脚踩在潮湿沙滩上的声响惊动了林诺，他猛地转过头，当看到来人是我的那一刻，林诺先是愣了愣，随后下意识地戒备起来。你怎么在这？我懒得搭理他，直接径直走到礁石缝隙旁，蹲下身，一把拽住缠在岩石上的藤条绳子，哗啦，第一个竹制鱼篓从水洼里被提出来，海水顺着竹篾缝隙哗哗往下淌，篓子里2条20多厘米长的海鱼正在疯狂甩尾。鱼！林诺的视线被吸了过去，整个人从礁石上弹坐起来。我没管他的反应，把鱼倒进旁边的藤网兜里，又拽起了第2根绳子，哗啦，这一篓更重，篓口朝下一倒，整整3条，其中1条足有前臂那么长，鳞片在晨光下泛着银白色。5条鱼整齐齐躺在藤网兜里，不断的挣扎着。林诺整个人都看傻了，他已经好多天没有吃过肉了，每天靠几颗果子和烤蘑菇续命，这几天胃都快饿得抽搐了。而现在林峰居然如此轻松的就收获了5条大鱼。我收起渔网和鱼篓，转过身刚准备走人，身后林诺的声音突兀的响了起来。等一下！喊出这3个字的时候，林诺脑子里其实还没想好到底要说什么，但有些东西在这一刻变得无比清晰了。苏微微那边我是爬不上去了，就算成功尚未分到的也不过是一碗蔬菜汤罢了。但林峰不一样，林诺看着我手里那网兜沉甸甸的5条鱼，又想起我营地里每天飘出来的肉香，顿顿有鱼有肉，活得跟个土皇帝似的。苏微微带着17个人一起饿肚子，而林峰一个人活得比所有人加起来都滋润。我要倒戈，投靠林峰，只要能搭上这条船，我的生活瞬间就可以碾压苏微微营地里所有人。趁现在只有自己和林峰2个人，搏一把。林诺在心里飞速盘算着措辞，组织了一下语言，结果一抬头，人呢？面前的礁石空荡荡，我的身影已经拎着渔网走出去20多米了。这货压根就没停，他说的那句等一下，我压根就没理会。等一下，等一下，喂！林诺脸都绿了，他一个箭步从礁石上跳下来，快步追了上去，一路狂奔，足足跑了足30多米，才终于绕到我面前，挡住了我的去路。你能不能等我说完？他弯着腰，双手撑着膝盖，喘得上气不接下气。昨晚一夜没睡，加上长期饿肚子，这一阵小跑差点要了林诺半条命。我停下脚步，看着这个挡在面前喘成狗的混血超模，脸上写满不耐烦。有事。林诺总算喘匀了气，直起腰，2手背到身后，摆出一副自认为很有诚意的表情。我想在你手底下干活。我甚至都以为自己听错了。是这样的，我可以帮你打水、拾柴烧火，还有回收鱼篓。林诺见对方没有直接走人，心里一喜，赶紧趁热打铁。他拍了拍自己的2头肌，虽然那上面本就没有多少肌肉。你只需要管我吃饭怎么样？说完，林诺便满脸期待地看着我。在他看来，这绝对是一笔划算的买卖。一个国际超模给你当免费劳动力，你就出点吃的，血赚好吧？然而我的反应让他石化了，我连1秒都没犹豫，直接从他身侧绕了过去，继续往营地方向走。不怎么样。林诺整个人愣了2秒，随后赶紧转身追上去。别急着拒绝嘛，我不光能干粗活。林诺追着我的步伐边走边掰着手指头数。洗衣服我也行，你看你的都脏成什么样了，我帮你洗。我没搭理他。做饭。林诺急了，声音拔高了半分。做饭我也能学，一副豁出去了的表情。实在不行，我每天可以。摸你一口。这话一出口，他自己都觉得丢人，但饥饿和屈辱已经把他的羞耻心磨得差不多了。在活命面前，面子值几个钱？然而我还是不搭理他，继续大步往前走。林诺彻底无语了，这都不要，这男人什么毛病？不会他喜欢男的吧？他就这么叽喳喳的，竟然一路跟到了林峰的岩壁营地，嘴巴几乎没有一刻停过。捏脚，我给你捏脚。按摩，我可以每天给你按摩10分钟，专业手法。每天贴身按摩10分钟。我被他吵得脑仁疼，抄起营地旁立着的竹枪，直接朝林诺举了起来，作势要打。林诺吓得连退2步，双手本能的挡在面前，整个人缩成了防御姿态。哎，别打别打，有事好商量吗？闭着眼睛等了2秒，预想中的疼痛并没有到来，才小心翼翼的睁开一只眼，却发现我已经转身坐到了石头上，拿起旁边一根粗竹子开始劈。见我没有真打的意思，林诺顿时松了口气。那你倒是说啊，你到底嫌弃我哪儿？我条件不差吧？
他就死皮赖脸的蹲在旁边，脑子里百思不得其解。林诺是真的想不通，他开出的条件哪里不好了？打水、拾柴、做饭、按摩，什么都愿意干啊。可他又哪里知道，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打水我一个人提着陶罐灌一趟，来回不到半小时；拾柴，以我现在的体质，砍一下午的柴够烧半个月；烧火收鱼篓，让他来碰自己的鱼，我还怕这女人偷呢。至于做饭、木啊、按摩，赵雅他们4个哪个比他差？用得着他林诺在这里推销？劈开一根竹子后，我手伸向旁边拿了一根香蕉，剥开皮咬了2口，旁边还剩下2根。林诺本来还在绞尽脑汁想接下来该怎么开口，看到那2根黄灿灿的香蕉时，整个人都顿住，喉头上下滚了一下。天色越来越亮了，再不回去，苏薇薇那边的人该醒了。要是被人看到他在林峰这里，那连女人营地都回不去了，该怎么办？林诺看着地上那2根香蕉，之前被他忽略的饥饿感再次涌了上来。不管了，先吃一口再说。那个林峰，他假装无意的挪动脚步，一点点蹭到我身边，嘴里还在说着话，分散他的注意力。就在2人的距离缩短到1米以内时，他弯下腰，双手捞起地上那2根香蕉，抱在怀里撒腿就跑。可他才迈出第一步，一只大手从身后精准的扣住了他的脚腕，林诺整个人直接扑倒在地，膝盖和手肘同时撞在泥地上，疼得龇牙咧嘴。可他根本顾不上疼，趴在地上的林诺双手抓着那2根香蕉，直接连皮一起塞进嘴里，张开嘴巴疯狂的咀嚼起来，汁液和纤维都从嘴角溢出来，他却还在拼命往嘴里塞。等我松开手站起来走到旁边查看情况的时候，2根香蕉连皮带肉已经被这女人吞了一大半，那狼狈的、贪婪的又透着一丝狠劲的模样，让我都嫌弃的往后退了2步。林诺一边拼命吞咽，一边防备的瞪着我，直到把所有果肉都塞进嘴里，他才从地上爬起来，一手捂着塞得满当的嘴，一手拍了拍膝盖上的灰土，直到又努力嚼了好几下，这才把嘴里的东西咽下去大半，含糊不清的开口：放心，我林诺说话算话，说给你按摩就一定做到。他抹了一把嘴角的香蕉汁，又朝林峰竖起一根手指，这2根香蕉就当是定金。看了一眼已经泛白的天边，转身就往女人营地方向跑，跑了2步还不忘回头朝我招了招手。今天晚上你就等着。然后飞速消失在了灌木丛里。我低头看了看地上被啃得只剩一小截的香蕉皮碎渣，又看了看林诺消失的方向，沉默了3秒。有病吧？我把香蕉皮踢到一边，忽然又想起一茬，今晚赵雅他们好像也该来了，有意思。我摇摇头，立刻就把这个混血蠢女人抛到了九霄云外。2根香蕉而已，在我目前的物资储备面前，连毛雨都算不上。我现在满脑子想的只有一件事：有弹性的大竹床。看着地上那一堆已经处理的差不多的粗竹，我蹲下身开始琢磨起来，怎么把它们组合起来？铆钉式结构，不行不行，手头根本没有合适的工具，强行钻孔只会让竹子开裂。我皱着眉用手比划了一下，看来只能用藤蔓排边了。我先把粗竹绑成框架，再把竹片排开固定，这样最省力也最结实。踩完藤蔓只要不磨蹭，今晚睡觉之前绝对能把竹床给搞出来。想到今晚就能告别个人的石头地面睡在竹床上，我整个人都有些兴奋起来。打定主意后，我拎起竹刀快步朝着林子深处走去。另一边，林诺做贼心虚的摸回了女人营地。此时天刚蒙蒙亮，见到苏微微还在熟睡中，林诺暗暗松了口气，随后便轻手轻脚的溜回自己的位置躺了下去。虽然一想到自己已经迈出了脱离苦海的第一步，心里就忍不住一阵兴奋，但昨晚熬了一宿，此刻的林诺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都早已达到了极限。他刚躺下没2分钟就沉沉的睡了过去。然而他才闭上眼睛眯了不到半个小时，一阵粗暴的力量就拽住了他的胳膊，将他整个人从地上拖了起来。林诺装什么死呢？赶紧起来干活！随着周婷那不耐烦的声音响起，林诺被拽得生疼，睡眼惺忪，双眼刚睁开，就迎上了周婷那张写满了嫌恶的脸。不仅是周婷，旁边几个刚起来的女生看着林诺的眼神里也都带着浓浓的怨气。毕竟昨天晚上因为林诺发疯，闹得大伙大半夜都没睡好，现在大家对他或多或少都有些排挤。换做平时，要是落到这种众叛亲离的境地，林诺早就慌了，他肯定会想方设法的干活去弥补关系，试图重新融入集体。可现在林诺看着周婷那张因为饥饿和愤怒而有些扭曲的脸，心里只有冷笑。在乎？他现在还在乎个屁！很快他就是林峰那边的人了。每天吃肉喝汤，谁还在乎这群在温饱线上的倒霉蛋怎么看他？林诺甚至懒得理会周婷，拍拍屁股上的灰，面无表情地站起身往外走。他这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态度，让周婷气得直跺脚，却又无可奈何。早饭时间，今天林诺分到的食物比昨天的份额还要少上不少，只有半碗稀的能照出人影的野菜汤，里面连片完整的叶子都找不到。这显然是苏微微给他的无声警告和惩罚，但林诺却表现得异常平静，端起叶子碗面不改色的一口气灌了下去。野菜汤又苦又涩，但在林诺嘴里却仿佛还残留着刚才那根香蕉香甜的滋味。一想到今晚的大餐，这点苦又算得了什么？早饭过后，打水组出发。早晨的林间小路有些湿滑，4个女生拎着简陋的容器，深一脚浅一脚地往西边走。一路上气氛原本有些沉闷，但走着走着，旁边却传来了一阵不协调的声音。去干苦力倒像是去郊游。赵雅有些诧异地转过头，只见林诺脚步轻快，2条腿迈得飞起，他嘴里甚至还哼起了小调。旁边的沈小棠和夏时宁也面面相觑，眼神里写满了古怪。赵雅秀眉微蹙，看着一脸喜色甚至有些亢奋的林诺，心中疑虑重重。这林诺到底怎么了？昨天晚上被折腾得那么惨，还被罚多打1趟水，连早饭都被扣了份额。按理说他现在应该怨天尤人才是，怎么反而跟中了凯票似的开心成这样？难不成真的是饿得太厉害，外加精神受刺激，彻底疯了？似乎是察觉到了赵雅探寻的目光，林诺转过头，正对上赵雅那双充满疑惑的眼睛。林诺微微扬起下巴，冲着赵雅不屑地冷哼了一声，随即将头扭向一边。他看着前方的路，在心里得意的冷笑连连。赵雅，
以前在外面你名气比我大，粉丝比我多，出资比我多，出场费比我高，到了这荒岛上还不是脑子不好使的蠢货一个。你现在跟个受气包一样，天天被苏薇薇那个虚伪的女人针对，只能苦哈哈的干最脏最累的活，为了一口野菜汤熬日子。而我林诺马上就要抱上林峰那根最粗的大腿了，等今晚一过，老娘顿顿有鱼有肉，吃香的喝辣的，你就继续在苏薇薇手底下当你的。想到这里，林诺嘴角的笑意更浓了，脚下的步伐也迈得更大，把赵雅几人远远地甩在了身后。夜幕终于降临，和昨天一样，打水组依然是最后一批分到晚餐的。此时营地里，火堆旁只有林诺、赵雅、沈小棠、温若晴还在吃着东西。林诺胡乱地往嘴里塞着自己的那份晚饭，一颗心就已经扑通扑通地狂跳起来。他甚至都等不及其他人睡着了，只觉得多在这里待1秒都是煎熬。第一个吃完后，林诺便拍拍手上的碎屑，方便去了。不等赵雅他们反应，随口丢下一句，随后便转过身，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快步往营地边缘的灌木丛走去。赵雅正嚼着果子，闻言抬头看了他的背影一眼，倒也没说什么。等到进入灌木丛，脱离了火光的范围，林诺直接一扭头，朝着另一个方向小跑过去。当他远远的看到了前方树影交错间透出来的一丝暖红色火光的时候，他一边贪婪的看着那团火光，一边忍不住兴奋的揉搓着双手，手心甚至因为激动而微微出汗。林峰，我来了。呼，总算搞定了。我直起腰，用手背抹了把额头的汗，看着眼前这张纯手工打造的竹床，只觉得心中成就感满满。框架是用最坚韧的藤蔓绑紧的，上面整齐铺着劈开磨平的竹片，严丝合缝。我把鹿皮在竹床上铺开，又把顺手做出来的竹枕头往床头一放，整个人顺势躺了上去。咔吧，身体的重量压上去，竹床发出一声轻微的咬合声，随后便稳稳承托住。鹿皮的柔软夹杂着竹子的清香，再枕着凉丝丝的竹枕头，我只觉得这一整天劈竹子编藤蔓的疲惫瞬间被一扫而空，全身上下的骨头节都在舒服的呻吟。躺了一会儿，我的肚子就传来咕噜噜的抗议声。我翻身下床，从旁边竹笼里随手抓出一只野兔，处理干净丢进陶罐里，准备做一锅炖兔肉。可我才刚把火堆点着，营地边缘的灌木丛就立刻传来一阵悉悉索索的声音，紧接着一个熟悉且带着几分谄媚的声音便响了起来。林峰，我来了。我眉头一皱，扭头看去，只见林诺有些气喘吁吁的从黑暗中钻了出来。然而还没等他向我表忠心，他的目光瞬间就被对方身后那张竹床给吸引了。天哪，你居然连床都搞出来了，快让我试试。林诺的双眼瞬间亮了，他甚至不等我开口拒绝，3两步就跨了过去，一屁股坐到了竹床上。真不错，这可比坐在石头上舒服多了，连床都睡上了。这生活质量简直甩了苏薇薇苏他们10条街啊！而坐在一旁的林峰此时却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在我印象里，营地里的那些女人，平日里不都应该像赵雅、林诗音那样端着架子高高在上的吗？这怎么突然冒出来一个这么厚颜无耻的货色？起开！你身上脏死了，别把我的鹿皮弄脏了！我黑着脸，然而林诺此时已经被眼前的舒适冲昏了头脑，他不仅没起，反而顺势往床上一躺，四肢大张，撒娇似的嘟囔道：“哎呀，先让我躺一下吗？你都不知道，我今天打水都快累死了，骨头都要散架了。”我倒是没有继续说些什么，只是起身走了过来。林诺看着我朝着他靠近，心里有些紧张。他走过来了，他该不会是想……就在林诺脑子里胡思乱想时，我已经面无表情地走到床边，双手搭住床沿，猛地往上一掀。林诺只觉得天旋地转，身体瞬间腾空，整个人都被无情地掀飞了出去。砰！哎呦！一声沉闷的撞击声伴随着林诺的惨叫响起，他重重地摔了个屁墩，结结实实地砸在坚硬的泥地上，剧烈的疼痛从屁股上直冲脑门，疼得他眼泪花子当场就流了出来。疼死我了！林诺一边揉着屁股，一边龇牙咧嘴的从地上爬起来。他本以为会看到我愧疚的表情，结果一抬头却发现我正慢条斯理的把鹿皮重新铺好，甚至还伸出双手仔细的拍打着上面压根不存在的灰尘，从头到尾都没关心他一下。这一幕让林诺的血液瞬间涌上大脑，整个人彻底红温了。他上前一步指着我质问：“你有没有搞错啊？我这么一个大美女，大半夜冒着危险跑来跟你讨生活，你不珍惜就算了，怎么还直接把我从床上丢下来啊？”我拍灰的手顿了顿，然后翻了个白眼，正准备开口表示你别自作多情了。莎莎，结果下一秒，营地边缘的灌木丛里再次传来了一阵动静。林峰和林诺同时扭过头去，灌木丛被拨开，赵雅的身形从黑暗中钻了出来。她一抬头，刚好和满脸通红的林诺来了个四目相对，场面瞬间变得安静下来。林诺，赵雅，两人异口同声，声音里写满了难以置信。在看清赵雅的这一瞬间，林诺脑子里无数的线索瞬间串联在了一起。怪不得之前在营地喝野菜汤的时候，赵雅和沈小棠总是一脸嫌弃，吃的那么少，还一点都不晃。原来这两个女人……想到这里，林诺当场就炸毛了，指着赵雅的鼻子破口大骂道：“好啊，赵雅，我说你平日里在营地，天天被苏薇薇苏打压的那么厉害，怎么气色还保持得这么好？原来你这个贱人，早就背叛了。”赵雅的脸上闪过一丝慌乱，但她很快就冷静了下来。她看着狼狈不堪的林诺，秀眉一挑，反过来指着林诺质问：“我倒是想问问你，深更半夜的你不在营地睡觉，怎么会跑到林峰这里来？
我那是……林诺顿时语塞，心里猛地一慌。他刚才光顾着质问和戳穿赵雅，却完全忽略了自己的情况也是和赵雅一模一样。他支支吾吾的想要找个借口搪塞过去，然而还没等他编出理由，就彻底说不出话来。因为在赵雅的身后，灌木丛再次抖动，沈小棠、温若晴以及林诗音依次从黑暗中冒出头来。其中沈小棠手里还小心翼翼地捧着几朵在白天打水路上发现的不知名野花，嘴里还甜甜地叫着：“林峰哥哥，你看，我给你带了。”结果当这4个女人齐刷刷地站在赵雅身边，看到站在眼前的林诺时，整个营地的空气都凝固了，而林诺的眼珠子都快从眼眶里瞪出来了，指着对面几人的手指都在颤抖。他们为什么？林诺一会儿看着一脸淡定的林峰，一会儿看看对面那4个仿佛回了自己家一样的女人，整个人彻底凌乱了。他本来以为自己是整个营地里最聪明、第一个想到投靠林峰这根大腿的人，可现在却告诉他，比自己早的人都够凑一桌麻将了。咕嘟咕嘟的声响从陶罐里传出来，温若晴把罐子里最嫩的肉挑出一整碗，又浇上热气腾腾的肉汤，双手捧了过去，又妩媚地说：“林峰大哥，快尝尝。”味道怎么样？我接过碗，夹了一筷子吹凉送进嘴里，兔肉炖得软烂入味，咸淡适中。坐在一旁的林诺闻到这股香味，狠狠咽了口唾，这味道真是太香了。他脑子里不由得回想起前段时间在苏薇那边分到的那块肉，同样是兔子，苏微微烤出来的，外面焦黑如炭，里面还带着血丝，咬一口又柴又韧，还有一股腥臭味。现在和这锅兔肉汤一对比，那玩意儿根本不配叫食物。可看着围在我身边的女人呢，林诺的坐姿逐渐变得僵硬。赵雅他们显然不是第一次来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功能，而我林诺呢，来得最晚，也是最不受待见，地位最低的一个，刚到就被从床上掀了下去。万一林峰觉得人够了，不想多养一张嘴呢？这个念头一冒出来，林诺后背就开始冒冷汗，他下意识地往林峰身边凑了凑，两根手指小心翼翼碰了碰林峰的胳膊，轻轻晃了2下，那模样跟一只就像一只怕被主人丢掉的大狗也不为过。我一转头看着他这副样子，嘴角忍不住抽了抽，怎么又来一个薄可怜的？沈小棠就算了，你一个1.75米的大超模捏着衣角装大摆锤呢。还没等我开口，旁边的赵雅柳眉一挑，抬手就想把林诺那只爪子给拍下去，但手伸到一半，赵雅眼珠子转了转，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绝妙的主意，她收回手凑到我耳边，压低声音悄声说了几句。我眉头一挑，目光古怪地看了赵雅一眼。你呀你。赵雅见我没有立刻反对，立刻凑到我右边耳朵边，声音嗲得让人好不好吗？我想了想，索性随他去折腾，便点了点头。行吧，随便你。得到许可的赵雅笑开了花，直起身子，居高临下的瞥了林诺一眼。算你运气好，今晚有你一口肉。林诺眼神骤然一亮，真的？下一秒他学着赵雅刚才的样子，在林峰另一边脸上吧唧狠狠木了一口。谢谢你林峰。然后乖乖退回原位，做好双手放在膝盖上，老实实等着开饭。另一边，赵雅已经扭着腰肢朝火堆旁的温若晴走去。若晴妹，做饭辛苦了，盛饭这活交给我来。温若晴转头看了赵雅一眼，又看了看旁边一脸期待的林诺，心中顿时明了，她当即乖巧一笑，把手中竹制的长柄勺子递了过去。那就麻烦赵雅姐了。赵雅接过勺子，轻车熟路开始分肉。来，若晴，这是你和诗音姐的。她把满满一碗兔肉递给温若晴，接着又盛了一碗招呼。小棠过来，这碗是咱俩的。好的。沈小棠屁颠屁颠跑过来，从赵雅手里接过陶碗，最后赵雅看向眼巴巴盯着这边的林诺，嘴角勾起一抹坏笑。林诺，看在你今天第一天加入，我这个做姐姐的照顾你，这碗你一个人吃完。林诺脑子里冒出一个大大的问号，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他居然会照顾我，不过能一个人吃一整碗，这绝对是天大的好事。好吧，我接了。他也没多想，拿着吧，小跑过去准备接饭。可当他看清赵雅手里递过来的那个碗时，脸上的笑容直接凝固了。确实是自己一个碗，但上面豁了老大一个口子，街边讨饭的叫花子都看不上这种破烂。林诺的火气腾的一下就上来了。赵雅，你故意恶心我是吧？赵雅脸上挂着无辜又欠扁的笑容。怎么会呢？你想多了。只不过这里餐具紧撇。林诺指着旁边一堆刚砍好还没来得及精细打磨的空闲竹筒，声音拔高。旁边明有那么多干净的竹筒，你随便拿一个盛饭不行吗？偏让我用这么个破烂玩意儿，你到底是怎么想的？赵雅收起脸上的笑，竹勺拍在石头上，脸沉了下去。赵雅直视着林诺的眼睛，羞辱你又能怎么样？林诺，你给我认清你现在的地位，这里是林峰的营地，不是你的 T 台。能给你一个碗，还给你一口饭吃的，那都是看得起你。嫌委屈，大可以现在就滚回去，别浪费我们的时间。说完，赵雅冷哼一声，直接将那只装满肉汤的破碗往地上一放，转身回到沈小棠身边，旁若无人开始吃肉。温若晴在一旁安静的喝着汤，林诗音低着头，大家似乎都默认了赵雅的举动。然而接下来林诺的反应完全出乎了赵雅的预料。在赵雅看来，林诺好歹也是个心高气傲的顶级超模，怎么着也得委屈好一会儿，最后才不得不妥协。可实际上林诺只是站在原地深吸了2口气，他生气的原因只是因为赵雅这个死对头在针对他，至于用什么碗吃饭，他根本不在乎。为了能留下来节操早碎了一地了，还在乎这么个破碗？林诺冷笑一声，弯腰一把端起地上那只豁口破陶碗，挑衅似的看着赵雅。赵雅，你少在这摆谱！今天我用这个破碗我认了，但你给我等着，30年河东30年河西，我早晚把你手里那个好碗抢过来。说完直接凑到破碗没有缺口的那一侧，比溜一声狠狠吸了一大口肉汤。真香。
他毫无形象地抹了抹嘴角的汤汁，直接用手抓起里面的兔肉塞进嘴里，吃的那叫一个香。正在喝汤的赵雅整个人都看傻了。不是，这女人就这么接受了？想当初她面对这个破碗的时候，可是做了无数的心理建设，才勉强接受的。结果这个林诺倒好，前一秒还在歇斯底里，后一秒居然喜滋滋的用齿盖碗吃的比谁都香。这人到底是少根筋，还是压根就没有自尊心这种东西啊？赵雅突然有一种一拳打在棉花上的无力感，随后她环顾了一圈四周，深得林峰喜爱的小萝莉沈小棠，擅长做饭的绿茶甜妹温若晴，已经开始默默为林峰提供按摩服务的林诗音，现在又加上一个连脸皮都不要了的超模林诺，不知不觉间林峰身边居然已经围了这么多女人，而且一个比一个有竞争力，一个比一个豁得出去。赵雅心中忽然产生了一股危机感，再这么下去，她这个最先投靠林峰的，早晚会被其他人挤下去。想到这里，赵雅深呼吸了好几口，胸脯剧烈起伏着，她的脸颊不知是因为火光的烘烤，还是因为内心纠结的决定逐渐变得绯红一片。最终她一咬牙，像是做出了什么重大决定似的，站起身走到林峰身边。林峰，你能跟我出去一下吗？赵雅的声音有些发颤，我疑惑地转过头去，只见赵雅双颊泛红，迎着我探寻的视线慌乱地低下头。我有话想单独和你说。营地里一下子没人吭声了，林诺抬起头来，目光在两人之间来回徘徊。温若晴挑了挑眉，依旧笑眯眯地看着。见到赵雅那副局促又含羞带怯的模样，我心里顿时亮堂如镜。行啊，走吧。两人一前一后往林子里走去，刚走出火光范围，身后就传来林诺不合时宜的声音：喂，你们干嘛去？温若晴利落地捂住了他的嘴，笑眯地往回拖。林诺姐姐，再不吃你的饭就该凉了。直到营地的火光被繁茂的枝叶彻底隔绝，赵雅才转过身，顺势依偎进林峰怀里。林峰，谢谢你，要不是你，我都不知道这段时间怎么熬过来。我摸着赵雅的绯红的小脸颊，凑近了嗅了一口，这是你应得的。这句话后，两人再次沉默下去。赵雅感受着林峰胸腔里那强有力的心跳，只觉得自己的心跳也在急速飙升，到最后他结结巴巴张开口。林峰，上岛这么久了，但他的声音实在太小了，小到我和他靠这么近都没听清。赵雅没有继续说话，但他用实际行动回答了林峰这个问题。不知过了多久，赵雅咳嗽几声，缓缓站起身来，擦了擦嘴角，有些干呕地表示：林峰，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死心塌地跟着你的。以后营地里的事，还有营地里那几个女人，交给我。另一边，温若晴已经第3次把林峰的饭加热了。沈小棠有些无聊地打了个哈欠。赵雅姐和林峰哥哥在干嘛？都好久了。林诺盯着那个方向，两条大长腿不安地换了好几个姿势。大约又过了几分钟，灌木丛响了一声，两道身影一前一后出现在火光边缘。走在前面的是林峰，步子松弛散漫，整个人透着一股神清气爽的劲儿。而走在他身后的赵雅，她始终低着头，一只手捂在嘴边，用手背反复擦拭着什么，就是不敢和几人对视。林诺一看到赵雅那样的神态，一口银牙咬得咯咯作响。他盯着赵雅，眼底是浓浓的懊恼与不甘。该死，自己怎么总是输给赵雅？温若晴坐在一旁，手中拿着一根木柴拨弄着火堆，意味深长地看了林峰和赵雅一眼。他甚至还端着2个装着清水的竹筒，主动为两人递了过去。林峰大哥，先喝口水吧，你们的饭我已经在加热了，马上就可以吃了。还有赵雅姐也是，口渴了吧？谢谢。赵雅只觉得脸上发烫，但还是接过竹筒道了声谢。随后温若晴那带着笑意却极具压迫感的眼神又落在了林诗音身上。林诗音迎着温若晴的目光，俏脸涨得通红，慌乱地低下头，假装在整理自己的衣角。林峰哥哥，一声娇憨的呼唤打破了这粘稠的氛围。沈小棠像个百灵鸟一样蹦跶过来，傻乎乎地看着林峰：你们刚才去林子里干嘛了呀？怎么去了那么久？我看着他那张天真无邪的俏脸，不由得失笑，伸出手毫不客气地在沈小棠柔软的发顶上胡乱揉了揉。别打听那么多。沈小棠不满地嘟起红唇，歪着脑袋把我的手拍开，却又忍不住粘在我身边。待到赵雅吃过饭准备离开之际，我从物资堆里摸出一块拳头大的鹿肉干，直接递了过去。给这一幕让周围的空气再次一紧，林诺的眼睛都要喷出火来了，极度的直跺脚。沈小棠看着那块肉干，小嘴一瘪，拽着林峰的衣角，委屈巴巴的撒娇：林峰哥哥，我也想要肉。林峰瞧着他那可怜兮兮的模样，心中一软，他自然是偏爱这个没什么心眼的小丫头的，随手从旁边的水果堆里摸出一小串野葡萄丢了过去。肉干没你的份，吃这个。哇，谢谢林峰哥哥。沈小棠一把接过葡萄，美滋滋的剥开一颗塞进嘴里，满足的眼睛都眯成了月牙。闲扯了一阵，众人陆续散了。这一夜我躺在竹床上，心思却飘向了未来。赵雅今晚大概是被林诺刺激的，以她的性子就只剩时间问题了，最多10天半个月，她就彻底是我这边的人了。林诗音、沈小棠他们早晚一回，然后就是今天新来的林诺，这个家伙的不要脸程度堪比牛皮糖。我睁开眼看着头顶的烟笔，突然冒出一个有些荒诞的念头：随着时间推移，苏薇薇那边只会越来越难过，也会有更多的林诺这样的跑来求收留，搞不好到最后连苏薇薇那个趾高气扬的女人都得跪在我面前求我赏口饭吃。想到这个画面，我都忍不住笑出了声。谁玩游戏的时候不想解锁一个完美结局呢？笑完之后，我又想到了一个更现实的问题：食物。现在赵雅他们最多也就是晚上过来偷吃一顿就走，消耗有限。可一旦人越来越多，每天的食物需求量将是一个恐怖的数字。次日清晨，苏薇薇早早的起了床，可她还没来得及有所动作，一旁的柳霜突然站了起来，看着苏薇薇：薇薇，我觉得我们应该改变计划，这样更安全。闻言，苏薇薇的脸色彻底阴沉了下去。说什么？苏薇薇眯着眼睛死死盯着柳霜，可柳霜非但没被她吓到，反而实事求是道：我们就一个罐子，每次煮汤顶多够4、5个人喝，剩下的人只能干看着。罐子多了，大家都能喝上热水，吃得更饱，体力也才能恢复，这样我们才能往更远的地方搜索，
找到更多的食物。苏微微没接话，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口袋里打火机的金属外壳。道理她当然明白，可问题不在道理上。唯一的陶罐在她手里，意味着每一口热汤都需要经过她的许可来分配，这是她除了打火机以外最重要的权力根基。陶罐一多，人人都能煮汤，那她的地位……白芷率先开口。我同意柳霜姐的。她妹白芍也连忙跟着点头。最胆小的夏时宁居然也跟着小声附和了一句。我也觉得应该多做几个。周围响起一片奚落的赞同声，甚至连赵雅他们几个也都在那里点头，不为别的，单纯想给苏微微添堵。苏微微扫了一圈，发现除了自己的铁杆周婷和方小曼之外，几乎所有人都站在了柳霜那边。她心里骂了一句，但脸上的表情却很快调整过来。行，那就上午各组加紧干活，下午工作时间缩短一半，空出来的时间做陶胚。此话一出，营地里顿时爆发出一阵欢呼。太好了，终于！苏微微看着这群因为多几个破罐子就能高兴成这样的女人，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她黑着脸转过身，开始准备早饭，再也没有多看柳霜一眼。30米外，我正地架着陶罐煮着鱼汤，一边拿竹筷翻动着锅里的鱼肉，一边啃着鹿肉干。今天她打算进行一次长距离的探索，至少1到2天不回营地。之前她的活动范围一直局限在营地周边以及那个世外桃源入口附近，但这座岛的面积远比她目前掌握的大得多。更远处到底有什么？有没有淡水河流？有没有更大型的猎物群落？这些问题都需要亲自去看一看。等到鱼肉炖到软烂，我一个劲儿的往肚子里造，直到打了个饱嗝，这才拍肚子开始收拾装备。鹿皮水袋灌满凉白开挂在腰带上，7、8条鹿肉干揣兜里，够吃2、3天。藤网折叠好绑在背上，横绳盘了2圈挎在肩头，竹刀别在腰间，右手握着那根被他打磨得极其锋利的竹枪。出发前，我走到山洞深处，往竹笼里的鸡和兔子食盆里多放了些食物，水盆也蓄满了足够他们撑3天的量。最后推动洞口的大石头堵住了山洞口。至于晚上赵雅他们会不会来，昨晚已经给赵雅塞了一块拳头大的肉干，沈小棠也有一串葡萄，饿不到哪里去。至于其他人，1、2天不来偷吃还能饿死咋地？做好这些准备，我这才拎着竹枪朝着岛屿内陆的方向大步走去。丛林深处，柳霜走在最前面，步子比平时快了不少。下午缩短工作时间去做陶胚，那上午他们采集组就得加快速度，把该找的食物提前找够，不然晚上大家得饿肚子。身后跟着白芷、白芍姐妹俩，在后面是温若晴和林诗音，几个人钻进一片之前没来过的灌木带。柳霜弯着腰拨开杂草，眼睛到处搜寻着能填饱肚子的东西。突然一阵野鸡叫声从前方不远处传来，柳霜整个人一顿，右手立刻朝身后的人做了个手势，所有人当即停了下来。他猫着腰一步一步敲往声音来源摸去，拨开面前最后一丛灌木枝叶，只见10米外一只灰褐色的野鸡正蹲在树梢的分叉处。柳霜感觉自己心跳都漏了一拍。野鸡肉。他蹲在原地观察了2秒，确认那只鸡没有发现自己，弯腰从地上捡起一块乒乓球大的石头，掂了掂重量，估算了一下距离，10米左右，应该可以。随后柳霜深吸一口气，手臂猛地一甩，石头划过一道弧线飞出去，但只蹭到了那只野鸡的尾羽。受惊的野鸡尖叫着扑棱翅膀从树梢上飞出，贴着地面3米左右的高度拼命往前飞。柳霜咬了咬牙，可惜了。受惊的野鸡飞出去之后，再想追上基本没可能。然而下一秒，所有人都看到了一幕让他们目瞪口呆的画面。只见不远处的灌木丛一阵剧烈晃动，一个身影从里面冲了出来。那道身影在地面上狂奔了7、8步，双腿蹬地，整个人腾空而起，手臂在空中伸出，一把扣住了那只正在飞行的野鸡脖子，硬生生从半空中拽了下来。砰！落地的同时，那人一个前滚翻卸去冲力，随后缓缓站了起来。那只野鸡还在疯狂扑腾，却被他捏着脖子提着，根本无法逃脱。柳霜嘴巴张得老大，但他也终于看清了那人的脸，是林峰。白芷扯着妹的袖子，两人对视一眼，眼中同样充满了震惊。那只野鸡是在飞的，那么高，速度那么快，这人居然能跑着跑着一跳给拽下来，这家伙真的是人类吗？我也发现了他们，先是微一愣，随后手上不动声色地握紧了竹枪，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危险气场。白氏双胞胎姐妹看着林峰手里那只肥嘟嘟的野鸡，不自觉地咽了口水，但面对林峰那冷冽的眼神，他们本能地感到畏惧，知道无理取闹根本换不来食物，只能老老实实地缩在柳霜身后。让我有些意外的是，柳霜并没有像某些泼妇一样说出这野鸡是我们先发现的这种愚蠢的话，她只是静看着，然后神色平静地颔首示意。我们走吧。她带着白氏姐妹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去那边看看。温若晴刚才同样被我那一记凌空飞跃震了一下，但她很快就回过神来，看着我的身影，脸上难得的浮现出一抹俏皮。温若晴迎着我的目光，缓缓抬起右手，用纤细修长的食指和拇指比了一个手枪的姿势，对准了林峰，最后闭上一只美眸，红唇微起。丢！做完这个动作，温若晴这才咯咯一笑，一把拉住旁边还在震撼中的林诗音，朝着前面的队伍追了过去。林诗音被拉着走，不由自主的回头看了一眼，和营地那群面黄肌瘦的女人比起来，这个男人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令人安心的生命力。走了走了，别看了。温若晴笑眯的扯着林诗音的袖子，加快脚步。林姐再看下去，眼珠子都要妙，粘在人家身上了。谁看他了？我就是好奇那只鸡有多大。对对，看鸡看鸡不看人。你个小没良心的。两人的斗嘴声逐渐远去，我看着温若晴消失在灌木丛中的背影，忍不住咂了啧舌，真是个磨人的小妖精。随后我手持竹枪，拨开前方垂落的藤蔓，这里已经是世外桃源的更深处了。穿过那片翠绿的竹林后，周围的植被明显变得更加茂密，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泥土与植物腐烂交织的腥甜气味。我警惕地观察着四周，脚下踩着松软的腐殖土发出沙沙的声响。忽然我在一片较为稀疏的林地边缘停下了脚步，只见前方的大片空地上攀爬着密密麻麻的绿色藤蔓，那些叶子呈星形，边缘带着微微的锯齿，在地表铺了厚厚的一层，看起来极其眼熟。
熟，我眼皮一跳，立刻快步走上前去，揪起一片叶子仔细打量了一下，又顺着藤蔓摸到了泥土里隆起的根茎部位，最后心情紧张地开启鉴定功能。靠，真是红薯！当看到鉴定结果与自己所猜测的一样时，我忍不住惊呼出声，眼神也瞬间变得激动不已。在荒岛求生中，碳水化合物的价值甚至在肉类之上，肉类能提供脂肪和蛋白质，但红薯这种高热量的根茎作物才是能真正让人吃饱、维持高强度体力消耗的战略物资。我当即用竹枪坚硬的枪尖当作铲子，顺着泥土的裂缝小心翼翼地往下挖掘。泥土很湿润，没费多大劲，第一颗红薯就被它刨了出来。这一颗大的惊人，足有啤酒瓶那么长，沉甸甸的压手。这一片红薯地要是利用好了，以后的生存压力起码减小一半。我看着地里密密麻麻的藤蔓，心中满足的不得了。有了这玩意，以后就算在营地里多养几个金丝雀，也完全吃得饱了。不过我没有继续往下挖，挖了3个红薯已经足够我这2天在野外的碳水补充，带多了反而是累赘。我将这3个红薯仔细地装进背后的藤网里，用泥土重新盖好挖开的树坑，继续向前方探索。因为我隐约记得之前在这片区域看到过类似羊的生物，如果能找到羊群，不仅能解决大量的肉食，羊皮也是极好的保暖御寒材料。我一边顺着记忆中的方向探索，一边细心地留意着脚下，看看能不能再发现其他类似于土豆、山药之类的碳水作物。下午女人们的营地里，女人们正围坐在一起，手里摆弄着红褐色的泥巴。正如上午苏微微妥协的那样，采集工作提前结束，所有人都在尝试制作陶胚。然而即使是已经有过一次制作陶罐的经验，他们的技术依旧没有多大进步。天啊，这也太难了吧！白勺看着手里刚捏出个雏形就软倒下去的泥团，急得直擦汗。柳霜则在一旁耐心地指导着，他虽然成功捏出了2个，但同样软塌塌的，不知道能不能撑过火烧。而另一边，苏微微、周婷和方小曼3个人坐在一起，手里的泥巴半天也没捏出个形状，他们完全是在磨洋工。苏微微眼神阴鸷地看着柳霜那边，她压根就不希望第2个陶罐出现，只要柳霜他们一直失败，那唯一的陶罐就依然是她不可动摇的权力工具。另一边，赵雅和林诺也各怀心思地敷衍着手里的泥巴，只有沈小棠完全没心没肺，手里盘着一团泥巴，搁在那玩得不亦乐乎。趁着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各自手里的泥土上，温若晴抱着一团陶土，不动声色地挪到了赵雅的身边。赵雅姐，温若晴压低了声音，用只有2个人能听到的音量轻轻唤了一声。赵雅一愣，转过头去，温若晴一边装作揉捏泥巴，一边小声说道：今天早上我们采集组出去的时候碰到林峰大哥了，他身上装备带得很齐，连鹿皮水袋和藤网都带上了，还背了好几根竹枪。我估摸着他今天可能不……听到这话，赵雅心里微微咯噔了一下，本能的有些担心林峰在深山里的安全，但转念一想，林峰那强悍的体能和手段，那点担心很快就消散了。他看着温若晴微微点了点头，声音有些沙哑的开口道：好，我知道了，谢谢你若晴。赵雅转过头去，心里暗自松了一口气。既然林峰今晚不回来，那他今晚也就不用熬到深夜，偷偷摸摸的往他的山洞跑了。甚至他心里隐隐还有些庆幸，至少今晚他的嘴巴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昨晚整的那一出，他现在嗓子都还有些疼，连说话都带着几分沙哑。只可惜这个情报某人并不知道。夜幕降临，忙碌了一天的女人们陆续睡下，空气中只剩下木柴燃烧的噼啪声。林诺躺在草堆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捂着开始咕咕叫的肚子，一睁眼正好看到不远处的角落里，赵雅和沈小棠正聚在一起。沈小棠手里捏着一串水灵灵的野葡萄，而赵雅手里则拿着一块鹿肉干，两人正互相分享着吃。那诱人的肉香在空气中若有若无的飘散，刺激的林诺不断吞咽口水。他终于忍不住，厚着脸皮凑了过去，小声说道：赵雅，分我点呗，我都快饿扁了。沈小棠见状，立刻把剩下的半串葡萄往怀里一揣，戒备地看着他。赵雅则是冷淡地丢出一句：自己去弄。你林诺一滞，脸色顿时憋得通红。大家都是老熟人，同属于偷吃大队，在这种环境下多少能分一点，却没想到赵雅拒绝的这么干脆。林诺咬了咬牙，为了挽回面子，气急败坏地哼了一声：不给就不给，小气样，我找林峰要去，他那里多得很。说完，他刚准备站起身，突然意识到了什么，狐疑地看着坐在地上的两个人。不对啊，你们今天不去找林峰？这次赵雅终于抬起头，像看白痴一样看了他一眼。关你屁事！你林诺血压瞬间飙升，胸口剧烈起伏，但很快他把这股怒火强行压了下去，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这两个女人今天不去，难不成是单纯的吃饱了饭懒？如果是真的，这对自己来说简直是天赐良机啊！今天没见到温若晴和林诗音离开，现在赵雅和沈小棠也不去，那今晚不就是他和林峰难得的独处机会吗？想到这里，林诺心里顿时美滋滋的。赵雅是个蠢货，居然主动把机会让了出来，你等着，今晚我就把我们之间的差距拉平。林诺压低声音，用气音对着赵雅恶狠狠地丢下一句。说完，他借着微弱的光线，仔细地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头发，接着他深吸一口气，咬了咬牙，觉得满意之后，林诺这才雄赳赳气昂昂地迈出山洞，朝着林峰营地的方向大步走去。林诺站在我的营地前，整个人呆呆站在原地，他看着眼前这块堵住洞口的巨石，陷入了良久的沉默。黑暗中，林诺突然抓狂般伸手抓挠自己的头发，把原本整理好的发型抓成了鸡窝。他咬牙切齿地在心里疯狂咆哮：我又被赵雅那个贱人耍了！难怪赵雅和沈小棠今天雷打不动留在营地吃肉干，难怪他们不怕自己来找林峰，感情他们早就知道林峰今晚不在。
又是一阵风吹过，冷意顺着领口灌进来，冻得林诺直打哆嗦。他一边手忙脚乱把领口的扣子系回去，一边在心里把赵雅的祖宗18代都问候了一遍。林峰不在，他也不想多待，只能恨恨看了那块大石头一眼，一转身灰溜溜的往回走。路上甚至还被藤蔓绊了一跤。等到他溜回营地山洞时，赵雅和沈小棠已经并排睡下，沈小棠甚至还在睡梦中打了个嗝。看着赵雅那张在睡梦中显得格外恬静的脸，林诺气得一口银牙几乎咬碎，双手攥着拳头攥得骨节发白。可他偏偏又不敢声张，要是把动静闹大，让苏薇薇和周婷他们知道自己大半夜跑去找林峰，那可就不好玩了。最终林诺只能气呼呼躺回自己的草堆上，强行让自己睡去。与此同时，距离海岸线数公里外的内陆腹地，我坐在一处隐蔽的岩缝下方，这里地势较高，避风且隐蔽，是个绝佳的临时营地。我在地上升起了一堆篝火，火光将石壁照得暖洋洋的。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我便拿起旁边的竹枪，拨开炭火最外层的灰烬，那底下埋着一个黑乎乎、圆滚滚的东西，表皮已经被高温烘烤到干裂，裂缝处渗出一层焦褐色的糖汁，在火光的照耀下泛着油亮的光泽。这正是白天挖出来那颗最大的红薯。红薯刚入手就烫得我嘶了一声，我赶紧把红薯搁在旁边一块干净的石面上晾了10几秒，等到不再烫手了，这才双手一摆，看，厚实的黑色胶壳从中间裂开，露出里面金黄色的薯肉，上面还带着一层细密的水汽，绵密的纤维在断裂处拉出短短的丝线。光是看着这个颜色和质地，我嘴里就已经忍不住开始分泌口水了。一口咬下去，牙齿陷进去，几乎没有任何阻力，薯肉软到用舌头就能碾碎，绵密的口感裹着天然的甘甜在嘴里化开，从舌尖一路甜到嗓子眼，我整个人都舒服的眯起了眼，靠着身后的岩壁吃完半个烤红薯，又从网兜里掏出一条鹿肉干，碳水加蛋白质，热量拉满。翌日清晨，我熄灭炭火，背上竹枪，继续向着海岛更深处探索。随着行进，周围的灌木丛中开始出现一些动物践踏的痕迹。很快，我在湿润的泥地上发现了几个新鲜的蹄印，旁边还散落着一粒粒如黑豆般的排泄物。找到了，我心中一喜，步伐顿时放轻了许多。顺着这些痕迹一路追踪过去，大约穿行了半个多小时，随后便来到一面几乎70度的陡峭崖壁前。而就在这面陡峭的崖壁上，我竟然真的发现了一大群野山羊，粗略望去数量竟然有30多只。它们正以一种极不科学的姿态屹立在狭窄的岩石缝隙间，低着头一下又一下舔着岩壁表面。我眯起眼睛仔细看了看岩壁被舔舐的位置，那些地方呈现出一种淡白色的结晶层，和周围灰色的岩面有着明显的色差。野山羊需要补充矿物质，会主动寻找含有盐分的岩石舔舐。此时距离我最近的一只野山羊就在距离地面大约10多米高的位置上。崖壁太陡峭了，在没有任何专业攀爬工具的情况下，人类想要爬上去抓羊，无异于痴人说梦，而且危险系数极高。但我并不打算上去，我就站在崖壁边缘冷静观察着地势，随后弯下腰，从地上捡起了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块，单手掂了掂，稍作瞄准后，我深吸一口气，右手猛地掷出，嗖，石块破空而出，带着刺耳的呼啸声，精准无误砸向了最下方那只野山羊的腹部。那只山羊吃痛发出一声惊叫，身体失去了平衡，岩壁实在太陡了，失去平衡的野山羊惊慌失措，想要重新站稳，可脚下的碎石纷纷滑落，它的身体不可避免顺着陡坡向下栽去，就像一个人在陡坡的下坡路上奔跑，一旦失去了重心，根本踩不住刹车，只能被惯性推着一步步往山下狂奔。那只山羊为了不被直接摔死，只能在岩壁上歪歪斜斜的连续往下奔跑，最终在落到地面的时候，那只山羊还是失去了平衡，扑通一声摔了个结实，在地上滚了好几圈后晕头转向，挣扎着想要站起来。我瞬间从灌木丛中冲出，10多米的距离转瞬即逝，在那只野山羊还没起身的刹那，我整个人已经扑了上去，右腿膝盖顶住羊身，双手卡住了野山羊的脖子和前蹄，牢牢按在地上。地上的野山羊发出惨叫，四蹄乱蹬，却根本无法撼动我那恐怖的力量。崖壁上方的羊群受到惊吓，向着更高处跃去，没几秒就消失在山岩上。但我根本不在意那些，看着这只体型不小的野山羊，我脸上终于露出了兴奋的笑容。成了，这可是活羊，把它带回去，不仅有羊肉吃，甚至还能圈养起来。然而还没等我高兴多久，侧面的原始密林中突然传来一阵咆哮声。后，林峰猛地转过头，当看清楚来者的那一刻，我只觉得天灵盖都在发麻，嘴上忍不住骂了一句熊。后，沉重的脚步声伴着怒吼快速逼近。在看到那头黑熊撞碎灌木冲出来的瞬间，我全身肌肉一下子绷紧，没有片刻迟疑，转身就逃。身体转向的同时，双手已经抓住野山羊的前后4只蹄子，腰部跟着一拧，直接将这几10斤重的活羊横扛在了脖子后面。可即使我的身体经过强化，体能远超常人，但在这种灌木丛生的荒野，2条腿根本跑不过一头成年黑熊。更糟糕的是，肩膀上那只山羊因为害怕拼命的扭动挣扎，沉重的分量与不断改变的重心，极大的拖累了我的速度。呼哧呼哧，野兽的喘息和踩碎枯枝的脆响越来越近，我甚至觉得那只黑熊的吐息已经贴到了自己脑后。哥哥！生死关头，全速狂奔的林峰忽然感觉大腿侧面传来一阵急促的拍击感，是他之前生擒的那只野鸡。这只野鸡原本被藤蔓绑着双脚，结结实实的系在林峰腰间，此刻因为我的狂奔颠簸，吓得在半空中拼命扑腾翅膀，发出凄厉的尖叫。正是这羽毛拍打大腿的触感和刺耳叫声，让我脑子里灵光一闪。他单手紧紧控住肩膀上的山羊，另一只手一下子往下一抓，一把抓住腰间绑着野鸡的藤蔓，随后硬生生将其扯断，咬着牙狠狠往身后一甩。去你的！肥硕的野鸡在半空中划过一道抛物线，野鸡口中好像比划着什么。
像是在说你清高，伴着漫天飞雨和刺耳的叫声，直奔黑熊那张满是獠牙的血盆大口飞去。对于正处于狂怒状态的黑熊来说，迎面扑来一个活生生扑腾着翅膀的鲜活猎物，本能大过了一切。黑熊几乎是下意识张开腥臭的大嘴，一口便将那只尖叫的野鸡咬在口中。血腥味儿让这头贪婪的巨兽在原地停了下来，开始用爪子按住肌肉，大口撕咬起来。趁着这短暂的空档，我连头都不敢回，扛着山羊拼了命的往前狂奔，直到那股令人胆寒的压迫感彻底消失，这才在一处地势开阔的林地渐渐放慢了脚步。我扶着树干，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浑身早已被冷汗浸透，但看着肩膀上那只完好无损、依然活蹦乱跳的野山羊，我嘴角还是忍不住露出个劫后余生的笑容。吓死老子了！与此同时，在距离主营地颇远的一片空地，江月的临时营地里是一种截然不同的井然有序的忙碌。江月坐在一块平整的石头旁，手里拿着一个用宽大树叶层层叠叠折出来的精致漏斗，他神情专注，纤细的手指稳稳地控制着分量，将一碗略显浑浊的液体慢慢倒入过滤层中。经过一番耐心的摆弄过滤，他终于得到一碗清澈见底的液体。江月伸出手指在水面上沾了一点，放进嘴里尝了尝，咸味儿不输于主营地的盐水，苦涩感也没有那么重。他脸上终于绽放出一抹淡淡的笑容，对着一旁记录的陆昭然轻轻地点了头。可食用盐水算是提取成功了。而在营地的另一边，盛星言正安静地蹲在地上摆弄一团泥巴。此刻的他和之前在女人营地时表现出的笨拙柔弱判若两人，那双修长白皙的手指显得极为灵活，一团粘土在他的揉捏旋转下仿佛有了生命，迅速在石板上成型。不过片刻功夫，一个线条流畅、厚薄均匀、带着几分古朴美感的陶罐便呈现在眼前。这个陶罐的精细度和气息都比苏微微手里那个粗制滥造的矮冬瓜，甚至林峰山洞里那几个都要漂亮得多。盛星言偏了偏头，满意的看着自己的作品。天色渐晚，主营地迎来了晚饭时间，女人们正三三两两的坐在一起，咀嚼着已经吃到想吐的野果。咩！突然一阵很轻的异样声响，隐隐约约的从远处丛林深处传了过来。原本死气沉沉的女人们动作齐齐一顿，是不是有羊叫声？周婷最先抬起头，耳朵动了动，有些不敢置信地问道。还没等其他人回答，又是一声更为清晰的叫声传来。咩！这一次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是羊，真的是羊叫声。一下子安静的营地炸开了锅，原本无精打采的女人们饭也拎不上吃了，纷纷扔掉手里的野果，兴奋地站起身来。那可是羊啊！如果能抓到那肥美的油脂和鲜嫩的肉，足够整个营地的人痛痛快快地吃上好久。一时间，所有人都散了开来，站在营地边缘，伸长了脖子往黝黑的丛林里张望。不过因为对黑夜和森林的本能害怕，他们谁也不敢真的走太远，只能在原地急切地踱步。随着时间推移，那羊叫声越来越清晰，甚至还夹杂着脚步踩在落叶上的沙沙声，声音越来越近。众人已经完全确认了方向，就是正前方的丛林出口。我们要不要进丛林里找一下？万一能抓住呢？可是里面太黑了，万一有野兽。众人正纠结犹豫着要不要出发，前方的灌木丛忽然一阵摇晃，紧接着一个高大的身影在所有人呆滞的目光中慢悠悠地从林子里走了出来。是林峰！我赤裸着上身，古铜色的皮肤上还挂着干涸的泥点和细微的划痕，在我的肩膀上横扛着一只体型肥硕、不断挣扎低鸣的野山羊。此刻的我神色有些疲惫，单手扶着羊体，另一只手拎着寒光闪烁的竹枪，就这么在众女的注目礼下从他们营地前经过。绝大多数人的目光在这一刻都被那只肥美的活羊勾走了，喉咙里甚至传出吞咽口水的清晰声响。然而在这一片安静中，一向心细且敏锐的秦岚目光却悄然落在林峰背后的那个藤条网兜上，网兜装得很满，里面塞着一大堆沾满新鲜泥土、奇形怪状的褐色泥疙瘩。秦岚眯起眼睛，仔细端详了一会儿，有些疑惑的开口：“那是红薯。”此话一出，让本就心情不平静的众人彻底躁动起来。什么红薯？他居然挖到了红薯，还这么多！人群一下子沸腾，那可是红薯，是极其珍贵的碳水。上次他们吃到淀粉作物，还是打水组的赵雅他们挖回的6个芋头。整个营地10几个人分，每个人最后分到的连色牙缝都不够。可现在林峰背后的网兜里，那沉甸甸的分量，少说也有10几20斤，有肉，还有顶级的碳水。在嘈杂的讨论声中，扛着羊准备回营地的我脚步停顿了一下，我偏过头，目光穿过人群，直直的落在赵雅身上，隔着10几米的距离，给了对方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对上林峰那一记眼神，赵雅感觉自己的心跳漏了一拍，那个眼神的意思很清楚，今晚我必须来。赵雅慌乱地低下头，双手绞着衣角，脸上止不住的发烫。随着我的身影彻底消失，围观的女人们才如梦初醒般的收回目光，白纸拍着胸口，忍不住小声感叹道：“我的天哪，林峰这也太厉害了吧！之前他就一个人猎到了1头鹿，现在居然连活羊都活捉回来了，甚至还挖到了那么一大兜红薯，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身旁的白芍也跟着点头，满眼都是崇拜。是啊，感觉只要有他在，就永远不用考虑饿肚子的问题。多闹什么呢？不说话，没人当你们是哑巴。苏微微狠狠地瞪了白氏姐妹一眼，吓得那姐妹俩脖子一缩，赶紧闭上了嘴。同一时间，林诺也捕捉到了刚才那个画面。林峰路过的时候，那个眼神，别人或林没注意到，但林诺就站在赵雅斜后方3步远的地方，看得一清二楚。虽然他不知道林峰和赵雅之间到底有什么心照不宣的暗号，但林峰那唯独留给赵雅的信号让他很是不甘。不行，今晚他也必须去。而另一边，温若晴并没有去过多的关注林峰的收获，她的注意力几乎全都放在了林峰沉重的脚步以及他眉梢间那掩饰不住的疲倦上。他今天在林子里绝对经历了非同寻常的危险。温若晴心中暗想，天色彻底黑了下来。回到山洞，我生了堆火，把那只山羊的四蹄用藤蔓绑好，拴在石柱上。听着山羊不安的咩咩声，我疲惫地揉了揉太阳穴，直接躺倒在竹床上，长长的吐出一口气，盯着头顶的岩壁发了好一会儿呆。今天这一趟收获是真的大，但那头黑熊追的时候也是真的怕。
现在回过劲来，我连动得的力气没出去处理羊肉或者生火做饭了。反正羊是活的，明天再处理也来得及。我现在只想躺着等人来死。不知过了多久，洞口处传来一阵细微的脚步声。我睁开眼便看到赵雅、温若晴、林诗音、林诺，还有捧着新鲜小花的沈小棠走了进来。显然是温若晴发现我今天状态不对，便带着大家想来帮忙。我都没从竹床上起来，只是扫了众人一眼，视线最后落在了赵雅身上。赵雅留下，其他人该出去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此话一出，石洞里的空气安静了一下，他的脸疼得红透，根本不敢抬头去看同伴的目光。温若晴最先反应过来，她善解人意的笑了笑，轻声：“那我和林姐姐去把晚饭做了。”说着就和林诗音一起抱着几颗红薯，两条须臾朝外走去。林诺站在原地不甘心地攥着衣角，他今晚明明也是带着讨好林峰的目的来的，可林峰只顾关注赵雅，都不理会他一下。林诺刚想要开口为自己争取一下，结果下一秒他就对上了林峰那有些暴虐的眼神。林诺只觉得浑身发冷，满腹的委屈和不甘给硬生生压了回去，只能灰溜溜地退了出去。刚换完竹筒里野花的沈小棠有些天真的指了指自己的鼻子，圆滚滚的大眼睛里写满了清澈的愚蠢。林峰哥哥，那我呢？我自然不希望我留在这碍事，但我并没有对待林诺那样用眼神去赶他，反倒是从旁边顺手摸出一串葡萄递到了沈小棠手里，拿着去外面玩。哦，好吧。沈小棠虽然满肚子疑问，但她向来听林峰的话，抱着葡萄乖巧的小跑着出了洞口。随着众人的离开，石洞深处重新恢复了安静，只有外洞隐隐传来柴火燃烧的噼啪声。赵雅红着脸走到竹床边坐了下来，看着闭目养神的林峰，她咬了咬红唇，逐渐低下头去，同时小声问道：“今天累坏了吧？”我依然闭着眼睛，一只手枕着胳膊，另一只手则是伸过去轻轻拂过赵雅柔顺的头发。我自嘲般的笑了一声，点了点头。是啊，今天在林子里被一头黑熊狂追，差点就交代咱那儿了，吓了我一跳。闻言，赵雅立马抬起头，整个人紧张的绷了起来，美眸里满是慌乱。那你有没有受伤？快让我看看。说着，他急切的想要去检查林峰的身体，可我只是顺势摸了摸他的头，声音里带着一丝安抚：“没事，不用管这些。”山洞外面，林诺百无聊赖地坐在一块石头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脚尖烦躁地不停晃动。他抱着双臂，只觉得后悔无比。他后悔自己为什么没有早点看清苏微微虚伪的面目，后悔自己为什么没有早点过来投靠林峰。如果他早点过来，霍林现在留在石洞里陪伴林峰的就是自己了吧？不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林诺紧紧盯着自己的脚尖，再这么下去，我永远也追不上赵雅的步伐。可是，一想到林峰刚才赶他出来的眼神，他又感到一阵深深的无力和心累。凭他自己似乎根本无法引起林峰的兴趣。就在这时，林诺的余光瞥到了一旁，沈小棠正毫无防备地坐在干燥的草堆上，一边晃晃悠悠地荡着两条小短腿，一边无聊地把葡萄一粒一粒往嘴里送，嘴里还哼着不知名的小调。看着天真烂漫的沈小棠，林诺脑海中灵光一闪，一个荒诞的计划在心底迅速成型。想到这里，林诺深吸了一口气，脸上挤出一抹温柔的大姐姐笑容，站起身朝沈小棠走了过去。小棠妹妹，一个人吃葡萄呢？林诺蹲在沈小棠身边，声音轻柔。沈小棠闻言立马警惕起来。赵雅姐说过，这女人没安好心，点坏。看着这么戒备自己的沈小棠，林诺忍不住抽了抽嘴角。这个小丫头，但她很快恢复过来，先是看了一眼石洞，然后凑到沈小棠耳边，压低了声音诱导道：“小棠妹妹，你就不好奇你林峰哥哥和赵雅姐姐干什么吗？”听到林诺的话，沈小棠歪了歪脑袋，我好奇。闻言，林诺忍不住反问：“不好奇？”沈小棠撇了撇嘴，把一颗圆滚滚的葡萄塞进嘴里，含糊不清的嘟囔着：“林峰哥哥既然让我出来，那就一定有他的道理。而且赵雅姐姐也说了，不让我瞎打听。”林诺嘴角一抽，行吧，这小丫头看着傻乎乎的，忠诚度倒是挺高。不过林诺可没打算就这么放弃，他换了个姿势，整个人往沈小棠身边又靠了靠，压低声音，用一种分享秘密的口吻开口：“行，你不去就不去。不过小棠妹妹，我只是替你觉得不值。其实啊，你赵雅姐姐现在正在偷偷吃好东西呢。”偷吃东西？一听到吃这个字，沈小棠摇晃的小短腿猛地一挺，她嘴里虽然还嚼着葡萄，一双大眼睛狐疑地盯着林诺，但那紧绷的小身子已经出卖了她。不信拉倒。林诺故意假装不在意地耸了耸肩，慢悠悠地站起身，拍了拍衣角。反正我是好心提醒你，你赵雅姐姐现在已经在里面吃上你林峰哥哥给的烤鸡腿了。要是去晚了，可就什么都剩不下喽。说完这话，林诺做事就要转身离开。这一下，沈小棠彻底纠结起来。在她的认知里，赵雅姐姐对自己那么好，怎么可能会抛下自己，一个人躲在里面偷偷吃独食呢？她鼓着腮帮子，有些坐立不安的在草堆上扭了扭。不行，她才不会上林诺这个坏女人的当。赵雅姐姐说过的，林诺的话半个字都不能信。沈小棠把最后几颗葡萄一股脑全塞进嘴里，鼓着两腮使劲嚼，想用甜味来压制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可是万一是真的呢？要是林峰哥哥今天带回来的，除了那只羊和红手外，真的有其他什么超级美味的东西，就看一眼，就一眼。
确认赵雅姐姐没有偷吃好东西就行。沈小棠拍了拍手，把嘴里的葡萄全咽下去，随后从石头上站起来，她踮着脚尖一步一步朝着石洞方向挪动。看着沈小棠那鬼鬼祟祟的背影，站在不远处的林诺嘴角勾起一抹阴谋得逞的笑容。沈小棠蹲在洞口边沿，屏住呼吸，小脑袋一点一点探了进去，顺着缝隙往里看去，借着微弱摇曳的火光，他看到了沈小棠的脸从白到红只用了1秒，整个人从脸红到了脖子。他猛地从洞口缩回来，捂着脸转身就跑，脚步乱得差点在石头上绊倒。他一路狂奔回刚才的位置，一眼就看到正双手抱臂，一脸戏谑看着自己的林诺。你骗人，你是坏人，你！沈小棠又羞又恼，一头撞进林诺怀里，两只小手攥成拳头，红着脸对着林诺就是一阵小拳拳乱捶。哎呀呀，好疼啊！小棠妹妹，你打我干什么呀？姐姐又没有骗你。林诺也不恼，嘴里故意夸张的叫唤着。你还说！沈小棠羞得直跺脚，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姐姐问你，他是不是在？林诺眨了眨眼，眼底满是坏笑。沈小棠结结巴巴地反驳着：“呀，不理你了。”沈小棠实在憋不出话来，最后只能狠狠地跺了跺脚，气鼓鼓地转过身去，独自坐到一旁，双手捂着滚烫的小脸，强行让自己冷静。林诺抿嘴笑了笑，随后走过去，挨着沈小棠坐了下来。好啦，小棠妹妹别生气啦，姐姐就是跟你开个玩笑嘛。沈小棠哼了一声，扭头转到另一边，只给林诺留了个后脑勺。无奈的林诺又厚着脸皮绕到另一边，好声好气地哄着，直到沈小棠的情绪稍微平复了一些，林诺才收起先前那副嬉皮笑脸的表情，语重心长地轻声道：“不过小棠，姐姐没撒谎，你好好想想。”好不容易才降温的小脸再次红了个彻底，她慌乱地低下头去，小手绞着衣角，声音细弱蚊蝇地嘟囔着：“骗人！你这个坏女人，你的话全都不能信。这次是真的。”“才不是，真的是真的。你想林峰他对你那么好，喂你吃的还摸你头，以后……”听着他言之凿凿的语气，沈小棠终究还是忍不住偷偷抬起头看了他一眼，迎着小丫头满是怀疑的目光，林诺立刻举起右手，伸出4根手指，刚准备发个庄严的毒誓来证明自己的清白，结果沈小棠就用她那独特的傻的可爱的方式开始了对林诺的验证。小丫头一脸严肃地看着林诺，极其认真地说道：“那你说，你要是再骗我，你就是小狗。”林诺整个人直接僵在了原地，到嘴边的毒誓硬生生卡在了喉咙里。看着沈小棠那无比严肃的表情，林诺顿时感到一阵无语，他自嘲地叹了口气，有些好笑地扶了扶额头。行行行，我发誓，我以后要是骗你，我就是小狗。看到林诺连如此狠毒的诅咒都发了，沈小棠心里那道防线终于瓦解，她扭捏了好一会儿才主动凑过去，用极低的声音羞怯地询问道：“那你刚才说是真的吗？”一听到这话，林诺的双眼一下紫亮了起来，整个人都来了精神。他知道自己的计划已经成功了一半。那当然了。林诺一把搂住沈小棠的肩膀，主动把嘴巴凑到小丫头的耳边，开始极其卖力地做起了思想工作。不仅于起哦，姐姐跟你说，你以后啊还会。夜风呼呼地吹着，林诺的声音轻柔又充满了蛊惑。沈小棠一边听着，一双大眼睛渐渐失去了焦距，整个人呆若木鸡，只觉得自己的脑子嗡嗡作响，快要转不动了。这一晚有一个名为沈小棠的小丫头，彻底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待到赵雅安抚完林峰受惊的小心灵，两人总算是舍得从山洞中出来。温若晴也将熬好的鱼汤和煮红薯端了过来，浓郁的香气早就馋得几人肚子咕咕叫。沈小棠此时正毫无形象地蹲在火堆旁，两只小手捧着一个热乎乎、冒着白气的大红薯，她吃的满嘴都是金黄色的薯肉，两只腮帮子涩得鼓囊囊的，那双大眼睛里盛满了幸福感。看着吃得正香的沈小棠，我嘴角挂起一抹笑意，顺口叫了一声：“小棠，过来，坐到我旁边来。”要是搁在平时，听到这句话，这小丫头绝对会屁颠屁颠的跑过来，甚至直接蹦到我怀里当人形抱着她的胳膊撒娇要肉吃。可今天听到我的招呼，沈小棠的却是一颤，她缓缓抬起头，那张精致的小脸一下子染上了一层红晕。她看了看我，又看了看身边的林诺，眼神躲躲闪闪的，就是没敢挪步。我眉头一挑，又叫了一句，语气里带了几分疑惑：“小棠。”来了来了。沈小棠这下不敢再拖延，红着脸低着头慢悠悠地挪了过去。刚一靠过去，我就习惯性地伸出右手，像往常一样在她毛茸茸的双马尾脑袋上撸了几下。沈小棠被这一碰，浑身一个激灵，手里的红薯差点掉在地上。她脑子里不可抑制地蹦出刚才林诺贴在她耳边说的那些悄悄话。小棠，你林峰哥哥这么宠你，你也得努力回报他，懂不懂？想到这里，沈小棠紧紧咬着银牙，眼里是前所未有的坚定。她深吸了一口气，将背得直直的，一下子抬起头，用水汪汪的杏眼紧紧盯着林峰，大声表态：“林峰哥哥，小棠会努力的。”这话说的林峰手一顿，我看着怀里这个嘴边还粘着金黄色红薯粒，眼神却坚定的像要上战场冲锋一样的小丫头，整个人彻底懵了。努力？你努力个什么劲儿？努力多吃2个红薯。看到这一幕，坐在不远处的林诺嘴角忍不住疯狂上扬，心头一阵暗爽，他抱着双臂，心里得意的哼哼：“不愧是我亲自教出来的，虽然傻了点，但确实上道。”林诺心里美滋滋的，一低头看到旁边芭蕉叶上放着的煮红薯，顺手就伸了过去，结果手伸到一半就被一巴掌拍开。林诺手背一疼，缩回手一看，只见赵雅正黑着一张俏脸，冷冷的盯着他。他压低声音咬牙：“你是不是对小棠胡说八道什么了？”原本因为手背被打而有些不爽的林诺，一看到赵雅这副气急败坏的表情，心情一下子就美丽了。他用舌尖舔了舔嘴唇，笑眯眯地丢出2个字：“
你赵雅气得直咬牙，但顾及到林峰就在旁边看着，终究没敢把动作闹大，只能狠狠地用眼神刮了林诺几眼。林诺也懒得理会赵雅的眼神杀，他心情愉悦地捧起自己那个扎眼的豁口破陶碗，呲溜呲溜地喝着鲜美的鱼汤，哪怕用的是要饭一样的破碗，他也觉得今晚这汤格外的香。喝到一半，他眼珠子一转，端着破碗走到竹床边，把碗往旁边的石台上一放，在赵雅干瞪眼的注视下，林诺自然地弯下腰，双手抱住我的一条大腿，顺势拉了过来，稳稳地搁在自己那双大长腿上。林峰大哥，今天累坏了吧？之前说好了给你捏腿，现在也该兑现了。林诺一边说着，一边伸出双手，指关节抵住林峰小腿处的穴位，开始卖力的按揉起来。我感受着小腿处传来的恰到好处的力道，舒服的眯起了眼睛。对于林诺这种主动献殷勤拉好感的行为，我倒也没有阻止，反而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任由他在这里表忠心。翌日中午烈日高悬，正午的毒辣阳光毫不留情地炙烤着整座荒岛，树叶被晒得打卷，林子里连一丝风都没有。然而此刻，我却是在惬意地享受生活。我将竹床搬到了最舒服的树荫下，舒舒服服地躺在铺了鹿皮的床垫上，悠闲地翘着二郎腿。昨天在深山里被黑熊狂追的经历让我心有余悸，所以今天我决定彻底放自己一天假。竹床不远处，两只竹草平稳地架在温吞的火堆上，海水在高温下慢慢蒸干，雪白的精盐在底部静静析出。我手边放着一串洗干净的葡萄，时不时摘下一颗往上一丢，在下落的时候精准地用嘴巴接住。旁边的大陶罐里还咕嘟咕嘟炖着一只鸡，香气随着热气升腾，顺着风向往下方飘去。此时正值下方的女人营地，同样是吃午饭时间，女人们手里拿着干瘪的野果，等待着苏微微分野菜汤。我如此高调行事，他们想注意不到都难。这些人一边嚼着嘴里苦涩粗糙的野菜，一边眼巴巴地看着躺在竹床上过着神仙日子的我。不少人看着我身下舒服的竹床和手里的红薯，心中止不住的羡慕与悔恨。没有赶走林峰，他们的日子也不至于过得如此煎熬。而每当我的视线从高地上扫下来时，他们便心虚地低下头去，根本不敢与他对视。没那个脸，我在竹床上翻了个身，咬了一口红薯，饶有兴致地把这副场景当成电视节目来看。当我的视线扫过人群中偷吃组的几个人时，这些人的反应各异。赵雅此时嗓子还有些发干，她有些羞恼和幽怨地白了我一眼，却又忍不住偷偷笑了一下。林世英迅速地低下了头，心虚地躲闪着。温若晴则悄悄在人后冲我眨了眨眼，小狐狸似的笑了笑。沈小棠更是把脑袋快埋进胸口里了，根本不敢抬头。唯独林诺最为大胆，他一边嚼着野果，一边趁着苏微微和周婷低头说话的空档，忽然对着高地上的林峰眨了一下眼，随即撅起红唇，隔空送了一个无声的飞吻。我眼皮跳了跳，有些无语地扯了扯嘴角。这林诺做死和不要脸的本事，确实是生平仅见。然而正当我无语之际，下方一直脸色铁青的苏微微终于彻底炸了。她本就因为底下人隐隐的抱怨而憋了一肚子泄火，此时看到我躺在竹床上吃红薯喝肉汤，甚至还居高临下的用一种看戏的眼神打量他们。苏微微心头的嫉妒与权威被挑战的怒火一下子彻底失控。你看什么看？苏微微一下子站起身，冲着高地上的林峰歇斯底里的怒吼了一声。吼完，她一把抄起旁边那根用来防身的粗木棍，脸色狰狞的直接朝林峰营地走来。周婷和方小曼对视一眼，也赶紧咬着牙拎着木棍紧跟其后。气势汹汹的三个人顺着斜坡直接朝我的营地逼了过来。面对气势汹汹冲上去的苏微微三人，下方营地的其他女人面面相觑，终究是没有一个人敢跟上去趟这趟浑水。偷吃组的几个人虽然有些担心林峰，但他们毕竟明白对方有多大的本事，因此也按兵不动，并没有贸然冲上去帮忙。很快苏微微便冲到林峰营地边缘，手里的木棍指着林峰的鼻子，怒声质问道：有什么好看的？你在看我们的笑话吗？觉得我们这样很好笑是不是？周婷和方小曼也拎着棍子并排站着，眼神凶狠，试图在气势上压倒林峰。我挑了挑眉，慢吞吞地从躺卧的姿势坐了起来。他转头扫了一眼对方营地那正冒着稀薄热气的野菜汤，又看了看自己这边散发着浓郁香气的鸡汤和红薯，随后耸了耸肩，慢条斯理地回了一句：你难道不好笑吗？一句话气得苏微微手里的棍子都拿不稳了。看着他这副模样，我反而有些戏谑地叹了口气，故意扯开嗓子，用所有人都能听到的声音大声说道：哎呀，看你们过得这么可怜，今天我就发发善心，友情支援你们一下好了。说完，我反手从竹床边拎出了一大挂香蕉，在苏微微三人错愕的目光中，林峰将香蕉一根根撕扯下来，随后扬起手臂，将这10多根香蕉直接朝着下方女人的营地漫天抛洒了过去。请你们吃香蕉，谁抢到就是谁的。原本死气沉沉的下方营地，在看到香蕉雨从天而降的那一瞬间炸开了锅。那些嚼着苦涩野菜的女人们，在这一刻彻底撕下了现代文明的伪装，她们尖叫着，挥搡着疯了一样往前冲，只为了争夺那一根能填饱肚子的香蕉。赵雅等人则是站在外围，跟着象征性的跑了2步，但他们本就没真心想抢，自然没有那些饿红了眼的女人们那股子狠劲，很快就退到了一边。唯有沈小棠这个不记打的小吃货，一看到香蕉眼睛瞬间就亮了，她倒腾着2条小短腿，啪嗒啪嗒的在人群缝隙里挤来挤去，嘴里还哼哼唧唧的喊着：给我留一个，给我留一个。只可惜这丫头不仅腿短跑得慢，今天的运气也差到了极点。明明有一根香蕉就落在她脚边，她刚要弯腰去捡，就被陈瑶一屁股拱到了旁边。到最后大家手里或多或少都有了收获，唯独沈小棠一根香蕉都没捞着，她气得站在原地不停地直跺脚。高地上我收回目光，似笑非笑地看着满脸铁青的苏微微，怎么还不去抢？去晚了连皮都不收了。我这轻飘飘的一句话，却让苏微微整个人彻底破防了。好，林峰，你行！苏微微面色狰狞地尖叫起来，指着一旁的盐槽和正冒着香气的陶罐，冲着身后的周婷和方小曼下达命令：给我动手！撒，让他带走！
听到苏微微的指令，早已憋了一肚子火的周婷和方小曼咬着牙，拎着木棍就往前冲。闻言，我的眼神在一瞬间骤然变得冷冽。苏微微见我有起身的动作，刚准备上前拦截，结果下一秒，我脚在地面上一蹬，整个人直接从她侧面冲了过去。此时，方小曼刚刚跑到熬盐的竹槽前，手里的木棍还没来得及举起来，突然感觉自己的后衣领被人从后面一把揪住，一股恐怖的力量传来。方小曼只觉得双脚瞬间离地，她惊呼一声，整个人成一个狗吃屎姿态，被扔出去好几米。而另一边，周婷也来到了陶罐面前，她将棍子举过头顶，随后狠狠抡下，可棍子还没来得及接触到陶罐，我就已经挡在前面，然后单臂一晃，前臂在阳光下几乎快要甩出残影，硬生生迎着那落下的粗木棍扫了过去。咔嚓，那根足有周婷手臂粗细的实心木棍，在和我前臂相撞的刹那，竟当场断成数截，半空中还有无数细小木屑翻飞。看着手里剩下的一小截秃木棍，周婷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她有些呆滞的缓缓抬起头。此时因为角度原因，在周婷眼里，正午的烈日悬挂在我的身后，将她彻底笼罩在阴影之下。在逆光中，周婷对上了我那闪烁着冷意的目光，让她觉得下一秒就会对她动手。周婷被吓得尖叫一声，手里的断木棍直接被她扔到了地上，紧接着她双腿一软，一屁股重重的摔坐在地上，双手双脚并用的在地上疯狂打滑，往后退去，连滚带爬的逃到了苏微微的身后，浑身都在发抖。这一幕让下方原本正往嘴里狂塞香蕉的女人们瞬间定格，她们嘴巴不自觉地张开，嘴里的香蕉都忘了嚼，整个营地一下子安静下来。他居然一下子就把那么粗的木棍给打断了。有人脸色惨白，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胳膊，颤抖着出声。这股力量要是打在人身上，骨头怕不是当场就被打断。而在江月的队伍里，运气好捡到一根香蕉的陆昭然正拿在手里，他没有吃，而是用手指轻轻推了推眼镜，美眸紧紧盯着林峰那毫发无损的右臂，叹了口气，感叹道：骨骼密度和肌肉纤维的爆发力真是恐怖，有着如此强大的身体素质，怪不得他能轻易打到那么多猎物，我们之前都想得太简单了。偷吃组的几人反应也各不相同，看着大发神威的林峰，赵雅美眸中全是掩饰不住的自豪与骄傲，嘴角微微上扬，温若晴也是心中砰砰狂跳。她和林诗音则对视了一眼，皆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如出一辙的惊喜。沈小棠也忘了没抢到香蕉的委屈，双手捧着小脸，眼睛亮晶晶的看着林峰，满脸写着崇拜。林诺更是呼吸都变得有些急促，双眸盯着林峰那充满野性的身影，眼中的情绪只能用狂热来形容。我拍掉身上的木屑，转头看向同样僵住的苏微微，缓缓开口道：在我不想搭理你的时候，你们这几只野狗膨胀的有些厉害了。野狗？你竟然骂我是野狗！苏微微胸口起伏的厉害，怒火烧得她浑身发抖。可她看着地上那碎成好几截的木棍，再看看我那张冷冰冰的脸，她怕下一次断掉的就是自己的腿，连嘴里的脏话怎么也不敢往外骂。我看着她敢怒不敢言的样子，拿出刚才剩的最后一根香蕉，三两口吃完后，把剥开的皮随手一甩，啪！香蕉皮结结实实的抽在了苏微微的脸上，力道大的跟直接扇了她一巴掌没两样。见到苏微微捂着脸对我怒目而视，我忍不住嗤笑一声：怎么你站在这里？是等我留你们吃午饭？虽然这句话对周婷来说是天籁之音，可她还是一把拽住苏微微的胳膊，拼了命的往自家营地扯。微微姐，我们快走吧。苏微微本想强撑着留下一两句狠话，但被周婷这么一拽，脚下一个踉跄，终究是顺水推舟，低着头跟着周婷回去了。哎呦喂！趴在后面的方小曼刚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一抬头正好对上了我冷扫过来的目光，那一眼吓得她浑身一个激灵，连膝盖火辣辣的疼都忘了。微微姐，周婷，等等我，你们等等我啊！在他们回去后，营地里的气氛突然变得尴尬起来。刚刚还在为抢到一两根香蕉而暗自庆幸的女人们，但此刻叛变组取水组却纷纷三三两两的散开。他们看苏微微三人的眼神古怪又复杂，但大家却是很默契地保持了沉默，谁也没有主动上前搭话，毕竟这实在是太丢人了。气冲冲地带着人拎着木棍上山去找茬，结果连人家一根毛都没伤到，还被骂成野狗，最后甚至被甩了一脸香蕉皮。最讽刺的是，平日里高高在上的苏微微竟然连屁都不敢放一个，就这么灰溜溜的被吓了回来。苏微微低着头站在营地中央，默默攥紧了拳头，周围那些探寻的目光扎得她浑身难受。就在苏微微尴尬的恨不得在地上抠出个3室1厅的时候，一根香蕉递到了她面前，一道轻柔却在此刻异常突兀的声音响了起来：微微，吃一口吧，我特意给你留的。苏微微浑身一僵，随后缓缓抬起头，只见自己的好闺蜜陈瑶此时正站在她面前。陈瑶那张精致无瑕的俏脸上挂着真诚无比的笑容，见苏微微没有反应，她又把香蕉往前递了递。周围原本还只是偷偷打量苏微微的女人们，在听到陈瑶这句话后，身子开始控制不住的抖了起来。温若晴咬紧了下唇，白勺蹲下去，假装系鞋带，把脸埋在膝盖里，肩膀抖个不停，但终究还是有人没忍住，当场噗呲一声笑了出来。苏微微只觉得一股热血直冲天灵盖，血压瞬间拉满，她的脸色由红转青，再由青转紫。她这辈子都没想到自己会丢脸丢到这个份上。微微，你脸色怎么这么差？是不是不舒服？陈瑶眨了眨眼，一脸关切。苏微微看着那根香蕉，再看看周围人耸动的肩膀，只觉得胸口一阵发闷。随后她双眼一翻，身体一软，直挺挺的往后倒了过去。微微！陈瑶惊呼一声，连忙上前一把将苏微微抱住。苏微微顺势晕在了陈瑶怀里，双眼紧闭，一动不动。微微，你怎么了？微微，你别吓我啊！陈瑶这下是真慌了神，脑子一下就空了。她手忙脚乱地把苏微微平放在地上，伸出大拇指，照着苏微微的人中，用最大的力气狠狠地掐了下去。微微，你快醒醒啊！
陈瑶下手完全没轻没重，躺在地上装死人的苏微微，在被掐住人中的那一瞬间，整个人险些直接从地上蹦起来，痛，钻心的痛。陈瑶的指甲几乎要嵌进她的肉里去了，但苏微微还是死死咬着后槽牙，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连带着额角都爆起了青筋。站在一旁的秦岚第一个发现不对劲，她本就是个心思细腻的人，此时看着苏微微那疯狂抽搐的眼角，又看了看陈瑶那近乎要把闺蜜皮掐破的麦丽锦，心中暗自叹气。不过她也明白，苏微微现在骑虎难下，要是现在睁眼，那就彻底沦为营地的笑柄了。为了维持住对方最后的一点体面，也为了赶紧结束这出闹剧，秦岚连忙上前一步，拉开了情绪激动的陈瑶。陈瑶，先别掐了，微微这多半是急火攻心，一时气血没顺过来，让她躺着休息一下就好了，别在这围着了，晒得慌。说完，他转头看向旁边同样有些不知所措的周婷和方小曼。你们两个赶紧把微微抬进山洞里去躺着，别在外面丢人，晒着了。哦，好。周婷和方小曼赶紧一头一尾抬起苏微微，慌慌张张地朝着山洞里跑去。陈瑶也红着眼眶跟在后头。几人进山洞，刚把苏微微在干燥的草垫上放下，下一秒，原本昏迷不醒的苏微微猛地从地上弹坐起来。她一边死死捂住自己的人中，一边疼得眼泪花子在眼眶里直打转，嘴里不断地倒吸着冷气。疼死我了！陈瑶下手怎么这么重？微微姐，你没晕啊？周婷和方小曼看着生龙活虎的苏微微，一时间有些蒙圈，下意识地开口问道。苏微微揉着被掐出红印的人中，听到这话气得一口气差点没上来。她没好气地剜了这两个没脑子的货一眼，闭嘴！我不装晕，在外面等着被他们笑死吗？微微，你没事太好了。陈瑶却是一脸惊喜地凑了过来，随后再次把手里的香蕉递到苏微微面前，软声说道：没晕就好，那你快把香蕉吃了吧，可甜了。苏微微看着凑到面前的这根香蕉，再看看陈瑶那张精致漂亮的脸，千言万语最后都化作了一声无力的叹息。她这个好闺蜜，长相无可挑剔，演技惊艳世人，可偏偏在生活中是个不折不扣的天然呆，根本不会看哪怕一丁点的气氛。但她也知道陈瑶是真的关心自己，为了不让闺蜜伤心，她只能苦着脸，在陈瑶充满期待的目光下接过香蕉，剥开皮。苏微微硬着头皮像吃药一样咬了指甲盖大小的一小口，真甜，很好吃。苏微微扯了扯嘴角，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那你好好休息，我先出去了。陈瑶得到了满意的答复，这才松了一口气，心满意足地出了山洞。看着陈瑶离去的背影，苏微微这才如释重负地垮下肩膀。她一转头，正好看见周婷和方小曼两人。此时这两个人正眼巴巴地盯着她手里那根只咬了一小口的香蕉，不自觉地开始吞咽唾沫。苏微微原本攒了一肚子的邪火和屈辱，正想拿这两人发泄，可当她的目光扫过方小曼的膝盖时，动作却微微一顿。方小曼的膝盖上有一片红肿的擦伤，上面还粘着黑黄色的沙粒。回想起刚才自己去找林峰查时，周婷和方小曼毫不犹豫地拎着木棍跟上的场景，到嘴边的责骂终究还是被苏微微咽了下去。随后她把香蕉朝两人丢了过去。要吃就吃，赶紧滚出去，该干嘛干嘛去。周婷和方小曼受宠若惊的对视一眼，连声道谢。谢谢微微姐，谢谢姐，我们这就出去。两人拿着香蕉，感恩戴德地退出了山洞。山洞里彻底安静了下来，只剩下苏微微自己在里面，看着空无一人的四周。苏微微之前压抑的屈辱和愤怒终于是压不住，气死我了，林峰，你这个王八蛋！苏微微在草垫上抓狂，两只手疯狂地抓挠着地上的干草，把干草扬得满天飞。折腾了好一会儿，她才精疲力竭地呈大字形躺在草垫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不会就这么结束的，林峰，你给我等着！夜晚，林峰营地内，林世英觉得自己的腿已经麻了，他的腿上枕着我的后脑勺，两只手还要轻轻地按摩着对方的太阳穴。我闭着眼，一副享受至极的模样。这个姿势是温若晴出的主意。10分钟前，温若晴刚带林世英来林峰的营地，就笑眯眯地凑上去说了句：竹枕头哪有吸枕舒服？要不让林姐姐给你体验一下。一说完就跑去烧火做饭了。林世英当时是想拒绝的，可温若晴已经把她推到了竹床边，而我也装模作样的说自己脑袋疼，然后就成了现在这样。竹床另一侧坐着赵雅，正一颗一颗的把葡萄皮剥开往林峰嘴里喂。林诺蹲在床尾，两只手在林峰小腿上用力的揉按。沈小棠站在一边，那张小嘴就巴巴的没停过。林峰哥哥，我跟你说，你下午那一下简直帅爆了，那个木棍那么粗，你就这么刷？他一边说一边学着林峰白天的动作一挥手臂，结果不小心把手里的半截香蕉给甩飞了。看到这，沈小棠心疼的要死，又怕挨骂，赶紧把香蕉皮藏到身后，嘴里还继续喊，唰的一下就给打断了。苏微微回去以后，直接给吓晕过去了呢。林世英也不由得回想起白天的那一幕，低下头的时候，正好看见我衣服下摆露出的腹肌轮廓，手里的动作就下意识的慢了下来。别走神！我忽然开口提醒了他一句，林世英身子一僵，赶紧收回了视线，手上的力道又变得规律起来。温若晴做好了饭，先给我盛了满一碗肉汤，又给赵雅、林世英和沈小棠各分了一碗。来，多喝点。今天的汤我自己都觉得味道不错。几个人都有晚饭了，就一个人眼巴巴地蹲在旁边。林诺，他的目光在温若晴手里的汤勺、赵雅碗里的肉块，还有那明显有剩的陶罐上来回打转。那个我的呢？赵雅抬起头，嘴里嚼着鸡肉，冲他挑了挑眉。你的什么饭啊？我的饭呢？林诺指着自己的鼻子，一脸不敢相信。之前不都有我一份吗？今天怎么没了？赵雅把碗放下，拿手背擦了擦嘴角，似笑非笑地看着林诺。林诺，我跟你说实话，之前给你饭吃，纯粹是想恶心你。我给你那个豁口的破碗，就是想看你委屈又不得不忍的样子。谁知道你不要脸啊！赵雅摊了摊手，一副拿他没办法的表情。端着个要饭碗吃的比谁都香，我恶心你的乐趣都没了。林诺的脸色变了好几下，但最后还是厚着脸皮凑了上去。那你现在也可以继续恶心我啊！破碗我照用，我不介意。想得美！赵雅撇了撇嘴，你也不看看你来了以后干了什么，就给林峰捏了个腿。我们这几个人里就你最没用，付出的最少。之前让你白吃2顿都算便宜你了，
还想继续白嫖？这话让林诺一口气堵在胸口，上不来下不去的。他想反驳，可视线扫了一圈，发现温若晴是个手艺很好的厨娘，林诗音可以喂林峰吃饭，赵雅更是。沈小棠虽然也没干什么正事，但人家是林峰明摆着偏爱的小宝贝，就她确实排在最后。林诺不跟赵雅掰扯了，直接转向竹床上那位爷。林峰，你看我都专门来伺候你了，你好歹给口吃的啊！但我根本懒得理他。哥，亲哥，我都快饿死了，你行行好。林诺看着我那直接把他当空气的态度，急得团团转。忽然林诺咬了咬牙，凑到林峰耳边压低了声音：那个林峰，我跟你说个事儿。他的手伸到自己外衣的领口，轻轻拽了2下。我穿的是比基尼。这话一出，我吃饭的动作终于顿了一下，其他几个人也一下子把目光转了过来。但林诺毕竟不像林诗音那么面皮薄，见其他人都听到，干脆不装了，直接摊牌：明天下午咱们2个一起去海边游泳怎么样？旁边赵雅的脸已经黑了，直接没好气的来了一句：你在船上穿那玩意儿干嘛？林诺扭头瞪了他一眼：我本来想去泳池游泳，不行吗？说完他就满脸紧张的看着我，他以后是吃香喝辣，还是重新跟着苏微微受苦，可就全看我接下来的一句话了。我沉默了一会儿，从旁边荷叶上伸手拿过一个拳头大的煮红薯，朝着林诺丢了过去。你要是敢耍我，这就是你在我这里吃的最后一顿。林诺手忙脚乱的接住那个还带着温度的红薯，然后狠狠的点了头。放心，我林诺说到做到。说着他还得意的朝赵雅挑了挑眉毛。到了第2天上午，独自外出采摘野果的苏微微正抱着怀里的野果往回赶。昨天被林峰用香蕉皮甩脸，还被骂是野狗的气还没消，但比起这个他更在意的是另一件事：营地里的人心散了。就在早上，他听到了有人在低声讨论：林峰扔的那个香蕉真的好甜啊，比咱们一直吃的野果好吃太多了。是啊，而且苏微微还那么霸道，分吃的总是占大头。等苏微微一走过去，那白纸白勺立刻闭嘴低头，假装什么都没发生，但那种敷衍和心不在焉的态度，苏微微看得一清二楚。以前他的每个命令都会被立刻执行，没人敢有二话，可现在只要他吩咐点什么事，总能看到底下的人挤眉弄眼的交换眼色。虽然还没人当面反驳他，但表面上的服从都快要维持不住了。苏微微又摘下一颗野果抱在怀里，心里盘算着补救的对策，正想着，前方忽然传来一阵欢呼声，他抬头一看，这才发现不知不觉间自己已经回到营地周围了。微微姐，微微姐！看到苏微微回来，周婷从那头连滚带爬的跑了过来。出什么事儿了？采集2队他们带回来1窝野鸡蛋。苏微微整个人一愣，随后眼里一下子亮了起来。鸡蛋多少个？9个。周婷伸出手指激动的比划着。听了这话，苏微微赶紧上前查看，果然看到柳双几人面前摆着9颗比鸡蛋略小的野鸡蛋。苏微微看着这些蛋，脑子飞快的转了起来。9个蛋，要是按他以前的风格，肯定拿走5、6个给自家人分，剩下的再分给其他人。但今天苏微微深吸一口气，做出了一个让在场所有人都意外的决定：中午把这些蛋全打进野菜汤里，一起煮一锅鸡蛋汤。他环视了一圈周围已经开始警惕的面孔，声音放缓了几分：今天所有人公平分配，1人1碗，谁都不多，谁都不少。短暂的沉默之后，营地里爆发出一阵压抑许久的欢呼。太好了，我们也能喝到蛋汤了。几个之前对苏微微明显心生不满的女人，这时脸上的戒备也消退了不少。中午的时候，陶罐里的蛋花汤冒着热气端了出来。虽然9颗蛋分给这么多人，每碗里的蛋花很薄，但那股蛋香混合着野菜的味道，还是让所有人都喝得心满意足。苏微微端着自己的那碗汤，看着营地里明显回暖的气氛，心里那块大石头总算落下了一半。但她同时也明白，这只是暂时的。一窝鸡蛋买不了多久的人心，要是下一次没有新的收获，今天的好印象照样会烟消云散。不过也不是所有人都买他的账。江月和林昭然安静地坐在一旁，陆昭然手里端着那碗蛋花汤，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用只有2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轻轻开口：他开始收买人心了。江月低头喝了一口汤，随后摇了摇头：太晚了，改变不了什么的。他擦了擦嘴角，声音比林昭然还轻：罐子阴干的差不多了，下午就可以开始尝试烧制了。午饭过后的阳光最毒辣，一时间整个营地都静悄悄的。林诺等的就是这个时机，他猫着腰静悄悄地离开营地。半个小时后，一片被高耸的黑色礁石遮挡的海滩，潮水不知疲倦地拍打着岸边，溅起一朵朵白色的浪花。从大本营那边，因为礁石的遮挡，根本看不到这里的动静。我双手抱胸，坐在一块还算平整的礁石上，而在我面前的林诺，他深吸了一口气，双手有些紧张的见林峰一直盯着自己，林诺原本绷着的心放松了不少。他得意的在林峰面前轻快地转了个圈。怎么样，我还挺好看吧？我一手托着下巴，目光在他身上扫了一圈，随后评价：确实不错。听到这话，林诺嘴角刚要往上翘，我却紧接着慢悠悠的就是感觉跟赵雅比差了点意思。林诺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了，他美眸微睁，难以置信地看着林峰，片刻后气得直跺脚，眼神要多幽怨有多幽怨。不是吧？怎么连你也这么说？我哪儿比他差了？我却懒得听他那些理论，拍了拍屁股站起来，双手一扯，直接将自己的半袖上衣脱下，随手扔在礁石上。刹那间，我那宽阔的肩膀，线条分明的8块腹肌，无一不散发着野性的雄性荷尔蒙。这是林诺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打量我的身材，他原本准备好的一肚子抱怨瞬间卡在了喉咙里，一双眼睛直勾勾的盯着我的胸肌和腹肌，喉咙不自觉的上下滑动，悄悄咽了一口唾沫。原本是憋着一股劲儿，想借助这身比泳衣加自己的美色，把林峰迷得神魂颠倒，彻底抱紧这条大腿。可现在，反正他自己是先被林峰这充满张力的身材给晃得有些眼晕，脑子里甚至有些晕乎乎的。
看够了，看够了就下水。不等林诺回过神来，我整个人已经跃入水中，溅起一阵清凉的水花。哎，等等我！林诺晃了晃脑袋，赶紧小跑着跟了过去。冰凉的海水瞬间冲散了正午的燥热，林诺一进水里就活泛了起来，双手捧起水就朝林峰泼了过去。看招！林峰伸手抹掉脸上的水珠，淡淡的扫了他一眼，那眼神里的压迫感，吓得林诺缩了缩脖子，不敢再作妖。不过看着近在咫尺的林峰，林诺心里的小算盘又飞快的打了起来。他看着我那宽阔的后背，反正都到这个地步了，机会难得，要不……如此想着，林诺悄悄游到林峰身后，在我转身之前，他深吸一口气，伸出2条手臂，从后面一把抱住了林峰的后背。别动！林诺的声音有些紧张，脸颊贴在林峰宽阔的肩膀上，软声细气的撒娇道：“话是这么说，可他根本没有松手的意思，而且他不仅没有松手，反而将贴了上去。”然而就在林诺以为自己即将得逞的时候，一声不合时宜的冷哼突然从岸边的礁石后传了过来。我就知道你憋着坏水！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得林诺浑身一个激灵，下意识的和林峰拉开了距离。两人齐齐转头看去，只见赵雅正双手环胸站在岸边的礁石阴影下。赵雅，你怎么跟过来了？林诺抱着胳膊，有些做贼心虚的喊道，心里简直把赵雅骂了100遍。赵雅没理会林诺，反而往前走了2步，她目光在我身上一扫，一眼就察觉到了我此刻那有些粗重的呼吸。赵雅的心跳漏了一拍，双颊瞬间染上了一抹诱人的红晕，媚眼如丝的横了林峰一眼，声音软的能掐出水来，轻声细语的说道：“林峰，我去你的营地等你。”说完，他根本不敢看林诺那杀人般的眼神，捂着脸逃也似的快步离开了海滩。看着赵雅离去的背影，我深吸了一口气，同样不想在这里耽搁时间了，直接转身往岸上走去，抬步就准备跟上去。泡在水里的林诺整个人都傻眼了，他看着林峰毫不犹豫离去的背影，急得直扑腾，扯着嗓子大喊：“怎么还带半道换人的啊，林峰，咱们继续啊！”只可惜任凭他在后面如何呼喊，我连头都没回一下，迅速消失在山道拐角。海滩上只剩下林诺一个人，凉爽的海水拍打在身上，他却只觉得快要红温了，自己顶着烈日偷偷溜出来，卖力的给林峰搓了半，眼看就要成功上位了。结果关键时刻，赵雅这个女人直接跳出来，一句话就把林峰给勾走了。合着他辛辛苦苦忙活了半天，到头来全是给赵雅这个女人做了嫁衣。赵雅，你这个臭狐狸精，你截我的胡！林诺气得直拍水面，在水里疯狂抓狂，精致的俏脸憋得通红，折腾了好一会儿，他才咬着牙气呼呼的从水里爬出来，一边穿衣服一边盯着高地的方向暗自发狠：“你给我等着！”半下午的毒辣日头渐渐敛去了高温，而苏微微站在山洞口，脸色有些紧绷，她急需带人做出一次真正能填饱肚子的大瀑布，以此重新聚拢人心，树立威信。然而在清点人数时，她眉头一皱，发现少了一个人。林诺，赵雅呢？他怎么不在？站在一旁的林诺正低头拍着裤腿上的泥沙，听到询问，他心里不由得暗骂了赵雅一句。虽然对赵雅的行为极其不爽，但林诺很清楚这时候绝对不能拆台。他撇了撇嘴，做出一副嫌弃的模样。他啊，中午不知道吃坏了什么东西，估计这会儿正在哪个草丛里蹲着呢。听林诺这么说，他厌恶的皱了皱眉，真懒人屎尿多，不管他了，其他人先出发。说罢，苏微微便带着采集一队急匆匆的走进了丛林。看着苏微微等人的背影消失，林诺暗自松了一口气。赵雅，这次你可真是欠了老娘一次大的。从赵雅眼底闪过一丝释然，她强撑着几乎要酸痛的散架的身体，咬着牙慢慢爬了起来。我微微侧目，我还以为你会借着这个机会直接留在我这里，不回去了。赵雅细纽扣的手顿了顿，回头看着林峰温和一笑，想啊，当然做梦都想。不过我要是现在不回去，苏微微保不准会把其他人盯得更紧，到时候小唐他们要是暴露了，只能一股脑全跑到你这里来。你一个人要养活这么多人，压力太大，至少在你觉得完全有能力之前，我不想平白给你增加任何负担。他转过身，美眸盈盈的看着我，声音轻柔：“我之前就说过，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死心塌地的要跟着你的，我得回去帮你盯着他们，不让你为这些琐事操心。”我听完没有立刻说话，视线落在了身下的竹床上，在那一片翠绿竹片缝隙间，几滴刺眼烟太显眼，顺着我的目光，赵雅也看到了，她脸上罕见的闪过了一丝小女人的慌乱，下意识的去遮挡，心跳不由自主的加快。等到撑不下去的时候，就过来吧。我收回目光，抬头重新看向赵雅。闻言，赵雅心中大定，脸上绽放出甜甜的笑容，重重的点了点头。随后，她凑上前，深情的与林峰吻别，这才转过身，带着满心的安全感与酸痛的身躯，步履蹒跚的下了山。为了以防万一，赵雅并没有选择从2个营地之间那条小路回去，而是打算绕一大圈，从营地的后方兜回去。然而身上的酸痛感让她几乎没走几步，就不得不扶着旁边的树干歇上一会儿。原本10分钟的路程，她硬是咬着牙走了快半个小时，一瘸一拐的走得极其艰难。林子边缘的隐蔽处，林诺正焦急的在原地转着圈。他是真的担心赵雅先遇上苏微微，到时候万一2个人口供对不上，可就彻底暴露了。然而当林诺看到赵雅一瘸一拐的挪过来时，他气得牙齿顿时咬得咯咯作响。你还知道回来？竹床躺着很舒服吧？林诺红着眼，咬牙切齿的低声吼道。赵雅看着林诺那张写满嫉妒和气愤的脸，脸颊疼得一下红了。林诺气得身子直打哆嗦，差点没一口气背过去。他狠狠地瞪了赵雅一眼，随手将树后藏着的一个盛了水的水桶塞进了赵雅手里，黑着脸转过身去。别搁那儿瞎浪了。林诺黑着脸没好气地丢下一句。你今天中午迟到是因为拉肚子。赵雅抱着水桶瞬间反应过来，林诺这是帮他把下午打水的份额都给顺便做好了。他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抬脚跟上黑着脸往前走的林诺，在后面打趣道：“要不我以后我给你吹吹枕边风，让林峰也早点能接纳你。”
前面的林诺脚下一个踉跄，猛地回头反驳道：“你少来！谁要你吹风？老娘早晚要把你踩在脚下，自己上位！哎呀，那我可等着那天呢。”两个女人的声音渐渐远离，消失在繁茂丛林深处。而在另一边，气氛则完全不同，避开了喧闹的大部队，在一处平坦空地上，江月蹲在那个用粘土封起来的简易泥窑前，点燃了窑底的第一缕火苗。烧窑开始。临时营地里，一座新窑正散发着滚烫的热浪，窑口内柴火噼啪作响，将江月等人的脸庞熏得有些发红。江月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不断跳动的火光，双手不自觉攥紧。放心，粘土的配比和泥窑的结构我都算过了，现在这个时间点开始烧，火候刚刚好。等晚一点封了窑口，让它自然冷却，我们刚好能赶在天黑前回到营地，不会引起苏薇薇他们的怀疑。陆昭然伸手推了推架在鼻梁上的眼镜，语气带着几分笃定。楚韵懒洋洋地坐在地上，她的秀发随风微动，显得格外妩媚。哎呀，放轻松啦，就算这次烧不成，大不了咱们明天再重新捏罐子嘛，反正最坏的结果又是一堆碎泥巴。姐姐，你说的倒轻巧，合着到最后动手重新和泥捏泥配的还不是我呀，出力流汗的又不是你。一旁的盛心妍忍不住翻了个大大的白眼，没好气的吐槽：谁让咱们心妍妹妹最心灵手巧呢？楚韵捂嘴呵呵一笑，能者多劳嘛。凑过去捏了捏盛心妍那张精致的小脸，盛心妍轻轻哼了一声，傲娇的扭过头去不再理他，但那微微勾起的嘴角却暴露出他心里其实受用的很。四个女人在火光中低声说笑，先前的紧张气氛顿时被冲淡了不少。泥窑上方青烟袅袅升起，顺着半下午的温热山风悄无声息的散去。因为赵雅的离开，此刻我的营地显得有些空旷而安静。我躺在竹床上，右手无意识地搓了搓，感受着空气中残留的余温，然后咂了咂嘴，自言自语地嘀咕了一句：这时候要是能有意，那才叫完美。还没等我的思绪回来，不远处竹笼里突然传来一阵急促尖锐的鸡叫，扑腾翅膀的声音在安静的洞内显得刺耳。我眉头一皱，翻身站起来，顺手抄起一旁的竹刀，警惕地朝着鸡笼走去。然而等我走到鸡笼前，借着光线往里一瞧，整个人顿时愣住了。只见其中一只野鸡正缩在角落里，而在它刚刚站立的草垫上，赫然躺着一枚泛着淡淡青色光泽的野鸡蛋，蛋壳上还粘着几缕绒毛。卧槽，野鸡下蛋了！我眼睛一亮，伸手将那枚野鸡蛋捞了出来，看着手心里这枚温热的宝贝，我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不要建个鸡圈，把抓回来的野鸡都圈养起来，搞个可持续发展的养鸡场。但这个念头仅仅转了2秒半就被我无情地掐灭了。养鸡听起来简单，但在没有现代化设备的荒岛上，这简直是折磨。首先就是噪音，野鸡精力充沛，天不亮就能在耳边嚎一嗓子，我可不想每天清晨都被高音喇叭吵得睡不着觉。其次，鸡粪也是个巨大的灾难，鸡是直肠子，随时实地拉撒，养上3-5只作为储备粮还好说，可要真的起了规模，在这闷热潮湿的气候下，鸡屎喂不出液就能变得腥臭刺鼻，还会招来无数的跳蚤、跌虫和病菌。在缺医少药的荒岛上，跟传染源住在一起简直是自寻死路。再者，饲料也是个无底洞，随着数量增加，它们需要的食物也会暴增。到时候它每天光是给这群扁毛畜生找食吃，就得耗费大量的体力和精力，完全是本末倒置。可如果圈养在外面，苏薇薇那一伙人现在已经饿得眼睛发绿了，要是自己在外围搞个养鸡场，等哪天我出门打猎，后脚那帮饿疯了的黄鼠狼绝对会溜上来，连鸡带蛋给我偷个精光，我可没那个闲工色守鸡圈防贼。很快我就有了决断，岛上野鸡这么多，那说明丛林深处一定有它们的繁殖地，直接去林子里抄它们的老底才是最省心的。只要找到鸡窝，定期去搜刮，既不用产鸡屎又源源不断。念头一定，我便不再犹豫。随后看了一眼自己简陋的装备，平时用来装水果的渔网可当不了运输鸡蛋的工具，要是用树叶兜着也根本就不方便。而要说装鸡蛋最好的工具，结合现有的条件，除了编一个竹篮，几乎没有第二个选项。说干就干，我立马起身拖过竹子，劈出新鲜竹条，在编织的间隙，还抬头瞥了一眼不远处那只正拴在石壁悠闲啃着干草的野山羊。那羊眨巴着眼睛，嘴里还在反刍。我撇了撇嘴，在心里暗暗想了一句：算你运气好，让你再活2天。等天色彻底黑下来，一个不算精致但足够结实，底部和内壁都垫了厚厚一层软草的竹篮彻底成型了。有了这个，明天不管摸多少鸡蛋，都不怕在路上颠簸碎了。我活动了一下酸痛的手腕，开始张罗自己的晚饭。先是升起篝火，然后在陶罐里倒了淡水，又扔了几块肉干和野菜。等水温够高，这才小心地将那枚唯一的野鸡蛋敲碎，滑进滚烫的肉汤里。没过多久，一个白嫩的荷包蛋便在陶罐里成型。我看都没看罐子里的肉干，拿起竹勺稳稳地将那枚荷包蛋舀进碗里，用筷子轻轻挑破蛋白，看着里面金黄微凝的蛋汁缓缓流出，随后夹起一小块送入口中。滑嫩的蛋白与浓郁的蛋黄在舌尖交融，那种久违的蛋香一下子在口腔里蔓延开来。我微闭着双眼坐在竹床上，动作轻缓地细细咀嚼，品尝着这荒岛上难得的美味。我的每一口都吃得极为专注。然而野鸡蛋终究还是太小了，等我回过神来，习惯性的再次下筷时，却发现碗里已经空空如也。这就没了，这也太少了，塞牙缝都不够，才刚品出点味道来，东西就已经进了肚子。我盯着那只在夜色中显得格外扎实的竹篮，眼神一下子变得无比坚定，甚至隐隐透着一股绿光。尝到了甜头，哪有就此罢手的道理？明天必须进山，把那群野鸡的屁股都给抄了。清晨浓重的冷雾弥漫在密林间，天边刚翻起第一抹鱼肚白时，我就睁开了眼，然后立刻翻身下床，先是丢嘴里一块木炭嚼了嚼，刷了个牙，又简单的吃了早饭。昨晚编好的那只新竹篮被他拎到跟前，再次检查了一遍。当一切准备妥当，与此同时，女人营地里，苏薇薇正站在火堆旁，准备喊大家过来领早饭。
可他目光在人群中扫了一圈，脸色却突然一变。周围正打着哈欠等早饭的众人面面相觑。江月呢？他们人呢？不知道啊，大清早起来就没看见他们，可能去上厕所了吧。4个人一起去上厕所。苏微微冷哼了一声，心里莫名升起一股不安。现在的营地人心浮动，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让他这个名义上的队长感到神经紧绷。就在营地里窃窃私语的时候，营地边缘的林子里突然传来了一声枯枝被踩断的脆响，众人纷纷转头看去，只见树林中几个身影缓缓显现。走在最前面的是江月和陆昭然，两人的背后竟用藤蔓结结实实的捆着2大捆干燥木柴，沉甸甸的分量压得他们脚步有些沉重。在他们身后，楚韵则用外套兜着大捧大捧的野果和蘑菇，那丰沛的物资看得周围几个饿得眼睛发绿的队员下意识咽了口唾沫。苏微微见状先是一愣，随即眼中顿时绽放出光芒。天知道营地现在有多缺物资，这4个女人居然大清早出去找到了这么多好东西。你们可算回来了！苏微微脸上挂着热情的笑容，快步迎了上去。怎么大清早出门也不打个招呼？快放下歇歇，我正准备给你们分发早饭呢。然而苏微微的手还没碰到那捆木柴，江月却微微一侧身，冷淡地避开了她的迎接。江月将木柴重重地卸在地上，发出一声闷响，这才直起腰，一双美眸平静地看着苏微微。苏微微，这些东西和你们没有关系。苏微微将在半空的手顿时有些尴尬地缩了回来。你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很简单，从今天开始，这些木柴食物都是属于我们4个人自己的物资。我们4人组正式脱离营地的集体分配。这话一出，安静的营地里瞬间炸开了锅。脱离集体，他们这是要单干啊？疯了吧！在这荒岛上离了团队怎么活？队员们交头接耳，脸上写满了震惊。可反观温若晴，却显得异常平静，显然她也早就料到了这个结果。江小姐，大家都是落难到这里的同胞。秦岚见势不妙，赶忙急匆匆地走上前，扮演和事佬，语气满是诚恳。在这鬼地方，大家只有齐心协力，抱团取暖，才能共度难关。你们现在闹分割，这不是自掘坟墓吗？有什么误会，大家坐下来聊，没必要分得这么散。江月看着一脸真挚的秦岚，并没有出言反驳，她只是轻轻地摇了摇头。多谢你的好意，但我觉得我们自己能活得更好。是。秦岚顿时语塞，还想再劝，可江月已经不再理会他，转身弯下腰开始整理物资，摆出了一副拒绝沟通的姿态。苏微微站在原地，看着江月那副完全不把他放在眼里的态度，心中的怒火逐渐涌了上来。他紧紧咬着牙，冷笑连连。好，很好，江月你有骨气，但你是不是忘了最基本的一点？在这荒岛上没有火，没有罐子，你们连一口热水都喝不上。离开了我们，你们哪来的火源？苏微微双手环抱在胸前，自以为抓住了对方致命的软肋。这个就不用你操心了。一道带着几分讥讽的清亮女声响起。只见走在最后面的盛星言终于迈步走进了营地，所有人都目光齐刷刷地落在了程星言的身上。而当看清他怀里抱着的东西时，全场瞬间鸦雀无声。只见盛星言的怀里正小心翼翼地抱着一个大号的陶罐，那陶罐外形规整，器壁厚薄均匀，在清晨的微光下泛着一种质朴而扎实的灰褐色光泽，里面稳稳当当地装着大半罐清澈的溪水。苏微微的视线下意识地往回飘，落在了自己那个像个矮冬瓜一样的旧陶罐上，又转头看了看程星言怀里的那个近乎漂亮的陶罐，一双拳头不自觉地攥了起来。这怎么可能？他们怎么会有陶罐？而且比自己的还要大还要好。然而这还没有结束，盛星言撇了撇嘴，将怀里的陶罐稳稳地放在地上，接着他从肩膀上取下一件古怪的工具，那是一根用坚韧藤蔓和弯曲木棍绑成的木弓，中间还穿套着一根笔直的硬木棒。他随手将这奇怪的工地给了旁边的楚韵。楚韵姐，麻烦你了。楚韵笑着点了点头，蹲下身从口袋里摸出了一小团早已揉搓的极度蓬松干燥的干草作为火炉。随后楚韵将弓弦在木棒上缠绕了一圈，一手按住木棒顶端的木头，另一手拉动木弓，开始飞快的前后拉锯，刷刷刷，木棒在极快的旋转下与木板剧烈摩擦。一开始还没什么异样，但随着时间1分1秒过去，一缕青烟便缓缓升起。楚韵动作熟练的吹了口气，那团干草火绒里很快亮起了一抹微弱的红光。紧接着他将火绒放进提前搭好的细碎柴堆里，轻轻一吹，呼，一团火苗逐渐将木柴点燃，火焰越来越大，整个营地在这一刻彻底沸腾了，各种难以置信的惊叹声和讨论声此起彼伏。我的天，那是什么工具？怎么拉了一会儿就冒烟了？那叫钻木取火吧？但怎么能这么快？那个陶罐好漂亮啊，比咱们那个小罐子强太多了吧？他们到底什么时候做的罐子？听着耳边那些乱哄哄的惊叹，苏微微只觉得脸上一阵火辣辣的疼，她的脸色已经不能用难看来形容了，简直阴沉的要滴出水来。因为她怎么也没想到，江月等人不仅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彻底解决了火源问题，甚至还烧制出了品质完爆自己的陶罐。然而更让苏微微吐血的还在后面，江月将属于他们4人的物资全部整齐地放进了最边缘的一个山洞里。他拍了拍手上的灰尘，在一道道惊疑不定的目光注视下迈开长腿，就这么直勾勾地朝着坐在角落里，手里还捧着一个野果，朝着夏诗宁走了过去。在所有人惊愕的注视中，江月在夏诗宁面前微微弯腰，脸上露出一抹真诚的笑意。夏诗宁，你要加入我们吗？全队拿命冒险搜集回来的口粮，你早就在盘算，你到底还和我们一条心，还是打算彻底断了营地所有人？苏微微破防，江月静静地站在原地，目光落在夏诗宁身上。虽然他早就学会了制言技术，但在这个时候主动招揽夏诗宁，也不是为了那所谓的手艺，而是出于更深层的考量。这狗腿组4人，无论是抱大腿的，还是出工不出力、心思活络的，个个都揣着自己的小算盘。在这个朝不保夕的荒岛上，招募那些有野心、有怨气的人进入队伍，无异于引狼入室。
唯独夏时宁不同，这个女孩虽然性格怯懦，干活却最踏实，心思也最干净。更重要的是，她被苏微微压榨得太惨了，至今都不知道该怎么反抗。这样的人对江月来说，只要给上一份稍微体面的待遇，她就会感恩戴德，成为队伍里最忠诚、最靠得住的逼宝。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而且是一份绝对安全的力量。然而苏微微却完全不知道江月的底牌，在听到江月开口拉拢的那一瞬，苏微微当场就慌了。大营地里虽然有10几号人，但只有夏时宁一个人摸索出了过滤海水、制作食盐的办法。如果夏时宁被带走，那大营地以后吃什么？夏时宁，苏微微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脸上的阴沉，硬生生挤出一个笑容。你别听他胡说，江月他们几个人自己都顾不过来，能给你什么保障？只要你愿意留在大营地，我向你保证，以后你的待遇翻倍。以后打水的粗活你一下都不用碰，每天分早饭你第一个挑，你只要专心帮大家制盐水就行。姐姐之前是太忙了，忽略了你，以后绝对不会了，你相信我。听到苏微微的话，周围的队员们顿时也回过神来，一时间原本还在看戏的众人也都坐不住了。是啊，石宁，你不能走啊，求求你留下来吧。白芷红了眼眶，拉着妹妹白少挤上前，求求你留下来吧。秦岚也急忙走了过来，脸上挂着一如既往的温柔与关切，语气真挚的劝道：小夏兰姐知道你受了委屈，这样以后分给我的那份食物，我每天都分给你一点，绝对不让你挨饿。大家在一起生活了这么久，有什么坎是过不去的呢？眼见夏时宁脸色动摇，站在一旁的周婷和方小曼马上上前开口：夏时宁，做人得讲良心吧，这么久以来是谁给你吃给你喝的？现在你看江月他们找到了物资，有了陶罐，拍拍屁股就要走，你这不就是做人不能太自私了。你以后不给我们制盐了，是要让我们大家都去死吗？你这心思怎么这么毒啊？方小曼也在一旁附和道德绑架的理直气壮，一时间哀求声、伪善的关怀声、刺耳的指责声纷纷涌了过来。江月始终没有说话，他就那么静静地站在原地，冷静地看着夏时宁挣扎。他需要看清楚夏时宁到底是一个能在风雨中挺立的硬骨头，还是一块只会被道德绑架、永远扶不起来的烂泥。如果夏时宁过不去这一关，那他也不配加入自己的队伍。夏时宁的手指死死攥着衣角，身体在众人的围攻下微微颤抖。察觉到了夏时宁的动摇，苏微微眼里闪过一丝微不可察的得意，随即眼神一狠，抛出了最后的杀手锏。他冷笑一声，指着江月等人，用一种近乎恐吓的语气对夏时宁说道：夏时宁，你可不要犯混，你好好看看他们是什么身份。江月跨国集团总裁千金，陆昭然智商绝顶的社会精英，楚韵和盛心妍哪一个不是有背景有家世的大小姐？他们几个人从一开始就抱成一团，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你呢？你不过就是个普通人，要是跟他们走了，能融入得进他们的圈子。苏微微上前一步，声音笃定：他们现在对你好，不过是看你老实，想多骗个免费的苦力过去，等到了那边重活累活全是你的。只要出了事，你第一个就会被他们像垃圾一样扔掉。听到这里，江月的眉头终于微微一皱。苏微微这番话不可谓不阴险，直接挑明了阶级和圈子的壁垒。这对于夏时宁这种底层出身的人来说，杀伤力极大。江月刚准备开口反驳两句，却见一直低着头、身体颤抖的夏时宁突然抬起了头，那张一向怯懦温顺的脸上，不知何时竟浮现出一抹自嘲的笑容。融入不进去苏领队，难道我在你手底下就融得进去，不受欺负吗？夏时宁看着苏微微反问道。苏微微的笑脸瞬间僵死在脸上，夏时宁没有理会他，而是转过头，将目光落在了正一脸希冀的秦岚身上。他虽然没有说话，但那意思很明显。以前我饿得胃疼，被周婷他们欺负的时候，你秦岚就站在旁边，怎么从不见你站出来，说要把你的食物分给我一点？现在我要走了，你倒是在这里充其好人，装出这副马后炮的样子了。秦岚被夏时宁盯得浑身不自在，脸上的笑容渐渐挂不住，讪讪地避开了目光。最后夏时宁转过身，走到了苏微微面前，迎着苏微微那惊怒交加的视线，夏时宁深吸一口气，轻声说道：也许你说的没错，我过去了，可能还是避免不了被压迫、被欺负的结果。听到这话，苏微微心中一喜，以为夏时宁要回心转意，可还没等她脸上的笑容绽放，夏时宁却笑了笑：但现在我不想再过这种日子了，我想赌一把。话音落下，原本还在眯着眼睛打量夏时宁背影的江月，眼里悄然闪过一丝欣赏，而苏微微则是被气得整张脸红白交替。不管怎么说，之前谢谢你一直给我一份食物，让我不至于饿死。夏时宁缓缓伸开那只满是划痕的手掌，他的掌心里静静地躺着一颗又小又轻，甚至带个虫眼的野果，这是苏微微分给他的早饭。夏时宁轻轻弯下腰，将那颗又小又轻的野果轻轻地放在了苏微微脚边的泥地上。苏领队，你们多保重吧。做完这一切，夏时宁只觉得浑身一阵轻松，仿佛卸下了万斤重担。在众人复杂的目光中，他转过身，没有丝毫迟疑地走向了江月。来到江月面前，夏时宁微微低下了头，原本挺直的脊背多了一分由衷的敬意。江姐，以后麻烦你了。看着面前这个最终还是坚定内心想法的女孩，江月轻轻扶了扶夏时宁的肩膀，温和地笑了笑。放心，跟着我们，有我们一口吃的，就绝不会少你一口。然而他话音刚落，就听到一声怒喝。等等！见到夏时宁选择背叛自己，苏微微最终还是没忍住，她紧紧盯着夏时宁的背影，眼睛里全是凶光。她向前跨出一步，指着夏时宁，声音尖锐：夏时宁，谁允许你走了？
我允许你走了吗？说话间，苏微微已经伸出手，做事就要去抓夏石宁的手腕，想强行将她拽回大营地。周婷和方小曼见状也咬咬牙，硬着头皮跟了上去，试图帮苏微微撑场子。夏石宁被这阵势吓得惊呼一声，本能的就往江月身后缩，两只手紧紧抓着江月的衣角，身子都在抖。然而还没等苏微微碰到夏石宁，两道身影便已经挡在了她的面前，是盛心妍和陆昭然。他们在苏微微开口的时候，就已经丢下手里的活计，齐齐上前一步。两人的手里不知何时各自握住了一根削得锋利的木矛，长矛平举，尖锐的木尖直指苏微微三人，距离他们的身体不过半步之遥。苏微微三人的身形硬生生刹住，感受着木矛上散发出的凉意。周婷和方小曼吓得倒吸一口凉气，再也不敢向前迈出半步。江月静静地站在两根木矛后方，语气不屑：“怎么，人家不愿意跟着你，你还想动手强留？”苏微微看着眼前那仿佛下一秒就会刺伤自己的木剑，再看看江月那毫无温度的眼神，最后求助似的看了一眼身后那些队员，他们人多，只要一拥而上，就算是江月他们想也绝对保不住夏石宁。然而面对苏微微的目光，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帮他，毕竟谁都不敢拿自己的命去赌江月他们会不会真的动手。只有陈瑶急得叫唤着：“微微，你快回来啊，那里危险！”看到没有一个敢上前帮忙，苏微微的一凛脸气得一阵青一阵白，最终彻底破防，但她也不敢动手，只能指着江月身后的夏石宁咆哮起来：“好，夏石宁，你今天踏出这里，以后就别想再回来。但愿你以后不要后悔。等你在外面过不下去，饿死冻死的时候，就算你跪着求我，我也绝对不会再收留你。我们走！”说完，苏微微猛地一甩手，带着同样脸色发白的周婷和方小曼转过身，快步往自己的营地走去。面对苏微微临走前恶毒的诅咒，夏石宁虽然脸色依旧有些发白，但抓着江月衣角的手却慢慢松开了。走吧，先去吃饭。说完，江月便拉着夏石宁回到自己的地盘。此时一直负责做饭的楚韵已经将早餐准备的差不多了。10块垒成的简易灶台上，用陶罐熬煮的蔬菜粥正咕嘟咕嘟的冒着热气。楚韵用干净宽大的树叶熟练的折成了几个精致的小碗，给每个人都盛了满满一碗的蔬菜粥。随后江月将3个红彤彤饱满多汁的野果递到了夏石宁的面前，温声说道：“吃吧。”看着手里那碗热气腾腾的蔬菜粥，再看着江月递过来的3颗果子，夏石宁只觉得鼻尖一酸，眼眶瞬间湿润了。谢谢江姐。夏石宁吸了吸鼻子，声音有些哽咽，低头大口吃了起来。而不远处的大营地里，那些围观的女人看到这一幕，都忍不住咽了咽口水。她们看看夏石宁手里的食物，再看看自己手里还有些发青的果子，一时间，不少人心底都滋生出了一个念头：要不我也去加入江月的队伍。可当他们转过头，看到苏微微那林铁青几乎快要癫狂的脸时，又忍不住缩了缩脖子，战战兢兢地将这个想法死死地压了下去。女人营地就此彻底分家。在茂密的灌木丛中，我正提着空荡荡的竹篮艰难地前行，喘息声粗重得很。一上午的寻找几乎耗尽了我的体力，我浑身上下都在冒汗，汗水顺着额头不断往下流，流进眼里带来一阵阵火辣辣的刺痛。我只能频繁地用脏兮兮的手背去擦，胳膊也早就在穿行中被那些带刺的藤蔓划出了好几道细长的红印子。然而转了一上午，我虽然见到不少野鸡，但是连鸡窝的影子都没见着。第一次，我顺着鸡粪便的踪迹寻找，结果走了好大一段路，发现是一条死路。第二次，我发现了一个羽毛集中的区域，以为鸡窝就在附近，结果兴冲冲地拨开一片灌木丛，惊飞了几只正在打架的野鸡。最终我一屁股坐在一棵巨大古树的阴影下，整个人疲惫地靠在树干上。此时正是正午时分，头顶的太阳最为毒辣，在这最热的时候，连野兽都躲起来避暑。我拿出水壶，一口气灌了一大半，随后又取出肉干，开始补充消耗的体力。我一边进食一边在脑海里思索，其实想要找到野鸡窝，还有一个更省力也甚容易的办法，那就是盯着野鸡的动静，等到天黑了，野鸡群自然会回巢。我只需要远远跟着野鸡的踪迹，自然能找到它们的老巢。可这个办法的弊端也很大。首先，野鸡极其敏感，如果跟着它们回巢，很容易惊扰到鸡群。一旦野鸡受惊，极有可能会抛弃现有的鸡窝，迁徙去其他地方下蛋。那长期薅鸡蛋的计划可就彻底泡汤了。更重要的是，那个时候天都已经黑了。经历过上次被那只巨熊疯狂追杀的险境后，我如今比以前谨慎了太多。夜晚的丛林还是太危险了，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我实在是不想在野外过夜了。用力揉捏着酸痛的膝盖，在树荫下休息了将近2个小时，直到下午2、3点，林子里的温度终于稍稍降下来了一些。先找找。再看吧，如果今天实在找不到，明天就只能用那个下册了。我拍了拍屁股上的泥土，重新站起身来。虽然浑身依旧酸痛黏腻，但我的眼神已经重新变得锐利而坚毅。我活动了一下手脚，重新提起竹篮，盯着前方那片未知的灌木丛，深吸了一口气。我还是不信了。他低声咬牙自语了一句，迈开步子，再次踏入了丛林深处。我低头把视线锁在潮湿的泥地上。这一次我没像上午那样乱找，而是耐着性子寻找野鸡的痕迹。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穿过一片满是荆棘的洼地后，终于在松软的泥土上发现了一串清晰的梅花状野鸡脚印。我心中一喜，立刻顺着脚印一路追踪，越往深处走，地上的脚印就越密集。在穿过一片被茂密灌木丛严密围绕的隐蔽空地后，我的眼前豁然开朗。只见空地中央的干燥沙土上分布着密密麻麻的小坑，放眼望去得有好几十个，其中一大半的土坑里都静静地躺着野鸡蛋，每个坑里最少都有7、8个，在微弱的光线下散发着诱人的光泽。我操，发财了！这一刻，我简直欣喜若狂，恨不得把这些蛋全部装进自己的篮子里。但我刚伸出手，理智又让他强行冷静了下来。虽然现在能看出来这里的野鸡资源非常丰富，但绝不能赫择而渔。谁知道自己一次性把鸡蛋全部取走，会不会导致以后这片区域再也孵不出小鸡，面临无鸡可抓的尴尬境地，得可持续发展。
我深吸一口气，平复了一下激动的心情，决定从每个鸡窝里只取走1、2个，同时借助系统的特殊辨识，尽可能的避开那些已经开始孕育胚胎的受精蛋，专挑未受精的拿。此时，在海滩另一侧的女人营地内，只剩下周婷和方小曼在此忙活着。从江月带人分家离开的那一刻起，大营地的日子瞬间变得无比艰难。没了专门的拾柴组，苏微微不得不亲自带领着采集一队的女人，在寻找食物的同时，还要兼顾捡柴火的任务。但更让苏微微焦头烂额的是制盐问题。夏时宁这个唯一掌握了制盐技术的人叛逃了，营地里今晚要吃的盐水都得断供。为了摸索出制盐技术，苏微微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投向了周婷。周婷，当初夏时宁制盐的时候，你天天在旁边兼顾他，或多或少都得学会点吧。苏微微看着周婷下达了死命令。你是我最信任的自己人，这制盐的法子只有掌握在你手里，我才最放心。方小曼，你留下来吹当主，你们务必尽批盐水，绝对不能让营地断货。被赶鸭子上架的周婷和方小曼压根就不懂其中门道，他们只能模仿着夏时宁当初的样子，用树叶、漏斗和沙子把海边弄来的粗盐水过滤过来，再过滤过去。可折腾了几个小时，过滤出来的水依然是浑浊发黄的泥浆。周婷沾了一点放进嘴里，又苦又涩，还带着一股恶心的泥腥味，直接呸呸呸的全吐了出来。真他烦，这根本就不行啊！周婷气急败坏的摔了树枝，就是都怪夏时宁那个，要不是他叛逃，咱们至于受这个罪吗？方小曼也满脸是汗的抱怨着，一次次的失败让两人的耐心彻底耗尽。方小曼索性往沙地上一躺，摆烂似的说道：微微姐也太难为人了，咱们怎么可能做得出盐水？要我说，去抢别人的还差不多。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周婷手里的动作一顿，一转头盯着方小曼。对啊，咱们做不出来，但可以去抢别人的啊。方小曼一个机灵坐了起来，咽了口唾沫。抢？去哪儿抢？你笨啊！在这个岛上，除了林峰那里和江月他们那里，还有哪里有盐？周婷抬手轻轻拍了一下方小曼的脑门，翻了个白眼。听到林峰2个字，两人下意识地看向了林峰的营地，但他们的脑海中很快就齐刷刷地浮现出前天的一幕。林峰单手一挥，那根手臂粗细的木棍被打成数节，两人齐齐打了个冷战，瞬间把去林峰那里偷东西的作死念头从脑海里甩了出去。惹不起，两人的目光又移向了江月他们居住的那个山洞。他们知道江月他们下午也出去采集食物了，里面囤放着干柴食物以及做好的盐水。周婷和方小曼对视一眼，默契的没有吭声。他们拍了拍身上的泥土，偷偷摸摸地朝着江月的石洞摸了过去。当两人鬼鬼祟祟地溜到洞口的时候，方小曼急不可耐的就要往里面走，快进去拿了盐水就。然而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呼，一根削得锋利的木矛闪电般直奔方小曼的肩膀刺来，吃了！方小曼差点被这一矛吓死，发出一声刺耳的惨叫，双腿一软，直接摔在了地上。周婷也被吓得怪叫一声，连退数步，差点一屁股坐进旁边的沙坑里。昏暗的石洞中，盛心妍双手紧握木矛，一双大眼睛里满是狠劲。果然和赵然姐猜的一样，你们这种会来偷东西。盛心妍冷冷地盯着地上的2个人，手里的木矛颤了一下，作势要刺。滚！再让我看见你们过来，下一次戳穿的可就不是衣服了。被盛心妍那要杀人一般的眼神盯着，周婷手忙脚乱地扶起方小曼离开，再也不敢有任何去偷盐的念头。另一边，我再把几10个鸡窝小心翼翼地薅了一遍后，竹篮里已经整整齐齐地码放了30多枚野鸡蛋。我直起腰抬头看了看天色，此时时间已经来到了傍晚，远处隐约传来了野鸡归巢时的扑腾声和叫声，不好，鸡群要回来了。我不敢多留，万一撞上回巢的野鸡群，把他们吓得抛弃这个老巢，那以后可就没地方薅羊毛了。我当即提起竹篮，迅速离开了这片空地，一路上紧赶慢赶，踩着崎岖不平的山路，总算是在天色彻底黑透的时候，一路小跑着赶回营地。我擦了擦额头上的薄汗，提着竹篮走向自己的山洞。然而还没等我伸手推开挡在洞口的巨石，不远处的大营地火堆旁便突兀地传来了苏微微的喝骂声。你们这和明墙有什么区别？那声喝骂在寂静的荒岛上显得格外刺耳。我正准备推开巨石的手，不由得一顿，还是不由得侧过头，不动声色地朝苏微微营地的方向扫了过去。我一眼就看到了苏微微那气急败坏的模样，以及和他对峙的江月等人，脑中立刻浮现出温若晴前几天的提醒。当时温若晴说起江月几人的异状时，就猜到那几人可能要单干，倒是没想到江月他们居然如此麻利，不过几天就直接带着人另立门户了。不过我现在实在没有精力和余力去当个围观群众，今天太累了，而且竹篮里这些娇贵的野鸡蛋必须尽快妥善安置，这可是实打实的蛋白质和营养，远比女人们的撕扯争吵要有价值的多。我收回视线，用力推开巨石，闪身进了自己的石洞。而在石洞营地前，火光映照着2拨人截然不同的脸色。这场对峙的起因其实并不复杂，在主营地那边，周婷和方小曼又折腾了半天，最终还是没能摸索出制盐的门道。眼看着今晚做饭连一滴盐水都用不上了，苏微微得知后气得不轻。5分钟前，在劈头盖脸的臭骂了2人一顿后，苏微微不得不厚着脸皮带人找上江月，想要直接把制盐技术给买下来，一劳永逸。可苏微微万万没想到，江月的态度极其强硬，根本不卖技术。制盐的法子不可能拿出来交易，不过看在以前的情分上，做好的盐倒是可以卖给你们，3个拳头大的红果子换你们营地2天的份。听到这个报价，苏微微整个人直接炸了。你这个明强有什么两样？面对苏微微近乎破防的怒吼，坐在火堆旁的江月显得异常平静。他手里拿着一根木棍，不紧不慢地拨弄着篝火，将几块烧红的木炭聚拢在一起，神色淡然地开口：我只是在和你商议价格而已，嫌贵你可以不换。真要说抢，某些人想趁着主人不在，摸到别人洞里把东西拿走，这种行为才叫抢吧。听到这话，盛心妍微微扬起小脸，手里还握着那根下午刚建功的锋利木矛，脆生生地补了一刀。江姐严格来说
那种行为在法律上不叫抢，叫偷。小月在谈事呢，心妍你别打岔。坐在另一边的楚韵忍不住抿嘴一笑，伸出白皙的手指，有些好笑的在程心妍脸上轻轻捏了捏。站在苏微微身后的周婷和方小曼脸色瞬间白了又红，尤其是方小曼，下午差点被盛心妍一毛戳穿肩膀，此时看着那根在火光下闪着寒光的木毛，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苏微微自然知道江月暗指的是下午周婷和方小曼偷盐未遂的事，但她此时也顾不上训斥手下，因为营地今晚急需盐。她深吸了一口气，强压下胸口不断翻涌的憋屈与怒火，继续咬牙切齿地讨价还价。我要的是技术，是能一直用的技术。结果你就给我2天的盐，还3个红果子。这附近1天能找到几个红果子，你不知道吗？这种红果子水分充足，口感酸甜，在这荒岛上极为珍贵，寻找起来极其费时费力。江月双手抱胸，身子微微往后靠了靠，神色依旧平静无波。果子不够，可以用其他东西替代，比如1捧新鲜的无毒蘑菇，1捆晒干的柴火，2把野菜，甚至是任何肉食都行。我不挑。听到肉食2个字，苏微微气得好悬没一口气背过去。在这破岛上，他们连填饱肚子都困难，上哪去弄肉食？要是真的有肉，他自己早就吃了，还会拿来换这盐水？江月，大家怎么说也一起活了这么久，你非要把事做这么绝吗？苏微微咬着牙死死地盯着江月，江月却只是淡淡一笑，摇了摇头，语气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举步还价，嫌贵，你大可以去找林峰交易，看看物资充足的他会不会大发慈悲跟你换。林诺在听到林峰这2个字的一瞬间，精神猛地一震，和林峰交易。恍惚间，他那一向不怎么聪明的脑子里，好像忽然抓住了什么很重要的东西。而另一边，苏微微在听到林峰的名字后，那张本就难看的脸瞬间黑得像锅底一样，额头上的青筋暴起。要说他现在在这岛上最讨厌、最恨的人是谁，那绝对非林峰无疑。那个该死的混蛋，3番2次让他难堪，甚至还当众动手，让他去求林峰，跟林峰交易。哼！苏微微气急反笑，当着所有人的面指着林峰山洞的方向，大声发狠道：“我苏微微就是饿死在外面，从这儿跳下去，也绝不会跟林峰那混蛋换一点东西。”然而发狠归发狠，苏微微心里其实很清楚，自己根本就斗不过江月。更重要的是，他手里能用的筹码实在是太少了。大营的现在人多嘴杂，消耗极大，却没有一个会直言的。在这技术被对方垄断的情况下，他根本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资本，只能任由江月死死的拿捏。最终缺盐的难题还是碎了苏微微的自尊心。他从牙缝里硬生生的挤出一句话：“周婷去拿2把野菜过来。”片刻后，周婷垮着脸，心疼无比地递过去2把刚采摘不久的野菜，从江月手里换回了仅仅够大营地支撑2天的微薄盐量。交易达成，苏微微一刻也不想多待，黑着脸转过身，带着人快步朝大营地走回到大营地的火堆旁。虽然换回了盐，晚饭的汤里也终于有了点咸味，但整个大营地的气氛却压抑得很。苏微微坐在最中心的位置，死死地盯着眼前的火堆，因为在江月面前丢尽了面子，她气得根本没有胃口吃饭。白纸陈瑶、秦岚、周婷围在四周，木然地吞咽着粗糙的食物。赵雅几个偷吃组默默地坐在一旁，低调吃着自己份额的晚饭。然而就在这一片死寂中，林诺却缓缓站起身，他深吸了一口气，将眼底对苏微微的厌恶与嫌弃隐藏起来，脸上瞬间堆起一副谄媚讨好的狗腿子笑容，小跑到苏微微身边蹲下。在赵雅等人愈发古怪的注视下，林诺压低了声音劝道：“微微姐，其实吧，我觉得跟林峰做交易不是不行啊。林诺，你是脑子进水了，还是故意来气我的？我刚发的誓，就算死也绝对不跟他换一点东西。你现在跳出来说这话，安的什么心？”听到苏微微一口一个混蛋的骂着林峰，坐在角落里的赵雅、林诗音和温若晴3女眉头皱了一下，心里都有点不爽。不过3女都极有默契地保持了沉默，准备看看林诺到底憋的什么屁。唯独性子单纯、憋不住话的沈小棠气得直接撅起了小嘴，她有些不服气地捏着衣角，倔强地嘟囔了一句：“林峰哥哥才不是混蛋，他是大好人。”林诗音吓了一跳，连忙扯了扯她的衣角，用眼神示意她小点声。苏微微此时正瞪着林诺，倒是没注意到沈小棠的碎碎念。被苏微微这么一通臭骂，林诺心里自然也窝着火，但为了自己的目的，他脸上硬是撑着笑容，继续好言相劝道：“微微姐，你先冷静，听我说完。你想想，今天江月他们那态度你也看到了，盐现在在他们手里，就等于死死的拿捏住了咱们2天的盐量，就要咱们拿2把野菜去换。时间一长，咱们营地辛辛苦苦弄来的野菜浆果，不全都要源源不断的送进江月的口袋里？”林诺顿了顿，语气变得凝重起来。所以跟林峰做交易，不是想不想的问题，而是必须去做。听着这话，你到底苏微微冷想干什么？笑了一声，反驳道：“你当我是傻子？江月他们搬出去单干，手里缺这缺那，才会跟我们以物易物。可林峰呢？那个家伙一个人占着那么好的山洞，又有肉又有水果，他根本什么不缺。咱们要想从他手里拿到东西，鬼知道他会怎么狮子大开口，开出什么离谱的价位，我们拿什么去换？”听到这话，林诺又往前凑了凑，神秘兮兮的压低声音：“微微姐，你糊涂了。我可没说用咱们珍贵的物资去和林峰换东西。”苏微微一愣，疑惑地盯着他：“那你的意思是？”林诺的声音再次压低，诱惑道：“林峰的物资是多，可就一个人啊。咱们虽然物资短缺，但咱们人多啊，而且我们还都是……”到了这个时候，他要是还听不懂林诺的意思，那他干脆直接找……想明白后，苏微微气急败坏的猛地一推林诺，本就蹲在地上的林诺重心不稳，直接被推的一个屁股蹲坐在了地上。苏微微站起身，脸色涨得通红，怒声呵斥：“不可能！我绝对不会让林峰那家伙尝到一点甜头。”
这里的动静吸引了营地里所有人的注意。林诺虽然摔了一下，但他脸上却没有丝毫尴尬或愤怒的神色。他慢条斯理地拍了拍屁股上的灰尘，站起身，耸了耸肩，一脸无所谓的笑道：“行，微微姐，我也就是提个建议嘛。万一到时候真的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用得上呢？没有万一，闭嘴！”苏微微生气地咬牙切齿。得，我不说了，行吧？林诺撇了撇嘴，退回了自己的角落里。表面上，林诺似乎是妥协了，但他的心里却已经开始期待苏微微撑不下去的那一天。而另一边，在愤怒地骂走林诺后，苏微微的胸口依旧剧烈地起伏着。她重新坐回火堆旁，盯着跳跃的火焰，脑海里却忍不住思考起林诺刚才的那个提议。如果真的如同林诺所说，去林峰那里兑换盐，甚至是其他物资，这样一来，不仅能得到急剧的资源，大营地还能少1-2个职，怎么看似乎都不亏。不行，绝对不行！苏微微猛地打了个冷战，赶紧把这个想法从脑海里甩了出去。江月他们已经带人脱离了，现在大营地本就人手紧张，如果再把人送走，那日常的捡柴采摘的人手就更少了。苏微微深吸了一口气，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林峰山洞里，天哪！林诗音忍不住掩嘴惊呼，一双美眸瞪着滚圆。这么多的野鸡蛋，好多好多啊！沈小棠盯着篮子里的鸡蛋，哈喇子都快流出来了，眼睛瞪得溜圆。哪怕是温若晴也忍不住咽了口唾沫。你们几个真当我是开深夜食堂的啊？林峰有些无语地回了一句，随后打趣道：“不过你们今天来晚了，我已经吃过饭了，现在可没吃的喂你们。”话虽如此，林峰的目光在落到赵雅身上时，还是闪了闪。赵雅现在毕竟，他心里或多或少会偏袒他一些。林峰刚想吩咐温若晴去弄几个荷包蛋，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出口，林诺一下子就扑了过来。林峰今天累坏了吧？来给你捶捶。林诺满脸谄媚的笑容，十分自然地蹲在林峰面前，伸出手在对方腿上敲打起来。林峰坐在竹床上，看着那张写满了为了吃的我能的脸，忍不住反问道：“你这当狗腿子的本领到底是从哪儿学的？”林诺也不生气，反而顺杆爬的道：“人家这叫心疼你吗？只要林峰大哥好，我什么……”林峰乐了，摆了摆手道：“行了，看在你这么懂事的份上，待会赏你个荷包蛋吃。”谢谢林峰大哥，你最好了。林诺顿时大喜过望，手底下的动作更卖力了。看着林诺只是捶捶腿就能分到一个荷包蛋，小吃货沈小棠哪里还坐得住？他的大脑飞速运转，突然想起了前几天晚上林诺私底下悄悄教给他的那些招数。小丫头在林诗音震惊的目光注视下，沈小棠啪嗒啪嗒的迈着小碎步，直奔林峰冲了过去。在走到林峰面前的瞬间，沈小棠娇呼了一声：“林峰哥哥，我也要吃荷包蛋。”他就闭着眼睛红着脸，张开双臂，一脸娇羞的对我喊道。我使劲按了按他的脑袋，又揪了揪他的小鼻子，宠溺的说道：“小棠也有哦。”一边玩去。得到承诺的沈小棠这才松开手，吐了吐舌头，开心的蹦蹦跳跳。温若晴眼睛转了转，突然坏笑着凑到了身旁满脸通红的林诗音耳边，压低声音说了些什么。下一秒，林诗音羞得直跺脚，反问道：“这也太羞耻了吧！我才不要！”温若晴歪了弯小脑袋，一脸无辜的眨了眨眼，故意叹了口气：“哎呀，那姐姐是不想吃荷包蛋喽？”温若晴说完之后，林诗音脑海开始回忆起荷包蛋的味道，她嘴里就忍不住开始分泌口水。自打上了岛，除了在林峰这里，她就没吃过一顿饱饭，又怎能不想吃这荷包蛋？最终，林诗音看着旁边笑眯眯的温若晴，又看了看悠闲坐在竹床上的林峰，还是咬了咬牙：“不就是撒个娇吗？谁不会是的？”这句话说完，林诗音只觉得一股热气直冲脑门，她的脑袋低垂着，几乎要埋进自己的胸口里了。见到这位平日里端庄的大哥后，竟然露出如此反差的林大哥后什么时候学会他这一招啊？这要是让外面的怕不是眼珠子都得瞪出来。你快别说了，羞死人了！林诗音羞愤交加，赶忙放开林峰的胳膊，双手捂住自己的脸，再也不敢看对方一眼。见林诗音快要羞到爆炸，林峰瞬间把责任摘得干干净净。他转而看向另一边偷乐的温若晴，便故意感慨了一句：“你这个小……看你出的馊主意，把你林姐姐害羞成什么样了？”温若晴不仅没反驳，反而顺杆。那林大哥喜欢吗？林峰哈哈一笑，伸出手指捏了捏温若晴那小巧的鼻尖，这略显，反倒让温若晴眼神不自然地飘向了一旁。在一众莺莺燕燕中，唯独站在后面的赵雅没有表态，倒不是她放不开，主要是她要是想讨好林峰，在场这么多人，她施展不开啊。行了，若晴，去下几个荷包蛋吧，多下一个，给赵雅盛2个。正准备去生火的温若晴脚步微微一顿，狭长的美眸中闪过一丝异样的光芒，但她什么都没说，只是抿着嘴笑了笑，便听话的去忙活了。林峰特意给自己加餐，让赵雅心里涌起一阵甜意。不多时，陶钵里水声咕嘟，白嫩嫩的荷包蛋在沸水中翻滚成型。林峰一边看着温若晴煮蛋，一边有些好奇地问了一句大营地的事。对了，江月他们分家了。可不是嘛，江月他们分家的时候，还把夏时宁给带走了，现在大营地连盐都没有了，想吃盐，苏微微还得拿食物去和江月换。听到夏时宁这个名字，林峰眉头微微一挑。本来他还想着找个机会把夏时宁这个技术人才挖过来，倒是没想到江月的动作比他还快。不过他也仅仅只是感叹了一下罢了，并不觉得有什么损失。只要他手里有足够的筹码，技术人才迟早会自己送上门。很快，热腾腾的荷包蛋出锅了，仅仅是往碗里撒一点盐，蛋汤就足够鲜美。女人们围坐在一起，捧着碗吃的一脸满足。碗里最后一口荷包蛋汤被林诺呼哧呼哧的喝掉，他满足的抹了一把嘴，突然凑到林峰身边，邀功似的开口：“我今天跟苏微微提了，让他拿
跟你换物资，等他撑不住了，肯定会同意的。到时候我们就不用每天晚上做贼一样偷偷摸摸跑过来了，还能在白天光明正大的给你干活呢。这话让坐在旁边的赵雅愣了一下，随即忍不住疑惑道：“就你的脑子，居然还能想到用这招？”赵雅，你什么意思啊？见赵雅又损自己，林诺瞬间炸毛。就算是我，也会偶尔聪明一次的，好不好？到时候你可一定要第一个啊，第二个你可一定要第二个吧，我要过。林诺这一脸急切又怂得飞快的样子，让洞里响起一片欢快的笑声。林峰坐在竹床上，看着这几个吃饱喝足的女人们，干咳一声打断了他们继续闹下去。可都吃完了吧？几人停下动作，有些疑惑的看向他。林峰伸了个懒腰，眼神的在众人身上扫过，最后落在了赵雅身上。吃完都先回去吧。赵雅多留一会儿，在一众女人各异的目光中，林峰嘴角勾起一抹笑容。哎我。几人离开山洞，林诺拉着沈小唐走在最前面。一离开林峰的视线，林诺就忍不住兴奋地拍了拍沈小唐的肩膀，压低声音夸奖道：“今天表现不错嘛，不愧是我林诺手把手教出来的弟子。”哎呀，你别说了。林诺忍不住笑了起来，打趣道：“为了荷包蛋，我们小唐才没有很……”而走在后面的温若晴看着前面打闹的两人，眯起的眼睛逐渐睁开了。她凑到身旁林诗音的耳边，用只有2个人能听到的声音，悠悠地说道：“林姐姐看见了吧？赵雅姐姐已经呛战仙姬了。”连小唐和林诺都开始各显神通了。温若晴顿了顿，语气半开玩笑的：“我们也得加快进度了呢。”确实，赵雅已经彻底上位，林诺那不要脸的家伙正挖空心思往上爬，甚至连平时只知道吃的小唐都开窍了。如今好像真就剩他和温若晴进度最慢了，自己好像真的也该加把劲儿了。等等，好像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林诗音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只见他猛地停下脚步，一双美眸危险的微微眯起。我怎么感觉都是我在前面冲锋陷阵，你这个小妮子坐享其成啊！听到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温若晴的动作一顿，她那双原本睁开的眼睛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重新眯了起来，小脑袋有些尴尬的扭向一旁，嘴里还欲盖弥彰的干咳了2声。那个，怎么会呢，林姐姐，这绝对是你的错觉啦！我明明也出力了呀，是吗？林诗音自然不会这么容易的被他糊弄过去，她上前一步，伸手就揪住了温若晴莹润的小耳朵，微微用力，强行将她的脸转了过来，逼着她和自己对视。好啊，事到如今，你个小丫头居然还想糊弄我，老实交代！呀，疼疼疼疼！姐姐，好姐姐，你快先松手，耳朵要被你揪掉了。林诗音轻哼了一声，倒也没有真的用力，顺势松开了手，双手环胸往内一站。说吧，你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林诗音心里其实也没底，她不过是单纯觉得这小妮子平时鬼主意太多，想出言炸一炸她。然而揉着耳朵的温若晴却突然揉了揉通红的耳垂，有些无奈的叹了一口气。她看着林诗音，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悠悠的开口：“既然姐姐你都问到这个份上了，那我就不瞒你了。”温若晴这反常的严肃神情，让林诗音心里顿时咯噔一下，一股不好的预感升起。她有些紧张的咽了口唾沫，连声音都弱了几分。还真有啊。温若晴咬了咬红唇，低声道：“其实之前第一次给你带香蕉，回去和你说的林峰大哥对你很感兴趣的时候，我就骗了你。你的意思是林峰其实根本没说过那些话？”林诗音只觉得自己的心跳都漏了半拍，紧接着是一股失落感和紧张。林峰对她没想法，那是不是意味着他和若晴迟早会被赶出这个能吃饱饭的组，又要回到每天啃野果子里去？然而温若晴却摇了摇头，否定了他的猜测。那是什么？林诗音被他弄得有些摸不着头脑，只听温若晴凑近了一步，压低声音的说道：“其实我在第一次去见林峰大哥的时候，就已经做主把你整个人都托付给他了。也就是说，从那一刻起，你其实就已经属于林峰大哥了。”轰！这一句话宛如一道晴天霹雳，林诗音先前的失落和害怕被一扫而空，全都转化为了震惊。你胡说些什么呢？真的假的？林诗音的声音都颤颤巍巍的。当然是真的。不然你以为林峰大哥当初凭什么那么简单的就接纳了我们2个？林诗音的脑子本来就因为震惊而转得慢，现在被温若晴这么一问，林诗音整个人彻底宕机了。顺着温若晴的思路，林诗音还真就陷了进去，她忍不住开始在脑子里不断回想。是啊，好像还真是这么个理，她记得很清楚。他们俩第一次主动去找林峰的那天，林峰一看到他们眼神那叫一个炙热，整个人显得无比激动和欢愉。可是等等，我是不是忽略了什么细节？林诗音眉头微蹙，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眼看着林诗音就要理清思绪，温若晴哪里会给她思考的时间？她立刻深吸了一口气，故作愤怒和幽怨地打断了林诗音。只是我怎么都没想到，林姐姐你这么不争气啊！突然林诗音的思绪被打断，一脸懵逼地反问：“我又怎么了？你还说呢？本来我都给你把路铺好了，姐姐你只要稍微主动一点，就能顺理成章地成为林峰大哥那里地位最高、待遇最好的人，连带着我也能享受姐姐你的庇护。结果呢？就因为姐姐你一直犹豫不决，结果让赵雅姐姐后来者居上，捷足先登了。你瞧瞧今天分荷包蛋的时候，林峰大哥都特意叮嘱多给他吃一个。这刚开始就偏心成这样了，以后等赵雅姐多吹吹枕边风，我们俩在这的待遇还不知道要跟人家拉开多少呢。”温若晴这一套连招带打下来，有理有据，直接把林诗音说的抬不起头来。最后她弱弱的抬起头，憋出了一句：“对不起啊，若晴。”
看到林诗音居然真的红着脸跟自己道歉，温若晴差点当场破功笑出声来。憋住，一定要憋住！温若晴，你可是专业的，无论多好笑，都绝对不能笑，不然之前的铺垫就全毁了。为了不让自己笑出来，温若晴暗暗咬牙，在林诗音看不到的角度，狠狠地掐了自己大腿一把。疼痛感让温若晴倒吸了一口凉气，脸上的表情瞬间变得无比严肃和凝重。她强忍着大腿上的疼痛，语气深沉地说道：“所以姐姐，你明白了吗？你真的不能再继续犹豫下去了。要是接下来让林诺姐姐甚至小躺妹妹都超到你的前面，那林峰大哥身边可就彻底没有我们的容身之所了。我明白了。”林诗音握紧了拳头，我绝对不会再让任何人超越我了。林诗音听到这话，身子猛地挺直，看着不远处那死气沉沉的大营地，她的眼神里终于燃起了熊熊斗志。那我们赶紧回去休息吧，养足精神，尽早拿下。温若晴在心里狠狠地比了个耶，脸上却是一副欣慰的表情。林诗音重重点头，目光坚定，拿下林峰。而另一边，赵雅坐起身，语气慵懒地询问：“林峰，刚才林诺跟你说的那件事，你觉得真的有可能实现吗？”听到赵雅的发问，我睁开眼想了想后摇摇头。在经历江月脱离事件后，再让苏微微直接把劳动力让给我，恐怕很难。不过，如果是短暂的租借，倒是有一定的可能。租借？听到这里，赵雅的面色变得古怪起来。她看着林峰，忍不住啐了一口：“说的好听，什么租借？到了你这里，那不就是……”我干咳一声，直接跳过这个话题。先别管这个，反正苏微微只要走这一步棋，只会加速营地的分裂。为什么？为什么？我笑了笑，提醒道：“你想想看，那些人知道你们来我这干活，饿了吃肉，渴了有水果。你觉得那个时候，他们看着自己手里的野果子，心里会怎么想？”赵雅顿时恍然大悟，到时候根本不需要林峰发话，他们自己就会想方设法的过来给林峰打工，甚至是想做个长期工。你等一下。转眼间又是几天过去，此刻我已经在礁石区熟练的收起渔网，里面扑腾着肥美的活鱼。午后我带着竹毛藤网去竹林陷阱那里巡视一圈，总能精准的带回几只野鸡野兔，再不然就是多花点时间多跑些路程，挖上几十斤的红薯带回营地。就算是想偷个懒，那也是在丛林里转悠，寻找野生的珊瑚礁和野姜这些天然的调味品回来。除了调味品，我还凭借着鉴定功能，采摘了许多具有消炎止血止咳退烧的入药植物，那些药材被它分类码放的整整齐齐，晒干后好好的储存起来。自此每当夜幕降临，我的食洞里便会飘散出浓郁的炖肉香气，野鸡汤里炖着鲜嫩的蘑菇，撒上野山椒和细盐，汤汁浓郁粘稠，香味经久不散。然而与我这边神仙般的日子相比，苏微微的主营地却正在一步步滑向深渊。这几天里，苏微微又硬着头皮带人去找江月他们交换了2次食盐，每一次的交换代价都让她心痛不已。为了那仅仅能维持几天生命所需的一小包粗盐，大营地不得不将辛辛苦苦采集来的最好那部分物资都双手奉上。看着自己和队员们的劳动成果就这么被江月等人剥削走，苏微微的心里愈发感到不甘与屈辱。她甚至动过歪脑筋，想偷偷窥探对方的制盐技术。可江月何等聪明，他们防苏微微就跟防贼似的，每次制盐的时候都在山洞里藏得严严实实，连一丝烟气都不让他们瞧见。随着交易次数越来越多，大家的怨气也是越来越多，不仅仅是对江月他们的，也同样有对苏微微的。因此苏微微的心理防线终于开始动摇了。她一个人坐在篝火旁，看着跳跃的火光，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林诺之前提出的建议。她甚至已经开始考虑，等今天外出采集的队伍回来后，要不要召开一次全体会议，商量和林峰交易的事情。此时距离大营地不远的密林中，采集2队正拖着疲惫的步伐，在茂密的灌木丛中艰难地穿行。走在队伍最前面领头的依旧是柳霜这个队长，跟在后面的是白芷白芍这对双胞胎姐妹。走着走着，姐姐白芷的身形忽然一顿，她感到右胳膊一阵刺痛，眉头紧蹙，小脸上满是痛苦，本能的伸手捂住了自己的胳膊。然而当白芷疑惑地低头看去时，却发现自己右胳膊的衣袖完好无损，裸露在外的白皙肌肤上也根本没有任何伤口。白芷脸色一变，急忙转过身，果然此时的白芍正捂着自己的右胳膊，有些龇牙咧嘴的倒吸着凉气。小芍，白芷赶忙上前，一把拉住妹妹的胳膊，焦急地查看着。白芍见姐姐过来，摇了摇头，小声说：“姐，我没事儿，就是走得急，被偏那条带刺的树枝刮了一下。”白芷小心翼翼地拉开妹妹的衣袖，只见白皙的藕臂上果然有一道几厘米长的红色划痕。看到情况不严重，白芷这才松了一口气，但还是忍不住轻声责备道：“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走路看着点儿，毛手毛脚的。”白芍自知理亏，吐了吐舌头。而这一幕恰好被走在不远处的温若晴看在了眼里，她有些疑惑地走上前来，好奇地问道：“白芷姐姐，刚才白芍姐姐受伤的时候，好像连哼都没哼一声吧？你走在前面都没回头，怎么就知道她胳膊擦伤了呀？”听到温若晴的询问，白芷和白芍对视了一眼，俏脸上都有些尴尬和局促。白芷不自然地干咳了一声，伸手将一缕碎发挽到耳后，轻声问道：“若晴，你有没有听说过，有些双胞胎之间会存在一种很特别的心灵感应？”温若晴想了想，一拍双手，连连点头道：“听过，以前在新闻和书上看点过，说有些双胞胎一个人心里想些什么，另一个人也能感受得到。难道白芷姐姐你们之间也有这种感应吗？”两姐妹脸上的尴尬之色更浓了，最后还是姐姐白芷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其实我们之间的情况比普通的心灵感应还要更严重一点，更严重。温若晴的好奇心一下子上来了。白芷的声音有些扭捏。我们之间经常会产生一种类似于感同身受的共感。温若晴眼睛瞪得溜圆，满脸不可思议。感同身受，那岂不是说你们其中一个人受伤，另一个人也会感受到一模一样的疼痛？倒也不是一模一样，这种共感传来的痛觉，在传递的过程中好像会被缩弱一些，
而且这种痛感不会持续太久，一般几分钟后就会跟着消失。听完这个神奇的秘密，温若晴捂着小嘴，大眼睛里满是惊叹和同情。她很快便做出一副极为关怀的温柔表情，拉着两姐妹的手柔声劝慰道：“那白芝姐姐、白芍姐姐，你们两个以后可千万要小心啊，千万不要受伤，不然一个人受伤，两个人受罪，那也太痛苦了。”温若晴在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神真诚无比。听到温若晴的关心，白芷和白芍两姐妹只能露出苦涩的笑容。尽量吧。姐姐白芷叹了口气，她们心里想的却是，在这残酷荒凉的孤岛上，他们每天都要深入丛林收集食物，再怎么小心翼翼，只会更加举步维艰。怀着复杂而沉重的心情，姐妹两人跟着采集2队的成员们走出了茂密的丛林，回到了主营地。然而他们一踏入营地，就明显感觉到今天营地的气氛非同寻常，压抑的让人有些喘不过气来。营地中央的空地上，只见苏微微面色凝重的站着，在她身后是几个脸色同样不好看的骨干成员。看到采集2队回来，苏微微深吸了一口气，清了清嗓子，用一种前所未有的严肃语气大声宣布道：“所有人放下手里的东西，立刻到中央空地集合，我们开会。今天把大家叫过来是要宣布一件大事，一件关乎我们所有人能不能活下去的大事。”他的声音有些沙哑，在黄昏里听着格外的沉重。这几天的情况，想必大家也都体会到了。为了拿到必须的盐，我们只能把好不容易找来的物资源源不断的送去给江月，结果就是我们自己的食物越来越少，甚至每天连肚子都填不饱。一旁的柳霜皱起眉头，看着苏微微沉声问道：“你现在把大家聚在一起，是有什么新想法吗？”苏微微看着跳跃的火光，双手下意识的紧了紧。片刻后，她像是做出了什么艰难的决定，说道：“之前林诺跟我提过一个建议，他说要是实在没办法，我们可以试试去和林峰做交易。”听到林峰这2个字，原本安静的营地顿时起了一阵细微的骚动。虽然我也不愿意承认，但林峰手里的东西确实比我们多太多了。他有稳定的盐，有吃不完的肉，甚至……苏微微咬了咬红唇，声音低了下去。所以我考虑，之后我们可能需要派人去林峰那里干活，用这个换我们急需的物资和盐。干活。柳霜将这2个字重复了一遍，语气里满是警惕。苏微微有些烦躁地闭了闭眼，最终她把心一横，声音也随之提高了几分。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派人去林峰那里干活，拿这个当交换物资的筹码。这话一出来，火堆旁边一下子没人说话了。白芷、白芍、陈瑶、秦岚，大家的脸上表情在这一刻精彩极了，有惊讶难以置信，以及怎么也藏不住的惊慌。林峰在他们的认知里可不是什么善男信女，去林峰那里干活，谁知道会发生什么？见众人神色异样，苏微微心中生出一股无力感，赶紧补充了一句：“虽然我个人非常不愿意，甚至极其排斥和那个混蛋打交道，但现在毕竟事关我们所有人能不能活下去，所以我想征询一下大家的意见。同意去和林峰做交易的，请表态。如果票数够多，我们明天就派人去交涉。”然而回应苏微微的却只有木柴在火堆里燃烧发出的噼啪声，空气一时间安静的有些尴尬。这些女队员们心里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她们很清楚林峰那里的物资确实丰厚到让人发狂，要是真能换来物资和盐，大家都能活命。可问题是派谁去？可说是去干活，但是大家要是坐在一起挨个啃骨，谁的心里都平衡，谁也不会抱怨什么。可如果出现现在这种情况，大家的心态就失衡了。万一同意了，结果这个倒霉蛋最后落到了自己头上，那找谁哭去？所以一时间竟然久久没有人吭声，所有人都把头低得死死的，生怕自己一抬头就会被苏微微选出来。看着这一幕，苏微微本来就极其糟糕的心情终于按捺不住，她一把抓起脚边的木棍，狠狠地砸进了火堆里。砰！火星子被砸得四处飞溅，吓得围坐在旁边的白芷齐齐打了个哆嗦。吃饭分东西的时候，你们一个比一个积极，现在营地有难了，怎么一个都哑巴了？苏微微气得胸口剧烈起伏，声音在营地上空回荡。又不是把你们卖给林峰，不就是去他那儿待几天，还能回不来了不成？在苏微微的怒斥后，依然没有人主动站出来。眼看着气氛僵持到了极点，坐在一旁的林诺看准时机，觉得火候差不多了，他偷偷和旁边的赵雅交换了一个眼神，第一个站了出来。我支持微微姐。林诺的声音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只见林诺一脸正气地说道：“再这么下去，我们迟早会被江月他们拖垮的。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我支持和林峰做交易。”然而林诺此时心里想的却是：哎呀，可算是等到这一天了。赵雅自然最清楚林峰的想法，她此时也顺理成章地站起身。我也支持，大局为重。我们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见到就连赵雅都支持自己，苏微微有些意外，但最终还是将其归为对方向自己认怂的表现。之后温若晴、沈小棠以及林诗音3人也纷纷举起了手表示赞同。看到已经有5个人表态支持，原本还打退堂鼓的其他队员们心思也开始活络了起来。他们看着营地里这么多人，脑海中忍不住产生了一种侥幸心理，万一那个倒霉蛋不是我呢？只要倒霉的不是自己，那就能分到林峰那里的盐和物资，绝对是稳赚不赔的买卖啊！在这种侥幸心理的驱使下，女队员们终于不再当缩头乌龟，纷纷开始出声支持。我也同意微微姐，我也觉得可行，总比饿死强。对，我也支持。最终，这项和林峰做交易的决定全票通过。看着全票通过的结果，苏微微转头看向了坐在一旁的秦岚。苏微微自己是绝对不打算亲自去和林峰那个无赖商谈的。她一看见林峰那副得意洋洋的嘴脸，就火冒三丈，根本无法保持冷静。这种需要拉扯和讨价还价的谈判，必须要一个资历丰富的人。苏微微走到秦岚面前说道：“秦岚前辈，这件事恐怕需要您亲自走一趟了。”闻言，秦岚点了点头。好，既然大家都做出了决定，
那明天清晨我便走一趟。苏微微大喜过望，但随即她又像是想到了什么，千叮咛万嘱咐道：秦岚前辈，你一定要记住，跟林峰谈的时候，我们可以派人过去帮他干活，但是无论那个他开出什么样的条件，我们也绝对不能把人永久性的让出去。人必须要能回来。苏微微捏紧拳头，咬牙切齿地说出自己的底线。人必须是要能回来的，如果他非要强留人，那这个交易我们宁可不做。大营地里，苏微微和柳霜他们都看着秦岚的背影，一个个心里七上八下的。秦岚顺着林间小道来到林峰的营地，却发现林峰根本不在，洞口还被一块大石头堵得严严实实。秦岚无奈地叹了口气，她转过身，远远地朝着伸长了脖子等的苏微微他们摊了摊手，示意人不在。大营地那边传来一阵失望的叹息。秦岚本可以转头回去，但她担心自己前脚刚走，林峰后脚回来，把这当成大营地缺乏诚意的表现，那接下来的谈判就难办了。她吸了口气，索性决定就在这儿等。可她万万没想到，这一等就是3个多小时。月头逐渐爬到头顶，温度逐渐升高，汗水顺着她精致的锁骨滑落。大营地那边的苏微微也等得快没了耐心，在营地里烦躁的来回踱步。就在这时，从林深处终于传来沙沙的脚步声。秦岚精神一振，急忙抬头看去，只见我正不紧不慢地从林子里走出来。我肩膀上扛着竹矛，手里提着一个精致的竹篮子，篮子上面用几片宽大的芭蕉叶盖着，严严实实的，让人看不清里面装的什么东西。在大营地众人的注视下，我大摇大摆地从秦岚身前走了过去，径直回到了自己的石洞前。秦岚急忙上前一步，刚准备开口，我却抬起一只手阻止了她。已经快到中午了，该吃午饭了。有什么事儿，等我吃过饭再说。秦岚一口气憋在嗓子眼，可看着我那冷淡的侧脸，也只能把话又咽了回去。她眼睁睁地看着我把篮子放在地上，随后没怎么费力的就把那块巨石给推到了一边。沉重的岩石摩擦地面，发出沉闷的轰鸣声。看着我那恐怖的力量，秦岚悄悄咽了口唾沫，心底深处升起一股敬畏。我提起竹篮子，径直走进了洞内。因为我刚才没有发话，秦岚深知分寸，不好贸然跟着进去，只好规规矩矩地站在洞门口继续等待着。可她还是忍不住，偷偷将视线往阴凉的石洞内部瞄去。然而仅仅是这一眼，秦岚整个人就僵在了原地，惊讶的几乎要说不出话来。石洞一角，各种野生的水果在一个竹筐里堆成了一座5颜6色的小山，旁边的笼子里7、8只肥美的野鸡正眯着眼打盹，3、4只灰毛野兔在另一个笼子里啃食浆果。石壁的藤蔓上挂满了成排的熏鱼和色泽油亮的肉干，靠墙的位置那里堆放着一大堆红薯。秦岚在心里粗略估算了一下，保守估计得有上百斤。洞穴深处还拴着那只被林峰一直养到现在的黑山羊，这哪里是荒岛求生，这简直是一个富庶的避难所。香菊莎，他们大营地每天为了1、2颗红果，分一小口野菜汤斤斤计较，完完全全就是难民。就在秦岚心中掀起惊涛骇浪时，我走到一个巨大的竹筐前，伸手掀开了自己手里那个竹篮上的芭蕉。秦岚本能地伸长了脖子看去，这一看她的心口又是一颤，那小篮子里竟然整整齐齐地码放着30多枚野鸡蛋。我不紧不慢地将这些鸡蛋一个一个地转移到大竹筐里，最后顺手从里面拿了3个鸡蛋。我走到陶锅前熟练的生火，倒水，水烧开后，将3个鸡蛋在锅沿上轻轻一磕，啪，蛋壳裂开，圆滚滚的蛋黄和晶莹的蛋清滑入沸腾的陶锅中，迅速凝结成白嫩的蛋包。见到这一幕，秦岚那早已饥肠辘辘的肚子咕噜噜地叫了一声，她眼巴巴地望着我，一双美眸中满是渴望与希冀，渴望着林峰能绅士一点，转过头对他说一句要不要一起吃点，但我却像完全没有感受到身后那道灼热的视线一般，连鸟都不鸟他。我用竹筷夹起一个白嫩的荷包蛋，吹了吹慢条斯理的咬了一口，吸溜，金黄的蛋黄流了出来，我吃得津津有味。在这个过程中，秦岚嘴里的口水根本没有停止分泌过，但也只能一次又一次把口水咽回肚子里。这种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折磨，直到我将3个荷包蛋全部吃下肚，才终于宣告结束。我放下陶碗，随意的抹了把嘴，这才转过头看向神色已经有些木讷的秦岚，说吧，你来这里找我，肯定是有事对吧？听到我开口，秦岚这才如梦初醒般的回过神来，她局促地整理了一下衣服，努力让自己显得平静一些，开口说出了自己的来意，一切都和我预料的一模一样。林峰，我们营地想要和你交换一些物资，比如食盐或者其他我们急需的东西。我倒也没有墨迹，双手环胸，身体往后靠了靠，直截了当的开口询问：你们想拿什么来换？不会又是项链之类的首饰吧？听到我没有立刻拒绝，秦岚的心里松了一口气。只要有的谈，那就好办。她组织了一下语言，看着林峰有些紧张的开口道：不知道你这里缺不缺人手？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派人过来你这里给你打工，赚取报酬。听到秦岚的话，我没有立刻回答，我看着秦岚尾调拖长：打工啊？临时工？秦岚愣了一下，没料到我会用这个词，但她很快反应过来，点头承认：对，只能是临时工。秦岚她有些紧张地盯着我的眼睛，你看这样行不行呢？可她没想到的是，我竟然非常爽快地点了点头。行啊，临时工就临时工。听到这话，秦岚只觉得一块大石头落了地，忍不住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她甚至有些欣喜，觉得自己这么轻易就保住了大营地的底线。但很快，秦岚的心又重新提了起来。那报酬呢？当第一缕阳光照射进林峰山洞的时候，林诗音的睫毛轻轻颤了颤，她感觉到浑身酸痛，本能的做了一个伸懒腰的动作。映入眼帘的就是我那张带着笑意的脸。我走了进来，大咧咧的坐在一侧的石块上。看不出来啊，林诗音干活挺有劲儿啊。林峰，你闭嘴！林诗音脸颊一热，根本不敢与我对视。她索性一咬牙，直接把脸埋进了自己怀里。可这一下，她立刻感受到了昨天干完活留下的汗水带来的黏腻感，极其不舒服。她刚想抬起头和我说点什么，林诗音却突然一僵，瞬间抬头狠狠地白了我一眼。这个可恶的林峰！许久之后，
我想洗个热水澡。我听到这话微微一愣，洗澡？之前在大营地那边，白天人多眼杂，根本不好意思洗，只能到了夜里偷摸用冷水擦拭一下，每次擦完都冻得浑身发抖。我现在身上黏得难受，机会难得，我想在这里洗个干净。看着昔日风光无限的林诗音，如今因为洗个热水澡都露出这般小心翼翼的姿态，我倒也没有吝啬。行，多大点事儿，我刚好要做早饭，顺手烧一罐热水就是了。见我答应得如此痛快，林诗音心中一喜，原本因为酸痛而有些阴郁的心情瞬间放弃。她强撑着从旁边的石台上取了一小块黑乎乎的木炭，仔细地刷着牙去除口中的异味。早饭依旧是昨天吃剩保存起来的羊杂汤，我将其重新煮沸，两人围坐在锅旁，大半锅的羊杂汤终于被两人彻底消灭干净。吃饱喝足，便到了林诗音期待已久的洗澡时间。在这资源匮乏的荒岛上，想要舒服的泡澡自然是不可能的。我短时间内也做不出一个工人躺卧的浴缸，我提前烧好2桶热水，在山洞内侧用厚麻布隔出独立区域，完事便去洞口整理柴火。而林诗音点点头，抱着热水桶走到布帘后方，独自清洗身上劳作留下的汗渍。等她收拾妥当走出布帘，整个人清爽了不少，脸上也褪去了连日劳作的疲惫。我的报酬呢？报酬这不都在这儿呢？别闹，说正经的。我收起笑脸，取出了一个用宽大树叶包裹的严严实实的小包，拿着吧。林诗音接过树叶包，打开，只见里面平铺着一层雪白的食盐，分量绝对算不上多。以前江月他们和主营地做交易，每次给的盐大概是主营地所有人2天的分量，而林峰自存比江月那群女人大方得多。这一次他整整给了3天的分量。林诗音捧着这一小包盐，沉默了许久，她抬起头看着林峰，眼神里满是幽怨。你就给我这么一丁点盐，合着就值这个价？哎，话可不能这么说。你这2顿吃的羊杂汤，还有你刚才洗的热水澡，这些不要成本的吗？好东西留在咱们自己家里吃不好吗？难不成你还真打算让我把羊肉拿给你带回去分给苏薇薇他们吃？那些羊肉是咱们自己人的口粮。是啊，林峰的东西也是他的东西。一想到苏薇薇平时对他的冷淡和针对，确实凭什么便宜他们？是不是给的太多了？要不我们再减少一半？我的嘴角忍不住狠狠抽搐了一下。你好无耻！林诗音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微微扬起下巴。彼此，都是跟你学的。我愣了一下，随即忍不住扑哧一声笑出声来。随你看着办吧。想了一会儿，林诗音到底还是没有克扣盐分，朝着大营地的方向走去。都这个点了，林诗音怎么还没回来？周婷有些焦躁地走来走去，林诺坐在树荫下，手里拿着一根木棍，无聊地在地上画着圈。听到周婷的话，忍不住翻了个白眼。能出什么事儿？林诗音怕不是吃撑了，正在消食呢。快看，回来了！只见林诗音走了过来，大营地里的女人们瞬间陷入了沉默。温若晴却一副没事人一样的惊喜样子，小跑着迎了过去，一边跑一边大声的：天哪，林姐姐，你身上你怎么变得这么干净呀？你是不是在林峰那儿洗澡了？此话一出，原本还沉浸在同情与愧疚中的女人们瞬间抬起头，只是一眼就看出了此刻的林诗音与昨日的不同。面对温若晴的询问，林诗音神色平淡的点了点头。确实洗了个热水澡。闻言，众人羡慕的眼睛都快要红了。在这座鬼地方，他们连喝口热水都要排队领取，林诗音居然在那里洗了个热水澡，这是去受罪的还是去享受的？那个诗音啊，秦岚有些尴尬的走上前，打断了众人的羡慕。她眼巴巴的看着林诗音那空无一物的双手，紧张的问出了所有人最关心的问题：你的报酬呢？还有肉呢？听到肉这个字，四周的女人们呼吸都粗重了几分，纷纷围拢过来。面对众人期盼的目光，林诗音把手伸进了自己的上衣口袋，掏兜？谁家好人会把羊肉塞在兜里啊？难不成林峰只给了巴掌大的一小块肉，小到只能塞进兜里带回来？在10几双逐渐紧绷的目光注视下，林诗音缓缓从兜里掏出一个树叶小包递了过去。秦岚深吸一口气，颤抖着打开树叶包，一瞬间，亮晶晶的食盐展露在众人面前，盐很白，比江月交易给他们的还要精致。可这包盐在此刻却显得无比单薄，除了盐什么都没有。别说羊肉了，连根羊毛都没见着。大营地女人们的心纱内间凉得拔凉拔凉的，她们吃肉的幻想全都破灭了。怎么只有盐？林峰他不给肉吗？林峰说了，在他那里打工，食物包吃到撑，但是绝对不能外带。听到这话，女人们的心顿时凉了半截。不能外带，这意味着只有去林峰那里的人才能吃到羊肉，而留在营地里的人依然只能守着清汤寡水啃野果野菜。周婷一听，脸色顿时沉了下来，忍不住开口质问：你吃肉的时候就没想过我们这些饿肚子的姐妹吗？不能外带，那你就在那儿心安理得的吃香喝辣，还洗了热水澡，把我们这么多人全抛在脑后了。林诗音听到这话，眼睛立刻眯了起来。她一步踏出，那股曾经在万众瞩目下养出来的强大气势，直直的压向周婷。那些食物是我好不容易换来的，我为什么不能安心吃？那个时候你周婷怎么不第一个站出来说要去？真要说起来，昨天商议谁去林峰那里打工时，你就一个劲儿的往后缩，甚至恨不得把头扎进裤裆里。周婷被林诗音那冷冽的眼神瞪得浑身一颤，下意识的后退了半步，脸色一阵青一阵白。林诗音却根本不给她喘息的机会，再次逼近一步，用这种高高在上的态度来质问我，你算个什么东西？接下来3天，你甚至是整个营地所有人需要的盐，都是我一个人赚回来的。你有什么脸站在这里？你……周婷指着林诗音，气得浑身发抖。周围的女人们也纷纷低下头去。确实，盐是林诗音带回来的，没有她，她们连盐都吃不上。周婷的指责不仅站不住脚，反而显得像个白眼狼。好了，
周婷，你少说两句。最后还是苏微微沉着脸站了出来，然后转头对林诗音：林诗音，你也累了。周婷是一时口无遮拦，你别和她一般见识。林诗音冷哼一声，双手抱胸，这才作罢。众人就这么围着那包盐，一个个面色复杂，谁也说不出话来。就在这一片死寂中，虽然我们现在有盐了，但我们也不能一直等到盐吃光了再去林峰那里换吧，要不多攒点，万一哪天他又变卦了呢？林诺的话顿时让不少人心头一动。他们看着林诗音那红润的面色和干净的身体，不可否认的他们心动了。去林峰那里就能吃羊肉，还能洗热水澡，这哪里是去受罪，分明是去享受的。但是女人们脸上虽然满是向往，但嘴上却没有一个开口的。苏微微自然也有同样的考虑，大营地坐吃山空不是办法，必须多换点盐储备。可林诗音刚回来就已经是走路一瘸一拐的，就算是他也难得的有些不好意思开口让林诗音继续去。林诺见状心中暗喜，目光期待的看向其他几人。林诺的意思很明显，他想去，并且希望这些人能够让他。然而其他人根本没有人理会他。既然我都已经去过一次了，下次还是我去就可以了。然而坐在一旁的赵雅却在这时叹了口气，她看着自己身上粘着的污渍，自嘲般的笑了一声：你还是先休息休息吧，这段时间我也饿得受不了了，而且我也想洗个干净的热水澡。那好吧，那今晚我就不去了。与此同时，旁边的江月营地内，夏诗宁正神色忧虑地看着正在整理木柴的江月。江姐姐，主营地那边已经开始和林峰做交易了，他们恐怕以后都不会和我们换盐了，我们要不要降低交换条件，重新和他们做交易？江月听了后根本没有任何犹豫，没必要。这段时间我们从主营地那里交换到的物资已经不少了，而且在这个时候降价和林峰抢人，只会得罪林峰。在这里存活下去，这就够了。林峰那个人的实力太过恐怖，在这座荒岛上得罪他没有任何好处，我们只需要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而此时石天洞内，天吃肉没有点酒配着，人生真是毫无乐趣啊！我咂了咂嘴，突然想起了什么，直接一咕噜从床上爬了起来，眼中闪过一丝兴奋的光芒。对了，我有葡萄啊，可以酿葡萄酒啊！我闭上眼，立刻在脑海里查询关于酿造葡萄酒的知识。酿造葡萄酒用的葡萄必须成熟，甚至略微过熟。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是，这些葡萄绝对不能洗，因为新鲜葡萄表面那层白蒙蒙的白霜，并不是什么脏东西，而是果粉。在这层果粉里附着大量的野生酵母菌，要是大费周章的把葡萄洗干净，野生酵母被冲走，那这罐葡萄放进去就只能烂掉没变，根本无法发酵成酒。这样的话，就得重新去摘葡萄了。说干就干，言罢我立马拎起了竹篮出门扫荡野葡萄。谁知我刚一步跨出石洞，迎面就撞上了正往里走的赵雅。四目相对的一瞬间，赵雅的脸上迅速染上了一层红晕。他今天主动接棒，其实既有着对食物和洗澡的渴望，又有些食髓知味的意思。然而还没等赵雅酝酿好情绪开口说话，我的眼睛却是一亮。赵雅，你来的正好。说完，我转头又折回洞里，取出一个空陶罐，又顺手从旁边的干草堆里抽出几张新采摘的芭蕉叶，不由分说的当场将陶罐和芭蕉叶一股脑塞进了赵雅的怀里。赵雅下意识的抱住陶罐。林峰，你这是？你现在去溪边打一罐淡水回来，用火烧开了，把你的脚洗干净。记住啊，一定要洗到美食级别，我回来有大用。不是林峰，你这是？可我根本不给他询问的机会。交代完这句莫名其妙的话后，便转身堵上洞口，拎着竹篮一溜烟跑了，独留下赵雅一个人，抱着个硕大的陶罐和几张芭蕉叶，站在原地风中凌乱。什么玩意儿？把脚洗到美食级别？林峰那句美食级别和有大用，在他脑海里过了2遍后，瞬间就变了味。这死林峰，他想干嘛？赵雅的脸蛋疼的一下红了个彻底，羞恼的对着林峰离去的方向啐了一口。呸！这家伙脑子里一天到晚都装的什么呀？话是这么说，但看着怀里的陶罐，赵雅咬了咬红唇，终究还是抱着陶罐朝着小溪的方向走去。哪怕赵雅只是打了半罐水，走这么一趟差点没给他累成狗。他坐在营地前歇了好一会儿，才用林峰早上做饭后留下还未完全熄灭的木炭重新升起火。陶罐架在火堆上，冰凉的溪水渐渐升温，可看着那一锅热水，赵雅却犯了难。这家伙连个盆都没有，让我怎么洗？赵雅有些气恼的自言自语，不过很快她的目光落在了旁边那几张被她忽略的芭蕉叶上。她站起身，脑海中灵光一闪，在周围捡了10几块大小合适的石块，在干燥的地面上围成了一个圆圈。接着她将3层硕大的芭蕉叶交叠的铺在石圈里，用手仔细的将叶片压实，一个简易的芭蕉叶盆便做好了。赵雅小心翼翼的将温水倒了一部分进去，芭蕉叶天然防水且韧性极佳，在温水的浸泡下，叶片舒展开来，竟然没有一丝水分渗漏出去，还挺好用。赵雅只觉得全身的疲惫感都消散了不少，不过她还没享受多久，便是回想起林峰临走前那句美食级别。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她硬是重新换水，反反复复的洗了整整3遍，直到确定上面绝对再无一丝尘埃，赵雅这才作罢。她坐在石头上，双腿踩在芭蕉叶边缘等待晾干，看着自己的脚，赵雅的面色忍不住变得怪怪的。这东西就算再怎么洗，也不可能被称之为美食级别吧？林峰那家伙该不会是在跟我开玩笑，故意耍我玩吧？可是他又回想起林峰刚才走的时候那眼神发亮急不可耐的模样，又觉得不像是在开玩笑。出于好奇，赵雅脑子里竟是突然冒出一个荒唐的念头，要不在林峰回来之前自己先尝尝，他都能吃，
没理我，我不能试一下啊？想到这里，赵雅只觉得自己的心跳都加快了。然而此时的她没有注意到，我摘完葡萄又马不停蹄一路狂奔回来，已经来到了附近。看到坐在石头上抱着脚准备啃的赵雅后，哎，咋还嘴馋上了？脚丫子那玩意儿能好吃吗？你整点好的啊！听到我的声音忽然出现在身后，本就紧张的要死的赵雅瞬间失去平衡。哎呀！她尖叫一声，眼看整个人就要从石头上栽下去，好在我眼疾手快，手臂一伸一把拉住了她。吓死我了！你有毛病啊！知不道人吓人是会吓死人的。你还说呢？我让你洗脚，可没让你把脚往嘴里塞。还不是因为你，要不是你提出那种……看着我脸上那怎么也藏不住的坏笑，赵雅深吸了一口气。这一刻，她仿佛下定了什么巨大的决心，索性把心一横，彻底豁出去了。她把脚直接伸在了林峰的面前。给洗干净了，吃吧。我的视线下移，落在了自己面前那只脚上，咽了口水。说实话，有那么一个瞬间，我真的想直接抓住这只完美的脚踝，直接往嘴里旋。不对啊，这娘们是不是误会了什么？我突然反应过来，伸手握住了赵雅那纤细的脚踝。胡闹，赵雅，我在你心里就是这种人，有这么奇奇怪怪癖好的变态，你这可太侮辱我纯洁的人格了。赵雅睁开眼有些懵了，她眨了眨美眸，愣愣地看着一脸正气凛然的林峰，又看了看自己还被我抓在手里的脚。赵雅下意识地脱口问道：“你不吃？”废话，我吃它干嘛？你不吃？那你刚才出门的时候为什么特意让我把脚洗干净，还反复叮嘱我一定要洗到可入口的美食级别，还说什么你回来有大用？一想到为了这个该死的要求，自己硬生生洗了整整3遍，甚至还……那什么，我让你洗这么干净，自然是准备用来酿葡萄酒的。葡萄酒，赵雅的眼神一下子亮了。在荒岛上，酒这种东西简直就是最高级别的奢侈品，平时她和苏微微他们连饱饭都吃不上，更别提碰酒了。听到这个词，她喉咙也忍不住动了动，显然是有些嘴馋。但很快赵雅就回过味来，酿葡萄酒用脚。她看着被我放在一旁的那一大筐紫红色的野葡萄，再看看自己光溜溜的脚丫子，脑海中突然明白了什么。你让我把脚洗干净，不会是想让我用脚去踩这些葡萄吧？对啊，不然呢？只是用来采葡萄，不是要吃。结果自己看着自己的脚丫子，脑补了10000字。这一刻，他终于彻底回过神来。哪里有什么变天林峰，人家只是想用最纯正的古法酿个葡萄酒改善生活，反而是他自己最后甚至想个生兔恋足癖一样，抱着自己的脚丫子啃得津津有味。垂死病中惊坐起，变态竟是我自己。赵雅羞耻的恨不得当场一头撞死在旁边的石头上，她双手捂着脸，把头深深的埋进膝盖里，发出一阵阵绝望的鸣咽声。没脸见人了，这辈子都没脸见人了。结果下一秒就听到我又补充了一句：“再说了，等你采完葡萄也不迟嘛，毕竟好东西总要留到最后慢慢享受。”听到这话，赵雅从膝盖里抬起头，露出一张红透的小脸，狠狠地剜了林峰一眼。不过神奇的是，听到这句话后，赵雅心里那种近乎崩溃的情绪，居然奇迹般的缓解了许多。大家都半斤8两，那没事了。10分钟后，石洞内的气氛终于恢复了正常。我采回来的一整篮野葡萄倒进了2口陶锅里，随后又翻出了3、4根已经完全熟透，果皮上甚至带了黑点的野香蕉，以及10几个黄澄澄枇杷。在赵雅疑惑不解的目光中，我把香蕉剥了皮，枇杷去核，一起扔进了装满葡萄的陶锅里。你这是干嘛？你不是说要酿葡萄酒吗？这扔进香蕉和枇杷，这不就变成水果大杂烩汤了？能好喝吗？这你就不懂了。野葡萄虽然好，但糖分其实不于人工冻植的葡萄高，如果直接发酵度数太低，还容易变酸。香蕉和枇杷熟透了，能提供极高且天然的糖分，而且发酵出来后会留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复合果香。最关键是，这能把葡萄酒的度数平均提升个3到5度左右。这一套一套的理论，听得赵雅一愣一愣的，她下意识的看着我，有些狐疑的问了一句：“你怎么懂得这么多？”天才的世界你不懂。赵雅显然不信，说完她有些不情不愿，但又带着一丝莫名兴奋的跨进了陶锅里。看着她的背影，我在心里默默叹了口气。哎，这年头真是一点信誉都没有了。世风日下，就在我感叹的时候，一声清脆的爆裂声在石洞内响起。赵雅已经踩进了陶锅中，她那双洗得极其干净的小脚正站在大半锅紫红色的野葡萄上。随着她的力道，一颗颗饱满的野葡萄在她脚底下爆裂开来，温热而黏糊糊的紫色果汁瞬间包裹了她的双脚。咦，黏糊糊的。赵雅微微蹙眉，不过很快这种奇妙的触感就让她找到了一种宣泄的途径。一想到自己刚才在我面前丢了那么大的人，赵雅便把所有的羞耻和怨气全部发泄在了脚底下的葡萄。踩死你！踩死你这个鼠灵蜂！赵雅恶狠狠地咬着银牙，脚底下的动作那叫一个大开大合，噼里啪啦一顿狂踩，熟透的葡萄、香蕉泥、枇杷果肉在她的暴力摧残下，飞快地融合成了一滩粘稠的紫红色果。哎，你轻点儿，你悠着点儿，别把我的锅底给踩穿了，到时候这些葡萄可全浪费了。哼，踩碎了活该。赵雅得意地挑了挑眉，但脚下的力道终究还是放缓了一些。10几分钟后，行了，停下吧。我凑过去看了看陶锅里的情况，此时2口陶锅里的葡萄皮已经全部被踩烂，紫红色的汁水浓郁粘稠，香蕉和枇杷也完全和葡萄果肉混合在了一起，散发着一股甜腻的果香。赵雅听话的停了下来，扶着我的肩膀，有些艰难的把一双染成了紫红色黏糊糊的脚丫子抬出了陶锅。看着面前这2口已经被占用的陶锅，再看看旁边那一个平常用来做饭的陶罐，以及一个用来装羊血的陶罐，我的眉头忍不住微微皱了起来。空罐不多了，现在陶锅都被占去酿酒了，平时装水的陶罐就剩2个了。
看来等这阵子忙完，又得重新去烧一波淘气了。我正琢磨着，一旁的赵雅正坐竹凳上用清水冲洗着脚上的果子，一阵凉爽的有些反常的风突然从石洞口吹了进来。赵雅正在冲脚的动作微微一顿，她下意识地转过头看向外面的天色，有些担忧地问了一句：“林峰，话说这天是不是要下雨了？”下雨？那咋了？难不成在我这儿还能饿着你吗？我撇了撇嘴，回头看了看石洞里堆积的物资，底气十足地耸了耸肩。赵雅的视线也跟着在洞里绕了一圈，好像也是。可她这口气还没完全松下去，就听见我突然鬼叫了一声：“哎，你怎么洗脚了？”糊糊的果汁不洗脚难道就这么粘着？赵雅被我这一嗓子吼得有点猛，手里舀水的竹筒都差点掉地上，纳闷道：“你懂个屁！暴殄天物啊！你知不知道这叫浪费？浪费是可耻的。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这是好东西。你倒好，直接用水给冲了。”赵雅先是一愣，随即看着我那死死盯着自己脚的眼神，一下子就明白了这无赖话里的意思。切，谁不知道你啊？赵雅有点羞恼的想把脚缩回来，可我的手劲极大，握着她的脚踝根本不松开。赵雅挣脱不开，只能咬了咬红唇，声音小的跟蚊子似的：“大不了我请你吃别的就是了。”这可是你说的，做人要言而有信。石洞门口的巨石将冷风尽数隔绝，外面的天空终于在这一刻彻底阴沉了下来。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的砸在地上，拉开了一场暴雨的序幕。稍远处密林内，柳双当带着采集2队的几个女生摘完一小捧莓果，天色就以一种极其诡异的速度暗了下来。不好，柳双面色一变，看着天空中翻滚的乌云，赶紧招呼着：“要下雨了，大家抓紧时间，带上果子，快往营地跑！”可这里距离主营地还有很长一段路，任凭他们如何咬牙狂奔，暴雨还是在半路倾盆而下。冰冷的雨水一下子将几人浇了个透心凉。等柳双等人狼狈地逃回主营地的茅草屋时，一个个都已经冻得直打哆嗦。这场雨比任何人预想的都要大，也都要久。淅淅沥沥的暴雨夹杂着狂风，整整下了2天2夜，天地间黑压压的一片，根本没法外出。这期间，江月那边因为准备充分，食物充足，木柴也绰绰有余，日子过得虽然憋闷倒也算安稳。可大营地这边的人，日子可就惨到家了。他们之前根本没有储存干柴的意识，仅剩的一点点干燥柴火，在第一天夜里就用光了。好冷啊！山洞内，林诗音抱着双膝蜷缩在角落里，身上裹着干草。可即使这样，她还是冻得浑身打哆。苏微微把为数不多的果子分了下去，勉强够一个人分到1颗。沈小棠咬了一口果子，酸得她一张小脸紧缩起来。你们说，赵雅姐姐现在在干嘛？还能干嘛？她现在肯定正吃着肉，喝着汤，然后舒不服服的过日子呢。早知道会下雨，哪怕身体不舒服，我也去林峰那里了。怎么也比这苦日子强啊！可现在无论说什么都晚了，他们也只能期盼着这场暴雨赶紧结束。而此时此刻，众人羡慕的天堂，也就是林峰的石洞内，赵雅看着林峰再次凑过来的脸，整个人彻底崩溃了。她哭丧着脸表示，自己就算冒着大暴雨也要趴回营地去，这哪里是来享福的？可惜外面狂风大作，赵雅也只能就这么痛并快乐着。连绵了2天2夜的暴雨终于停歇，久违的金色朝阳穿透云层，洒在了波光粼粼的海面上。我神清气爽地走出石洞，我张开双臂，闭着眼，迎着海风狠狠地舒展了一下筋骨，发出噼里啪啦的骨骼爆鸣声。舒坦。赵雅颤颤巍巍地往营地方向前去，此刻的她能清晰地感觉到每一块肌肉都在发出酸痛的抗议。她这个状态，别说自己走回营地了，现在就是让她站稳都费劲。赵雅的眼角不由得流下了一滴不争气的泪水，她看着在洞口迎着朝阳意气风发的林峰背影，在心里疯狂地破口大骂。而此时我正站在洞口欣赏雨后出晴美景的林峰，眼神无意间向着沙滩上一瞥，下一秒我的动作猛地一降，脸上的神色一下子从慵懒变成了极度的兴奋。那是林峰低呼一声，甚至来不及和赵雅打个招呼，直接迈开大步疯了一般朝着海滩的方向狂奔而去。与此同时，主营地那边刚走出山洞，饿得头重脚轻的苏微微、周婷，以及隔壁刚刚出来查探灾情的江月下10年，也几乎在同一时间被海滩上出现的异样所吸引。他们同样迈开步子，疯狂地朝着海滩冲了过去。雨后的海滩弥漫着一股浓重的咸腥味，退潮后的沙滩上狼藉一片，但此刻谁也没心思去关注这些。衣服，那是衣服。远远望去，海滩的沙砾中确实散落着不少五颜六色的布料，那是曾经他们乘坐的那艘豪华游轮上的物品。历经了1个月的风浪漂泊，终于在这次暴雨狂风中被推上了岸。然而当众人气喘吁吁地冲到跟前时，跑在最前面的苏微微和江月却猛地来了一个急刹车，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天哪！大营地里几个胆小的女生更是惊恐的尖叫出声，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好几步。只见半掩埋在沙滩里的，并不只是散落的衣服，在这沙滩上赫然躺着一具穿着残破西装的海难者，而在不远处的潮水冲刷处，隐约还能看到类似的好几具，他们空洞的眼眶里甚至还塞着几根海草，显得格外恐怖。是游轮上的遇难者。江月深吸了一口气，原本因为兴奋而有些红润的脸颊此刻毫无血色。苏微微也有些反胃地捂住了嘴。他们虽然知道整个游轮上只有他们19个幸存者，但亲眼看到这些被海水泡得只剩骨架的昔日同伴，心理防线还是有些承受不住。这上面会不会有细菌啊？或者什么传染病？还是只捡那些散落的衣服吧，那些身上的别碰了。柳双也咽了口唾沫，理智的建议道。就在大营地和江月小队的人面露惧色，只敢在边缘捡一些散落的破烂衣物时，我却已经旁若无人的走了过去。在众人惊恐的目光中，我径直走到那具穿着西装的遇难者旁。林峰，那可是蜀人，你不怕吗？
然而我却是根本就不做理会。我弯下腰，双手直接抓住了他身上的西装外套，往下一转，刺啦！一声清脆的布料撕裂声响起。我看着手里瞬间化作碎屑的布片，眉头不由得皱了皱。这些衣服在海水里浸泡了整整1个月，又经历了烈日暴晒和风浪撕扯，纤维早就彻底腐烂了。我只是稍微使了点劲，整件西装就直接碎成了渣，根本无法再穿。这废了。看到这一幕，原本还指望能捡漏的苏微微和江月等人，脸上也纷纷露出了失望和沮丧的神情。如果冲上岸的衣服都是这种一碰就碎的烂布，那他们跑过来岂不是毫无意义？不过也不是所有人都没有收获。秦岚趁着众人的注意力都被林峰吸引时，她找到了一个被海草死死缠绕着的塑料密封包。秦岚蹲下身，手脚利落地将海草扯开，拉开密封包一角看了一眼，发现里面静静地躺着几身冲锋衣和防风运动裤。因为有防水塑料包的保护，衣服虽然有些褪色，但结构完好无损，只是有些湿而已。秦岚不动声色地将塑料包塞进怀里，若无其事地站起身退回到了众人身后。而此时站在沙滩高处的我，目光已经越过了浅滩，直奔海面望去。视线所及之处，在距离海岸线大约几十米外的海面上，正随着波涛起伏着2个大方块。看那形状和大小，显然是游轮上的旅行行李箱。我眼睛一亮，相比于暴露在空气和海水里腐烂的衣服，行李箱这种密封性极好的东西，里面绝对保存着完好无损的物资。我甚至连外衣都懒得脱，直接扑通一声跃入海水中，快速地朝着那2个行李箱游了过去。海滩上的众人看着林峰的动作，又看了看远处的行李箱，眼中写满了羡慕，但他们根本没有林峰那变态的体能，更没有在海水里游出那么远的勇气，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不一会儿，我便拖着2个沉甸甸的行李箱游回了岸边。我大致扫视了一眼海面和礁石附近，确认视线范围内再没有其他行李箱的踪迹后，便1秒钟也不多待。行了，你们慢慢捡，小爷先撤了。我一手提着一个大行李箱，在众人渴望的目光中，大摇大摆地朝着自己的山洞方向走去，指望林峰把箱子分给他们。开什么玩笑，在这座岛上，我从来就不是什么开仓放粮的大善人。我走后，或许是我的离去带走了大部分的压迫感，剩下的人开始疯狂地在礁石堆和沙滩里翻找起来。江姐，你看那里。只见在一处偏僻的礁石夹缝里，卡着一个粉红色的中型行李箱，因为夹得很死，并没有被潮水带进海里。几乎是同一时间，苏微微的目光也发现了那个粉红色的箱子。起开，起开！这是我们先看到的。江月冷着脸，同样毫不示弱地抓住了箱子的另一侧。这2天2夜的暴雨，让大营地的人吃尽了苦头。苏微微本就憋着一肚子火，尤其是之前江月用食用盐敲诈了他们营地不少的物资，这笔账他可一直记在心里。江月，别给脸不要脸，松手！在荒岛上谁拿到就是谁的，凭什么让我松手？2个平日里高高在上的都市丽人，此刻宛如菜市场抢菜的拉扯在一起。微微姐，我来帮你，不许动，江姐，你给我起开！随着2人的动手，身后的队友也红了眼，压抑了2天2夜的负面情绪在这一瞬间彻底爆发，2拨女人瞬间扭打在了一起。你敢抓我头发？啊，我的头发，我抓你！沙滩上顿时陷入了一片混乱。苏微微这边虽然人数占优，但奈何他们已经饿了整整2天，手脚发软；而江月这边虽然人少，但这2天吃得饱，体力充沛，一时间人多的一方竟然占不到丝毫的便宜。当然，江月他们想要彻底带走箱子也绝非易事。都住手，别打了！再这么打下去，大家都得受伤。听我一句，把箱子砸开，里面的东西我们对半平分。苏微微擦了擦嘴角的沙子，粗粗的喘着气。她看着自家队员一个个气喘吁吁的模样，知道自己这边确实已经到了强弩之末，再闹下去，别说一半，可能连箱子毛都捞不着。好，平分。苏微微咬牙切齿地答应了下来。江月也深吸了一口气，默默地点了点头。2拨人合力搬来一块大石头，狠狠地砸在粉红色行李箱的拉锁上。砰！箱子被砸开，里面的衣物因为有箱体的隔绝，虽然渗入了一些海水，但并没有破损。众人凑过去一看，里面整整齐齐地码放着5件女士上衣、3件运动裤，还有2套花哨的连衣裙，以及3套崭新的内衣。剩下的则是一些化妆品和杂物。看着这些干净的衣物，2拨女人的眼睛再次亮了起来。随之而来的自然又是新一轮唾沫横飞的分赃争执。而此时我早已提着2个沉甸甸的行李箱回到了石洞。这哪来的行李箱？海滩上捡的，托这场暴雨的福。我先是抓起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头，对准了其中一个稍微轻一些的银色行李箱的密码锁，狠狠砸了下去。咔嚓，锁扣直接断裂。我小心翼翼地掀开箱子，箱子里码放得很整齐，是几套干净的男女换洗衣服。在箱子的夹层里，我还翻出了一张塑封的照片，照片上是一对穿着情侣装笑的极其灿烂的年轻男女，背景正是那艘豪华游轮。看着照片，我沉默了2秒。这2人的结局恐怕已经……兄弟妹子走好，你们的衣服我就替你们发挥余热了。我低声默哀了一句，随即将衣服拿出来抖了抖，虽然有些潮气，但用清水洗一洗就能穿。随后我的目光落在了第2个箱子上，这是一个黑色的行李箱，拿起来格外的沉，还额外加装了一个金属密码锁，锁得这么严实，装的什么宝贝？我搓了拍手，再次举起石头，对准锁扣狠狠地来了一下，砰！密码锁直接被砸得变形脱落。我把石头扔到一边，深吸了一口气，满怀期待地将盖子掀开。下一秒，我站在原地狠狠地咽了一口唾沫，揉了揉太阳穴，在心里默默地念叨着：冷静。一定是我的打开方式不对。砰！我快速地打开面前的行李箱，然后关闭。林峰，你怎么了？里面装了什么好东西？快给我看看。哼，赵雅，我觉得你还是别看得好，免得吓到你。听这话，赵雅的脾气顿时上来了。老娘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什么世面没经历过，难不成里面的东西还能跳出来咬我一口？
赵雅有些不屑地嗤笑了一声，朝着林峰翻了个白眼，做了个鬼脸。我耸了耸肩，默默地往旁边退了一步，很绅士地做了个请的手势，只是嘴角那抹古怪的笑意怎么也掩饰不下去。赵雅走到箱子前，双手搭在箱盖上，深吸一口气，然后猛地掀开，下一秒，砰！他脸上的表情在一瞬间经历了错愕、震惊到最后的怀疑人生。林峰，我是不是累得太厉害，脑子糊涂出现幻觉了？不，我想那是真的。赵雅文言不信邪的再次缓缓掀开箱子的一角，硬着头皮开始一件一件的查看里面的东西。这不看还好，一看他感觉自己的三观都在地震。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儿？不过里面倒也不是没有能用的东西，比如里面就有各种折叠好的衣服。当他把视线移到旁边时，发现了几条折叠整齐的衣物。在这缺少换洗衣服的荒岛上，这对他来说无疑是极大的诱惑。好歹有件能穿的。然而当他抖开的一瞬间，整个人彻底僵住了。这中间怎么是空的？林峰，你怎么就偏偏捡了一箱子这东西回来？很厉害不是？我之前可不知道里面有什么。滚！我绝对不穿！忽然赵雅脑海中猛地闪过一个恐怖的念头。林峰这家伙，早知道不看了，自己干嘛要手贱去开这个箱子啊？与此同时，海滩上随着江月、苏微微两拨人分赃结束，他们再次翻找了一阵，还真被他们找到了几身勉强可以御寒的衣服。不过这场暴风雨带来的不仅是衣物，还卷上来了大量的海鱼。退潮后的沙滩上，有着不少被巨浪拍晕或是半掩埋在沙子里的鼠鱼，有些甚至还在沙坑里无力地扑腾着。对于长期缺少肉食的江月和苏微微来说，这简直就是一场恩赐。两拨人迅速达成默契，派员将分好的衣服送回营地后，便一刻不停地在沙滩上翻找捡拾着死鱼。这里还有一条，好大！到了中午临近做饭的时候，苏微微看着自家营地收集到一堆战利品，还没来得及露出笑容，就忽然意识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糟了，我们没有干柴！苏微微柳眉紧锁，脑中灵光一闪，想到了还在林峰那里打工的赵雅。秦岚姐，你现在去一趟林峰的营地找赵雅，让他跟林峰商量，把这2天应得的报酬其中一半换成干燥的柴火带回来。秦岚刚准备动身，一旁面色苍白还时不时轻咳2声的林诗音却主动站了过来。还是让我去吧，毕竟之前我也在林峰那里打过工，跟他比较熟。我去的话，他答应的可能性更高一点。秦岚想了想，确实是这个理，便点头同意了。其实林诗音心里有着自己的小算盘，这2天着凉感冒，她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实在不想在海滩上继续干活了。她去林峰那里，名义上是去换柴火，实际上是想厚着脸皮去蹭一碗热汤喝，顺便暖暖身子。苏微微也大家加把劲，再多找找看，多捡几条鱼回来。不远处，双胞胎中的妹妹白勺正弯着腰捡鱼，起身的时候被迎面而来的海风一吹，忍不住捂着鼻子。阿弟！一旁的姐姐白芷见状，有些担忧的走过来。小勺，你怎么了？是不是感冒了？姐，我没事儿，继续找鱼吧。没事儿，就是2个喷嚏而已，指不定是谁在背后骂我呢。说完，她揉了揉有些发烫的额头，和大部队一起继续在海滩上忙碌。林诗音刚刚转身准备前往林峰的石洞，衣角突然被人拉住了。她一转头，只见沈小棠正眼巴巴地看着她，那双漂亮的大眼睛里写满了渴望。林姐姐，我也想去。林诗音本意是想自己去增进一下感情，正当她想开口拒绝时，一旁准备回营地的温若晴看到了这一幕。温若晴挑了挑眉，似笑非笑地对林诗音说道：“林姐姐，要不你就带上小棠妹妹吧，说不定林峰大哥一看到小棠妹妹心里高兴，还能多送点好吃的呢。那行吧，小棠，路上滑，跟紧我。”谢谢林姐姐。2个女生各怀心思，一前一后的来到了林峰的石洞口。林峰，这次赵雅的报酬。然而话还没说完，林诗音的整张脸瞬间僵住了。林诗音的脸颊轰一下就红透了，她下意识的转身，用手紧紧捂住身后沈小棠的眼睛。小棠，别看。林姐姐，你捂着我干嘛呀？石洞内，赵雅在听到林诗音声音的一刻，整个人直接宕机的都快郁了，红着脸从身后抄起个把就砸向林峰，接着猛地把脸埋进双膝之间。喊什么喊？大惊小怪的。说吧，你们俩跑来干什么？是苏微微让我来通知一声，他们在沙滩上捡了不少鱼，但是营地里没有干柴了。苏微微想用赵雅姐这2天的报酬换成一半的干柴带回去，你要不要也出去捡点？外面沙滩上被海浪拍上来的死鱼挺多的。一些死鱼有什么好捡的？要吃咱也得抓活的吃。也对，以林峰这里的物资储备，哪里看得上那些死鱼？这时候沈小棠终于挣脱了林诗音的手掌，重获自由的小丫头根本顾不上刚才发生了什么，她直接扑向了我身边，娇憨的在我腿边蹭来蹭去。林峰哥哥，小棠好想你啊。我也想小棠了。沈小棠抬起头嘻嘻一笑，刚想跟林峰分享这2天的趣事，视线却被地上那个没盖严的银色行李箱给吸引了过去。在一堆花花绿绿的衣服里，一件亮黄色的短袖上衣格外扎眼。哇，这件衣服好可爱！林峰哥哥，你能把这件衣服送给我吗？沈小棠抱着衣服，一脸期待的看着他。我的视线在那件衣服来回扫了扫，神色古怪的摸了摸鼻子。小棠啊，倒不是不给你，只是这件衣服的尺码对你来说是不是有点为难他了？
试试看就知道了吗？沈小棠说着就要动手脱身上湿衣服，但很快她动作一僵，她看着旁边双手抱胸的林峰，林峰哥哥，你先转过去，不许偷看。这丫头还当我是外人，真是欠打。我无语，但还是转过身去。好啦，林峰哥哥，你转过来吧。我勒个豆，这哪是皮卡丘？这分明就是皮卡丘。怎么样，林峰哥哥，好看吗？沈小棠有些局促的扯了扯衣角，有些不好意思的问：好看，非常好看。既然穿上了就归你了，不过回去记得用清水洗一下，海水泡过容易皮肤过敏。谢谢林峰哥哥。一旁的林诗音看到这一幕，心里酸溜溜的，同时喉咙里有些发痒，忍不住偏过头，重重的咳嗽了几声。感冒了。下雨的时候被雨淋了，又没有干柴取暖。等着，之前采摘草药时，其中就有几种专门治疗风寒的草药。不多时，我拿着一个竹筒走了出来，将选好的药草放进去，加了少许淡水，直接放在了正在做午饭的陶罐旁。借着陶罐底下的炭火，竹筒里的药汁很快便沸腾起来，散发出一种略带苦涩的药味。待到竹筒降温到不那么烫手，我将竹筒递给林诗音，看着手中温热的竹筒，林诗音只觉得一股暖流从心底涌了上来，心里一片感动。她捧起竹筒，温顺地将那苦涩的药汁一饮而尽。或许是因为我的关怀，又或者是那件沈小棠的可爱起了作用。中午吃饭的时候，沈小棠这小丫头粘人到了极点，她几乎整个人都跟在我跟前，死死跟着我的不撒手。我每喂她一口肉，她就甜甜的笑一下，黏糊的连赵雅都有些看不下去了。直到吃饱喝足，三人抱着柴火回营地时，小丫头还一步三回头，眼里满是不舍。林诗音抱着干柴走在最后，走到山洞门口时，她脚步忽然一顿，似乎想起了什么为难的事情，脸色瞬间涨得通红。她犹豫了片刻，咬了咬牙，快步折返回来，凑到林峰耳边，红着脸压低声音说了一句。听完林诗音的话，我的表情瞬间变得古怪起来，想了想，才有些疑惑地问了一句：那之前在营地里你们姨母用的是什么？听到这个问题，林诗音的面色更尴尬了，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在这破岛上还能怎么办？之前大家都用的干草或者扯碎的破布顶替，很难受，还容易磨伤。那确实够遭罪的。行了，我回头琢磨一下，看看能不能弄出点替代品来。当林诗音三人回到大营地时，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看着他们身上干净的新衣服，众人眼里都忍不住露出羡慕的神色。多亏他们今天在沙滩上也捡到了不少衣服，回头清洗晾干后也能分到一件替换。要不然，看着林诗音他们的新衣服，他们非得集体破防不可。白天的时间很快过去，夜幕降临，在大营地和江月的营地里，此刻却弥漫着一股浓郁的鱼汤香味。虽然没有其他的调料，但对许久没有见过荤腥的幸存者们来说，这一口热乎乎的鱼汤简直就是人间美味。不少女生喝着鱼汤，差点被这久违的饱腹感感动哭了。深夜，万籁俱寂，躺在干草堆中睡得正香的白芷突然睁开了双眼，她有些痛苦地捂住额头，奇怪地喃喃自语：怎么回事？头怎么会这么痛？今天苏薇薇那个坏蛋要把我和姐姐绑回去，我就这样，然后那样，然后我就这样，然后那样。做得好，下次他们要是还敢来抢鱼，或者抢人，继续打。不行，现在的条件根本没办法炼铁，铁器时代还不行。步子迈得太大，容易扯着，必须找铁器的下位替代品。秦风闭上眼睛，开始在脑海里寻找替代的办法。很快，两个最切实可行的方案浮现了出来。第一是骨器，之前山羊和野鹿留下的骨头还堆在山洞角落，如果用到磨刀时，将腿骨的一端斜向磨尖，绑在长柄上，其穿透力绝对比空心的竹枪要强上数倍。第二是石器，准确的说是碎石。我记得在曲水那条小溪的下游碎石滩上，分布着大量的灰褐色碎。这种石头质地坚硬，在受到外力敲击剥离时，会形成极其锋利的贝壳状断口。在很久以前，人类就是用这种石头制作剑簇和矛头的，其锋利程度足够给那头野猪放血了。白芷、白芍，把竹篮和水旺带上，咱们去打水，顺便捡些石头回来。好嘞，林大哥，我们捡这么多这种灰乎乎的石头干什么呀？这东西沉沉甸甸的又不能吃。做武器。枪头是有了替代品，但枪杆也是个大问题。竹子虽然轻便且容易获取，但它是空心的，横向受力极差。全是白蜡树。白蜡树在古代可是大名鼎鼎的兵器树，从古至今，传统武术中的大枪、长棍首选材质必然是白蜡。这种木头不仅坚硬，而且具有极佳的弹性。用白蜡杆做枪柄，在刺中目标时，木杆会通过弯曲来卸掉恐怖的反撞样力，真是天助我也！然而，想象是美好的，现实却是残酷的。敲制石器是一门技术含量极高的手艺。哎呀，我虽然懂理论，但精细的手工活在我手上显得笨拙无比。我操！这活真不是一般人干的。对了，林峰大哥，
要说做这种精细的手工活，我觉得江苑他们营地的人手艺肯定比我们强得多。江苑，亲眼见过，陶器表面特别光滑，罐口和罐身匀称，可漂亮了。之前江苑他们大营地分家出来的时候，带回来一个陶罐，那个陶罐我比林芳大哥你这几个陶罐还要好看，要精致得多，甚至他自己做的陶罐确实只能算能用，纯粹是野路子。而江域那边居然能做出连白纸都赞不绝口的精致陶器，这说明他们那个小团体里绝对有一个在手工或者塑形方面极有天发的人。如果让这样的人来尝试敲击碎石，成功率绝对比他这个大老粗要高得多。你是说他们营地里有擅长这种细致活的技术人才？我觉得很有这个可能。白纸，去笼子里抓只鸡来，白勺带上剩下的碎石，然后跟我走。这个用来开血槽做枪尖，绝对比竹子好使。那个白啥，平时看着老老实实的，怎么下手这么狠？我挨的最多那个该死的小别吃。哼，我就说嘛，他们果然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微微姐，一会儿咱们可得好好拿捏一下他们。林峰现在知道错了，你的人打了我，现在拿一只鸡就想来赔礼道歉，我告诉你，门儿都没有。除非你让白朝滚开，别挡路。微微姐，对，不要脸！你们，林峰，可恶！你给我等着！林峰，你来这里有什么事吗？果然如白纸所说，那个陶器烧制的规整圆润，绝不是碰运气能做出来的。听说你们这里有一个手工很好的人来找星妍的，那又怎样？那就好办了。肉，这可是鸡肉，和苏微微他们一样，自打上岛来，他们的食物就只有野菜和野果。也就前2天带暴风雨，他们在海滩上捡了一死鱼，熬了些鱼汤喝，但他们依旧非常馋那么一口肉。我的武器需要升级换代，所以想把它外包给你们。但这东西做起来着实太麻烦，我没那个闲工夫。外包，帮我把这些碎石敲成枪芯，再把这2根腿骨打磨成锋利的骨毛头做成枪。这只鸡就是你们的，算是定金。等武器全部做完，我会再给你们一只活鸡作为尾款。敲击石器和磨骨头听起来简单，但对是极其消耗精力和时间的活。尤其是磨骨头，如果没有专业工具，全靠手磨，可能需要磨上2、3天。如果把时间投入做武器上，可能会耽误寻找食物的进度。万一鸡肉没吃成，食物供应产生空缺怎么办？林峰，我能问你一件事吗？你说，你升级武器的目的是什么？你之前用的是竹枪吧？为什么要大费周章的换成碎石和骨头？很简单，为了对付野猪。野猪？今天外出打猎，遇到了一只大家伙，竹枪刺上去直接折了，连防都破不了，所以我需要更结实的飞石的枪柄。不过你们也不用太担心，我遭遇野猪的地点在岛屿深处的林子里，距离这里很远很远，你们只要不走往深处走，应该碰不上它。好，这笔交易我们接了。